吃不起饭的我正在咖啡店打临时工，一旁却突然冲出个美女，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甚至一张口就自称是我失散多年的母亲。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而今天才知道自己竟然是个超级富二代。我对面坐着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的女人，面容娇美，腰肢纤细，可就是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脸色通红，完全控制不住激动之色。她的名字叫杨莹玉，是魔都最大的企业集团，体量产值超过1000亿的雪山集团掌权人。而此时的我依旧有些难以置信，父亲在世前一直跟我强调母亲已经死了。听到这话的杨莹玉情绪失控地抬起玉手，狠拍了一下桌子，他是骗你的。看到苏阳眼里的诧异，他又连忙恢复端庄温柔的神色。苏阳听着杨莹玉的诉说，这才了解到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当年老爸因为跟他争吵，赌气地把他从他身边带走，而且为了不让他追查到踪迹，再把行李放到飞机上之后，老爸却带着苏阳换了个交通方式坐车离开了魔都。而正巧的是，那架飞机居然发生了空难。杨莹玉在飞机的残骸上找到了一些没有被爆炸高温所融化的遗物，于是一直都以为俩人已经双双遇难了。苏阳默默地听完之后，漠然地叹息着，眼神还带着迷茫。你真的是我妈妈？对于杨莹玉所说的话，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因为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言语，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他都习惯了没有母亲的日子，在父亲车祸离世之后，更是习惯了一个人生活。这突然冒出来一个妈妈，还真让他有些措不及防。当然是真的，你就是我的亲生骨肉。杨莹玉的声音带着重重的颤抖，一双凤眼颤动的带起睫毛一抖一抖，显然激动到了极点。为了能让儿子相信他的话，还连忙从精致的包包里掏出了一封信递了过去，而这封信上豁然就是父亲的手笔。苏阳深呼吸了一口气，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说：我相信你说的这些，但是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这些事情。他此时在面对这个未曾谋面的亲生母亲，心里五味杂陈。妈妈这个名词对他是十分陌生的，他从小时候到现在可能都没怎么说出过这个名词，每次学校家长会什么的也都是老爸来给他出席。对于苏阳来说，妈妈这个名词甚至会是一种伤痛。你能叫我一声妈妈吗？杨莹玉一双凤眼盯着苏阳，渴望地等着他的回应。苏阳抬头看着对面的黑裙美妇人，垂下眼帘摇头，对不起，我叫不出口。我从小就被人说是没妈的孩子，我已经习惯了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从小时候我就很怕同学和老师问起我的妈妈，甚至在长大了之后，原以为自己成熟了，能直面没有妈妈这个事实了，却在玩游戏跟玩家对线的时候，因为被人身攻击问候家人，还是会忍不住泪崩。对啊，我就是没妈妈，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有喷子都不知道这种话，对于一个真正没有妈妈的玩家来说是多么的伤人。杨莹玉听着儿子的诉说，眼眸越发剧烈的颤动，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杨儿，是妈妈对不起你。儿子的话无疑是刺痛了他的神经，他能够想象得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如同以前如果有人提起他儿子的事情来，他就会钻心的痛。苏阳看到杨莹玉流泪，心里也很难受，摇了摇头，这也并不能怪你，只能怪天意弄人。杨儿，妈妈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算了，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苏阳说着话就站了起来，你去哪？杨莹玉伸手拭泪，温柔而焦急地问着，也紧跟着站了起来，回我住的地方。你不用跟过来，等我想通了会跟你联系的。苏阳抬起那张杨莹玉之前给他的名片扬了扬，转身就离开。杨莹玉伸出雪白纤细的胳膊，在半空中将了将，最终还是放了下来，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那失魂落魄离去的背影。魔都城西街道的一个老旧小区，这是苏阳租住的单身公寓。苏阳把自己重重地摔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动静。如果是平时，他应该跟老同学在游戏里开黑，或者去 B 站看新番，或者玩米家的2次元游戏养老婆。但是此时的他却完全没有这个兴致。在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如此离奇的事情。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在父亲也走了之后，凭着车祸的赔偿金读完大学。由于性格的孤僻，不擅长交际，平时基本下班了之后就在租住的房子里宅着，偶尔会跟仅有的2个还保持联系的老同学玩游戏，出来约个饭、撸个串、吹吹牛什么的，完全就是非常普通的社畜平凡生活。而现在却突然得知自己的亲妈没死，而且还是个身价超千亿的富豪老妈，这实属就是白日做梦般的离奇。至于接不接受这个时隔21年没接触的亲妈，这并不在苏阳的思考范围之内，因为杨莹玉并没有过错，只能怪天意弄人。苏阳烦恼的是应该怎么跟这个富豪老妈相处。苏阳脑子里胡思乱想了半个多小时，感觉身体有些血气不畅，这才从沙发上翻身爬了起来，从口袋摸出一包香烟点燃，深吸了一口，又看着墙壁静静的发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夜幕降临，苏阳面前的烟灰缸里也装满了烟头。这时屋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正在发散着思绪的苏阳被拉回现实。怎么天都黑了？苏阳眼神飘忽的望了望阳台外的景色，脑子完全清醒了过来。屋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苏阳晃晃头，把已经空了的烟盒丢进垃圾桶，起身先把屋里的灯打开，这才往门口的方向走去。是我。门外传来一个柔媚好听的嗓音。苏阳听着有些奇怪，他也没有什么女性朋友，原本还以为会是杨莹玉找上门来，但是听声音却不是她呀，只能先把门给打开。你就是苏阳？一个身材高挑、靓丽明媚、穿着紫色束腰连衣裙的漂亮女子正站在门口，笑眯眯的朝他打招呼。苏阳疑惑的看着这个打扮时尚的靓丽女子，这个女子看上去大概20多岁，脸蛋精致柔媚，一头栗色卷发披在耳后，腰肢纤细，雪白美腿紧致修长，穿着肉丝，踩着一双黑色绑带高跟鞋。苏阳很确定自己并不认识她，也从没见过她，按照她的社交圈子，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漂亮而又气质出众的大美女。靓丽女子上下打量了苏阳一眼，咯咯娇笑，我是你老婆呀。苏阳直接就
是一愣，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靓丽女子已经踩着高跟鞋，轻飘飘的从他的身边挤了进来，清新的香味也跟着飘入苏阳的鼻子。这就是你住的地方。苏阳一个不留神就被对方挤着他的肩膀溜了进来，连忙回头看他，喂，这位大姐，你怎么还私闯民宅呀？靓丽女子好奇的打量了一下屋内，朝他吐了吐香舌，是你妈妈担心你，让我过来看看你的。江瑶被银摇倒，裙摆下一双纤细修直的肉丝长腿十分动人。苏阳只好先把屋门给关上，连忙跟了进去。大姐，你到底是谁啊？靓丽女子站定在客厅里，回头看向他，眨眼笑道：“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瑶，你妈妈的干女儿。”苏阳有些奇怪其中的关系，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是我老婆？江瑶把精致无瑕的脸蛋探到他的面前来，瞪大的眼睛几乎要贴到苏阳的脸上，揶揄着笑道：“小少爷，你该不会还真想让我给你当老婆吧？”苏阳看着他那迷人的笑容，瞬间心脏猛地一跳，不自觉地退后了一步。他一个社畜宅男，什么时候跟这种大美人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过？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苏阳心虚的不敢抬头看他，还害羞了。刚才不是一口一个大姐，叫的还挺欢的吗？江瑶跟着上前了一步，继续探着明媚的脸，笑眯眯的贴到他的面前，有些肆无忌惮的盯着他的眼睛。苏阳闻着鼻端飘来的悠悠体香，一脸的无辜。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江瑶嘴角含着笑，那以后记得叫我瑶瑶姐，记得没？苏阳对于这种没脸没皮的女生是真没办法。江瑶这才捋了捋香香的鬓发，心满意足的走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其实我是一个孤儿，比你大4岁，在你失踪不久后，你妈妈就收养了我，把我培养成人，所以你妈妈对于我来说，也可以说是我的再生母亲。你叫我一声姐姐，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江瑶一副大姐姐的模样，拍着波涛汹涌的心口。苏阳这才大概明白了这个女子跟杨莹玉的关系，只不过自己还没想好怎么跟杨莹玉相处，这又冒出来一个瑶瑶姐，实属是有些让人头疼啊。苏阳挠了挠头，看着这个自来熟的漂亮女子，我跟你杨姨说过，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你能不能先回去？少爷，你这是要赶我走吗？江瑶眼眸水汪汪的，一改凛然不可侵犯的御姐姿态，变成一副小女人的委屈模样。我都跟杨姨打过包票，要给你放松下心情的。我一个女生穿着裙子，大晚上的还要被你赶出去，说不定还会被醉汉尾随。停！苏阳听得一个头两个大，连忙阻止他往下说。你想留下来就留吧，这还差不多。江瑶顿时眉开眼笑了起来。要是让雪山集团的员工看到一向在所有人面前永远都是高冷骄傲的总经理，刚才居然会嘤，绝对惊掉无数下巴。我现在大概明白为什么你杨毅会让你来找我了。苏阳也是服气了起来。为什么？江瑶肉丝长腿一搭，优雅的瞧着二郎腿，好奇的眨巴着美眸。因为你的脸皮实在太厚了。苏阳盯着他的脸，很正经的给出了一个评价。谢谢夸奖。江瑶却笑出了声来，咯咯娇笑的捂着红唇。苏阳翻了翻白眼，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不过却也因为江瑶的自来熟，让他们在相处的时候，并没有像跟那个陌生亲妈那样，会感觉有些不适。苏阳走到门口的小鞋柜上，取来一对自己的拖鞋。我这里可没女生穿的拖鞋，你要不就穿我的，要不只能继续穿高跟鞋了，就穿你的吧。江瑶坐在沙发上，弯腰把脚上的黑色绑带高跟凉鞋解开，一双雪白脚丫子很秀气，足弓弧度曲线完美，脚趾自然翘起，指甲涂着嫣红豆蔻，每一粒都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给人异常细腻之感。江瑶刚把娇艳的脚丫穿在偏大的拖鞋里，一抬头就发现苏阳在瞄她的脚，顿时咯咯娇笑起来。小破孩，怎么就这么色呢？什么呀？苏阳连忙收回目光，我就看一下你穿的合适不合适，怎么就色了？按理说他平时在抖音上也经常刷到各种美女，也算是阅美无数了，但是那些抖音美女跟江瑶一比，就算开了美颜，却也不及江瑶的半分，她的美更加的颠倒众生，这让还没接触过这种级别美女的苏阳一直忍不住就会偷偷观察她的每一个部位。江瑶嘴里含笑的白了他一眼，眉眼间妩媚无端，水润纤薄的嘴唇轻启问他：你吃过晚饭没有？还没。苏阳看了看时间，这才发现都快晚上8点了，我就知道你肯定没吃。江瑶拿出手机看了看，苏阳正想问他要不要一起吃点，自己下个面条，就听到门口又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这该不会是你杨姨吧？苏阳顿时看向江瑶，有些怀疑是不是他叫过来的。江瑶看他那紧张的模样，翘起香香的美腿，轻轻踢了他一下。想什么呢？这是我让人给你送餐上来了。苏阳暗自咂舌，坐了下来，边吃边好奇的接着问江瑶：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杨姨她的事吗？你想知道些什么？江瑶陪他吃着，腮帮子塞得鼓鼓，嘴里含糊不清。苏阳想了想，问了个笼统的问题：他到底多有钱？因为他记得当时杨莹玉跟他提过，他除了有钱啥也没有。江瑶扬起那张狐妹子脸蛋看了他一眼：很多，多到超出你的想象。我听说雪山集团也就超过1000亿的资产吧？苏阳奇怪的说道。在网络上看多了土豪，感觉1000亿也不算是多到无法想象的程度了，那只是给明面上的人看的，反正没上市不用公开财报，实际上比这多得多了。江瑶想了想，继续给他举着例子：我这么跟你说吧，杨姨所拥有的资产早已形成了闭环，在魔都这座城市里，只要你没把钱花到别的城市去，他就可以从各行各业再把钱收回来。理论上来说，你妈妈拥有着魔都将近1半的财富，这么离谱。苏阳听得有些傻眼了，原来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超级富二代，等以后杨姨会仔细跟你说的，你现在还不用这么快了解公司的事情。江瑶白净细腻的脸蛋带着迷人笑容。好吧，苏阳有些无法想象自己的家世究竟是多么的无敌了。第二天一早，苏阳还在床上思考人生，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身旁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苏阳拿过来一看，心跳顿时微微加速，因为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正是昨晚走之前跟他交换了手机号码的江瑶。他心里莫名的安定了一些，接通电话才知道原来江瑶已经在门口等了很久。她今天穿的是一套迪奥的淑女套裙，红粉的内衬搭配碎花裙，裙下的美腿包裹着超薄黑丝，脚踩一双黑色红底高跟鞋，让她看起来多了几分性感。苏阳对于有些疯疯癫癫的江瑶也没有办法，让她在客厅坐着，而自己则是回房间换衣服。可这时房间门竟然被推开，苏阳大惊失色，连忙挡住自己下半身。江瑶看着苏阳光着膀子，
身上仅穿着一条裤衩。我一个人在外面无聊，就进来看看你喽。来，我的小少爷，让奴婢侍候你穿衣服。苏阳被眼前的女人逼到墙角，只能任由她摆布。而今天江瑶过来，就是要带苏阳回归富二代的生活。苏阳被江瑶拽着出了门，一路来到楼下停着的一辆劳斯莱斯幻影边上。我们这是去哪？苏阳回头看向坐在身旁的江瑶，又忍不住问了一句：“等会你就知道了。”江瑶雪白的胳膊搁在车窗上，拖着腮帮对他浅笑。苏阳看他不说，也没有再追问了，好奇的打量着车里的内饰。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豪车，不得不说，不愧是劳斯莱斯。坐在后排柔软的真皮沙发上是真的很舒服。江瑶从车内的保温柜里拿出一个小纸袋来，递给了苏阳。早上还没吃早餐吧？这是我给你买的小笼包，先垫着肚子。苏阳接了过来一看，纸袋上面印有乌有鲜的字样。这家乌有鲜拥有魔都最贵小笼包之称，被誉为汤包店中的爱马仕，一笼听说要卖3888块钱。苏阳以前自然没有口福享受这等美食，这下子也不跟江瑶客气了，拿起一个小笼包就吃了起来。他们来到了魔都最顶级的购物广场，而整个广场都是自己母亲的产业——阿玛尼旗舰店。这是世界最顶级的奢侈品牌之一，被誉为8大红血，是各国皇室的专用品牌，其历史之悠久和皇室有着极深的渊源。能在里面买衣服的人，起码都是精领阶层的高收入人群。苏阳被江瑶拉着走进了这家旗舰店，看到店里装修的时尚豪华，顿时稍微有些拘谨。他就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普通人，还真没接触过这种阶层的环境。一个穿着制服的导购小姐在见到江瑶之后，立刻就热情地迎了过来。在得知对面这位竟然是老板亲生骨肉后，顿时毕恭毕敬。不一会儿功夫，苏阳就被安排到位。苏阳身高接近1.84米，身材修长偏瘦，虽然是个宅男，但胜在年轻也有点肌肉，再加上棱角分明的脸庞，还有健康的蜜蜡肤色。穿上一件纯白色棉混羊绒的衬衫，外面套着海军蓝的薄羊绒修身西服，脚踏一双黑色德比鞋，完全就像专业模特一样。江瑶手里拿着一条制服蓝几何条纹的真丝领带，正在细心的给他系着，眉开眼笑的说：“这次阿阳你在大街上走，肯定要迷死很多小姑娘，就连我都忍不住心跳扑通扑通的。”数十套衣服全部打包带走，小新开着劳斯莱斯载着两人，直接驶入了一个豪华的别墅区。苏阳站在一栋独立别墅的院子里，仰望着这栋3层高的豪华别墅，心里莫名的有些紧张。别墅的院子里很豪华，自带花池喷泉，环境优雅，处处都透露出艺术感，而且外围还有一圈白色锈起的铁艺栅栏，把院子与外面完全隔绝了出来。江瑶该不会把他带到他妈妈的家里来了吧？你在想什么呢？江瑶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抿了抿涂抹唇膏的嘴唇，笑眯眯的继续道：“你妈妈可不住在这里，这是她为你准备的新住所。她知道你还不习惯跟她在一起生活，但是也不舍得让你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所以让我今天就把这别墅交给你了。”苏阳听到这话才松了一口气，他此时确实还没有做好要跟他妈妈一起生活的思想准备。走吧，我们进去看看。江瑶嫣然一笑，容光四射，挽着苏阳的胳膊就穿过绿意葱葱的庭院。前面小青已经为他们打开了别墅的大门，这大门是双开式的深红色实木，上面包裹着厚厚的真皮，看着就异常的豪奢大气。三人走过入户区，旁边还摆放着一些精致的盆栽和艺术雕塑。再往里走，就是一个布置的美轮美奂的豪华客厅了。华美的穹顶上吊着璀璨夺目的水晶灯，地面全是天然大理石铺就而成，上面同样铺着厚厚的纯毛地毯，人走在上面几乎都没有一点声音，很是安静。江瑶又拉着他往2楼走去，苏阳牵着江瑶细滑冰凉的小手，感觉心里都在砰砰砰的跳。一直到江瑶推开主卧的门，苏阳的注意力这才被转移，眼睛都忍不住微微一亮，因为从主卧往阳台方向看去，居然就是黄浦江，江景非常美丽，还能看到很多游船在江面上穿梭。要是晚上的话，亮起灯光的江景，海天一色，那绝对更是美不胜收。前面小青已经拉开了主卧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外面宽大的阳台上竟然有一个长达20多米、宽3、4米的游泳池。苏阳站在阳台边上往外面看去，这个游泳池居然和远处的江面连成了一体，视觉看起来非常的绮丽。苏阳暗自咂舌，这回算是见识到有钱人的生活了。但不知道为何，虽然他现在住在这样奢侈豪华的别墅，却并没有让他有太大的兴奋，总感觉跟这种生活有些格格不入，好像这里并没有让他产生这是一个家的归属感。夜风呼啸，大都市的璀璨灯光衬托出江边的绚丽。苏阳2只手撑在栏杆上，漂泊的思绪中突然浮现出一个优雅端庄的身影。过了不知多久，正在怔怔望着江边夜色的苏阳，却是听到耳边传来一道温柔的声音：“阳儿，饿了没？可以吃晚饭了。”苏阳转头看，穿着一身素色长裙的杨莹玉正忐忑地捏着手指，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后。苏阳愣了愣，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妈，你怎么来了？”他的这个无意识说出的一个称呼，却如同惊雷响彻在杨莹玉的耳边，让他的身子都剧烈地晃了晃。“阳儿，你刚才叫我什么？”杨莹玉满脸的难以置信，全身还在轻微的颤抖。清冷的月光落在她雪白的脸蛋上，比初见时多了几分红润嫩腻，少了一些刻在眉心的哀伤。但是从她温和淡雅的神态、雍容高贵的气质中，却又带着一丝还没解开的忧郁。苏阳的嘴唇不断翕动，突然鼓起胆气再次开口，轻唤了一声：“妈妈。”杨莹玉再次听到儿子的呼唤，她完全呆住了，身子剧烈一晃，肩头在颤抖，红唇也在微微的颤抖。一瞬间，她那贵气的凤眼完全被泪水打湿，眼前一片模糊，呼吸完全停止，激动的几乎眩晕过去。这么多年来，她无时无刻都在承受着思子之痛，每天早上醒来枕头都是湿的，就连在睡梦中都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直到发现自己的宝贝儿子还生活中世上，并且找到了他之后，依旧担心着怎么让儿子接受自己，怎么让儿子回归他的怀抱。因为他对他仅有的都是亏欠和内疚，所以他一直都不奢望儿子能够很快就接受他，也不奢望他能喊他妈妈。但却没想到，在此时此刻，儿子却认同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也仅有这个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能把他变得如此脆弱，哭得像个小女孩。苏阳和杨莹玉相聚之后的第一顿晚饭，就在他新搬进来的别墅进行。如果说之前苏阳还
还对这里并没有什么归属感。那么经过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他突然就顺然的接受了这一切。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中的苏阳突然感觉脸上痒痒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脸上撩拨。半睡半醒的睁开眼睛一看，豪华的大床边上正趴着一个身穿性感紫色睡裙的靓丽女子，她手里抓着一缕发丝，调皮的在她的脸上不断的逗弄。这别墅里会一大早这样调戏她，也就只有江瑶了。大王，该早朝了。江瑶见他醒来，娇滴滴的声音十分的狐狸精。苏阳睡眼朦胧的说道：“你怎么又偷偷溜进来了？昨晚他睡得很是踏实，而且别墅里就他一个男的，就没有锁门了。没想到江瑶居然一大早又溜进来了。奴婢这不是在喊大王起床吗？”江瑶清澈的大眼睛看了苏阳一眼，娇笑的低下头来，香艳嘴唇吧唧亲了他一口，一阵如兰如麝、清香宜人的味道袭来，苏阳一下子就清醒过来。喂，你别趁机占我便宜啊！夜晚，专属管家贝蒂尔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苏阳三人吃过晚饭之后，就拿着还没喝完的红酒，继续转移到了客厅，边看电视边继续享用美酒。杨莹玉听闻自己儿子想要健身，苏阳喝了一口红酒，无奈地说：“因为我担心以后我的身体吃不消，还是趁着年轻先锻炼巩固一下身体才行。”杨莹玉摇晃着红酒杯，柔柔地笑着说：“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办法解决的。什么办法？”苏阳眼睛顿时一亮，抬眼看向妈妈，只见她从 LV 包里掏出了一个白玉小瓶，里面竟然装的是小金龙丹，而她的公司隐秘的业务就是制造这个药丸。制作小金龙丹的药房是一个传承了千年的中医世家买来的，听说他们的祖上都是皇帝的御医，而这个小金龙丹就是专门给古代帝王健身壮阳的药物。按照秘方的说法，只要1个星期服用1颗，就能不断调养身体，只需3年时间，业遇千女都不在话下。第二天一早，苏阳睡了个自然醒，突然感觉腰不酸，腿不软，精气神非常饱满。我去，这效果是真的立竿见影啊！苏阳站在落地镜面前，看着自己的脸色，活动着手脚，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昨晚他就按照杨莹玉的嘱咐，在睡前吃了1颗小金龙丹。这丹药听说主要才是野生的百年野山参，闻着有淡淡的参味，吃下去有点干苦，然后就感觉肚子热热的。苏阳原本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还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就出来了。看来古代的中医确实很牛逼啊！杨莹玉和江瑶已经去公司上班，只有洋妞管家贝蒂尔在客厅等候。昨晚在布置晚餐的时候，苏阳就跟他说过，让他今天早上来教他健身。少爷早上好，早餐已经准备好了，不如先用过早餐，我们再进行健身。贝蒂尔已经略微了解了一些自家少爷的性格，也没有一开始那么拘谨了，眨着那双蓝色海洋般的美目朝苏阳抛了一个媚眼，闭脸妩媚的笑容。可以啊！苏阳跟随他坐到了餐桌上，侧头打量了一下贝蒂尔的穿着。今天这洋妞管家特意换上了一套黑色的短裤背心，这更是把她高挑火爆的身材完全展现了出来。说实话，贝蒂尔是真的很符合国人的审美，她的腰肢很是纤细，大腿却丰润修长，来和皮骨却又很热辣丰满，皮肤又雪白，再加上艳丽的相貌，丹红色的唇瓣，海洋色的碧眼，绝对是一个诱惑到了极点的尤物洋妞。等吃完早餐之后，苏阳就换上了贝蒂尔带来的一套健身服。贝蒂尔热辣的身子靠在前面的操作台上，用那纤细修长的手指点着上面给苏阳详细的介绍，而他的目光就沿着这个火辣洋妞的修长胳膊移到她白润光滑的大腿上。自家这个洋妞管家的腿也很是出色，雪白浑圆有肉，质感像凝脂一般，堪称超模美腿。夜晚洗完澡的苏阳躺在主卧的大软床上，有些睡不着，忍不住回想起那天在老宅里跟瑶瑶姐待一个被窝睡觉的情景，立刻就拿过手机来给江瑶发送信息：苏阳，瑶瑶姐，帮我倒杯水过来呗。江瑶显然还没睡，很快就回复了信息。过了没多久，就见到江瑶拿着一个水杯推门走了进来。她在苏阳面前一向都喜欢穿很清凉的睡裙，这次自然也不例外，黑色蕾丝吊带睡裙，露出大片白花花的肌肤，还有那双修长浑圆的玉腿。阿阳，你要的水添了点凉的，温度正合适。江瑶显然是刚洗完澡没多久，柔媚的脸蛋白净细腻，还带着点透红的光泽。苏阳当江瑶把水放他床头柜的时候，就一伸手抓住她的胳膊，嘿嘿笑道：“做得好，瑶瑶姐，来我被窝里奖励你一下。”说完就拽着瑶瑶姐拉到床上，搂住她的细腰，拖进被窝里。江瑶被苏阳生拉硬扯进了被窝，啐了他一声：“你有没有良心呀？哄人家过来给你倒水，却拉我进被窝暖床。瑶瑶姐，那能不能让我摸摸你的良心？”苏阳压低声音凑在江瑶晶莹的耳朵边上笑道。第二天一早，苏阳睡到自然醒来的时候，瑶瑶姐已经不见踪影了，唯有被窝里还带着她身上的香味。苏阳慵懒地伸着懒腰从床上爬了起来。昨晚虽然只是单纯的抱着瑶瑶姐睡了个觉，没做到最后那一步，但是有美妞陪睡，依旧让她睡得非常香。起床洗漱换好衣服下楼，洋妞管家贝蒂尔已经把早餐给她准备好了。苏阳瞄了一眼贝蒂尔性感浑圆的黑丝长腿，咧嘴笑道：“贝蒂尔，你有口福了，少爷请你喝一大杯的特仑苏，谢谢少爷赏赐。少爷你先吃早餐，我自己来喝特仑苏就行。”贝蒂尔一脸媚笑的拉着苏阳往餐桌走去。上午苏阳来到了自己小时候的青梅家中，陈婉玲住的宿舍距离医院本就没多远，不到一会苏阳就把拉法开到了他所住房子的楼下。逛街出了汗的陈婉玲已经先去洗澡了。苏阳一个人坐在陈婉玲的卧室，好奇的瞄来瞄去。女孩子的卧室就是不一样，只要住上几天，空气都会带有她身上的香味。苏阳目光看到了夹在各种软件中间一个名为学习资料的文件夹，有些好奇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会学那些东西的苏阳忍不住手贱打开了这个学习资料文件夹。当苏阳看到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时，直接一口气喷了出来。幸好他现在没喝水，要不然就是一口水直喷电脑屏幕上，因为这个学习资料的文件夹里全是各种李帆，而且都是兄妹主角
觉的。那一堆堆樱花国的文字，简直看得让人沸腾。这时陈婉玲也已经洗完澡，换上一套小野女子学员 JK 制服，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毛巾在擦拭着柔顺的秀发，身上那条小野女子学员 JK 制服穿在她玲珑有致的身子上，更是透着一股子亮丽的青春活力。陈婉玲被苏阳盯得娇俏的脸上危险不愈，不过当她注意到她的笔记本电脑被打开了，连忙走了过去，看到电脑界面上那还没关闭的学习资料文件夹，直接捂着嘴发出尖叫了起来，俏脸渗血似的娇艳。不一会，这个学习资料的视频里就传来一阵阵不可描述的声音和画面，让陈婉玲脸上的红潮更甚。苏阳也有些忍不了，婉玲，学习的终点还是要理论化为实践啊。第二天，陈婉玲又让陆心怡给她请了一天假。苏阳和陈婉玲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连门都没有出，一直在把学习资料的理论化为实践。晚饭和午饭都还是陆心怡给他们打包回来的。而在下午时分，苏阳边跟自家青梅实践学习资料，边用他的笔记本玩游戏的时候，他的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喂，瑶瑶姐。苏阳接通了电话，慵懒地靠在座椅上。阿阳，你在哪呢？傍晚来雪山大厦接我呗，我带你认识几个朋友。江瑶柔媚好听的嗓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还在婉玲宿舍呢，苏阳笑着，把手机放到陈婉玲的耳侧，来，跟瑶瑶姐打个招呼。陈婉玲满脸娇羞地张着小嘴，瑶瑶姐，我是婉玲。苏阳好笑的才把手机拿了回来，问道，瑶瑶姐，有什么事吗？江瑶笑滋滋地说，是这样的，傍晚你有空吗？我约了2个朋友，打算介绍给你认识，也好让你在魔都多一些圈子。苏阳想了想回道，可以啊，大概几点？他明白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身份了，确实需要换一个新的社交圈子，要不然他会很难转变自己已经是超级富二代的事实。江瑶娇笑地说，6点，你直接来雪山大厦接我。没问题，苏阳答应了下来，一直在陈婉玲这边陪他研究学习资料到下午4点多，苏阳这才离开了他的宿舍。既然今晚是要跟江瑶去认识新朋友，那么自然不能那么草率的。苏阳开着法拉利先回了趟自家别墅，好好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这才重新坐上法拉利往雪山大厦开去。雪山大厦位于魔都浦东商业中心，是雪山集团的总部大楼。苏阳曾经也从这里路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栋99层的大楼居然会是他亲妈的。在魔都读大学生活了4年时间，再次来到这栋大楼下面，苏阳仰望着这座造型像魔都市花白玉兰造型的大楼，心里还是有着无限的感叹。仅短短一段时间，他的身份和心态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他不再是那个只能租住在窄小单身公寓里的摆烂阿宅了，现在住的数百平方的大别墅，开的是2000多万的法拉利拉法，穿的是阿玛尼定制衣服，手腕戴的是4000多万的百达翡丽天文陀飞轮腕表。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境也不再是那个面对现实社会一步步不断妥协、不断降低选择要求的社畜了。也难怪他这段时间会有些放飞自我，就是因为以前作为一个普通人，心理状态真的压抑太久了。而现在，他基本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都会勇敢去做，享受着生活的一切美妙，满足自己所有曾经所想。苏阳发现，这才是一个人该要过的生活，才是人诞生在这个世界的真谛。要不然，从年轻到老死，为了房子车子，为了养家养孩子，苦苦操劳一辈子，然后带着疲惫进入棺材，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享受人生，感受生活带给自己的不同感悟、不同快感，满足的离开这个世界，才是苏阳目前所要进行的。没等多久，收到苏阳信息的江瑶就拎着包包从雪山大厦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小跑了出来。此时正是下班的高峰，不少雪山集团的员工都好奇地看了江总一眼，也不知道平时高冷明艳的总经理今天为何跑得这么急。江瑶自然是认得苏阳的法拉利，直接拉开副驾就坐了进来。等久了吧？我刚收到你的信息就下来了。江瑶娇媚兮兮地看着驾驶座上的苏阳。没有，是我来早了，正好看看这栋大楼。苏阳笑了笑，也回头看向坐在身边的瑶瑶姐。今天瑶瑶姐打扮得很漂亮，一袭红色的连衣裙把她高挑的身子包裹着，收腰的设计愈发衬托出她腰肢的纤细。成熟艳丽的脸蛋边上，2只洁白耳朵戴着红宝石耳坠，更是增添了她的娇艳。要不要我带你上去逛逛？江瑶柔媚的脸蛋绽放笑靥，眨着灵动漂亮的眼眸笑道。她侧脸的肌肤很是白净，吹弹得破，眼睫毛很长，鼻梁秀直，小嘴涂着口红，很有御姐风范。改天吧，都下班了也没什么好看的，还不如多看看我瑶瑶姐呢。苏阳眼睛溜达到江瑶并拢斜靠向自己这边的一双被肉丝包裹着的浑圆修长的美腿，格外诱人。黑进步了呀，现在都会哄姐开心了。江瑶立刻眉开眼笑，了解苏阳喜好的她舒服的靠坐在座椅上，
把高跟鞋蹬掉，一双肉丝脚丫子直接搁在副驾的前置板上，透过超薄的肉丝，还能看到里面涂着10点艳红的脚丫，还一晃一晃的。瑶瑶姐，你这是不是有些不太雅观啊？苏阳故作一本正经地说着，目光却还是被那2只娇艳小脚丫所吸引。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吗？江瑶痴痴发笑，侧过脸来，眼眸亮晶晶地看着他，淡淡的幽香从瑶瑶姐的身上飘荡在车内，让人闻着就很舒服。还是瑶瑶姐懂我，今天就由我来做你的司机。坐好了，苏阳忍不住想笑，缓缓启动了法拉利。话说回来，他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做瑶瑶姐的司机，而且因为对跑车的驾驶操作还有些不太熟悉，所以他也开得不快，倒也很安全。对了，我妈下班了吗？苏阳想起一事，朝身边替他按导航的江瑶问道。杨姨今天约了朋友一起去瑶池放松，没在公司。江瑶笑眯眯地说道。女的？苏阳下意识地就问了出来。江瑶嫩腻如玉的脸蛋顿时带着揶揄之色，难道还能是别的不成？你妈妈可是天生艳男，而且瑶池只接待女顾客，我就问问。苏阳哭笑不得地说道。江瑶拿脚丫子踢了踢他的胳膊，嘴角翘了翘。阿阳，我发现你控制欲和占有欲还蛮强的。有吗？苏阳有些疑惑。当然了，江瑶咯咯笑道，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一双香艳美腿，继续说着，不过这样也挺好的，具备大人物的特性。苏阳对这方面不懂，又问其他的。对了，你今天要介绍我认识的朋友都是谁啊？算是我的闺蜜，一个叫花雪芙，一个叫宋一敏。雪芙她姑姑还有敏儿她妈妈，就是跟杨姨是闺中密友。今天跟杨姨去瑶池玩的就是他们。第65，花雪芙和宋一敏。傍晚，夜风微凉，苏阳按照江瑶设置的导航，一路把法拉利开到了一家名为望江阁的豪华饭店门前。这饭店的位置倒是不错，位于外滩之上，在这里吃饭还能俯瞰浦江两岸绚丽繁华的夜景。你那2个朋友已经到了吗？苏阳边解开安全带，边朝身旁的江瑶问了一句。他们发信息过来了，说是已经在楼上包间等着咱们了。江瑶拿着手机在看信息，柔媚的眼眸在屏幕的反光下亮晶晶的，分外明媚。2人下了车之后，苏阳好奇地打量着这座装修豪华的饭店。瑶瑶姐，该不会这也是咱妈开的饭店吧？他对这家魔都最知名的饭店自然也有所耳闻，听说这里人均消费的单价能直接破万，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江瑶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了过来，娇笑。阿阳你真聪明，这就是你妈妈开的饭店，吃完饭签单就行。我妈产业是真多呀。苏阳感叹了一声，就迈步往里走。阿阳，你等等我，人家穿着高跟鞋呢。江瑶死拽着他的胳膊。苏阳回头一看，哑然失笑，因为瑶瑶姐今天穿的高跟鞋是那种鞋跟是字母 YSL 的圣罗兰高跟鞋，那种鞋跟走起路来完全快不了。你说你们女生穿这种高跟鞋真的舒服吗？也不怕踩到一脚尘。苏阳好笑地看着他的脚丫子说道。舒服不重要，好看就得了呀。而且顶级的圣罗兰高跟鞋是接触不到路边灰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江瑶抿着娇润的红唇，笑眯眯地看着他。为什么？难道你们不走马路的吗？苏阳翻了翻白眼问道。江瑶眨了眨眼眸，低笑，因为只会接触星空顶啊。星空顶？苏阳更是奇怪了。江瑶戏谑地盯着他，你不知道刚才咱家的劳斯莱斯就有星空顶吗？噗嗤！苏阳差点喷出来，他现在懂了，好气又好笑的伸手一掐他白腻的脸蛋。你不调侃我一次，会死吗？会啊，死的不要不要的。江瑶娇声说着，一双水汪汪的美眸都要渗出水迹来了。快进去吧。苏阳无奈地摇了摇头，牵过他细腻的小手，就慢步走着往望江阁走去。这家饭店确实装修得很是不错，看起来有种电视剧里参加晚宴的豪门餐厅一样富丽堂皇。苏少江总，您来了。花小姐和宋小姐已经在贵宾厅等候了，这边请。刚进门没多久，一位穿着女士制服的女人就迎了上来，恭敬地引路。苏阳好奇地看了她一眼，名牌上写着是经理，这倒也正常，这家望江阁也是自己亲妈开的，自然得是饭店领导亲自恭敬迎候了。没多久，苏阳和江瑶就来到了楼上一个豪华的贵宾包间，一眼望去，看到里面坐着等候的2个女人，就连审美被瑶瑶姐和亲妈猛提升的苏阳都忍不住眼睛微微一亮，闪过一丝惊艳。哇瑶瑶，你可算来了，这就是当年跟我抢奶吃的小弟弟。一个长腿细腰，皮肤白腻，长相妖艳，身穿一条古驰黑色雪纺纱裙子的御姐扑了过来，抱着江瑶在她脸色吧唧一口，然后满眼带笑地看向苏阳。还有这事？
苏阳一脸懵逼。通过刚才在来的路上，江瑶给他的介绍可以得知，这个妖艳型的御姐美女，名字叫宋一敏，比他年纪大1岁。他妈妈宋淑媛是宋氏集团的总裁，资产近1000亿，跟自家亲妈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自家亲妈还在宋氏集团入了股的。宋一鸣眨着又长又媚的眼睛，笑道：“你自然不记得了，你那时候才几个月大，我妈妈去杨姨家看你，把你弄醒了，一口就咬我妈来上了。”苏阳只能无辜地看向江瑶。江瑶推开自家闺蜜，挽着苏阳的胳膊，在她耳边低笑：“我也听说过这事，应该是真的。”好吧，苏阳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尽管笑吧，那时候懵懂无知，我也没办法呀。宋一敏掩嘴咯咯娇笑。江瑶白了他一眼，拉着苏阳给他介绍一直站在一边亭亭玉立没有说话的高挑女郎。阿阳，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花雪芙。江瑶说着，另一只手就挽住了那女郎的胳膊，挤眉弄眼继续笑道：“她呀，你别看她不说话，其实这里最闷骚的就是她了。瑶瑶找打呢，人家还要不要形象了？”花雪芙清丽的脸蛋一垮，轻推了江瑶一把，娇嗔道。江瑶将耳边的发丝拢到耳后，咯咯娇笑：“谁让你在一边装淑女了？”这个江瑶口中的闷骚女人，有着一张清丽脱俗的脸蛋，秀气的鼻子，娇润的红唇，雪白的下巴，特别是嘴角带着一点红痣，让她增添了一丝明艳。一头黑色长直发，身上穿着香奈儿的香风收腰白裙，身材各方面都异常出众，特别是那双浑圆的长腿。苏阳记得江瑶说过，她的姑姑花墨艳就是魔都的成长，花家权势在魔都以及周边都很强大，完全不输于自家亲妈。你好，你跟瑶瑶一样，叫我雪芙就行了。花雪芙跟江瑶闹了一下，就笑着朝苏阳挥手，打了个招呼道：“你好。”苏阳也露出浅笑，打招呼道：“苏阳，你也叫我米儿吧。杨姨跟瑶瑶都是这样叫我的。”旁边的宋一鸣也花枝招展的凑了过来。妩媚瞥了一眼苏阳，娇笑的说道：“可以。”苏阳跟他们还不熟，自然是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啦，都别站着了，先坐下再聊天吧。江瑶笑滋滋的拉着苏阳就找位置坐，四人围着餐桌坐下来，点完菜之后，就又开始随意的闲聊着了。阿阳，我跟你说，雪芙她姑姑也有一颗美人痣，不过她姑姑是在眼角，她就是在嘴角，而且两人的性格相差也蛮大，倒是米儿脾性几乎就是她妈妈的缩小版。江瑶依着苏阳坐在一起，裙摆下那双被肉丝包裹着的美腿，浑圆修直。花雪芙轻笑起来：“我姑姑媚骨天生，确实跟我不太一样。以前家里人都说她这性格很难在官场上混，倒是更适合从商。但是我姑姑就是不听，没想到还真给她做起来了。只能说我姑姑有这方面的潜力。”苏阳的另一边就是坐着他，从他这边的角度看过去，他嘴角带着的美人痣让他的笑容更加的迷人。花雪芙好像察觉到他的目光，将发梢往耳后一撩，单手托腮帮子撑在桌子上，撩人的看向他，笑着说：“苏阳，你以后的打算是从政还是从商呀？”他跟宋一敏都从自家姑姑、自家妈妈还有瑶瑶这边听说过苏阳的事儿了，所以倒也没提他消失的这21年的话题。苏阳微笑的看了他清丽的眼眸一眼，说：“官僚我做不来，做投资商人倒是没什么问题。”坐在江瑶身边的宋一敏则妩媚的笑道：“那也不错啊，以后就接杨姨的班，我妈也是把我当接班人培养的。”花雪芙捻了捻自己耳朵上精致的耳钉，倒是和婉一笑：“凭苏阳你的家世，确实怎么选都差不太多。”他说的可不只是杨英玉的雪山集团，而是包括了岭南苏家的权势。但是苏阳自然不知道这点，他好奇地问：“米儿现在是在宋一公司上班？”宋一敏带着点撒娇味道的看着他说：“对呀，你要不要跟姐姐去我妈的公司看看？”江瑶扭着丰满微翘的皮骨，挽着苏阳娇笑说：“我们家阿阳都没去过杨毅的公司看呢，下回吧。”苏阳好笑的揽着瑶瑶姐纤细的腰肢，隔着薄薄的紫色裙子，都能感受得到瑶瑶姐嫩腻如玉的肌肤。那雪芙是做什么的？苏阳又看向另一边的花雪芙问道。“我呀，现在是督察院的一名组长。”花雪芙咯咯笑着说道。“哟，那权力也挺大的呀。”苏阳以前看过《人民的名义》，里面的主角团就是督察院的，所以倒也能了解。还行吧，跟我姑姑肯定是没法比的。花雪芙温婉浅笑的说道。“话说，瑶瑶，你跟苏阳是不是已经在谈对象了啊？”宋一敏满脸八卦的看着搂在一起的两人，花雪芙也好奇，眨巴着清丽眼眸，瞥了一眼苏阳揽着江瑶的胳膊，江瑶如含星子的丹凤眼闪动水光，咯咯笑道：“我都是阿阳的童养媳了，你说呢？”花雪芙似乎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八卦道：“那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有没有做那个？”江瑶笑着不屑道：“
这个还能跟你俩说，指不定你们两个雏儿还得追问细节呢。宋一敏盯着苏阳，坏坏的笑了起来。那你可得盯好他了，要不然姐姐可不介意来一次霸王硬上弓的哦。江瑶眉眼间妩媚无端，嘴里含着笑骂道：喂喂，敏儿你收敛点，才刚认识这么快就暴露你的烧劲了。没办法呀，在魔都能让我们看得上眼的男人根本没有，唯独苏阳算一个。宋一敏说着话，还不忘朝花雪芙挤眉弄眼。雪芙你说是不是？花雪芙眼睛藏着浅笑，点头道：这一点倒是真的。那是，我们家阳儿最棒了。江瑶也捂着腰眼，笑着花枝乱颤。苏阳只能哭笑不得的拿起水杯喝水。面对两个才刚认识的女生这样调侃，还真不知道如何应对。幸好，这时服务员敲响房门，开始往包间送酒菜了。第66，沪上皇，这家亲妈开的望江阁菜色确实不错，深海扇贝、多宝鱼、香烤乳鸽、樱花虾烩辽餐、银鳕鱼、龙虾炖饭、鲍鱼酥、烟熏三文鱼，道道都是这里的招牌，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吃起来更是鲜香可口。苏阳挨着江瑶，跟两个新认识的美女边吃边喝边聊，倒是慢慢开始熟悉起来了。宋一鸣果然就如同瑶瑶姐所说，是个妖艳烧货般的女人，释放天性之后，更是频频调戏苏阳。不过，据说她也只是在江瑶面前是这样，在其他人，包括自己家人都很会假正经。而花雪芙也确实蛮闷骚的，外表清丽秀媚，一副婉约淑女的模样，但是时不时看向苏阳的眼神，却很是骚气。这两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豪门千金，实际上相处起来，倒也挺融洽的。但是说真的，苏阳发现这种豪门白富美，是真的比其他美女质量要高出不少。可能是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食指更是不沾阳春水，所以她们的肤质是真的白嫩透红，浑身都香香的，无一处不美。这样的美女才应该算是女神啊，简直哪里都能舔，而且肯定美味十足。这是燕窝炖木瓜吧？雪芙，你得多吃点，要不然咱们可追不上瑶瑶了。宋一鸣扭着屁股蛋站起来，掀开一个小炖盅看了看，豪放的说道。苏阳听到这话，忍不住往他和雪芙瞄了瞄，这也不小了呀。花雪芙有些脸红，闪躲开他的眼神，绝美出尘的清丽脸蛋故作娴静的无奈道：你平时也吃不少啊。瑶瑶这是天生丽质，我是已经认输了。江瑶把千娇百媚的脸蛋从饭碗里抬起来，挺着心口，腮帮子鼓鼓含糊不清的囔囔道：服了没有？姐姐我呀，一个顶你们俩。瑶瑶你怎么不再夸张点？好歹咱们也是地级强者。宋一敏不服气的叉腰道。江瑶瞥了他一眼，呵呵一笑，也不说话。宋一敏突然走了过来，拉起苏阳的胳膊，悠悠道：苏阳，你给姐姐凉凉。我就不信了。苏阳连忙把手收了回来，彻底无语了。花雪芙明利要人的一笑，起哄道：我也不信瑶瑶能一个顶俩，也凉凉我的呗。苏阳哭笑不得道：别闹，咱们先把饭吃了。江瑶眼波流转，嬉笑着嚷嚷：我家阿阳是怕你们输得太难看了，给你们台阶下呢。你也别闹。苏阳没好气地掐了一下自家瑶瑶姐的脸蛋，他跟这两个刚认识的女生还不合适动手，但是动起自家瑶瑶姐来，那是丝毫不见外的。江瑶眨巴着眼睛，卖萌道：我听我家阿阳的。花雪芙取笑他道：瑶瑶你还没成为苏阳的媳妇儿呢，这么快就听他的了？没办法，谁让我心身都是我家阿阳的呢？江瑶倒是毫不在意，靠在苏阳身上，仰着柔媚的脸蛋得意道。等几人吃饱喝足了之后，时间也才刚过8点多，时间还挺早，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再喝点吧。宋一敏看了看手腕上的精致女表，朝苏阳他们提议道。我没什么意见。花雪芙温和的笑了笑说道。我听我家阿阳的。江瑶娇滴滴的做媳妇状，挽着苏阳的胳膊说道。苏阳看到他们都看向自己，也觉得今晚就这样散场有些不尽兴，于是点头道：去呗，我也没意见。那好，地方我来挑，我可不想跟瑶瑶再到杨姨的场子去了，连个买单的机会都没有。宋一敏媚笑的说道。4人出了望江阁之后，倒是没有再开自己的车子了，毕竟大家都喝了酒。一直跟在江瑶后面的小青把劳斯莱斯开了过来，也没人往副驾驶上坐，一个个直接钻进了后排。幸好劳斯莱斯的空间够大，挤进去4个人倒是没问题，就是稍微有些身体挨着身体而已。你儿坐里面，避免你这小烧蹄子吃人家豆腐。花雪芙推着宋一敏往里坐。哥哥，雪芙你看你这闷骚劲，还抢位置。宋一敏调笑了他一句。苏阳也被江瑶推进了车里，这样就变成了自己的右手边是花雪芙，宋一鸣左手边就是江瑶了。跟美女们挤在一起他倒是没啥意见，就是胳膊碰着胳膊
能够感受到花雪芙温热细腻、有弹性的肌肤。江瑶关上车门之后，就让小青开车，两只小手挽着苏阳的胳膊，更是挤压感十足。阿阳，你车钥匙给我，等会我让人把你车子开回去。江瑶对苏阳说道。哦，苏阳应了一声，右手从口袋掏钥匙的时候，肘弯无意中蹭到一个惊人软蛋，只能当作没事发生似的，把钥匙交给了瑶瑶姐，悄悄回头看向花雪芙，才发现她的脸蛋浮着一抹红晕，见她看来，还朝她眨了眨清丽眼眸。苏阳心想，果然是地级强者，只逊色于瑶瑶姐一筹啊！凯旋宫国际会所，魔都最高端豪华的夜场之一，无论的酒吧，还是商务 KTV， 还是休闲娱乐都有。苏阳所坐的劳斯莱斯刚停到凯旋宫门前，在变幻不定的霓虹灯下抽烟的两个男子立刻就迎了上来。秦汾，你今天这是在当门童啊？宋一敏刚下车，见到前面的那个青年，淡淡的说了一句：贵客上门吗？几位大小姐难得光临凯旋宫，那我作为老板，今天正好也在这，怎么也得亲自接待不是？秦汾满脸笑容的说道。江瑶凑在苏阳的耳边，低声给他介绍，这个叫秦汾的，家里大概是100亿级的资产，他父亲是湘江人，在澳城做叠马仔的生意，他自己则在魔都定居，开了几个公司俱乐部，为人还挺张扬，被网友称为什么沪上皇，其实也就属于魔都上层富二代的一员，算不上顶层。听说跟千达集团的王家公子关系挺好，都属于那种喜欢走入公众眼里的显摆性格。苏阳作为一个网络冲浪阿宅，自然也听说过这个秦汾还有王思聪，但是了解的不多。现在听完江瑶给他介绍的情况，才知道原来这个沪上皇连宋一敏家里都比不上，更何况是他和花雪芙了。也难怪这个沪上皇知道他们过来，还得亲自出来迎接了。毕竟杨英玉跟花家在魔都的财权，那可是巨无霸级别的，挥挥手就能让这个所谓沪上皇在魔都混不下去了。而这时，秦汾也看到站在三女中间的苏阳了，眼睛闪过一丝惊讶，连忙热情打招呼道：这位大哥还没见过呀，不知道怎么称呼。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年轻男子是谁，但是从他能跟江大小姐、花家大小姐还有宋家大小姐这么亲近，那肯定身份非同一般，要不然哪里能让这几位大小姐如此对待？没看到花雪芙和江瑶见到他，连看他都不看一眼的吗？这就是区别对待啊！苏阳对这个沪上皇倒是没怨没仇，看他这么笑脸相迎，自然也不打笑脸人，微笑的说：我叫苏阳，你叫我名字就行。那不能，秦汾在富二代圈子混了这么多年，该有的眼色还是会有的。笑呵呵的说：苏少能来凯旋宫玩，就是给我面子，我哪能这么失礼啊？说着话，他还连忙掏出了一张名片，双手递给了苏阳。苏阳接了过来，随手放进口袋。秦老板，你还是带路吧，我们站在这里要被人围观了。现在本就是夜生活的时候，3个穿着时尚漂亮的大美女，还踩着高跟鞋，一出现在门口，就成为最瞩目的焦点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秦某人的错，几位随我来吧。秦汾连忙在前面引路，穿着女士西装的小青紧跟在江瑶的身后，也走进了凯旋宫。毕竟这里是夜场，比不得其他地方，安全还是要把控住的。几人一路来到一个豪华的包间，通过玻璃窗还能看到外面酒吧池子里的群魔乱舞。秦汾让服务员给送上水果盘和酒水之后，就识趣的告罪了一声，离开了包间。第67，情歌对唱，豪华 KTV 包间里只剩下苏阳他们自己人之后，宋一敏他们就彻底嗨起来了，也不假正经和高冷了。小青只是安静的坐在角落，像个隐身人一样。苏阳倒是看了他一眼，花雪芙他们倒是习以为常了，显然早早就认识江瑶的这个保镖了。江瑶点了一首小酒窝，拉着苏阳要跟他合唱。苏阳嗓音不错，但歌唱的却是正常水平，偶尔还错音那种。不过朋友间出来唱歌，也不是非要唱的很专业就帅的，反而偶尔唱错调，引得花雪芙和宋一敏掩嘴偷笑，气氛才好玩。毕竟真想听歌唱得好，直接听原唱就行了，出来唱歌就是开心，所以只要放松大胆的对着麦克风喊起来就行，无需怕自己唱得烂。江瑶的歌声倒是不错，主要还是她的嗓音很柔媚好听，说话都觉得是在唱歌。苏阳跟江瑶刚唱完一首，宋一敏就迫不及待点了一首因为爱情拉着他合唱。原本以为宋一敏唱这种感情层次丰富的歌应该不擅长，倒是没想到她歌声一起，那空灵的女音倒是挺好听的。而花雪芙紧接着自然也凑热闹，也要跟苏阳来一首合唱，并且居然点的歌曲是今天你要嫁给我，被江瑶和宋一敏直接笑骂他果然闷骚。
花雪芙却是素白长腿一打，装模作样的说：“能合唱的情歌就那么几首好听的，都被你们点过了，我只能选这首了呀。”苏阳倒是没啥介意的，拿起麦克风就跟他对唱了起来。在同一时间，凯旋宫的另一个 KTV 包间里，苏阳的那2个大学院种同学廖正豪和欧子健也在唱歌。原来今天苏阳推了的那个大学同学聚会，他们吃过饭之后，下半场也来到了凯旋宫嗨皮。一个穿着高档休闲服，已经有了高质量成熟男性味道的青年，拿着麦克风在那嚷嚷：“各位老同学们，今晚大家尽情的喝，尽情的玩，咱们不醉不归。”他就是这次同学聚会的发起者之一，名字叫李金城。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家里是做建筑器材的。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还没多少女生会喜欢这样的男生，但是现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社会毒打之后，很多女生才明白，爱情只有柴米油盐是不行的。所以今晚对李金城有意思的女同学还真不在少数。所以当李金城说完话之后，周围来聚会的老同学都欢呼了起来：“成哥，咱们班能算得上事业有成的也就只有你了，开宝马做老板，太牛了！”对啊，我们跟金城一比，还真显得很没出息啊，都是一个班一个学校出来的，我们只能坐地铁，天天996，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感觉李金城以后肯定有出息，这不还真成大老板了。欧子健和廖正豪听着几个马屁精不要脸的起哄声，都无语的对视了一眼。早知道昨天就听杨子的，不来参加这什么同学聚会了，真没意思。廖正豪低声嘀咕的说道：“就是这同学之间的感情是真的变了呀，全都带着势利眼了，变成用豪车身份地位来评判成功了。”欧子健也低声赞同道：“这也正常，学校比成绩比才气，出了社会可不就是比的谁赚的钱多吗？人就是这样庸俗。”廖正豪想起自己前女友也是为了钱分手，就有些郁闷的喝了一口酒。而这时，那个被苏阳点评70-80分的美女班长周思雨笑着问李金城：“李同学，你是怎么要到凯旋宫 VIP 包间的？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听说满人了，我还以为咱们得换地方了呢。”李金城听小班花问起这个，就得意了，故作谦虚的说道：“这也没什么，之前我跟我爸请客户来这里玩，正好那客户认识这里的老板，然后我和我爸就趁机结识了一下这个老板，花了100万开通了一张超级 VIP 卡，以后只要人来就能有包间。”有同学惊呼：“100万就拿来办一张 VIP 卡，这都够自己创业做老板了吧？”李金城听到有人注意到自己的显摆核心，顿时更加得意了，笑道：“这个你们不懂，其实做生意就得讲究排场，例如开一辆豪车，戴一块名表，请客能到最顶级的场所，这些都是变相在证明自己有实力的牌面。你不充这些门面，那些客人连看都不会看你。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我们还真不懂，我们就是一个打工人，跟成哥的眼界层次还真不一样。”又有同学惊叹道：“这当然。”李金城看着周围同学那羡慕的目光，趁机装逼道：“你们现在所在的凯旋宫可是整个魔都最顶级的娱乐场所之一了，你们知道他的幕后老板是谁吗？”班长周思雨都有些好奇了，问道：“是谁？”李金城一副神秘叨叨的表情说：“你们都听说过沪上皇吧？”沪上皇？有同学像是想起了什么，难道是那个被王思聪在网上吹牛，说交朋友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反正都比不过他，然后被沪上皇回复：“那我呢？”的那个秦汾。没错，李金城一拍巴掌，满脸显摆道：“就是秦汾，他可是能够跟王思聪叫板的同一层级的富二代啊，在整个魔都都是最牛的存在，谁也不敢惹。我也是沾了客户的光，才能跟他坐在一起喝一杯而已。”卧槽，成哥你牛逼啊，连秦汾这样的顶级富二代都认识。沪上皇啊，这可是，没想到李金城你居然还跟他喝过酒，咱们普通人完全跟秦汾这种富二代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李金城悄悄注意着周思雨的目光，见他还真在看着他，顿时嘴角上扬，笑着说：“你们说的这点倒是没错，其实普通人跟他们这种层次的人相当于就处在2条平行线上，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他们随便开的车就是几百万以上的豪车，这都得你们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吧？”廖正豪一直听他在显摆，本就有些烦了，听到这里直接喊了一句：“几百万的豪车而已，咱们同学苏阳就有一台。”苏阳？廖正豪，你别吹了行吗？咱们都是一个班的，谁不知道苏阳家里就他一个孤儿，在学校的时候还得兼职打工才读完大学的。没错，我不是说针对咱们老同学苏阳啊，他能勤工俭学挺让人佩服的，但是你这牛逼就吹得大了，周围的同学自然都没人相信他的话。欧子健见他们都在吐槽自己哥们，顿时也不服气了：“谁吹牛逼了？
就前几天时间，我们跟苏阳出来吃饭，亲眼见到他开着一辆最新款的帕拉梅拉，还是顶配的。拉倒吧，还顶配帕拉梅拉？你在逗我？你能确定他是买的，还是租来显摆的吗？又有同学质疑了起来。廖正豪和欧子健被这话倒是问懵了，这他们还真不清楚。李金城见他们不说话，轻笑地说道：“估计就是租来在同学面前充面门的了。这种事在网络上多的是。”班长周思雨也遗憾地摇了摇头，没想到苏阳出了社会之后，居然为了显摆还租车了。幸好他没来，要不然肯定还会租一辆来参加同学聚会吧。廖正豪和欧子健这个气啊，都想开口骂人了。这里最显摆的不就是李金城吗？你们怎么不说他不该来显摆？李金城这时却是故作大度地摆了摆手，算了，咱们别说他了，在人家背后说他坏话不好。都是老同学，来来，大家继续喝酒唱歌。他这话说出来，大家也就没再说什么了。唱歌的唱歌，喝酒的喝酒。不过从大家坐的位置就能看出来，这些老同学一个个都已经形成一个小圈子了，围着李金城这边的最多，包括周思雨都坐在那边，而廖正豪和欧子健像是被孤立了一般，根本没人搭理。真他妈够现实的，我们来还真就应了杨仔说的是来当陪衬，听别人装逼的了。廖正豪低声讽刺了一句，没办法呀，谁让我们混得差，人家李金城跟着家里做生意，估计都有同学想跟他混了。那些女同学听到他还单身的，更是都上赶着想跟他谈对象了。欧子健撇撇嘴道，下次这种聚会我也不会来了，真没意思。廖正豪摇摇头，我也不再来了，算是看清现实了。社会这个大染缸啊，还真容易把人心给染化。欧子健也赞同道，第68，谁他妈都别想走。而就在这个时候，李金城突然接到了电话，连忙从人群里站了起来，跑出了包间。没过多久，就带着一个穿着浑身名牌，看起来30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李金城关了音响，拿着麦克风朝在座的人喊道，来来来，各位老同学，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是魔都龙威集团的公子郑龙乾，家里做房地产，开工厂的，资产10几个亿，也是我家建材公司最大的客户。他这话一出来，周围的同学都很给面子，都鼓掌欢呼。哇，这不就是妥妥的富二代了吗？牛逼啊，成哥真牛啊，居然还跟亿万富翁做生意。郑龙乾原本在这边跟兄弟们喝酒，抱着公主唱歌的，正好想找李金城这个冤大头来买单的，结果听说他也在这边同学聚会，于是看在李金城给他结账的情分，就来跟他的同学打声招呼，给他长长面子。结果当郑龙乾看到坐在包间里的周思雨之后，就改变主意了。这个女大学生虽然已经毕业了，但是穿着短裙白 T 恤，依旧带着点大学生气质，而且更重要的是长得比那些包间公主好看。于是悄悄跟李金城说了些什么，李金城立刻带着郑龙乾挤到了周思雨的身边。思雨，郑公子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们认识一下呗。李金城虽然心里有些不舍，但为了家里仰仗的财神爷，还是把自己心仪的班长给让出去了。反正这个社会只要赚到钱了，什么女人都能找到。周思雨皱了皱眉头，但还是礼貌地笑道，你好，我叫周思雨。李金城趁机把周围的同学支开，让他们出去唱歌。其实在场的同学们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富二代都是有些不满的，毕竟他们是同学聚会，来个陌生人在这坐着，玩都玩不开。只是不好在这时候驳了李金城的面子。而郑龙乾完全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他对这个小班花很有烈焰的想法，缠着他不断聊天喝酒，还越坐越近，都快贴上去了。廖正豪看了那边一眼，嘀咕了一声，这李金城不是想追周思雨的话，居然把他介绍给这个富二代了。欧子健低笑道，这不就正应了那句话吗？兄弟叫我出去玩，是介绍别人给我玩，你闺蜜叫你出去玩，是介绍你给别人玩。可惜了，班长大人居然成为了李金城献殷勤送出去的猎物了。这边郑龙乾给周思雨劝了几杯酒之后，又给他倒满，然后就有些猴急的伸手过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了。思雨，要不你给我当女朋友呗，我家在魔都这座城市还是有点面子的，你要是想在哪里上班，我都能帮你动动人脉。郑龙乾脸上带着温煦的笑容说道。周思雨不动声色地挪开他的爪子，不合适吧，我就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可能高攀不起你们家。高攀确实是高攀了，但是我喜欢你啊。郑龙乾本就喝了不少酒，酒壮色胆之下，又把爪子搭在他的腿上。郑公子请自重。周思雨往旁边挪了挪屁股，别啊，你跟了我，我给你买包买车。郑龙乾继续贴过去，直接搂着他的腰，你放开，松手。周思雨红着脸使劲掰他的手，这边的动静有些大了，
李金城和周围的同学都有些察觉了，但是他们咬了咬牙，还是假装看不见。毕竟穷人不惹事，这是从小父母就教下来的。而李金城还仰仗龙威集团给他们家生意呢，更是不可能管了。这群怂货！就看着班长挨欺负也不说话，廖正豪有些看不下去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以前那点同学情谊又算得了什么？欧子健撇撇嘴说道。廖正豪看到那边郑龙前都要搂着周思雨要强吻了，直接站了起来，把酒杯子重力往他们面前的桌面上一搁，砰的一声响。喝酒归喝酒，别动手动脚啊！廖正豪看到周围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直接就对着郑龙前说道。郑龙前看到这么多人看向自己，顿时感觉有些丢了颜面，霍地站了起来，甩手就是一巴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敢管老子的事情？喂喂喂，你欺负我们班长还有理了？欧子健连忙也站了起来，大声嚷嚷。廖正豪脸上都被扇出一层红印了，两只手捏成拳头，死劲强忍着还手的冲动。李金城看这边起冲突了，连忙跑了过来劝和道：郑公子消消气，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等会就给你包间送去2瓶黑桃 A 当赔罪。马拉个逼的，2个穷大学生还打扰老子的雅兴。郑龙前嘴上骂骂咧咧的，不过看到廖正豪和欧子健同仇敌忾的模样，周围又有他们的同学，也知道自己一个人真打起来肯定吃亏，于是指着他们2个骂道：老子今天就给李金城一点面子，你们给老子等着！丢下狠话，郑龙前就甩手离开了包间。周思雨眼睛缀着眼泪：正好，子健，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站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班长不用客气，咱们都是4年的同学，谁看见了都会阻止的。廖正豪这句话一出，周围的人包括李金城全都有些惭愧的低着头。你们2个还是快走吧，郑龙前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李金城犹豫了一下，还是提醒的说道：怕个毛，难道他还敢弄死我们啊？欧子健不屑的说道：算了，健子，咱们就一个普通社畜，还真没法跟一个富二代斗气，刚才我连巴掌都忍了，还是赶紧走吧。廖正豪还在很有理智的拉了拉他的胳膊说道。周思雨也劝他们，你们确实要尽快离开这里了，免得因为我连累了你们。班长，你也一样，郑公子看上你了，他们俩走了，肯定拿你撒气，你也跟他们走吧。李金城提醒道。干脆我们也都一起走吧，反正也没心情玩了。对啊，反正也喝得差不多了。其他同学生怕会遭殃，也忍不住开口说道。行吧，你们先走，我去结账。李金城点了点头说道。走，回去了。廖正豪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拉了拉欧子健就往门口走去。就在一群同学正准备离开，包间的门突然就被人踹了开来。郑龙前带着一群手拿啤酒瓶的男人，一马当先冲了进来。谁他妈都别想走，给我打！廖正豪和欧子健，还有这班老同学们，顿时脸色大变。第69，老子凭什么给你面子？宽阔的 VIP 包间里，此时已经乱成一片，啤酒瓶、玻璃碎片、果盘、骰子乱撒在每个角落。今晚的这场同学聚会，也只是10几个留在魔都工作的同学，而且女生还占了一半。郑龙前直接带着10几个一起来玩的富二代青年过来，相当于2打1，而且他们还仗着有钱有势，下手不分轻重。没一会就把廖正豪他们给抱头踹在地上，拳打脚踢了。幸好这群富二代还要点脸面，没有去打那些女同学。周思雨拉着7个女同学坐在最里面，一个个吓得面色苍白，瑟瑟发抖。郑公子，有话咱们好好说啊，求你别打了。李金城在地上挣扎着朝郑龙前喊道。郑龙前伸手拦住在踢他的2个富二代。李金城，老子今天就给你一点面子，赶紧给我滚！李金城爬了起来，看了一眼还在地上挨打的同学，咬了咬牙，陪着笑脸道：郑公子，他们是跟我一起来的，你就大人有大量放过他们吧，改天我亲自给你赔罪。郑龙前冷然看着他，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再跟老子废话，别怪我取消跟你家那破建材公司的生意。李金城吓了一跳，这下子也不敢多说了，连忙退出了包间。有几个被挨打的同学看到这一幕也想着撇清关系。郑公子，是廖正豪和欧子健扰你雅兴的，不关我们的事啊。对呀，郑公子，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他们2个，或者找我们班长周思雨，把我们放走吧。郑龙前之前在这些人面前落了面子，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他们？怒喝道：老子管你们是不是一起的，再比比，老子再给你们爆个头！这几个胆小的同学这才不敢再多说什么。而郑龙前已经让兄弟们把廖正豪和欧子健架了起来。你们俩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敢管老子的闲事？郑龙前一脸不屑地拍了拍他们的脸。廖正豪脑袋流着鲜血和啤酒剂，破口大骂：你欺负我们班长就有理了！欧子健也被啤酒爆了头，也丝毫不怂地骂道：有本事单挑啊！群殴算个毛的本事！郑龙前直接给了他们2个大嘴巴子，老子站你面前，你敢碰我一下吗？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让你们在魔都混不下去？他一向被狐朋狗友吹捧着，又被家里人惯着，什么时候受过这些穷逼大学毕业生们的气？更何况周围他的兄弟们都在看着呢，不拿出点大哥样，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了？廖正豪和欧子健被打得脸都肿了，只能死死地盯着这个富二代。而郑龙前招呼兄弟们继续轮流给他们非常侮辱性的扇耳光，然后他独自走到后面躲着的女同学堆里，一把将周思雨给拽了出来，捏着他的下巴，满脸狞笑：臭婊子还他妈跟老子装纯，老子看得起你，是你的荣幸。说着话，郑龙前挥手就扇了周思雨2个耳光。他的这些富二代朋友，包括他自己，虽然在魔都只属于中层圈子，但家境起码也有数亿10几亿，只要不把事闹大，弄成重伤什么的，那根本就不算事。郑龙前拖着周思雨，把他丢到廖正豪他们身边，直接往门口的沙发上一坐，玩味地看着这些被吓得面无血色的大学毕业生，狞笑道：今晚这事谁想到此为止，就跪下来舔我鞋子，舔完就给老子滚，要不然谁也别想离开。周围的同学们听到他这话，顿时都满脸惧色。这种侮辱人的事，谁要是真的做了，那以后真的就无法见人了。看到这群人一副被吓破胆的模样，郑龙前和他的兄弟们都哈哈耻笑了起来。哥几个，把这2人给我押过来，按下他们的头，给我舔鞋。郑龙前一指廖正豪和欧子健，似笑非笑地说道。那几个压着他们的青年，一副看热闹的笑容，推着廖正豪和欧子健就按跪在郑龙前的面前。所有同学都有些不忍心看了，这绝对是他们长这么大以来遇到的最黑暗时刻。另一边，苏阳和江瑶、花雪芙、宋一敏他们唱完歌之后也结账准备回去了。阿阳，前面怎么围着这么多人啊？江瑶喝了不少酒，脸蛋红彤彤的，好奇地看向前方。苏阳往前面走廊看了一眼，只见一个包间门口正站着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在抽烟，时不时往里望上一眼，其中一个还有过一面之缘，好像是凯旋宫的经理，之前在门口的时候秦汾就是带着他迎接上来的，估计又是喝多了有人在闹事吧。苏阳摇了摇头，也没多想，这种情况在夜场里十分常见，酒精能麻醉人的神经，容易让人冲动，所以基本上每个夜场都时不时会发现酒后斗殴的事件。花雪芙和宋一鸣也对于这种事也见怪不怪了，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跟在苏阳的身后。而就在一行人从包间门口路过的时候，苏阳随意的往里面瞥了一眼，顿时就愣住了。等一下，苏阳停下了脚步，推开门口挡着的人，走了进去。耗子、健子，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此时包间里，廖正豪和欧子健正被死压着他们的脑袋，往郑龙前的鞋子贴去。但是因为苏阳的这一出现，所有人都看向了门口。苏阳，那些同学们自然也一眼就认出了他来，惊讶地看着他。廖正豪和欧子健灰暗的眼神，在看到苏阳的时候也是猛地一亮，不过又担心了起来。杨子，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不参加同学聚会的吗？杨子，你还是赶紧走吧，这里不关你的事。苏阳皱着眉头扫了一眼包间里的情景，大致能分析出什么来了，看向那个坐在自己那2个院种同学面前的青年，开口说道：这位朋友，他们是我的同学，不管是因为什么事，卖我一个面子，把他们都放了吧。郑龙前一听他是这些人的同学，顿时就气笑了，站起身猛地竖起指头指着苏阳：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跟这些穷逼大学生一伙的，还想跟我当朋友？老子凭什么给你面子？第70护短的江瑶。苏阳听着对方那毫不客气的话，还满嘴骂娘，眼神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就在这时，砰的一声破碎响，一个啤酒瓶居然直接出现在郑龙前脑袋上，瞬间炸裂开来，啤酒掺夹着玻璃碎片，还有鲜血流了他满头。苏阳不可思议地看着身边手持破碎瓶口的江瑶，没想到一向娇娇柔柔的瑶瑶姐下手居然一点也不含糊。包间里的所有人也全都望了过来，愣愣地看着这个手持破碎瓶口的漂亮女子，包括那些郑龙前的狐朋狗友们，完全被这一幕给弄得有些懵逼，还没反应过来，江瑶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冰寒着脸，在老娘面前你又算什么东西？阿阳是我家少爷，我这人最是护短，听不得有人说他不好，你是想找死吗？郑龙前这下子也从蒙圈中回过神来了，咬牙切齿的大骂：
老子草你妈！砰的一声破碎声响，又是一个啤酒瓶直接在郑龙前的脑袋上炸裂开来。苏阳冷冷地握着红酒瓶，狠声骂道：“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郑龙前直接气疯了，大骂着扑过来：“我草你妈！”只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苏阳一脚踹出，就把气昏头的郑龙前给踢飞出去。兄弟们，干他！郑龙前趴在地上，怒火升腾地喊了起来。他的那些狐朋狗友这才像是回过神来，拿着啤酒瓶就一拥而上。而周围的同学们脸色都变了，他们虽然很奇怪苏阳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这里，但是看到又多一个同学要遭殃，心里还是很焦虑的。就在这时，一直守在江瑶身后的小青动了起来，只见他灵活的身影闪到苏阳的面前来，一个上步摆拳挡住砸来的一个啤酒瓶，紧跟着一个挂壁压肩，直接把最前头的那个青年反压着在他后背，上顶膝把他顶飞了出去。小青的动作很快，摇闪下前躲过扑来的另一个人的啤酒瓶，两拳砸在对方的肚子上，把他打得闷哼一声歪倒在地上。然后小青站直了身体，双拳握在心口前左右晃动身体，标准的拳击经典报价，一巴掌拍开另一个啤酒瓶，拍房配合着另一只拳头的大摆拳砸在对方的下巴上，小摇闪，摇身侧闪，进入人群，三防一打，三个拍手一个格挡，连接着另一只手的寸拳攻击在其中一人的心口上，截腿踹，利用臀部推动小腿，迅速蹬踩发力，一脚踩在一个青年的膝盖弯，把他踩跪，接上一个非常凶狠的膝撞，直接撞晕一个，交叉取一脚架住另一个人的胳膊，接上膝顶劈肘，把他打晕，上挑肘足球踢，又把另一个人踢飞，摸地后旋踢，连中4人，屈臂防御，平铲掌，杀紧手，砍晕一人，避过一个青年的正蹬踹，交错拿腕，正顶膝，反挑肘，又晕一个，另一个青年操起一张圆头高脚凳就砸了过去。小青摇身侧闪，蓝拳挑肘连削带打，拿腕反抽，一个大嘴巴子把他牙齿都拍了出来。不到30秒的时间，17、8个青年不是弓着身子在痛苦嚎叫，就是晕倒在地，没有一个人还能爬得起来。所有人都看傻了，眼睛瞪得溜圆，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个穿着女士西服的清秀女孩。刚才这个女孩的动作太快了，就跟拍功夫电影一样，那招式干脆利落直击要害。10几个青年居然被一个看起来就1米6几的清秀女孩给一个人全部打倒了。李京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探头在门口傻愣着看着里面的这一幕。苏阳也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嘀咕了一声：“小青也太牛了吧！这样的以一敌10几的画面，他只在电影中看过，而且也不讲究什么拳法掌法之类的，完全就是现代格斗自由搏击，没有一招一式是花架子，那打击感看得比电影都要爽多了，简直燃炸！”江瑶见怪不怪，笑滋滋地挽着苏阳的胳膊，娇声道：“怎么样？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小青很是能打的。”苏阳回想起以前江瑶跟他介绍过小青，说他能打自己10个的时候，自己还不相信，现在看过他的格斗之后，这才明白10个那都是抬举自己的，别说10个了，就算是20个他估计都干不过小青。反倒是小青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平静地回到江瑶的身侧，守在他的身边。廖正豪和欧子健这时也回过神来了，连忙跑到苏阳这边来，嘴上巴巴个不停说着刚才发生的事。郑龙前已经完全吓懵了，坐在地上连连后退。你们想做什么？是你想干什么吧？苏阳听完2个院长同学的话后，不屑地撇撇嘴，刚才一开始我想跟你讲道理，你非要动手，现在怎么说吧，你把我的同学打成这样，其他同学也都像遇到救星一样，连忙围拢到苏阳的身边。他们近距离看见苏阳身边的江瑶、花雪芙、宋一敏，都忍不住有些惊讶，不明白为什么这3个能让人产生惊艳感的大美女怎么会跟苏阳在一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龙威集团的公子，你真要为了他们得罪我吗？郑龙前还在垂死挣扎，还这么嚣张。江瑶听到这话还不解气，又抓过一瓶啤酒就想去砸他。苏阳连忙拉住他，从他手里接过啤酒，让我来。他是看瑶瑶姐穿着裙子不方便，要是走到躺地上的郑龙前面前，不得被看吃亏了。砰一声玻璃破碎声炸响，郑龙前的脑袋直接挨了3瓶啤酒，脑袋鲜血混着酒液糊成一大片。苏阳可还记得这个逼刚才在那大骂草泥马的，他这人最讨厌有人骂娘了，特别是对着他骂。以前在玩撸啊撸的时候还不能顺着网线去 K 人，这回都在现实了，而且还有小青在旁边护着，不抱个头玩玩，他的火气根本消不下去。
花雪芙和宋一敏看着苏阳这么霸气的一面，脸蛋涌现不正常的红晕，眼神都快拉出丝来了。老板呢？凯旋宫的老板还不出来？有人在这里闹事了。郑龙前脑袋昏乎乎的，也知道现在打不过苏阳了，直接开始摇人。找我有什么事？就在这时，包间外传来一个青年的声音。第71，自作孽不可活。秦汾冷着脸，带着一群穿着保安制服的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原本他作为酒吧的幕后老板，一般打架这种小事他都不用出面的，只需要让经理过去看着，别把事闹大就行了。结果刚才听到经理着急的汇报说，苏阳一行人也被卷进去了，这才立马赶了过来。郑龙前看到秦汾，就像见到曙光一般，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委屈的喊道：“秦哥，他们在你的场子闹事，还打伤了我和我的朋友。”他虽然跟秦汾不是一个级别的富二代，但是好歹算认识，而且他爸的龙威集团还跟秦汾有一些合作的业务往来。按理说，现在自己在他的场子被人打了，秦汾肯定会站在他这边的。而苏阳的那些同学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沪上皇出场了，而且明显是跟郑龙前认识的，心里顿时一咯噔。包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到同学堆里的李京城，也是脸色大变，吓得瑟瑟发抖。他之前还跟同学们讨论过这个沪上皇有多么牛逼，没想到这位沪上皇现在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且他当时能够跟秦汾敬上一杯酒，也是因为认识郑龙前，所以李京城是知道郑龙前家里的集团跟秦汾是有合作关系的。这下子他都有些后悔回来看同学们了。就在同学们提心吊胆，李京城犹豫着要不要继续开溜的时候，这位沪上皇秦汾秦公子居然理都不理郑龙前，满脸热切笑容的凑到苏阳面前，弯腰低头：“苏少，这些狗东西没有伤到你们吧？”此话一出，全场死寂一般安静，所有人都错愕的看向了苏阳。这怎么可能？堂堂沪上皇秦汾在苏阳面前居然如此的卑微。咚大一声，周思雨手里拿着的包包都被惊得掉到了地面。卧槽了，他们的同学苏阳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牛逼了？廖正豪和欧子健也完全懵了，不敢置信的看着苏阳，而苏阳却是不徐不急的看了秦汾一眼，平淡的开口说：“秦老板，你这场子看来不太安生啊，下次都不想来了。我的错，我的错。苏少、江大小姐、花大小姐、宋大小姐，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个不是。你们放心，我秦某人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秦汾连忙保证道：“秦哥，你这是怎么了？”郑龙前意识到事态的不对，慌慌张张的说了一句。秦汾回头看向他，冷然喝道：“郑龙前，谁是你秦哥？别他妈乱喊！你是真有能耐啊，居然敢对杨家、花家、宋家的人动手！”郑龙前听到这话，脸色骇然，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事情，能让堂堂沪上皇秦汾都如此恭敬相待的人物，再加上秦汾口中的杨家、花家、宋家，虽然以他的阶层还没机会能见到这个杨家、花家、宋家的少爷千金，但是在这一刻他突然就明白了这一伙人的身份。误会，真是天大的误会啊！郑龙前吓得满头大汗。苏阳皮笑肉不笑的道：“一开始我跟你说是误会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还嚷嚷着草泥马的吗？”秦汾听到这话，脸色巨变，气得浑身都一阵乱抖，走过去狠踹了郑龙前一脚，大骂：“郑龙前，你自己闯的祸，你自己负责，这次连你爸都救不了你了，你爸也得被牵连，真是日了狗了。”他是真的被气到了，虽然他还不清楚苏阳的具体身份，但是郑龙前居然还敢对他们骂草泥马。你知道这几位小祖宗的妈妈都是什么人吗？要是被他们知道，这几个大人物能忍这事，他都不敢想象。杨家、花家、宋家发起难来会是多么恐怖的场面，要是把他给牵连进来，那可真就是操蛋了呀。毕竟这几位小祖宗是在他的场子被人闹出事的。郑龙前胆都吓破了，这下子也知道害怕了，双腿一阵颤抖，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抬起巴掌直接往自己脸上不断的狠扇，嘴里求饶道：“是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哥，我真的错了，你就放过我吧。”这几个家族的权势在魔都有多可怕，他自然也都清楚，特别是杨家的杨莹玉，那可是睚眦必报的狠辣女王，谁敢有丝毫不敬，不死也得脱层皮。苏阳的那班老同学看着这奇迹反转的一幕，全都震惊的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这下子终于相信廖正豪和欧子健之前说的话了，连沪上皇秦汾都得恭敬相待，连身价10几个亿的郑龙前都得跪地求饶的人，还用得着租一辆帕拉梅拉来显摆？人家这身份地位，开帕拉梅拉都算低调了好吧？
特别是李京城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自己要上供着事后的龙威集团太子爷，此时居然像条狗一样在跪地求饶，对他的思想冲击之大，简直让他彻底傻眼。廖正豪和欧子健也完全是一副重新认识苏阳的模样，震惊的下巴都合不拢了。之前他们还不相信苏阳说自己是什么顶级富二代，觉得他吹牛，现在奶还不知道苏阳说的完全就是事实啊！要不然抱哪个富婆的大腿，能抱得让堂堂沪上皇亲坟都得尊称一句苏少啊！周围的那些在痛嚎的富二代们直接装死趴在那不敢出声了，生怕被人注意到。苏阳扫了一眼周围人那震惊不可思议的眼神，平静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自作孽不可活，然后朝秦坟平淡地说道：秦老板，这里就交给你吧，我们先走了。没问题，我立刻安排车子把苏少的同学送去医院检查包扎。秦坟见苏阳并没有给他脸色看，顿时大喜，连忙恭敬地保证道。苏阳再次看了一眼周围的那些老同学，他知道自己跟这些同学已经彻底处在不同阶层了，以后也不会有所交集了，也懒得打招呼，只是跟2个院种同学挥了挥手说：哥2个，改天有机会再见。说完这话，苏阳就牵过江瑶的小手，带着花雪芙和宋一敏转身离开了包间。郑龙前彻底瘫坐在了地上，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彻底完了。周围的那些同学们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架势，还在吃惊的低声议论着：我去，苏阳到底什么狠人啊？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苏阳他不是孤儿吗？孤儿你个头，别瞎说，人家苏阳还救了我们呢。是啊，这实在太梦幻了，在我都绝望的时候，居然是苏阳来救我们。苏阳以前装平凡人，是不是就像电视上那种富家子弟微服私访，故意在体验平民生活的呀？可能是了，真是后悔当初没追他，要不然现在我得多幸福啊！就你，得了吧，没看到人家苏阳身边的美女都是什么级别的吗？比明星都还漂亮。之前我跟你们说苏阳有一辆顶配帕拉梅拉，你们还不信？刚才他身边那个超级大美女，那天就是来接他的。刚才的那一幕，显然把这些跟苏阳相处了4年的同班同学完全镇住了。郑龙前呆滞片刻，非常惶恐地对着正在打电话安排车子过来的秦坟说：秦哥，我该怎么办？你救救我吧！救你？我自己都担心池鱼遭殃，你自己看着办吧。秦坟冷然看了他一眼说道。郑龙前连忙滚到廖正豪和欧子健他们面前，对不起，是我糊涂，我不该跟你们起冲突的，你们帮我说说好话行吗？求你们了！同学们看着这风水轮流转的一幕，一个个神色各异，却完全没有搭理他。但是从眼前这人的求饶又可以看出一点，苏阳的能量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恐怖得多。他们谁也没想到，那个4年默默无闻的男子会给他们带来如此大的震撼。第72，爱死江瑶了。与此同时，另一边别墅里，杨银玉已经接到了暗中保护苏阳的小七向他汇报的电话。挂断电话之后，杨银玉脸上的神情严肃得很，浑身上下都弥漫着寒冷的气息。他直接拨打了一个电话，马上给我查封龙威实业的所有项目，联系银行把他们的贷款全部断掉，进行催收。我要3天之内龙威实业直接破产。杨银玉脸冒寒霜，语气冷然地对着手机说道：没问题，交给我吧。对面什么话也没问，答应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对于龙威实业集团这样涉及实体和地产的公司来说，无疑都是负债率惊人的企业。他们靠着自己名下的实体产业和地皮，向银行贷款抵押，推进前期项目成立，然后向投资者和买家吹嘘宣传，提前获得预收款，再进行项目的后期建设，接着就是继续抵押银行贷款，不断空手套白狼。这种手段在实体行业里是非常常见的，通常能轻易撬动3倍以上的成本资金，只要一套流程走完，就能够轻松以低成本赚取到巨大的利润。但是为了项目能顺利推进，每一个环节也需要打点，确保顺利。所以几乎所有实体就没有不违规操作的，只要有人查，就能扒出一堆问题。任何一个环节一旦断了，这家公司就离倒闭不远了。杨银玉这次是真的动了怒，苏阳就是他的心头肉，他自己都恨不得捧在手心上狠狠宠。这回居然有人敢指着他头上骂，这不是找死吗？我的儿子，没有人能欺负。若你是世界的敌人，那我便与世界为敌。等小青开车先把花雪芙和宋一敏送回去之后，时间已经到了夜晚10点多了。魔都这座城市在夜晚依旧灯光璀璨，路边不断有穿着清凉的小姐姐在压马路。苏阳盯着江瑶上下打量，好笑道：瑶瑶姐，没想到你也会打架呀。江瑶生怕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粗鲁之人，心虚的侧过身子，脸蛋微红的说：
人家才不会打架捏。苏阳是真对江瑶另眼相看了，微笑的牵过她的小手，瑶瑶姐，刚才那事不会跟我妈添麻烦吧？江瑶扑哧笑了出来，哪会有什么麻烦呀？你妈妈的能量超乎你想象。阿阳，你要记住一句话，在魔都就不需要忍任何的事和人，你妈妈都能帮你摆平，那就行，一个渣渣而已，懒得管他了。苏阳见他说的轻便，也就没多想了。少爷你是可以懒得管，但是我们可不会就这样算了哦，别说他不能忍了，你妈妈都会发飙。江瑶心里暗自咬牙道，表面上却撩了撩耳边的跳发，笑眯眯的点头。阿阳，你觉得我的这两个闺蜜怎么样啊？挺好的，气质个性都蛮特别，长得也漂亮。苏阳笑了笑说道，你有没有发现雪芙和米儿都挺喜欢你的？江瑶柔媚脸蛋露出浅笑，挽着他的胳膊说道，不会吧，我跟他们才第一次见面耶。苏阳疑惑道，他倒是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魅力能让一个超级白富美一见钟情的。哥哥，江瑶笑滋滋的眨巴着眼睛说，阿阳，你对你自己的魅力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啊？怎么讲？苏阳倒是有些好奇了，闻着江瑶身上飘来的清幽体香，问道。江瑶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柔媚的脸蛋在城市夜灯下显得格外的漂亮。之前我就跟你提过身份的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女人来说，金钱和权势都能在无形中增加一个男人的魅力。只要你的身份足够强大，那么你的任何行为都会变得很是吸引人。就例如你刚才拿啤酒瓶砸人，如果是别的男人去砸，雪芙和米儿就会觉得这人粗鲁不堪，非要的厌恶。但是你去砸人的话，就会因为在你背后所掌控的权势和金钱的粉饰下，变得很霸道很帅气。这相当于是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说法，就是同样的一件事，由不同的人去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你的所有行为都会因为在情人眼里变得是那么的与众不同，那么的魅力四射。因为你的身份代表了你的唯一性，而其他人代表的则是同一种人。所以只要你把金钱和权势这件外衣披上，任何女人都能对你一见钟情。你不用觉得自己也没多好，为什么就会有女生喜欢？其实你的身份就能让几乎任何女人天然对你的第一印象非常好，然后再不断发掘你的任何行为都很可爱，很吸引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么儿戏的吗？苏阳有些诧异，这可不是儿戏，这是基于人性的心理分析。江瑶娇滴滴的看着他笑道，你听说过魔都有一个很有名的相亲角，就在人民公园那边的吗？这个我知道，听说很多父母会聚集在那里为子女物色对象。苏阳点头道，我就用这个来举例吧。假如你去相亲角相亲，你假装自己是外卖员或者送快递之类的打工人，月收入只有几千块，没车没房，你觉得能被看上的可能有多少？江瑶笑眯眯的说道，那肯定完全没人看得上啊，估计还会被嘲讽吧。苏阳很懂得这个社会的现实，江瑶窝在他身侧上，挑了挑高跟鞋，轻踢了他一下。那假如你再用自己是公司老板，手里存款100亿，有别墅有豪车，你觉得那些为女儿物色对象的父母又会如何？那我估计我都走不出人民公园，得被这些父母给围死了。苏阳笑了起来，江瑶也笑得花枝招展，这不就是在变相说明了，只要你披上这件外衣，同样是你这个人，就会给别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了吗？有道理。苏阳拍了拍她的裙摆下的肉丝美腿，江瑶娇笑着主动把一双美腿搭在她的膝盖上，摇晃着脚丫子上的高跟鞋，说，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雪芙和米儿只是跟你第一次见面，却已经对你有好感了吧？因为你的身份这个属性加成，让你完全不需要展示任何的东西，也不需要像普通人追女生那样，要给他们浪漫，给他们惊喜，给他们感动，才能让他们喜欢上你。我大致明白了，原来我魅力还真挺大的。苏阳感觉自己都自信起来了。那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优秀的男人太多了，但是他们都只能归于一类，而你却是唯一的，跟他们就是不一样。就像我喜欢你，根本不需要理由。江瑶拉着苏阳的大手，按在自己的肉丝美腿上，嬉笑着说道。车窗外的夜风缓缓吹进来，抚动着她栗色的大卷发。苏阳看着江瑶柔媚靓丽的模样，觉得她是那么的漂亮动人，心里暖暖的。以前的他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出租屋，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每天基本就是吃饭睡觉上下班，感觉自己跟得了抑郁症似的。虽然成年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要学会忍受孤独，但是现在有一个人能陪着你一起开心，一起成长，绝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苏阳看到一缕秀发被吹到江瑶的脸蛋上，忍不住伸手给她捻起发丝，拢到晶莹洁白的耳朵后。江瑶看着他脸上温柔的神色，眨了眨亮晶晶的眼眸，阿阳，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苏阳笑着捏了捏她柔媚的脸蛋，
这一次却坦诚无比，何止是喜欢啊，爱死了好吧。哇咔咔，姐的魅力还是很大的嘛，这么快就撩动了少爷的心。江瑶昂起雪白的下巴，像一只高傲的狐狸，美眸挑视着苏阳，能告诉人家你有多爱我吗？苏阳侧头看着江瑶，他那张如花似玉的脸蛋距离自己就只有1拳之隔，呼吸中都能闻到他温香的鼻息。他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捧住江瑶白腻的脸蛋，像捧着什么易碎的珍宝。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内心非常珍重这个女子，已经有种离不开她的感觉。磨磨唧唧的，江瑶咯咯一笑，搂住他的脖子，色泽鲜亮的红唇主动迎了上来。第73江瑶的身世。夜晚11点，苏阳和江瑶已经回到自家别墅里。正所谓保暖思淫欲，苏阳洗完澡之后，此时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跟妈妈聊天。江瑶还在楼上洗澡。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真的会有那种女孩愿意陪一个男孩长大吗？苏阳回味着江瑶的香与甜，好奇地问妈妈。杨莹玉穿着一条睡裙，浅笑着抿了口红酒，这是她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为了忍受思子之痛，每天晚上不喝点红酒根本就睡不着觉。而现在儿子找回来了，她依旧还保持着这种习惯。瑶儿，这样的女孩当然有啊。我们第一次双眼对视的时候，你刚出生躺在妈妈的怀里，那个时候妈妈也才刚20岁哦。杨莹玉揉了揉儿子的脑袋，温柔笑道。妈，苏阳被她的话戳中心田，忍不住投入妈妈温暖的怀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会真心对自己好，那绝对是非杨莹玉莫属。因为她是自己的亲妈，天生就会对自己这个儿子毫无保留的爱，那种因为双方血缘关系的牵连，会永远视你为珍宝，永远的关怀你包容你，完全信任你。所以苏阳其实也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母爱。其实在这个现代男性被关注和爱护的环境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什么都要男人自立自强自己扛，所有男人都会渴望自己能够被关爱，本质上就都缺爱。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天生对母性的爱意完全抵抗不住，母爱实在太美好，太毫无保留了。杨莹玉放下红酒杯，绝美的脸蛋露出一丝宠溺的笑容，柔声问道：怎么了阳儿？妈妈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倒也不是心事了，妈，你能跟我说说瑶瑶姐的事吗？苏阳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抬起头看着妈妈问道。倒不是说他刚才那个问题是不相信瑶瑶姐，而是他想从妈妈口中了解江瑶更多的事情。因为苏阳感觉自己对江瑶的了解其实并不是很深，这也是他的问题。以前他都没去主动探究过自己身边这个除了妈妈以外最爱的女人，所以在今晚跟江瑶坦然告白之后，苏阳就想了解江瑶的过去。瑶瑶啊，杨莹玉听到儿子的问话，像是陷入了回忆一般，抱着儿子的脑袋，喃喃自语的继续说，其实瑶瑶是我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的姨姑，他们家是书香门第之家，她的外公也跟瑶儿你的外公是世交，只不过瑶瑶的外公外婆没能熬过那段艰难的历史，就已经走了。而瑶瑶从小就很聪明，在她5岁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她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去山村支教半年，遇到那个村子有一天突发泥石流，也双双去世，只留下她一个5岁的小女孩孤苦伶仃。那时我也刚被你父亲蒙骗，以为你真的出意外了，所以得知瑶瑶的情况之后，我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我和她都是失去了最重要的亲人，所以同命相连之下，我就替我那朋友帮她养女儿，一直把她培养成人。因为瑶瑶知道我天生厌男，所以早就跟我说过这辈子都不找男朋友，要陪在我身边一辈子。虽然她没说原因，但是我知道她其实是因为重视我，所以我一直对她的感情会比其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亲信要浓厚很多。瑶瑶也不负众望，无论是在公司的管理，还是在商业上的无情拼杀，都很有我当年的风范。可以说她的性格都很随我，也可能是她一直以我为榜样来学习。后来我找到我的亲儿子，也就是杨儿你之后，他就主动请缨要帮我搞好我们之间的母子关系。所以说妈妈其实是挺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的。瑶瑶是个好女孩，也是妈妈一直看着长大的，妈妈对她也很了解，知道她从见完你之后就定下了她这辈子的归宿。瑶瑶已经认定是你的童养媳了。她呀，其实在感情方面也挺傻的，还是白纸一张，只不过这些年在商业上跟形形色色的人都打过交道，所以她了解人性，不会被任何人给糊弄。但是她对你却绝对是完全无保留的真心，她一直都在想办法把她所熟知这个世界的东西去交给你，也在期待有一天能真正的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很有分量的位置。她护短的性格也是随我，她包容你的心也是随我。她跟妈妈一样，
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视你的女人。这可怜的孩子啊，真的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咱家了。苏阳听着妈妈呢喃似的诉说，感觉自己的心沉甸甸的。他现在总算了解江瑶的身世了，也明白为什么他会一直对自己这么好，为什么会那么无条件的喜欢自己，那么的毫无保留的辅导自己。这个女孩确实像妈妈说的那样，她真的为了自己这个家，完全把自己给奉献了。苏阳现在已经并不会矫情的觉得江瑶爱他是因为什么报答之类的了，反而很珍惜跟江瑶之间的感情和爱。就像他自己一开始喜欢江瑶，自然是因为她柔媚亮丽的脸蛋，惹火性感的身材，他完全就是在馋江瑶的身子，也可以说是见色起意。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慢慢接触之后，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对她的情感上已经产生了变化，不再单纯的只在馋她身子了，而是很享受跟她在情感上的共鸣和反应。所以说，无论一开始的爱是怎么产生的，经过相处之后，两人肯定会因为其他因素越发的爱上对方。苏阳原以为随着自己年纪越大，就越不相信爱情了，也早已有了水泥封心的觉悟。没想到现在第一个走进自己内心的女孩，居然就是江瑶。对于江瑶的身世，他是怜惜的，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是因为可怜他才爱他，因为在还没知道他身世之前，苏阳就坦然面对过自己的内心，向江瑶表达出自己对他的爱了。只不过通过妈妈的话了解到了一个更完整的瑶瑶姐，就像江瑶了解他一样，他真的很喜欢跟他的相处，很喜欢他对自己那溢满着包容和爱意的眼神，很喜欢他对自己的辅导。他真的很爱他，很爱很爱，爱到这辈子已经不能没有他。第74，皇后瑶。夜晚，苏阳躺在自己的豪华大床上，继续给江瑶发信息：瑶瑶姐，帮我倒杯水进来呗，星号 Omega 反斜杠星号。江瑶自然还没这么快睡觉，秒回道：等着。没过多久，就听到房门响起一声响，江瑶悄摸摸地推开他的房门，鬼鬼祟祟溜了进来。苏阳抬头一看，眼睛都瞬间亮了起来，因为今晚江瑶不仅穿着一条性感的蕾丝吊带睡裙，两条修长美腿居然还被一双吊带黑丝给裹着。从上往下打量，妩媚的御姐大卷发，白净细腻的瓜子脸，光洁如玉的天鹅颈，圆润滑腻的珍珠尖，精致的锁骨，然后就是艳压的一级强者，再到盈手可握的小蛮腰。裙摆下吊带黑丝裹在大腿上，雪白的肉勒感露出一截绝对领域。两条蕾丝花纹小带子沿着雪白大腿的绝对领域往上延伸，陷入裙摆之中。瑶瑶姐，你怎么大晚上的还穿丝袜呀？苏阳咽了咽口水，低声朝他问了一句：黑丝保暖呀。空调的冷气冻腿，江瑶一本正经的眨眼笑道，把水杯放他床头柜上。既然冻腿，那赶紧进来暖和暖和。苏阳直接搂住江瑶的纤腰，把她拖入自己的被窝里。瑶瑶姐，我爱死你了。苏阳抱着江瑶浮凸有致的身子，脑袋在她香喷喷的身子上乱拱。哥哥，你怎么还像只狗狗一样，还拱人呢？江瑶发痒，娇笑起捧起他的脑袋，美眸亮晶晶的打量他的眼神，问道：阿阳，你好像有些不对劲呢。我原以为我的心就像路边的石头一样硬，早已水泥封心了，但是我又突然发现自己又相信爱情了。苏阳揽着江瑶的小蛮腰，跟他一起靠坐在床头上微笑。江瑶没心没肺的大笑：阿阳，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情伤呀？没有，以前的我随着年龄越大，就越觉得爱情都是假的。苏阳一副看透世事的模样说道：瞎说，你才多大呀？你瑶瑶姐我比你大4岁，都还在相信爱情呢。江瑶娇艳的小手在轻揪他的耳朵，苏阳抓过江瑶娇艳的小手，在她涂着嫣红美甲的指尖上咬了一口。瑶瑶姐，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吧。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追了一个女生2年，有一天晚上下雨，那个女生发朋友圈说想要喝酸奶，结果我同学看到了，就跑去买酸奶送到他宿舍的楼下，让他下来拿。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了吗？江瑶被勾起了兴趣，好奇追问：你继续说吗？苏阳酝酿措辞继续说：后来啊，那个女生回复他说，他们几个舍友在玩真心话大冒险，他输了，然后舍友让他发一条只对我同学可见的朋友圈，看看他这个舔狗会不会来。没想到他果真来的，把他们宿舍几个女生笑喷了。不会吧，还有这样的女生？江瑶惊讶地说道。还有更离谱的，我那同学居然还说那女生一定是在考验他，后面还一直在追他。你说他是不是像一条狗？苏阳洒然一笑，这女生也太不尊重人了吧。江瑶嘴上骂着，突然像是反应了过来，眨了眨眼道：这个同学该不会就是你吧？我怎么可能做舔狗？苏阳又咬了一口他的手背，笑着说：我只是看多了这些事情，感觉无爱一身轻，一直迎合某个女生，
实在太累人了，还不如不相信爱情呢，对自己好点。江瑶却像是认定了那个同学就是他，摸摸他的脑袋安慰道：阿阳不要伤心了，是那个女生配不上你，都说了不是我了。苏阳咬牙道：我知道，你别生气。我没生气，又不是我生什么气？对，你没生气。操，你明显就认定是我了。苏阳把江瑶按在自己腿上，没好气的赏了他屁股一巴掌。嘤，不是你，你还打我屁股做什么？江瑶化身嘤怪，一副幽怨的眼神看着他。谁让你说我是那个舔狗的？苏阳好笑的拉他起来，在他香软的红唇上亲了一口。江瑶撅嘴，那舔狗真不是你，真不是。苏阳一口否定。江瑶眨了眨眼，我就感觉你不是那种会舔的人，要不然我这大美女在你身边，你居然不舔。苏阳笑道：我舔起来能要你命，你信不？江瑶咯咯娇笑：我不信。苏阳捏住她娇俏的鼻子：瑶姐你是真狗啊，故意想我舔你是吧？我才不是狗，人家是小白虎。小姐姐别开车，很危险的。你想哪去了？人家属虎吗？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母老虎，吓人，怕了吧？母老虎咬死你。两人钻进被窝里嬉闹，被褥一阵翻腾，好半天才钻出2颗脑袋来。两人的脸也不知道是被闷红的，还是因为其他。瑶姐，我心里有些事还是想不明白。苏阳揽着江瑶白皙浑圆的香肩，盯着她那张脸带红润，非常赏心悦目的御姐脸。什么事？江瑶拉了拉睡裙的肩带，抬起柔媚的眼眸看着他。我感觉有些事情，我对你有愧疚。苏阳埋头在江瑶的脖子上闷声说道。江瑶心甘玲珑，一下子就明白他在说什么，亲他一口，嫣然笑道：阿阳，我给你讲些故事吧。你知道古代皇帝后宫3000佳丽，他为什么就没有爱情的烦恼吗？那是因为他从来就不用跟每一个佳丽去谈恋爱，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他就当是吃甜点一样，吃过只要分个妃嫔，给点赏赐，就可以不用管了。如果觉得那甜点好吃，多自己吃就行。这包括他在后宫里一时兴起碰到漂亮的宫女，都能直接抱回去宠幸，可能以后就丢在一边，不再对他感兴趣。唯有皇后才是皇帝感情最深，或者说最在乎、最重要的人，才值得跟皇帝谈感情的人。除此之外，可能就还有几个深受宠爱的贵妃，才能走入皇帝的心，所以皇帝才不会被感情所困扰。遇到感兴趣的漂亮姑娘，他直接占有，无需花时间跟她谈感情。再说一个现代的例子，你看过钢铁侠吧？钢铁侠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也经常带美女回家过夜，但是他最爱的还是小辣椒波兹，他也只会跟小辣椒谈感情，其他美女都只是一夜情。那观众们有觉得他哪里不对的吗？没有，观众们还会觉得他真的很爱小辣椒。观众也从来没把那些一夜情的美女当作女主，只是把她们都归为钢铁侠人生中的过客，唯有小辣椒才是女主，才是钢铁侠深爱的女人。现在我再来说阿阳你，男人通常都是有着很大占有欲的，看到漂亮的事物肯定都会想占有，唯有那些普通人因为没有那个资本才会压制自己的欲望，妥协于只能爱一个。而你跟他们不同，你是雪山集团的太子爷，你的人生中肯定会遇到很多能引起你兴趣的美女，我也没有想过约束你，那会让你做起事来放不开，容易影响你的性格。但是你需要分辨出那些会成为过客，那些才是值得你投入感情的红颜知己。因为你不可能跟每一个女人都像谈恋爱那样投入时间，你的心不仅会很累，也会冷落了那几个值得跟你谈感情的女人。所以你得学会古代皇帝对于后宫的处理方式，去感悟钢铁侠又是怎么在现代社会当这一个潇洒的花花公子。苏阳静静地听着江瑶的话，脑子也在思索着他话中的道理。如果用他以前当宅男所看过的那些网络小说去解释的话，那就是这区别于后宫小说和单女主小说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因为那些后宫小说，男主是要分配好剧情，跟每一个女主都要谈恋爱的，这就导致女人越多，男主时间分配不到位，有些女主就崩了。而单女主的话，男主专注于一个女人，压制住自己对其他漂亮貌美的女子的想法，只爱女主一个人。每次看到这种，苏阳就有种怎么不全收了的可惜感。但是一旦全收了，就变回后宫小说的那条路了，后面肯定会女角色谈恋爱的剧情分配不到位，而剧情崩塌。而现在江瑶却是在叫他走另一条路，那就是看到喜欢的女人可以收了，但是需要分辨出哪些是甜点。如果自己只是馋她身子，只想吃这个甜点，那么后面就不用投入时间跟谈恋爱一样天天陪她，也不需要苏阳看上哪个美女，却因为顾虑
对江瑶的感情，而压制住那种想法，让他本该自由的心被束缚住。就像顾老师和学姐，还有贝蒂儿一样，苏阳其实就只是缠他们的身子，真正跟他们是没有多少情感交流的。而陈婉玲的话，多了一些青梅竹马的牵绊，但其实也同样还是缠他身子，情感的交流比顾老师他们会多一些，但是却也比不上江瑶，所以他们都可以归为自己养的金丝雀，什么时候想吃甜点就吃一下，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时间。用网络小说的类型来概括苏阳目前的情况，那就是单女主江瑶，其他都是星目。反正按照苏阳的占有欲来说，他不会放过那些跟自己有过关系的女人，就算养着当金丝雀，也不会做出什么送女的恶心想法。他就是这样的大男人主义，反正他养得起。怎么样，我的大王，想明白了吗？江瑶等苏阳独自沉思了一会之后，这才探过娇艳小手，在被窝里轻轻掐了他一把，娇笑问道：皇后瑶，你可真是瘆得我心啊。苏阳一把捞起被窝里江瑶一条紧致修长的黑丝美腿，在他腿上咬上一口，能得到这样一个这么包容他、放纵他的好女友，绝对是他这辈子的幸运。无论以后他会有多少心怒，又有多少红颜知己，他绝对是最爱瑶瑶姐的。大王，那你准备怎么报答臣妾啊？江瑶咯咯媚笑着，用那只涂着嫣红豆蔻美甲的黑丝脚丫在他身上踩呀踩的，当然是给你大大的奖励。第75，江瑶得偿所愿。第二天一早，杨银玉起床洗漱完之后，仔细的叠好放在床上的那件白色衬衫。这件衬衫显示不是她的码数，看起来就宽大很多。但是杨银玉这些天睡觉的时候都不睡自己的睡裙了，喜欢穿着它当睡衣，因为只要穿着它，就能感觉它的主人每时每刻都陪着自己的身边，让她睡眠质量变得很好，有时候还会做美梦。不过这可是一个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所以杨银玉小心仔细地把这件白衬衣叠好，就放到自己的包包里随身携带。等整理好一切之后，杨银玉穿着一身迪奥黑色白尾裙，走路带风，裙摆摇曳地走出房间。高跟鞋、肉色丝袜、精致的淡妆、冷艳端庄的鹅蛋脸，再加上她身上那强大的气场，如同一个绝代都市女王。她今天还要回雪山集团开一个会议，所以又得去公司上班了。杨银玉推开江瑶的房间，没见到她身影，自然就知道这妮子肯定溜他儿子房间暖被窝去了。当杨银玉来到自家宝贝儿子的房门口，轻扭开房门，往里一看时，果然杨儿正搂着瑶瑶这妮子在床上睡觉呢。平时江瑶还会早点起床，悄摸摸地陪她去上班，而这次杨银玉目光扫视到地毯上丢着的几件被撕坏了的小布料，看来这妮子终于还是得偿所愿了呀。杨银玉漂亮的鹅蛋脸挂着淡淡的笑容，也没把江瑶喊醒了，再次看了一眼儿子那睡熟中的脸庞，脸带幸福之色的悄悄把房门给关上，裙摆飘扬间已经转身离开。瑶儿啊，妈妈多想能够看着你从小一直长大呀，这么多年来你肯定受了不知道多少的苦，现在你终于可以享受着妈妈为你准备的一切了。妈妈真的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你啊。上午差不多10点多钟，苏阳的房间门才再次被打开，江瑶穿着她的宽大衬衣，搂着她的脖子，整个人挂在她的身上，娇憨的嚷嚷着：饿死瑶瑶了，阿阳，我要吃小笼包。你还要等我抱你？我都已经让贝蒂儿准备好早餐了，你不会先出来吃早餐的呀？苏阳低头在江瑶还带着醉人红晕的柔媚脸蛋上咬了一口。今天刚起床，瑶瑶姐就变成娇滴滴的小女子了，啥都要她抱着做，包括了洗漱刷牙、洗澡换衣服、吹头发，折腾了1个小时，才拿了件衬衣给她当睡衣穿着，抱着她柔媚的身子走出房间来。还不是愿你做的好事。江瑶搁在她臂弯上的2条雪白的美腿轻轻晃动，慵懒地靠在她怀里，不愿动弹。是，都是我做的好事，苏阳哪里会真怪她啊？哄着江瑶就横抱着她走下楼梯，一路来到了餐厅。少爷，小夫人，早餐已经按你的吩咐准备好了，请你们慢用。贝蒂儿那双碧蓝的眼眸看到江瑶满脸春风的娇艳模样，那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妩媚的笑着，连称呼都改了。苏阳微笑的赞许了他一眼，抱着江瑶坐在餐椅上，朝杨妞管家说：贝蒂儿，这里就暂时不用你候着了，帮我先去把房间打扫了吧。好的，少爷。贝蒂儿朝苏阳抛了一个媚眼，躬身退出了餐厅。阿阳，人家都成小夫人了呢。江瑶坐在他腿上，喜滋滋的看着他笑道：一句小夫人就这么开心了，你还怎么当姚皇后啊？苏阳拿过一杯热牛奶递给江瑶，眼神促狭的看着他。江瑶眨巴着柔媚眼眸，卖萌道：为什么要叫人家姚皇后呀？是不是因为我特会摇？你距离特会摇至少还差10场战斗，慢慢学吧。
苏阳翻了翻白眼，夹起一个小笼包送他嘴边。大王，你的姚皇后一口吃不了一个了。来，臣妾分你一半。江瑶扭动身子，咬着小笼包就仰着娇艳的脸蛋，凑到他面前。小心点里面的汤汁，苏阳提醒了一句，这才低头跟他分吃这个小笼包。哇，味道好像更棒了呢。江瑶腮帮子鼓鼓的，含糊不清的笑道。苏阳给他拿了双筷子，让他自己夹着吃，拿起他的牛奶喝了一口，朝他说道：瑶瑶姐，你给我妈请2天假吧，我哪都不去，在家好好陪着你。好啊，你的姚皇后要天天黏着你，让你离不开我。江瑶眉开眼笑。苏阳夸张地说，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居然是这么黏人的性格呢？怎么后悔了？江瑶歪着脑袋朝他瞪眼。苏阳盯着江瑶那张愈发明媚的脸蛋看了一会，嘿嘿一笑道，我更喜欢了，就是担心你2天后脚软的没法去上班。死样。江瑶娇媚的白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起，却透出他内心的小得意。嚯，本宫的魅力天下无敌，大王都想要弄到我脚软了，幸亏本宫下手够快，要不然等苏家那边反应过来，阿阳去到岭南那边，肯定一堆美女要往他身上扑。现在本宫是姚皇后，其他都只是妃子，最多不过贵妃之位。咔咔咔，半个小时之后，健身房，苏阳趴在地上正在做俯卧撑，回归锻炼身体的节奏。江瑶果然粘人，皮骨坐在他的后腰上，捧着杯咖啡在美滋滋的喝着。苏阳好气哦，朝穿着健身服的洋妞管家问，贝蒂儿，这样锻炼真的有用吗？贝蒂儿掩嘴媚笑着说，少爷，俯卧撑加重还是挺增加锻炼效果的，可以锻炼你的腰力和手臂的支撑力，很快你就能把腹肌跟人鱼线都练出来了。用你们国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传说中的电动打桩机哦。电动打桩机？苏阳眼睛猛地大亮，立刻驮着瑶瑶姐柔媚的身子，继续开始做起俯卧撑。那频率突然加快，直接把坐在他腰背上的江瑶颠得咿咿呀呀乱叫。阿阳，你别太快了，人家要飞了啦。1个多小时之后，苏阳结束了健身锻炼，洗完澡窝在自己的房间里打游戏。江瑶已经换上了一套吊带连衣裙，侧坐在他的腿上，2只雪白的玉足一晃一晃的，10根涂着嫣红美甲的玉指，无比的娇艳。大王，张嘴，吃水果。江瑶手里捧着一盘水果，用叉子插起一块冰镇西瓜，送到他的嘴边。苏阳一手搭在瑶瑶姐的大腿上，一手按鼠标，一副大少爷模样靠在椅背上，张嘴就被喂进了一块最甜的西瓜心。大王，来一口可乐。江瑶娇艳小手又捧过来一杯冒着气泡的冰镇可乐，送到他的嘴边。苏阳一张嘴，吸管已经被瑶瑶姐温柔地放入他的嘴巴，眼睛都不用瞄，盯着电脑屏幕玩游戏就行。嘴巴一吸，浑身情不自禁打了个颤，真是爽死了。炎炎夏日，躲在空调房里玩游戏，听着音乐，还有超级大美女姚皇后坐在怀里侍候着吃水果，嘴巴一动，肥仔快乐水就送上来。啧，这日子神仙都不换啊！皇后，你真是深得朕心啊！苏阳揉了一把江瑶弹性极佳的大腿，来，帮朕抽个卡。大王，这是什么啊？江瑶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屏幕上一个粉毛女孩。这个是朕后宫里的一员，元神世界里的珊瑚宫星海，给朕把你家妹妹抽满命，把她接回宫中。苏阳抱着江瑶的细腰，把她扭过来，面向屏幕，下巴抵着她的香肩上，嗅着她身上那醉人的幽香。好的，交给臣妾吧。江瑶看了一下苏阳是怎么抽卡的，很快就领悟了，哐哐哐的按着鼠标一顿点。我去，姚皇后，你是真的欧皇啊！双黄都被你抽出来了，才抽了第4发10连抽，江瑶居然直接出来了2只星海，惹得苏阳狠狠地亲了他脖子几下。哥哥喽，大王。江瑶在他怀里扭着身子，娇声柔媚，优胜妲己。姚皇后，你真是个妖精啊！苏阳搂着瑶瑶姐的小蛮腰，狠亲她几口。最终，江瑶只用了900抽，就把苏阳原本只要一个图鉴的珊瑚宫星海给抽成满命满金的了。江瑶看着苏阳操作着这个像观赏鱼一样的漂亮粉毛女孩，在找 BOSS 测试伤害，好奇的眨巴着眼睛问他：阿阳，这是一个奶妈角色吧？你怎么带她打怪啊？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队叫神鹤万星，每一个都是不可缺少的核心，强到爆炸。苏阳一本正经的说着。那你很喜欢这个叫星海的角色吗？江瑶边给他喂水果，边又问道。喜欢啊，这只星海太色了。看着白丝，苏阳给江瑶展示着星海各个角度的美。阿阳，我也能穿白丝呀！江瑶在他怀里一顿扭。苏阳顿时龇牙咧嘴，别闹，我还在玩游戏呢。游戏有什么好玩的？玩我不香吗？
江瑶笑滋滋的亲一口说道：“那你可错了，游戏好玩多了，我里面有着一大堆老婆等着我宠幸呢。”苏阳一本正经的说道：“我不管，我要你宠幸。”江瑶在他怀里撒泼打滚，那不简单吗？我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宠幸你啊，这不冲突啊？大王，你好会哦。第76母上大人嘎嘎强。这一天的时间，苏阳基本都陪着江瑶在家休息。其实瑶瑶姐倒也没啥大问题，就是走路有点别扭，毕竟是26岁的大姑娘了，身体已经很成熟。傍晚的时候，杨莹玉心思细腻的打包了一桌大补的菜肴回来。苏阳抱着江瑶下来，就看到桌面上摆上了丰盛的晚餐：燕窝鸡丝汤、鲍鱼烩珍珠菜、鱼翅螃蟹羹、假爆胎、五彩炒驼峰、蒸鹿尾、宫保野兔甲鱼海参、砂锅煨鹿筋、爆炒羊腰子、长春路边汤、天香鲍鱼。好家伙，全是补肾之物。苏阳不认识菜，听完妈妈给他念的菜名，顿时瞠目结舌。江瑶眉开眼笑道：“阿阳，杨姨对你多好啊，怕你太过操劳，要给你好好进补下呢。”今晚杨英玉似乎心情不错，捂着腰眼笑着说：“我家杨儿有小金龙丹护身，哪还需要补肾啊？这是给瑶瑶你进补的啊？女人也需要补肾吗？”江瑶惊呆了，眨着一双眼眸，亮晶晶的。杨英玉敛着笑说道：“当然也需要呀，肾脏乃生命之本，补好了才不会虚，还能抗老护肤。你这妮子还得再了解些女人知识。”苏阳顺着妈妈的话，捏了捏江瑶白腻的脸蛋，撇嘴嘲笑：“听到没有？需要补的人是你，咱家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嘤，人家要白白，不要胖胖啦。”江瑶红润的嘴唇一撅，又开始撒娇卖萌：“哥哥我呀，一拳一只嘤怪。”苏阳暗趴江瑶的后背，赏了他屁股一巴掌，又说他比自己年龄还大4岁。这瑶瑶姐有像一个大姐姐的模样吗？嘤，杨姨，阿阳欺负我。江瑶捂着屁股，楚楚可怜的看向杨莹玉：“你是咱家童养媳，瑶儿不欺负你，还能欺负谁？”杨莹玉燕子美甲的指尖刮了刮他的鼻梁，眼神轻柔似水的看向自家儿子。也只有在面对自家宝贝儿子，这个魔都女王才会放下任何的冷然，取而代之的是那种足以融化一切的母爱。杨姨说的有道理哦。江瑶一双美眸骤放光彩，摆出一副占了大便宜的模样，喜滋滋的嚷嚷道：“人家要天天给阿阳欺负，给阿阳生一堆小瑶瑶。呵，这么多好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呀。”苏阳吐槽了一句，夹起一块鹿筋塞住他小嘴。夜晚，大王，人家够了啦。不，我觉得你不够。嘤，臣妾真的够了啦。姚皇后，你太虚了，明天还得补。第3天上午，江瑶的休息日，苏阳是被调皮捣蛋的江瑶给弄醒的，10点多钟才横抱着还满脸红潮未退的江瑶来到楼下吃早餐。杨莹玉也早就独自回公司上班去了。江瑶吃了一个小笼包，随手拿过被垫儿放在旁边的魔都日报瞄了一眼，眼眸发亮，嘴里含糊不清的说道：“阿阳，你看这个。”苏阳抱着坐在腿上的江瑶，好奇的看了一眼他指着的那篇今日报道。魔都大新闻，龙威实业集团董事长父子2人昨天同时被抓调查。龙威集团父子，可不就是那天在 KTV 跟我叫嚣的郑龙前吗？他跟他爸居然被判刑抓进去了。苏阳看完标题之后，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看向下面的详细。原来龙威集团父子因为多个项目涉嫌违规操作，而且还行贿搞传销，在前天就被查封了整个集团的项目。一夜之间，龙威2个工厂、1个工地楼盘直接被封闭，账户也被冻结，经销商和供货商也停止合作，银行也以贷款风险的名义直接断贷，导致龙威实业的资金链全断了。而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工地员工闹事，供货商讨债，预购房买家追讨，直接把龙威集团父子俩给差点逼疯。在调查取证期间，还发现郑龙前涉嫌迷 X、强 X， 最终在昨天，父子2人已经被抓进去判刑了，全市20年起步。这龙威集团倒得太快了吧？苏阳看完之后，心里已经大概猜到了这个事件是谁在背后推动的了。要不然龙威集团创立这么多年，以前都没出事，偏偏这几天就全部被爆出来，哪有这样巧合？而且这案件处理的也太神速了，不到3天时间，一个10数亿资产的公司倒闭，父子2人被彻查取证，入狱判刑，这一切居然都只在3天内就完成了。正常情况下，咱们龙国可没这么快的办事效率啊。大王，你现在算是了解到太后娘娘的强大能量了吧？在魔都谁也不能对咱家大王嘴贱。江瑶抬起脑袋朝他扮了个鬼脸说道。
那只能说他自作自受了苏阳不是圣母，倒也不会产生啥怜悯之心。当初郑龙前既然敢指着指头对他骂娘，那他就得担负起嘴贱的下场。苏阳摇了摇头，不再多想，张嘴吃过江瑶夹到嘴边的一个小笼包，感叹一句：咱家母上大人确实嘎嘎强啊。与此同时，雪山集团总裁办公室，杨银玉女王般挑着二郎腿，正在听着下属的汇报。杨董，龙威实业的资产已经被抵押银行封锁，准备进行拍卖了。我们会派出代表进行拍卖，把龙威实业的资产全部吞并过来。一个穿着制服、绑着高马尾的女人恭敬地汇报道。杨银玉抿了一口咖啡，语气平淡的轻声道：他们进去了之后有没有耍什么心眼？他口中的他们自然就是龙威实业父子了。杨董您放心，我们都安插着人在盯着他们呢，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高马尾女人认真的说道。杨银玉高贵的凤眼闪过一丝冷然，不容违逆的说道：如果他们敢耍什么心机，想要报复我家牙儿，那就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明白了吗？知道了。杨董高马尾女人连忙应声道：行了，下去吧。杨银玉挥了挥手，高马尾女人微微弯腰点头，就离开的办公室。坐在杨银玉身旁的花墨燕戏谑的笑道：银玉，你还真是个虫子狂魔啊，比我还要护短。这个天生尤物般的成长大人，只要一笑起来，那眼角的美人痣就会在那又长又媚的眼眸衬托下，一笑一颦都是那么的风情万种。杨银玉十分霸道的模样，挑着柳眉，这算得了什么？杨儿是我亲儿子，我就愿意护着他，宠着他，纵容他，能咋地？这位魔都女王也唯有目光扫过桌面上那张儿子的相框时，眼神才会柔情似水起来。相隔了21年时间，他们母子俩才再次团圆相聚。他已经很是自责自己没有陪着儿子度过这段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了，所以他自然无法容忍任何人敢触自家心肝宝贝的眉头。你跟你儿子是真腻歪啊。花墨燕有些羡慕，挑了挑那只踩着高跟鞋涂抹着银色美甲的细滑玉足。杨银玉目光从自家儿子的照片上收了回来，看向身边这个闺蜜，从容笑问：墨燕，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休闲了？没办法呀，今天我休假，回家去肯定又得被老头子唠叨劝我找对象，还不如到你这边清静清静。花墨燕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格外出众的成熟曲线，性感动人。杨银玉掐了一下她能挤出水似的胳膊，笑了笑道：话说回来，你家雪芙跟我儿子见过面了吧？呵呵，你说这个呀，我这侄女还对你家宝贝儿子蛮上心的，这2天经常发微信向我打听情报。花墨燕眨了眨眼睛笑道：雪芙这丫头我倒也挺喜欢的，就比我家儿子大3岁，长得一张清丽脸蛋，蛮惹人欢喜，个子也高挑，生的一双美腿，手也漂亮，皮骨也大好生养，还会古典舞，事业眼界啥的也很出色。杨银玉一副看大儿媳妇标准的念叨道。花墨燕眯着眼睛似笑非笑：银玉，你觉得我来当你儿媳妇是不是会更合适一点？我应该不比雪芙这丫头差吧？杨银玉风韵迷人的白了他一眼：就你这狐狸精似的性子，我还真怕你把我家杨儿给吃干抹净了。哪能啊，人家吃完肯定会把它吐出来，就怕你家杨儿不高兴被我吃。花墨燕漂亮纤细的小手挽上杨银玉的胳膊，甜脸笑着说道。杨银玉忍着笑意轻捶了他一下：你还真能对男人有反应，这也说不定啊。阿阳可是你儿子啊。花墨燕不自然的夹了夹腿，眼神闪烁着，天然妖媚的脸蛋抹了层红晕。杨银玉忍缩不住，揉着腰笑起来：要是我家杨儿真喜欢你，那我还真不介意你给我当儿媳妇。花墨燕带着泪痣的美眸微微一亮，不知道在琢磨着什么。第77人生规划，闭环资产的恐怖。傍晚，苏阳坐在餐桌中间，两边分别坐着江瑶和自家亲妈杨银玉。今天他又是抱着江瑶在家玩游戏看新番，摆烂度过了一天。以前的话还会觉得这种日子还挺爽的，但是现在的话，说实话他有些腻了。可能之前还没适应自己的身份转变，所以还不想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改动太大。而现在苏阳已经渐渐习惯自己是一个超级富二代了，然后就感觉他应该要有一个人生目标，换一个人生道路来走。天天宅家里当宅男，显然已经不适合目前的他了。他想要重新制定一下自己的人生规划了，要不然以后当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实在没意思。妈，我想明天跟你去上班。苏阳犹豫了一下，还是对自家母上大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杨银玉丝毫不意外，高贵的凤眼柔和地看着他，浅笑说：可以啊，只要杨儿想要做的，妈妈都支持你。妈，你就不问一下我为什么吗？苏阳看着母上大人那张绝美的鹅蛋脸，奇怪道。杨银玉夹了一块红烧排骨放到儿子的碗里，笑道：
其实妈妈之前就想过让你来公司看看了，毕竟妈妈的产业以后也是要交到你手上的，只是担心你还没适应，就不想说出来勉强你，打算等你适应了再说。妈，你简直是想到我心里去了。苏阳惊叹道，他真没想到自家母上大人居然把自己的一切思绪都琢磨得透透的。江瑶从饭碗里抬起柔媚脸蛋，腮帮鼓鼓，声音含糊，这个叫做母子连心。你是杨姨身上掉下来的肉，作为妈妈的那还不知道你的想法呀。杨莹玉温柔地看了儿子一眼，牵了牵嘴角笑问，杨儿，你打算帮妈妈做哪方面的工作？或者你对哪些工作比较感兴趣的？妈，我想先了解你手上的产业都涉及那些。苏阳想了想说道。杨莹玉二郎腿一搭，晃悠着花俏拖鞋，有些小骄傲地道，其实妈妈手上的资产所涉及的行业还是挺广的，例如互联网产品、金融贸易、银行保险、航空公司、港口物流、娱乐文化、酒店房地产、旅游度假区、购物中心、百货商超、服装服饰、医院药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科技创新、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矿产等等。苏阳越听眼神就越是惊叹，难怪之前瑶瑶姐会说自家母上大人的资产已经形成了闭环，就现在母上大人所说的那些行业，基本上概括了所有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也与所有人的生活全都密切的连接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己的母上大人真的就是魔都最大的经济支柱。妈，你实在太牛了！苏阳只能给自家母上竖大拇指了。杨莹玉漂亮的鹅蛋脸上笑容淡淡，伸手捏了捏自己宝贝儿子的脸，柔声道，这算得了什么？比起这些，在我心里还是我家杨儿最重要。这只是妈妈给你攒下的江山，以后都是你的，那我更要好好努力了。苏阳突然感觉有些压力山大。旁边的江瑶探过娇艳脚丫子，踢了踢他，娇笑地问，阿阳，那你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呀？他其实也挺希望苏阳早点接触家里的事业的，毕竟以后苏阳的身份终究还是瞒不住的，不仅雪山集团，就连岭南苏家那一大片资产，可都得需要苏阳这个独苗去继承。苏阳看了江瑶一眼，眼神微微一亮，拉着杨莹玉的胳膊，期待地道，妈，你把瑶瑶姐安排做我助理呗，我想先学下搞投资。可以，你想要什么妈妈都给你。杨莹玉宠溺地看着儿子笑道，那就让瑶瑶做你的助手好了，你还年轻，不用担心失败，搞投资也挺好的，当练练手，找找运作资金的感觉。妈，我爱死你了！苏阳兴奋地抱着母上大人狠亲了一口。他大学学的就是金融管理，虽然他毕业后实习参加工作也就半年多时间，但是好歹也把学校学到的金融经济学的知识都实践了一遍，而且以他目前的身份，也不需要做什么技术型的人才，毕竟他再有能耐，还能比得过那些顶级金融团队数十个精算师、金融天才的分析吗？所以他到母上大人的公司上班，更多的是去学习和接触，看看这一个个行业是怎么运转的，看看大公司又是什么操作的，看看公司里的员工们、领导们，还有江瑶和妈妈又是怎么做事的，这才是他作为雪山集团太子爷该走的路线。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当作技术型人才去发展，而是去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技术人才可以花钱雇佣，但是领导者的脑子可就需要自己去进步了。反正先走一步看一步，凡事还是要自己亲自试过才知道行不行，大不了就当积攒经验，起码试过了比不去尝试的好。以前苏阳是没得选，现在都有一个广阔的平台给自己发挥了，他就不信自己做不出一番事业来。再怎么说，他也是名牌学府魔都大学的毕业生。杨莹玉疼爱地看着自家宝贝儿子，也没去管绝美鹅蛋脸上那被儿子油腻腻的嘴巴亲出的油墨印子。江瑶痴痴笑着调侃苏阳道，一吃饭吃得满嘴油墨就亲人，脏脏了。姚皇后，你还嫌脏是吧？苏阳回头就搂着自家女友，直接在她柔媚的脸蛋上吧唧吧唧亲个不停。讨厌！江瑶扭动身子，抬起娇艳脚丫子蹬他，仰着柔媚脸蛋娇笑连连道，亲嘴嘴不用洗，别亲脸了啦，嘤嘤嘤。杨莹玉柔然浅笑，看着两个孩子嬉闹，满眼的幸福之色，心里的各种情愫也涌上了心头。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呀！儿子在闹，我在笑，多年的梦想终于是实现了。第78，有钱就是全能。夜晚，江瑶从外面拖了2个行李箱进了苏阳的房间。这是什么？苏阳丢下正在看的书，好奇地从床上爬了起来。之前你不是在阿玛尼旗舰店量了尺码吗？这是他们给你定制的衣服，刚送过来。江瑶笑滋滋地抬头看他，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好啊，衣服都是定制的。苏阳耸耸肩，走过去跟江瑶一起弄到自己的衣帽间去挂好。等2人把衣服都弄好之后，
江瑶就咿咿呀呀地扑在了他那张1000多万的大软床上，累死瑶瑶了。他已经洗过澡了，身上只穿着一条黑色吊带睡裙，2条修长的美腿穿着肉丝，那超薄的润丝紧裹着他的2条玉腿，泛着莹莹的柔光。以前他还要等杨莹玉睡了才偷溜过来给苏阳暖床，现在已经像个女主人一样，光明正大的就钻他房子来了，才干这么点事情就喊累。姚皇后，你真没用！苏阳笑着一个饿虎扑羊也扑了上去，抱着江瑶香软的身子在床上滚作一团。瑶瑶姐实在太香了，抱着她柔媚的身段，脑子里就只会想着一种植物——香草。支着什么搁着我呀？江瑶被他亲了几分钟之后，脸蛋有些潮红，皱了皱鼻子，伸手在背后摸了摸，摸出了苏阳刚才看的那本书。这是我刚才看的书，忘记丢一边去了。苏阳咬了咬江瑶晶莹的耳朵，笑道：“嘿，还是《资本论》啊。阿阳，你是在临时充电？”江瑶看清书名之后，娇笑的拿着书本爬了起来，在床上鸭子坐。这不明天就要去我妈公司上班了，心里有些紧张，随便翻了下以前的书。苏阳实话实说着，也跟着坐了起来，揽住江瑶的小蛮腰，嗅着她身上悠悠的体香。作为一个金融系的毕业生，他早就拜读过一系列的经济学名著了，特别像《资本论》和《毛选》这样的原著，可以极大开阔自己的思维。江瑶抿着红润的小嘴，咯咯娇笑：“你紧张什么？那是你妈妈的公司，你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还敢挑你龙须不成？没办法呀，我这人内向，容易紧张，在街上遇到美女，我甚至都不敢上去亲个嘴。”苏阳啃着她细滑的脖子，让江瑶细腻的脸蛋泛起红晕，拍了拍她的脑袋，娇嗔道：“大王坐好，臣妾给你上课呢。”哦，苏阳就爱听瑶瑶姐给他上课，乖乖盘腿坐在他面前。大王，帮臣妾揉揉脚背。江瑶玉姐大人似的，把一双肉丝美腿优雅地叠放在苏阳的膝盖上，支配着他道。苏阳就喜欢他这股御姐劲，抱着他2只娇艳脚丫轻揉着，那10根涂着嫣红美甲的玉指都能透过超薄的丝袜闪耀着红水晶的光泽。江瑶调皮的像小猫张开爪子似的，撑开如一粒粒珍珠似的娇艳玉指，把足尖的丝袜绷得更薄了，笑问他道：“阿阳，你是不是担心自己所会的东西不足以支撑你掌握公司的权力？有这个担心吧？毕竟我还做不到像那种商业大佬一样全能，啥都会一些，所以刚才只能找本书来翻翻，温习一下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苏阳捏住他调皮的脚趾，老实的回答道：“其实你以为的全能商业大佬，也并非是真的全能。你要知道，作为掌权人，最重要的不是啥都会，而是在大方向下做出准确的判断。像阿里的前董事长马帅云，企鹅的马龙腾，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也根本比不上精通某一个领域的顶级精英。知识只是成功的基础，并不是成功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灵敏的商业嗅觉，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出精确的选择。而那些专业的分析、专业的数据，都是可以用钱请人给你打工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独一无二。同样一个市场报告，几家公司的顶级精算师都能做出差不多的分析数据，关键在于你能发现这个市场，别人还没发现，这样才能抢先一步做出成绩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啥都会的，毕竟学习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所以就需要把不重要的事情分配给其他专业的人去做。你只需要去判断，去做出你想做的选择。要不然，你都这么有钱了，为啥要花时间去学那些很多顶级精算师都会的知识？你只要会花钱就可以了，用钱就能买到他们的知识。我们为什么会说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其实就是钱可以买来别人一生所学，如果他的能力不够，就换人，买更高能力的人。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用钱去弥补了你不擅长的东西。当你全部都补上来了，那你不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全能了？就像马帅云和马龙腾，别人只会看到他们做出的判断、取得的成绩，然后惊叹他们多厉害。这都能想到，这么大的数据你都懂。实际上，那些数据啥的，都是专业人士做出来给他们去开会、去演讲的。他们更像是公司的大脑，只需要去判断、去做选择，其他东西都是整个公司各个部门给他们运转出来的。要不然花钱招聘那么多精英回来，全部都躺着等老板去想好一切，然后吃白食的吗？最后总结就是，阿阳，你并不比任何人差，也不比马帅云和马龙腾差，他们会的也不一定就比你多，他们的学历都不一定比你高，他们的起点更是远远不及于你。你完全可以更自信面对你的人生，只要你懂得花钱，你就是全能。苏阳听完江瑶的话之后，还真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的感悟。没错，马帅云只不过是师范学院本科学历，当年还只是一个教师，而马龙腾当年也只是申城大学计算机毕业的学生。
完全就是技术型人员起步的，懂得经济学还不一定比自己多。他们怎么就看起来那么全能了？其实就像瑶瑶姐说的，用钱去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让他们看起来啥都会而已。苏阳只需要在增长见识见闻的同时，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大方向的判断，就没啥需要他做的了。其他东西完全用钱就能搞定，这才是一个真正领导者该要去做的事情。要不然啥东西都要自己想，啥都要自己会做，那这人得活得多累啊！这钱赚得又有何意义？瑶瑶姐，你简直就是我的人生知己啊！苏阳抱起她的肉丝小腿，狠亲了几口。就只是知己吗？不是红颜？江瑶眉开眼笑，抬起娇艳脚丫子踩了踩她的心口。当然是红颜知己。苏阳握着她沁香的脚丫子，信誓旦旦地说道：那有没有奖励给人家啊？江瑶舔了舔自己娇润的红唇，媚笑地看着他。爱妃想要啥奖励尽管提。苏阳满口答应。大王，你要不要吃饺子呀？吃。带皮的还是不带？先吃带皮，再吃原味。第79巡视妈妈打下的江山。新的一天早上，苏阳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就感觉脸上痒痒的，耳边传来一个柔媚好听的嗓音：大王该早朝了。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江瑶已经梳洗穿衣打扮好了，正隔着被子骑在他的身上鸭子坐，拿着一缕秀发在撩他的脸。苏阳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几点了？瑶瑶姐，刚过8点半，你妈妈也已经起床了。江瑶小手撑在他的心口上，娇艳的脚丫子踩在他两边，上下左右来回摇。苏阳脑子也清醒过来了，他自然还记得今天要跟妈妈一起去上班的。这些天的摆烂生活让他身体都有些懒了，连忙一把扒拉开身上还在骑马的江瑶，爬起床来就先去卫生间洗漱。也不知道江瑶是什么时候起床的，洗漱台上已经给他摆好了装好水的漱口杯，挤好牙膏的牙刷。等苏阳刷完牙洗漱完之后出来，就见到江瑶已经连他今天穿的衣服都摆好在床上了。有了女朋友之后的生活果然跟以前自己一个人完全不一样。瑶瑶姐，今天我去上班，还穿休闲服吗？苏阳边换着衣服边朝江瑶问道。作为集团的最高掌权人之一，我们都是可以自由着装的，公司的其他员工倒是要穿职业装。江瑶边给他扎着皮带，边笑滋滋地朝他眨眼道。他今天穿的是一套法式的优雅小红裙，细腰腿长，白腻如玉的美腿被黑丝包裹，很是漂亮。这倒是挺好，要是穿西装打领带去上班，活动起来都不舒服。苏阳也是更喜欢穿休闲装，没有那种紧绷感。江瑶再给他把那块百达翡丽的腕表戴上，基本上就穿戴完毕了。两人手牵着手出了房间，来到楼下客厅。杨莹玉也已经换上了一条优雅的紫色及膝长裙，正坐在沙发上等候了。瑶儿瑶瑶，先喝杯热牛奶热热身子。杨莹玉见到他们下来，就拿着2杯热牛奶，踩着帘布温柔浅笑地走了过来。苏阳接过来喝了一口，奇怪地往餐厅那边瞄了瞄。今天贝蒂儿没准备早餐吗？杨莹玉轻轻一笑，是我让他不用准备的，咱们到公司再吃早餐。阿阳，杨姨今天准备带你好好体验一下雪山集团员工上班的过程。江瑶舔了舔嘴巴的奶迹，甜声笑道。哦，苏阳倒是有些好奇了。等两人把牛奶喝完了之后，3人就一起出门，在玄关把鞋子换上。出了别墅，今天就坐我车吧。杨英玉挽着儿子的另一边胳膊，他的座驾也是一辆劳斯莱斯幻影，这基本上是全世界富豪们的标配了。夫人，少爷，江小姐一个清秀女孩从车里下来，给他们拉开了车门。苏阳看着这个穿着女士西装的女孩，不由得就想起给江瑶开车的那个女保镖小青，他们的打扮和神态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她是小六杨英玉给儿子介绍。哦，这是代号吧？苏阳有些奇怪，为什么小青就不是代号呢？清秀女孩好像知道他在奇怪什么，绵软而清脆地说，小青是我们姐妹里排第12。苏阳明白了，前10可能用代号比较方便，小12可能就换了种叫法。3人坐上杨英玉的座驾之后，车子就缓缓启动了。没过多久，车子驶去别墅区，却是在马路边就停了下来。阿阳，你看那辆班车。江瑶温软玉香的娇躯紧挨着苏阳，隔着车窗指着外面，兴致勃勃地给他介绍道，那是咱们雪山集团的免费班车，基本上每个路段都会有，大概有几百辆，遍布整个城市。咱们的员工只要刷上员工卡就可以免费接送上下班。苏阳循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一辆印有雪山集团彩绘的班车正停在路边，有几个穿着 OL 制服的女郎正说说笑笑的走上了班车。咱们公司的福利不错呀，苏阳忍不住夸赞了一句。杨莹玉笑着给儿子解释，基本上大公司都会有这样的福利，有车的可以自己开车，没车的
自然就是坐咱们公司的免费班车更划算。如果不愿意坐班车，自己打车也行，但是公司就不会给报销了，那也不错了，起码不用去挤地铁挤公交。苏阳回想起自己实习的时候上下班的过程，都有些羡慕这些人了。劳斯莱斯继续行驶，在超过那辆班车的时候，苏阳好奇地往车上瞄了瞄，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车上已经坐着不少的员工了，而且清一色全是穿着 OL 制服的女郎，就连司机都是女的。这让苏阳忍不住回想起当时江瑶好像跟他提起过，因为杨莹玉天生厌男，所以在雪山集团工作的员工们全都是女的。看来这确实是真的呀。一路上，苏阳还见到好几辆雪山集团的班车，平时都没怎么注意，现在特意去关注，还真发现有不少。8点50分，远处一栋形状像白玉兰的摩天大厦就已经映入了苏阳的眼里。外观泛着香槟色，设计很是完美，看起来也非常大气。玻璃幕墙反射着上午的阳光，折射出金灿灿的光芒。上次他来雪山集团接江瑶的去跟花雪芙和宋一敏吃饭的时候，就来过一次。这栋雪山大厦是妈妈在5年前就指导竣工的，是魔都的新的经典地标，高度388米，一共99层，是我们集团的总部，各分公司加起来有着将近上万名行政人员都在这里上班。整座大厦都是采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是集数字化智能化于一体的智慧大楼。杨莹玉在苏阳耳边给他柔声介绍着。很快，车子就停在了雪山大厦的大门口，这里也只有杨莹玉能这样停车了，其他开车来的员工都是乖乖停到公司的地下停车场。苏阳跟随着妈妈从车子上下来，就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杨董、苏少、江总，早上好。打眼看去，就见车前站着2排穿着迪奥 OL 制服套裙、黑丝高跟的靓丽美女，正满脸娇媚笑容的问好。他们都是我的秘书，算是提前跟你见个面了。杨莹玉挽着苏阳的胳膊，轻笑地凑到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苏阳数了数，一排12个，正好24人，而且全都是颜值极高，各有千秋，气质靓丽，肤白貌美大长腿的都市丽人。那一双双黑丝美腿，被包臀裙裹着的浑圆皮骨，简直艳晕苏阳的眼。阿阳怎么样？这欢迎仪式还可以吧？晃瞎眼了没？江瑶也挽着苏阳的另一条胳膊，痴痴笑地说道。苏阳有些哭笑不得，这是不是有些过于隆重了？此时正好是上班的高峰期，大楼门前不断有穿着 OL 制服打扮时尚的女人在进出，能在雪山集团工作的人基本都是魔都的白领精领阶层了。这些打扮精致的女员工们一开始看到这牌面都有些惊讶，但是当他们在看到被杨董和江总挽着一个年轻帅哥的胳膊时，更是露出震惊的目光，瞬间都懵逼了。虽然他们不知道杨董有着天生厌男的症状，但是却都能感觉出杨董很是不看待男人的。这从集团总部只准女员工来上班这一条就能看出一点问题来了。平时也只有一些大合作商的老板来谈合作，或者分公司领导开会，官府领导来视察之类的，才会有男人来到雪山大厦。而江总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都随杨董，也没见他给过任何一个男人有好脸色看。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居然看到杨董和江总一起亲密地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我的天，这是什么情况啊？那个男人又是谁啊？第80，苏阳木了。这边，苏阳一行人已经往雪山大厦里面走了。进入办公楼的大厅，先是看到前台大厅的接待处，凉爽的冷气迎面扑来，然后往旁边走去，就是一个个门闸，只有员工刷卡才能过去。莺莺燕燕的秘书团围拢在苏阳3人周边，早有秘书在前头给他们滴卡了。踩着光洁明净的地板过去之后，就是一排排的电梯，电梯全是智能分流调度的，可以避免早高峰拥堵，只需要手动输入楼层就行。杨董、江总，早上好。不少正在等候电梯的女员工见到苏阳3人，在震惊的同时，连忙恭敬的问好。杨莹玉和江瑶只是平静的点了点头，见怪不怪。2双顶级高跟鞋踩得啪啪响，挽着苏阳就走到 VIP 专用电梯。他们自然不需要跟员工们挤同样的电梯，有着自己的专属电梯。苏阳这段时间也算是见惯世面，倒也没感觉拘谨了，还蛮兴奋的，昂首挺胸，气昂昂的走着，眼睛好奇的到处打量。他以前实习的公司是一家小公司，还真没接触过这种顶级大公司的阶层和场面。秘书已经给他们按开了 VIP 电梯，只有4个秘书跟了进来，其余的只能坐另外的 VIP 电梯了。没多久，电梯就停在了70楼。这里是公司的餐厅，提供全国各地的菜式、餐饮、面食、水果。10到15楼、65到70楼都是，隔开在2个层面，
楼上楼下办公的员工就不用跑太远，而且餐厅全是免费的，刷卡就能取餐。杨莹玉挽着儿子边走出电梯，边又给他介绍，看他漂亮鹅蛋脸上的小骄傲，颇有种带领儿子参观自己为他所打下江山的自豪感。苏阳看着装修的时尚豪华的超大平面餐厅，而且还带有小包间，感觉就跟走进了某个高端餐厅一样，心里也很是惊叹于雪山集团的强悍，居然用了10个楼层，专门用来给员工打造餐厅食堂，更重要的还是免费的，这又有哪个打工人不羡慕的？餐厅里坐着的女员工们也都一下子就把目光投到苏阳这边来了，毕竟他们3个实在是太惹眼了。苏阳穿着一身定制阿玛尼休闲服就不说了，就说他左边的杨莹玉穿着名贵定制的 LV 长裙，气质高贵优雅，典型的霸道女总裁。而站在他右边的江瑶也同样穿着定制迪奥法式小红裙，高挑靓丽，妥妥的御姐大美女。她们这种形象在一群职业装包臀裙的女员工中本来就很容易吸引到目光的，更何况还有他们的身份。而当他们一看到被杨董和江总挽着胳膊的苏阳时，也都毫无疑问眼露震惊之色。不过他们都只是看了一会，就不再多看了，最多偷偷瞄一眼，毕竟一直盯着看，要是被发现了，那可就不礼貌了。路过的一些人也都是恭敬地问了一声好之后，就连忙跑开去前面自助餐台上拿吃的了。苏阳还见到几个原本从电梯出来还相互说笑着的 OL 女郎，在见到他们之后一下子就闭上了嘴巴，朝他们问了一声好之后就屁颠颠地跑开。苏阳倒也能理解这种情况，不管在哪个公司，老板的身份都会天然给员工带来压力，只要有老板在的地方，通常都会放不开，会不自在。秘书在前面领着路，把苏阳3人带到了一间空着的 VIP 包间落座。阿阳，你看看想吃点什么？江瑶拿来一本菜单放到他的面前，苏阳翻看了一下菜单，分为上下2部分，前面的是早餐内容，后面的是午餐和晚餐。好家伙，这完全就跟餐厅没有任何区别了呀！这里餐食都是送过来的吗？苏阳抬头隔着包间往外面看了看，也没见到有服务员啊。餐厅的包间都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就是木有安装木门和墙体，是用艺术木条组成的墙体，隔出一个个包间，可以透过枝条的缝隙看到外面的那种，很是透气，也很有视野感。苏少，其他员工要去餐台点早餐，而你有我们在啊，你看了菜单想吃什么，我们就去给你拿一个扎着高马尾的美女秘书。娇笑地朝他说道。哦，懂了。苏阳了然，难怪刚才看到外面的员工都围在点餐台排队拿早餐呢。苏阳看到丰富的早餐菜单，点了一些平常吃不到的，例如热干面、胡辣汤、肠粉这些。等杨莹玉和江瑶核点过之后，女秘书就拿着手机的纸条溜出去拿早餐了。妈，咱们公司都是几点钟正式上班的？苏阳看了看时间，现在都已经9点多了，于是有些好奇问道。杨莹玉翘着2郎腿，优雅的轻轻一笑，雪山集团的上班时间是在上午10点要到达工位，一直到下午5点30分。我去，苏阳忍不住惊叹，这也太爽了吧，才7个半小时工作时间。江瑶胳膊撑在桌子上支着脸蛋，歪着脑袋笑滋滋地说，哪有7个半小时呀，咱们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还是吃饭休息时间呢，吃完饭不想午休的，还能到50楼的空中跑道散步。50至55楼全是运动休闲区，有超市、健身房、室内篮球馆、跳操舞蹈区、攀岩区、乒乓球区、羽毛球区、台球区、保龄球区、网球区，每个区都有专门的教练指导。除了超市以外，全都是免费的。另外，我们还有茶饮区、阅读区、休闲区之类的安静场合，打打游戏、看看电影、聊聊天，也可以一个人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俯瞰一下整个浦东陆家嘴的壮丽景色，或者欣赏黄浦江上的繁华的江景。除此之外，每层楼都有茶水间，无限量提供免费的咖啡奶茶，不爱喝这些的，还免费提供茶叶枸杞菊花。茶水间的景色也很好，可以在工作的间隙适度的喝喝咖啡、摸摸鱼。卧槽！苏阳听得心里都发酸了。没错，他是真的羡慕了。这哪里是来工作的呀？这是在度假吧？难怪这么多人都希望能到大公司上班，这福利待遇，谁不想来啊？妈，给这么好的福利待遇，咱们不会亏本吗？苏阳从员工角度换回老板视角，顿时又感觉心里隐隐作痛。杨莹玉听到儿子这有点傻气的话，忍不住揉着儿子的脑袋，笑了起来。亏本生意，你妈妈我肯定不会做呀。这些员工基本不是清北复交的，就是哈佛、耶鲁、剑桥、麻省、斯坦福的。只要经过考察之后，发现哪些员工能力不达标的话，
就会被淘汰辞退。公司可不养闲人，咱们给他们提供这么好的待遇福利，那他们就得为公司创造比他们获得的待遇福利更高的价值，要不然他们就是不及格的。反正每年从各国名校毕业的人才多如过江之鲫，而能提供这样好的福利待遇的公司，全国都没有多少家。我们永远掌握着挑选权，而他们都是被选择的，我们又怎么会吃亏呢？苏阳拿起秘书送来的豆浆喝了一口，还是有些心疼。我还是感觉他们上班时间太短了吧，除去吃饭休息的2个小时，也就才工作5个半小时。江瑶也是掩嘴娇笑道：阿阳，你可能还不了解，咱们公司的员工很多都是要加班的。当然，这可不是咱们要求的，而是他们自愿主动在加班。加班还有自愿主动的？苏阳奇怪了，谁还会下班不开溜啊？杨银玉边给苏阳搅拌着热干面，边轻笑着说：阳儿，是这样的，我们雪山集团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半，但是我们6点钟才有免费班车乘坐。你也知道魔都下班高峰肯定会很拥堵，他们早点下班还是一样会堵在路上，还不如等免费车呢，所以都会主动加班半个小时。而且我们公司的晚餐是在晚上7点钟才开放的，如果他们回家自己做饭，还得花时间花精力，于是又主动加班1个小时，等吃完晚饭再回去。而当他们吃饱饭之后，公司的班车已经下班了，他们就得自己打车了，而加班到晚上9点后打车回家，公司是给报销的。这样的话，谁还愿意去挤公交挤地铁？于是就又主动加班2个小时。那他们都没有怨言吗？苏阳就有疑问了。江瑶夹起一截肠粉沾好汁，娇艳小手捧在下边，塞进他的嘴里，笑道：能有什么怨言呀？我们可是从不强制员工加班加点的，下班就能随时走人，但是他们大部分却自愿主动留下来，而且还能拿加班费。毕竟我们跟其他小公司不同，他们只学会了大公司的996，但在福利和待遇上却没有跟上来。那些公司的员工自然就有怨言，天天抱怨996了呀。这倒也是苏阳吃着瑶瑶姐的头味，却也理解了，如果是他在这里工作的话，估计他都愿意加班。反正吃晚饭去哪里不是吃，还不如在公司吃免费的大餐，而且还有这么多娱乐区、休闲区，还有各种免费的咖啡奶茶。简单总结就是，有事的时候准点下班走人，没事的话就还真不如吃完饭在工位上摸鱼蹭个加班费，再打车回家。第81女帝身边的红人吃过早餐之后，苏阳就被江瑶挽着胳膊，跟随着杨英玉一路来到位于顶层99楼。阳儿，这一层除了我和瑶瑶的办公室以外，就是我们俩的秘书团还有助理团办公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人。杨英玉拉着儿子的手，踩着小高跟，满脸柔和笑意，如同女王一般带着他巡视着这片领地。苏阳看着这一个个豪华的休闲区、办公区和办公室，有些好奇地问：这一层的面积估计都有1万多平方了吧？妈，你们的秘书团和助理团是有多少人啊？杨英玉柔声给儿子介绍道，准确地说，这面积是180米乘180米，单层2.2万平方米的超大平面。我跟瑶瑶各自有着一个24人制的秘书团和24人制的助理团，而这些秘书和助理也会配有他们的助手，大概有200人在这一层办公。原来是这样啊，苏阳倒也明白了。毕竟按照自家母上大人所掌控的产业，要是没有2个精英团队辅助管理，那肯定能忙死自己。这就相当于古代帝王，要懂得用人分权限下去，要不然还怎么享受生活？几人边聊着天，很快就走进了杨英玉的董事长专属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牛逼了，面积起码占据了数百平方，除了办公区，还有像家里客厅那样的休息区，而且还配有装修的像总统套房一样的休息室，还自带茶水间、卫生间、浴室。整个空间的装修布置也是美轮美奂，欧式的水晶灯，周边挂着精美的字画，书架上摆放整齐各种名著，地面全是天然大理石铺上厚实的地毯，办公家具全是名贵木材或者真皮软质，还有各种贵金属、水晶等原材料来装饰。周围还有一些绿意葱葱的精致盆栽，对外望去是2面落地玻璃墙，一眼就能看到黄浦江的江景，没有任何遮挡，这完全就跟豪华别墅完全没啥区别了，甚至更胜一筹。苏阳站在落地窗前，在这栋大楼的顶端俯瞰整个魔都的波澜壮阔景色，此时也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犹如他是这座摩天大厦的主人，正在俯瞰着芸芸众生，所有人都臣服于他的脚下。难怪大多数公司的老板办公室都会设置最高层了，这种无形中产生的统治感，还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是一种掌控万人命运，一句话就可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征服爽感。苏阳估计自己长期保持这种状态，
也会给他的气质在无形中增加一些上位者的威压。苏少，喝杯咖啡提提神吧。这是杨董平时喝开的牙买加蓝山咖啡豆，一个戴着精致首饰、很是精心打扮的大卷发秘书，捧着咖啡走到苏阳身边，双手递给他，笑道。苏阳接过咖啡，不由得看了他一眼。不得不说，母上大人身边的这些秘书，一个个真的很漂亮，很惹眼，莺莺燕燕各有千秋，都是90分以上的大美女。就像眼前这位美女秘书，脸蛋带着娇美笑容，纤腰挺直，让她衬衣下的欧派规模更加的突出。发现他在打量她的时候，还大着胆子朝她抛了几个媚眼。你叫什么名字？苏阳笑了笑，朝他问道。魏铃兰。精卫的卫，铃兰花的铃兰。大卷发秘书笑眯眯的回道。名字挺好听的，是我妈妈告诉你们我的身份的吗？苏阳喝了一口咖啡，果然不愧是顶级咖啡豆手工研磨的，喝到嘴里非常的香美和顺滑，而且还有一点水果的味道。是呀，早上杨董就在群里发了信息通知我们，不过就算杨董不跟我们说，我们也能猜出来。魏铃兰巧笑嫣然的说道。哦，为什么？苏阳倒是好奇了。因为杨董的办公桌就放有你的照片呀，我们也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你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能认出你来了。魏铃兰理所当然的说着，衬衣领口露出的小片雪白的肌肤很是性感。苏阳懂了，按照自家母上大人那天生厌男的性格，能在办公桌上放上一个年轻男子的照片，他的这些一直在身边做事的秘书们又哪里还能猜不到一些实情。铃兰，你这是在勾搭咱家少爷吗？江瑶笑着走了过去，在魏铃兰的皮骨上上了一巴掌。江总，人家哪有呀？魏铃兰脸蛋微微一红，捂着皮骨开溜。杨映玉也捧着一杯咖啡，气态恬静的走了过来，温婉笑道。铃兰这妮子倒是会找机会搭讪，阳儿要是你看上她的话，妈妈帮你抓她回去给你暖床。阿阳，要不要姐姐喊上铃兰今晚陪你啊？江瑶也格外风情万种的摇着她的胳膊。苏阳哭笑不得的扯开话题，问妈，你的这些秘书助理怎么看起来都这么年轻啊？这个瑶瑶你来跟阳儿说吧。杨映玉突然脸涌微红，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哦，苏阳倒是很少看到自家母上大人这么娇媚的时候。江瑶咯咯娇笑，抿了抿红润的嘴唇，给他解释道。阿阳，你也知道你妈妈天生厌男的，她只能接触你一个男子，所以对于其他男人的气息之类的也会很反感，这就必须要求身边的秘书和助理都要保持单身，要不然他们跟男朋友做了什么亲密的接触，再来公司上班的话，那岂不是就把别的男人的气息也带到工作中来了？于是一旦有秘书或者助理谈男朋友了，就得主动打申请调离岗位。我们再重新提别的人上来，咱们的董秘和董柱可谓是女帝身边的大红人亲信，在整个集团的权力都是很大的，有的是年轻貌美能力又强的人给我们挑选，但是如果他们隐瞒不报的话，被我们发现了，就直接进入集团黑名单，无法在你妈妈的所有产业和合作商公司再进行任职。而主动报备打申请调离岗位，还能调到一个不错的领导层职位，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傻到去隐瞒。毕竟他们在你妈妈身边工作这么久了，也都了解你妈妈手上的资产有多么恐怖，这就造成了我们俩身边的秘书团和助理团基本上都是20多岁，最高不超过35岁的靓丽女子，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助理还是跟了你妈妈10年的事业新女人，今年刚35。苏阳听完江瑶的话之后，终于是了解了，没想到母上大人会病得这么严重，居然连异性的气息都不能接近。不过只需要维持单身，就能在女帝身边做事当红人，这点牺牲对于想搞事业的女人来说还真不算什么。而自己是雪山集团的太子爷，未来还会子承母业成为他们要侍候的老板，自然就会对自己产生好奇和讨好了。看来强制单身的这个条件必须要继续继承下去。苏阳感觉自己也受到了母上大人的影响，不喜欢身边做事的人染上其他男人的味道来，原来他自己也病得不轻啊，这肯定是遗传。第82，狠狠的纵容，就宠就惯着。董事长办公室的豪华休息区里，苏阳坐在柔软的真皮沙发上，面前各种新鲜的茶点水果一应俱全，江瑶像个乖巧小媳妇一样挨在他身边。妈，我在公司会到哪个部门上班啊？苏阳有些好奇地看向坐在侧边优雅叠放着二郎腿的母上大人。杨莹玉看着儿子笑了笑，柔声道，之前雪山集团的总裁是我在兼任着的，我打算把总裁这位置让你来担任，然后给你成立一个新的投资部门，让你管理，先练练手，不知道杨儿你怎么看？苏阳自然没意见，搓搓手道，我都行。妈，我这个部门能操作多少投资资金啊？杨莹玉风韵荡漾地抬起艳美小手，
伸出3根涂着身子水晶甲的修长玉指，调皮的朝儿子眨眼道：“这个数，30亿。”苏阳眼睛发亮，杨英玉揶揄的笑道：“妈妈怎么可能这么小气呢？是300亿哦。”300亿，这么多！苏阳直接傻眼了。杨英玉捏了捏儿子的脸，微微抿嘴笑：“这算得了什么？你妈妈我能动用的流动资金超过1万亿，闲置资金也有2000多亿，300亿也就相当于妈妈拥有的资产1个月的纯利润。妈，你就不怕我把这300亿都亏光了吗？”苏阳被母上大人的豪气给震撼住了，杨英玉脸上的温柔之色更浓了。这个有什么好怕的？300亿而已，妈妈能拿出来这笔钱，就是打算任由你随便玩，反正就当锻炼换经验了。妈妈也没有要求杨儿你需要做出什么成绩来，只要能让你玩得开心，一切就值得。妈，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苏阳紧紧地抱着自家母上大人，江瑶也笑眯眯地羡慕道：“杨姨，你对阿阳是真的纵容啊，拿300亿出来，居然只是让阿阳用来玩的。”杨英玉气态雍容地笑了起来：“没办法呀，谁让杨儿是我亲儿子呢？我就要宠他惯着他。杨儿就是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自家的小谈会结束之后，杨英玉的秘书也已经通知了整个雪山集团的管理层，召开了一个会议。母上大人在会议室公布了苏阳的身份，并且把苏阳的职位任命为雪山集团的总裁。除了拥有管理公司的权限之外，还全权负责新创建的新风向投资部。这种正规任命的职位，能让苏阳在雪山集团更方便的指挥人。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杨英玉还给苏阳介绍认识了一下公司各部门经理。除此之外，就是新风向投资部的行政人员调动任命。毕竟这可是太子爷的投资部门，那些被调到新风向的管理人员兴奋的差点没高呼起来。而当任命文件传遍整个集团之后，所有的员工，特别是那些还不知道苏阳身份的普通员工，更是直接在风中凌乱，彻底震惊了。我的天，雪山集团居然入驻了一位男总裁！不是说雪山集团只招聘女员工的吗？不是说杨董和江总都很厌恶男人的吗？而现在雪山集团上万女员工都被一个男总裁所统治，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唯有等他们的领导开完会回来之后，小声对这些普通员工透露了苏阳的身份，这些普通员工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躺在万花丛中的男人居然是太子爷。不少姿色出众的女员工都开始在幻想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白日梦了。而这一边，苏阳带着江瑶已经来到妈妈给他安排的总裁专属豪华办公室了。这个豪华办公室可是一点都不比母上大人那个差的，母上大人还要处理今天的工作，所以苏阳就没留在杨英玉的办公室打扰他了。而且他也要好好想想自己该怎么运用那300亿的投资资金。瑶瑶姐，我发现咱们公司的员工们好像很少有买车的呀。苏阳以后就要在雪山集团公司了，初来乍到之下，他就想了解多一些员工的信息。这个问题是他早上看到那么多员工都要坐班车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按理来说，雪山集团的员工薪资可是很高的，不应该都要坐班车的啊。江瑶优雅地侧坐在他的大腿上，捧着一杯咖啡，小口地抿着，声线很撩人的笑道：“阿阳，这就是你不懂女人了。其实女人是不太追求车子房子的，她们更愿意把钱花到名牌包包、奢侈品、服装首饰、高跟鞋、名牌化妆品、护肤品，或者租住更豪华的公寓。毕竟女人天生爱美，车子房子什么的不算是刚需，而且魔都的交通又很是方便，所以除了工资待遇很高的领导阶层，很少会花钱去买车的。”苏阳懂了，这就是女人跟男人的不同。女人可以活得相对轻松，因为她们只需要嫁一个男人，那就什么都有了。更何况还是雪山集团的女员工们，她们的眼界肯定会更高。能入她们眼里的男人，怎么也得是个年入100万的小富翁。但是男人就不一样了，男人要保证有车有房有钱，才敢去娶媳妇。所以说，女人跟男人的消费观是完全不一样的。阿阳，你打算从哪个行业开始试水啊？江瑶晃了晃那双裹着黑丝的大长腿，眸子亮晶晶地朝他问道。苏阳揽着自家女友的纤腰，看着他那张分外诱人的柔媚脸蛋，不答反问道：“瑶瑶姐，你觉得目前有什么风口适合投资的吗？”风口？江瑶眨了眨美眸，理所当然地说道：“那自然就是科技和互联网啊，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苏阳点点头，没错，我自己也调查了一下这些年的时代风口，从早年的国资私有，到房地产大热，再到互联网、电子产品，而互联网是诞生最多富豪的地方，特别是共享经济、电商、直播、短视频这几个大风口。至于其他的实体产业，投资时间需要很长才能看到收益，而且我妈基本都已经占据了所有实体产业了，我再搞也只能算小打小闹了。所以
我的目标暂时还是锁定在互联网这个区域。第83花雪芙来信，人脉就是资源。杨怡的产业确实是偏向实业的，你要是弄互联网，倒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只不过现在互联网也基本上饱和了，很难有什么新的火爆产品，除非硬件和网络的提升，才能有更大的发展。江瑶认同地说道。他说的其实也是目前时代的主流观点。电商当年能火爆，就是因为网络的普及，而短视频、抖音之类的火爆，就是得益于 4G、5G 的普及。当网民们拥有的网络和流量更快、更多、更大的时候，自然就能诞生一些新的商机。要不然，当年明明是企鹅在13年先推出的短视频微视，为什么最终会败给了16年推出抖音？还不就是那时候网民的流量还很慢，大部分都停留在2G、3G 的网络，流量包也很小，根本不舍得用来这样狂刷视频。所以只能说微视生不逢时，在没有它生存土壤的时候诞生，然后发现数据并不好，部门的预测未来前景也不看好的情况下，最终直接项目被砍软件下架。直到 4G、5G 网络的普及，快手、抖音的相继爆火，企鹅这才重启短视频的项目。但这个时候江山已经被快手和抖音平分，已经错过最佳入场点了，后面更是被抖音独占大半江山。最后企鹅只能认栽，放弃掉了这个新时代的巨大风口。而苏阳自然也明白这点，所以他倒也没有说现在自己开创一个新的风口，或者说要推出同款产品跟这些互联网巨头进行竞争，而是继续在目前最热门的互联网风口中投资试水一些新东西。起码这些新东西是自己亲妈这种偏向实体经济的女强人所不会去玩或者不屑去玩的东西。毕竟从母上大人所布局的闭环资产就能看出，自家亲妈更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而实体经济绝对是比互联网经济更能防控金融风险。因为只要实体还在这里，那么它的价值就一直在那，而互联网产品一旦做不起来，那么它的所有资产就只剩几台电脑和一些办公座椅了。但是实体经济的缺点就是时间周期很长，利润率也很有上限，而互联网产品要是能爆火起来，能带来的利润能超达到100倍、1000倍。所以实体经济好处是稳定，互联网经济就是上限高。当然了，苏阳也没这么快就会决定要从哪方面入手，他目前首要的还得先了解自家雪山集团的资料，只有做到对自己掌控的资产了然于胸，他才能更放得开手脚去施展自己的投资计划。这才第一天上班，用不着这么着急就乱投钱，得有一个充分的适应期，才能产生自己的个人见解。苏阳想到这里，咧嘴一笑，捏了捏江瑶格外精致的宝石耳坠，说道：瑶瑶姐，帮我准备一下公司的客户资料、财务报表、业绩报表、市场调研、项目汇总等等各种各样的文件。我想先摸清咱们公司大致的一些基本信息。他所说的东西全都是雪山集团最重要的文件，一般也只有管理层才有资格查看的。但是现在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雪山集团总裁，自然能够随意浏览这些文件资料了。没问题，我现在就让铃兰给你拿过来。江瑶吧唧的亲了他嘴巴一下，就笑盈盈的站了起来。魏铃兰现在也被自家母上大人调任到苏阳身边，暂时担任他的秘书了，包括了魏铃兰自己的助手团，所以现在苏阳手头上能用的人还是蛮多的。没过多久，一摞摞的雪山集团资料就被整齐的放到了苏阳的办公桌上。看着这像小山一样的文件资料，苏阳知道自己的事业还是任重而道远啊。苏阳看了半天的文件资料，才终于对雪山集团的大致框架有了一些了解。其实雪山大厦说是有1万行政人员在这里上班，实际上差不多有小半的员工只是在公司留有工位，上班却是要到各个分公司去视察监督或者出差、组织活动、执行营销方案等等工作内容。所以常住在雪山集团办公的大概就是6、7千人。当然这也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也就雪山集团这样的一栋99层的摩天大厦才能同时容纳这么多人的办公用。井号39和其他的话继续给他解释道，而沪上2朵花说的就是你妈妈代表的杨家和雪芙他们的花家，这2家一直都是世交，一家主政，一家经商。这首打油诗里面所蕴含的信息是普通人家时代都无法了解和涉足的阶层和领域。苏阳不确定的又问了一句，那这跟字节跳动球上花家有什么关联？江瑶娇媚无端的笑道，阿阳，你不会还不知道我们龙国士官字头最大吧？任何资本在官府面前都只是一盘丰盛的大餐，随手可吃。有些人曾经想过反抗，但是你可以看到阿里的马帅云被迫退休，辞掉董事长职务，从此不再露头。狗东的刘强西这几年不也出事了？所以一旦哪个资本没有一尊大靠山，特别是这些根基很浅的互联网的巨头们，还不是随便人拿捏。苏阳听完江瑶的话之后，
好笑的拍拍自己后脑勺，自嘲道：“看来我还是没把普通人的视角彻底转变啊，连这里面的内情都看不清。”江瑶扑哧笑了出来，捧着他的脸庞娇声说道：“这怎么能怪你？你以前都没接触过这些，我也是从小跟在你妈妈的身边，耳濡目染之下才了解到上层社会更深入的内情。如果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这些啊。所以我们都是需要一个见识和听闻的过程。我相信不用2年时间，你肯定比瑶瑶姐我懂得都多，厉害得多。”苏阳看着瑶瑶姐那双流光溢彩的美眸里所溢出来的浅笑，忍不住亲了一下她的眼角，笑说：“得此红颜知己，夫复何求啊！”江瑶满是得意的仰着雪白的下巴，傲娇道：“现在知道瑶皇后的重要性了吧？”苏阳摸着江瑶那双浑圆修直的黑丝美腿，看着她那一副魅惑众生相，真切的觉得自家女友是多么的美丽动人，让他神魂颠倒，直接一把就横抱她起来。瑶皇后，朕要狠狠的奖励你才行了。讨厌大王，你又要去休息室玩游戏了呀？玩你妹！下午5点，苏阳跟母上大人说了一声，就带着瑶瑶提前下班走人了。江瑶重新换了一身精致的装扮，非常的花枝招展，淑女碎花泡泡袖，黑色连衣裙，露出冰雪肌肤的胳膊，油光肉色丝袜裹着她很有质感的美腿，一头栗色大卷发披在单边的肩膀上，让她充满了御姐的风情。脚丫子踩着的一双水晶高跟鞋，亮晶晶的，很是漂亮。俩人坐上了再早就被小青开来在楼下等候的劳斯莱斯。瑶瑶姐，你到底有多少双高跟鞋啊？苏阳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刚才在江瑶的办公室休息套房里，他就看到满地眼花缭乱的名贵高跟鞋。以前每次见到江瑶，也会发现她都会穿着款式不同的高跟鞋，而且每一双都很新很精致。江瑶笑着把一双小腿搁在他的膝盖上，摇晃着脚丫子上的高跟鞋说：“阿阳，你可能还不知道人家是一个重度丝袜控和高跟鞋控的女生呢。我在家里的鞋柜起码放了上百双高跟鞋，而且每次新出的鞋子也会有人给我送来，所以我基本上1天1换，要不然就真穿不过来了。”苏阳像查看艺术品一样，捏着瑶瑶姐那双水晶高跟鞋上下打量。这种水晶高跟鞋，不是说整只鞋子都是用水晶雕刻出来的那种，而是在鞋面上抹了一层粉光闪闪的碎晶石，让鞋面看上去充满折射感，亮晶晶的，像一层粉钻，非常唯美。重度丝袜控又是什么？苏阳继续对着江瑶八卦女生的事。江瑶笑颜如花地说：“就是喜欢穿各种丝袜啊，我有着成堆成堆的丝袜，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各种图案，各种品牌的都有，基本上穿过就扔了，属于一次性的消耗品，这不浪费吗？你扔哪里了？我去捡。”苏阳咧咧嘴，这可是原味丝袜啊。江瑶咯咯娇笑地伸出沁香的指尖，戳了戳他的额头，扔的时候都被女管家给剪碎了，你捡来有何用？好吧，苏阳被瑶瑶姐看穿了心里的想法，也不尴尬，毕竟都是坦诚相待过的自家女友了。大手直接抓在江瑶带着暖香的小腿上，继续点评说：“不过你这丝袜的质量是真的薄，还滑溜溜的，真怕一不小心给你弄破了。阿阳，那以后我天天穿各种不同的丝袜和高跟鞋给你看，好不好？”江瑶眨巴着一双丹凤眼，卖萌道：“她的这双紧致修长的大长腿是真的蛮无敌的，被这种超薄肉色油光丝袜裹着，更是充满了御姐的妩媚。就只是单纯的看吗？”苏阳厚着脸皮道：“那你还想怎么样？”江瑶嘴角微微翘起，脚丫子咯噔一下，踢掉高跟鞋，光着2只肉丝脚丫踩在他的膝盖上。嗨嗨，就单纯看也挺好的。苏阳咳嗽了一声，深知他的那些奇怪的属性都被自家女友给发现了。那你帮我揉揉脚，人家今天都累死了呢。江瑶涂着嫣红美甲的小脚丫在他膝盖上踩呀踩的。苏阳二话不说，抱着他的脚丫子就给他揉脚，嘴上还一本正经：“辛苦瑶瑶姐了。”嗯呢。江瑶歪着脑袋靠在车门上，笑眯眯的看他。两人真的就是一个夫唱妇随，心里完全跟个明镜似的了。第85直球的花雪服，下午5点半多，劳斯莱斯就稳稳地停在了望江阁门前。苏阳上次跟江瑶来过一次，倒也轻车熟路了，牵着江瑶的小手下了车，就走进了这家母上大人开的豪华饭店。原本他以为他们5点钟就出发，已经是提前到了，没想到大厅经理汇报说花雪服已经开好包间在等候了。看来花雪服也是一个会提前赴约的人啊。雪服，你来的真早。江瑶刚进贵宾包间，就笑滋滋的走了过来，跟花雪服抱在了一起。今天花雪服也明显是精心打扮过的，身穿一条美人鱼裙摆的香奈儿白色印花长裙，搭配同色的一双迪奥系高跟鞋，秀丽的黑长直头发披在脑后，
露在裙摆外的素白长腿裹着肉丝，清丽的面容依旧如此的明丽耀人。花雪芙跟江瑶抱着说了一会话之后，就哒哒哒的踩着高跟鞋来到苏阳面前，笑容很迷人的打招呼：“嗨，苏阳，咱们又见面了。”苏阳上下打量着眼前的明丽女子，也笑道：“几天没见，感觉雪芙你又漂亮了呀。”他对花雪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身上那股让人见之忘俗的清丽气质，当然了，还有她闷骚的性格。这叫女为悦己者容。花雪芙眨了眨清丽眼眸，很是直球的轻笑起来。江瑶眼神充满捉弄意味的嗔道：“你们俩当我不存在是吧？才第2次见面就眉目传情了。”苏阳笑了笑，搂着江瑶的小蛮腰说：“我们还是坐下来再聊吧。”等3人都围着餐桌坐下来之后，苏阳就好奇的朝花雪芙问道：“雪芙，你先跟我说一下这个字节跳动的事吧。”可以。花雪芙优雅的翘着2郎腿，修腰与围裙包裹着的皮骨看起来更加的浑圆。她单手托着脸蛋，眼眸看向苏阳。据说京城那边有官宦子弟盯上了字界，注资100个亿就想要字界的40%的股份。字界跳动的老板张大明自然不可能答应，毕竟字界背靠今天头条、抖音，已经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超级独角兽。去年的营收就高达800亿美刀，最新估值也早就突破2000亿美刀。虽然这只是估值，但却也证明了字界的巨大潜力。怎么可能区100亿软妹币就想拿下字界40%的股份？而在张大明拒绝了这位官宦子弟之后，这个官宦子弟只是跟他爷爷说了一句：“爷爷，我要这个。”字界就直接开始被龙国京城的官府查办了。你也知道，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就没有哪个没有黑历史的，他们的发家全是在灰色地带扩张的。像当年的千度竞价排名事件，用搜索词条误导了数以百万计的网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都能直接从龙国互联网3巨头 BAT 中彻底坠落，被字界顶上了3巨头行列。阿里妈妈的淘猫同样也是靠着各种盗版商家、山寨品牌、低端低价劣质商品起家的，成规模之后才开始剔除这些商家，慢慢转型正规。之后还被拼夕夕接手了那些商家主做下沉市场，抢夺了那批底层用户，然后跟着阿里妈妈的路，也在做大最强之后开始转型。企鹅就更不用说了，很多人都说它是一家没有节操、只会抄袭的公司，但实际上，国内几个互联网巨头就没有不是抄袭起家的，全都是国外的产品线复制改良进行本土化。而字界自然也同样有着这些黑历史。今天头条的发展就是吃了当时国内版权环境差的红利，虽然满足了各大用户的内容需求，但是完全没有尊重内容的生产者。在今天头条刚上线的时候，还主打一个我不生产内容，只是内容的搬运工。包括目前字界跳动的牌面产品抖音，也是学习企鹅山寨快手，各种抄袭、跟风、滥用音乐版权等等违规行为。同时，字界系产品所走的广告路线也充满了各种虚假广告，只要给钱，什么烂广告都接。这些广告也完全经不起审查的。之前国外就利用这些问题，打压禁用过外国版的抖音，强制要求字界跳动出售股份，而国内更是字界的大本营，正要严查他的话，字界绝对能被直接管控。这不，字界的老板张大明就想要找个不那么贪心的靠山，借势抵御京城那个官宦子弟的威胁。而我们花家在京城有人脉，在魔都周边跟你杨家的配合更是强悍的如同护城河一般。魔都又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也非常适合字界的发展，所以这张大明自然就找上咱们来了。苏阳听完花雪芙的讲述之后，心里也是有些感叹，果然就如同瑶瑶姐跟他说的那样，龙国就是官字头最大，再牛逼的互联网巨头也挡不住一句爷爷我要这个。而各大互联网巨头的黑历史，他自然也都有所耳闻，也正应了自家母上大人那句话，良心没了只会赚得更多，这就是财富的真相。所以这些互联网巨头因为是从灰色地带起家的，自身就带有很多隐患，主要就是看有没有人去追究，有没有人去严查而已。这可不是说你洗白了之后就能当没事发生的。更何况像字界这个互联网新巨头，还在扩张巩固地盘阶段，都还没开始洗白。雪芙，那个张大明什么时候过来？苏阳想了想问了他一句。花雪芙将发梢往后撩一撩，露出他那张清丽脸蛋，笑道：他已经在魔都待了3天，拜访了我们花家不少人，包括我姑姑。我让他6点半准时到这边，给咱们留些时间先聊聊。江瑶也有些好奇地问道：那他打算怎么合作？花雪芙抿了抿娇润的红唇，牵动嘴角的美人痣，笑容很迷人地说道：投资100亿软妹币，占字界20%股份。我去，这便宜是真够大的。苏阳听到这话，心里忍不住叫了出来。
按照自界目前2000亿美刀的估值，这20%股份就相当于400亿美刀，差不多2800亿软妹币了呀。果然，这年头，普通人奋斗一辈子都比不上像他这样，靠着家里人脉关系，就拥有享用不尽的资源，随便一个投资人梦寐以求的机遇，在他眼前，也只不过是一句话就能获取。当然了，张大明这相当于送钱的行为，其实真正在乎的是那些钱无法给予的东西。只要有了靠山，他所拥有的财富才能不会被人强取豪夺，也不会被制裁而大幅缩水。所以，对于张大明来说，这点代价根本不值一提。苏阳想了想，把心里另一个疑虑说了出来：要是我投了自界，那个京城的官宦子弟，还有他所在的家族，会不会对咱们进行报复？这个官宦子弟在京城确实很牛，家世跟我们花家比也丝毫不差。但是我们花家再加上你的话，这种官宦子弟10个都不够我们打的。花雪芙咯咯笑着说道，高跟鞋晃悠着，足尖不经意地蹭了一下苏阳的小腿。他这次并没有说杨家，而是说你，苏阳。准确地说，就是苏阳背后代表的苏家和杨家。岭南王的家世，在整个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哪还用畏惧别人？而苏阳还不知道他话中还藏着其他意思呢。见他说的轻松，倒也没有顾虑了，点头笑道：那就行，我对于自界还是很感兴趣的。第86海的味道我喜欢。傍晚6点半的时候，自界跳动的张大明就领着创始人之一的梁宏博准时来到了包间。两位自界的大佬在进来之后却是满脸小心翼翼，神色也难掩焦虑，显然被这件事给愁坏了脑袋。花雪芙一改在苏阳面前清丽可人的模样，面无表情地抬起手腕看了看那块精致的女士腕表，清冷地说：张总、梁总，挺准时的呀。虽然花雪芙的年龄比他们还年轻很多，但那股子从小在家族里渲染而出的气场，还是让两位老总都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张大明满脸陪笑地说：花小姐，不知道合作的事情今天能不能彻底定下来？花雪芙伸手示意了一下身边的苏阳，这是杨家的公子苏阳，他对你的公司还算有兴趣，你能谈下来，那合作就能定。张大明顿时眼睛一亮，满怀希冀地看向坐在两女中间的这个年轻人。他在来之前自然也都做过一番调查，深知这位年轻人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绝对比花家还要强大。这次合作的谈判出乎意料的顺利，苏阳对于商业谈判还不算熟悉，所以都是让江瑶来提条件的。投资100亿软妹币，占自界跳动20%股份，也只是张大明初步的意向，那是还能再谈的。最终达成的合作，就变成了苏阳注资100亿软妹币，获得自界跳动25%的股份，同时成为自界跳动董事会一员，按照股份的比例，在自界股东大会上拥有更高的表决权。夜晚8点多，张大明和梁宏博满脸笑容的拿着起草的协议，走出了望江阁饭店。明天正式前往雪山大厦进行签约，转让股份。对于解决了靠山这个问题，着实让张大明和梁宏博大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花了自界25%股份的代价，才换取了100亿的资金，但是从今往后，双方就是有着利益捆绑的利益共同体，起码不用担心有不长眼的官宦子弟再对自界下手了。也只有放下心中的这块大石头，他们才能放开手脚去施展自己的目标。而苏阳和江瑶还有花雪芙离开了望江阁之后，直接来到了黄浦江畔上散步。这段时间经历的各种事情，对于苏阳来说也同样很是奇妙的。以前的他就像芸芸众生中很普通的一个大学毕业生，但是自从跟自家亲妈相认之后，感觉自己身边的一切都变了。传说中的互联网大佬，在自己面前也只能是卑躬屈膝的份。他从以前一个可有可无的平凡人，变成世界围着他转的主角一般，很多人很多事都聚集在了他的身边。这一切却只是因为自己身份的转变而带来的变化。难怪都说，有的人一出生就在骡马，有的人生来就是牛马。身份这个东西，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基本上注定了一个人今后所能掌握的资源，所能取得的成就。阿阳，你有没有什么梦想和目标啊？江瑶脸上洋溢着喜气，挽着他的胳膊走在江边上，笑颜如花地问他。以前可能还没有，但是现在还真有一个。苏阳咧了咧嘴说道。花雪芙拎着包包，踩着高跟鞋，也好奇地朝他看了过来。苏阳继续笑道，我觉得我妈那个闭环资产的模式还挺有意思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把这个模式从魔都扩大到全国，甚至全世界。花雪芙清丽淡雅的脸蛋露出浅笑，啧啧道，苏阳，你这个梦想还真是够大的，能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啊。苏阳不在意的笑了笑，不能实现的才叫梦想吗？反正就当做一个人生方向去奋斗，能不能成另说。
江瑶倒是挺着心口囔囔道：“我支持阿阳的想法。俗话说得好，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苏阳好笑的捏了捏她漂亮的脸蛋：“瑶瑶姐，你这是在拐着弯说我是咸鱼？哪有？”江瑶妩媚的白他一眼，挣脱他的爪子，拉着花雪芙往前快走了几步，然后翻转过身子来，黑丝美腿踩着水晶高跟鞋，哒哒的在苏阳前面往后退着走路。“阿阳，你帮我们看着身后，别让我们撞到人了。”苏阳哭笑不得的说：“你们也不怕摔了，走路也不正经走。”这样正面看着这两个亲熟女姐姐，还挺赏心悦目的。无论从她们漂亮的相貌，还是非常出众的身材，都属于很顶级的美人。而且两女的气质也完全不一样。江瑶柔媚的脸蛋在路灯的衬托下娇艳得很，两条浑圆的黑丝长腿简直牵动着苏阳的心，而花雪芙黑亮的秀发也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绸缎般的光泽，肉丝玉足踩着的3英寸黑色高跟鞋更是让她多了几分婀娜多姿的性感，特别是她嘴角的美人痣，在那张清丽脸蛋的衬托下也愈发动人。“苏阳，我和瑶瑶现在这样背着风走，晚风吹过我们再吹到你身上，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在拥抱了？”花雪芙笑着朝苏阳眨眼，腰细腿长的窈窕婉约身段在灯光下透出一道惹火的性感曲线。江瑶差点要笑出声来，摇晃着闺蜜的小手说：“雪芙，还是你够骚啊，这话都能想出来。”苏阳夸张地做出了猛吸一口气的动作，笑道：“这风还真带着你们身上的味道。阿阳，那我们香不香啊？”江瑶咯咯娇笑，对视上苏阳深邃明锐的眼睛，晚风把她脑后的卷发吹得荡起，飘在脸侧。“香。”苏阳笑了笑，“就是有股海鲜味，海的味道我喜欢。”花雪芙脸蛋也噙着清丽的笑容，清脆了一声：“呸，海鲜味是江面飘来的，我们身上只有香香的。”苏阳哈哈一乐，突然瞧见花雪芙脚下的高跟鞋，不小心踩到草皮边缘的缝隙，小心啊！花雪芙那只3英寸的尖细高跟果然卡在了上面，脚步一乱，直接往前面一扑。苏阳上前一步，将她小腰一搂，顺手把她成熟沁香的身子抱在怀里。幸好有你在。花雪芙低头理着中间的乱发，眼神带着狡黠，装作不好意思抬头看她。“雪芙，你是故意的吧？”江瑶在一旁双手叉腰，奶还看不出这个闷骚闺蜜的手段。“哪有，我又看不到后面的路况，你又不扶一下哦。”花雪芙委屈巴拉的看着江瑶说道。江瑶呵呵了一声，表示姚皇后已经看穿一切。第87，一个个都是戏精。苏阳倒是没计较这些，扶着花雪芙站稳之后，就弯下腰来：“你站好了，我帮你把鞋跟拔出来。”“哦，谢谢。”花雪芙扶着苏阳的肩膀，神色间跳动着得逞的俏皮。江瑶捕抓到闺蜜的神色，好气又好笑的横了她一眼。花雪芙连忙求饶似的给了闺蜜一个可怜巴巴的眼神，让她别再拆她台了。江瑶妩媚的白她一眼，倒也没有再去掀穿闺蜜了，反正姚皇后的位置姐姐都坐稳了，自家闺蜜最多当个贵妃。而苏阳此时已经伸手握住花雪芙那只精致的迪奥高跟鞋，雪芙的脚丫子应该也很小，大概36码的样子，盈手可握。那只高跟鞋的鞋面上还露出她裹着肉丝的脚背，触手细腻柔软，让苏阳忍不住心脏扑通扑通的，连忙摒除杂念，两只手穿过鞋底握在脚背上，用力往上拔了拔，总算把卡着的鞋跟给拔了出来。“搞定，你们别倒着走路了，不安全。”苏阳悄悄捏了一下花雪芙的脚背，这才站了起来说道：“阿阳，我们雪芙的脚丫子是不是也嘎嘎香啊？”江瑶娇笑的朝他做了个鬼脸。苏阳看到花雪芙清丽脸蛋带着红晕，也知道刚才自己的小动作没有瞒过他们的眼，不过他倒是厚着脸皮也调侃了一句：“跟咱家瑶瑶一样，香透了。”是香透还是想透？花雪芙却是窃喜的接上了一句。苏阳扑哧一声猛圈道：“难怪都说不是一类人就玩不到一起。雪芙，你跟咱家瑶瑶姐是真能开车。”江瑶有些嗲的挽着他胳膊说：“谁会开车了？人家才不会开呢，我只是特会摇的姚皇后。”苏阳笑了笑说：“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花雪芙小手掩着嘴也在偷笑，点点头嗯了一声，那淡雅出尘的气质很是吸引人。江瑶挽着苏阳的胳膊走了几步路，突然身子却是一歪，动了动脚丫子，皱起眉头：“阿阳，我脚好像崴了。”花雪芙瞪大清丽眼眸，看着在睁眼说瞎话的闺蜜：“瑶瑶，你是真不吃亏啊？”“不会吧？”苏阳也一脸的怀疑：“有这妖巧吗？一个鞋跟卡缝隙，一个走几步路就崴脚，真的。”江瑶可怜巴巴的看着他：“那怎么办？”苏阳哭笑不得的问道。江瑶眼珠子咕噜噜的转动，
嘻嘻一笑，你背我回去。我真是欠你的。苏阳对于死皮赖脸的江瑶也没有办法，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走到他面前，背对着弯下腰来，说了一句：上来吧。阿阳，你再往下一点点，人家穿着裙子呢。江瑶身上的淑女连衣裙还真不能岔太开的腿，要不然就走光了。苏阳自然也知道这一点，只能继续往下蹲了蹲。江瑶咯咯一笑，这才搂着他的脖子，在他耳朵上亲了一口，双腿夹在他的腰上。小杨子，可以起驾回宫了。滚！叫大王！苏阳赏了他屁股一巴掌，背着他香软的身子站了起来。嘤嘤，大王好凶啊！臣妾怕怕。江瑶笑眯眯地趴在他的肩膀上，朝花雪芙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咔咔咔，演戏谁还不会啊？本宫也是戏精好伐？你丫的就是想被我怕！苏阳拖着江瑶的两条黑丝玉腿，往前边停着的劳斯莱斯走去。花雪芙白了一眼还在得意傲娇的江瑶，眼珠子一转，突然笑盈盈地提议道：苏阳，瑶瑶，改天有空，不如我们一起出海去玩吧？魔都都没啥好玩的地方了。可以啊，我对出海也蛮有兴趣的。苏阳眼睛微微一亮，他以前还真没怎么出过海，一想到游艇、比基尼、美女，就感觉很新鲜。江瑶也脸带明媚笑靥的卖萌道：我听我家阿阳的，那就这样说定了，到时候我们叫上米儿，咱们一起穿泳衣到海上游玩。花雪芙顾盼生姿的笑道。夜晚10点，自家别墅里，苏阳和江瑶洗完澡后，坐在床上，被江瑶借口脚还疼，抱着他的娇艳脚丫子，给他揉脚。瑶瑶姐，你这演技能拿奥斯卡了，真能演啊！苏阳口不对心的吐槽了一句，捏着他嫣红美甲的脚趾。江瑶眯着狐媚眼眸，随着他揉捏的动作，哼哼哈哈的，也不搭话。滴答一声，苏阳的微信弹出一条新信息，侧头瞄了一眼手机屏幕。花雪芙，苏阳等于 Oh my god 等于哦，我刚才塞了一个小礼物到你口袋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礼物？苏阳还真没发现，丢下江瑶的美脚，爬起来就去洗手间找到放换洗衣物的竹篮子，扒开上面几件性感的小布料，找到自己的衣服翻了翻，果然一团柔软的肉色丝袜出现在自己的手里。卧槽，这是什么时候塞自己口袋的？也不对啊，花雪芙也没脱丝袜啊。阿阳，雪芙给你什么礼物了？江瑶啪嗒啪嗒的踩着拖鞋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他的手机，显然也看到上面的信息了。这个算不算礼物？苏阳有些哭笑不得的扬了扬手里这条带着暖香的肉丝。雪芙太闷骚了。江瑶掩嘴娇笑。而在这时，苏阳的手机又响起了微信提示：花雪芙，找到了没？星号 Omega 反斜杠星号，你今晚说喜欢我身上的香味，这是我今天刚换下来的，还是原味的哦。苏阳看到这条信息，拿过手机打字：雪芙，我发现我要重新认识你了，太烧了你。花雪芙，井号39，井号39，今晚你可以让瑶瑶穿着我的原味丝袜，再跟你哼哧哼哧的做那事，这样我就也能有点参与感了。江瑶抢过手机，直接按着语音笑骂：小烧蹄子，大晚上这么浪，要不要给你拍点直播视频啊？花雪芙也笑着发来语音：瑶瑶，你愿意发的话，我肯定收藏起来慢慢看。江瑶媚笑的回道：我怕你今晚看脱虚了。卧槽，你们俩还当着我面开车呢。苏阳不能忍了，抓住江瑶两条嫩滑的胳膊，用这条丝袜反捆住她的手腕，把她香软的身子扛在肩上，就往大床走去。姚皇后，你今晚有口福了。嘤嘤嘤，大王，臣妾怕怕。第88陈勇寄信，落地归根。第二天上午，生怕夜长梦多的张大明和梁宏博10点就准时来到了雪山大厦签订合约。苏阳在雪山大厦的待客室接待了自界的这2位创始人。合同的细则在昨晚吃饭的时候就都谈过了，所以江瑶已经直接让秘书把合约范本打印了出来。张大明早就带起了字节跳动的各种相关证件还有公合同，查看过合同无误之后，双方就在上面签上了各自的名字。苏阳出资100亿软妹币，占股字界跳动25%的股份，限制5年内不能进行套现，5年后以每年5%比例开放约束。这也是张大明担心刚找到的靠山，直接转头就把股份卖了，那他们就真的血本无归了。同时，江瑶为苏阳争取到融资优先权，也就是以后假如字节跳动需要资金进行融资的话，苏阳可以优先投资，获得更多的股份，而其他没有出资的人，自然就是等比稀释。合同签订之后，苏阳带着江瑶跟张大明和梁宏博这2个字节创始人一起去了一趟工商部门，把股权结构登记信息变更过来，然后再让雪山集团的财务把那100亿的现金打到他们的账上。一切处理完毕之后，已经是当天下午了。
张大明满脸兴奋地跟苏阳握了握手，苏总，合作愉快，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还请你多多照顾一下自介。其实字节跳动背靠头条和抖音的布局，流动资金很良好，并不缺这100亿现金，但是这次合约的谈成，却能给字节的未来带来很大的好处，起码能安心的发展，稳住目前的势头，甚至把字节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话，字节的估值肯定还要再往上涨，大家手里的股权也会变得更值钱，相信很快就抵消转让给苏阳25%股份的影响。苏阳咧嘴一笑，放心，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给我。现在的字节跳动，除了张大明持股比例比他高之外，他已经成为了字节的第2大股东。假如他有野心的话，后面在字节需要资金的时候，投一笔巨款进去，把其他股东的股权稀释，说不定都能成为第1股东了。这也是很多大公司吞并其他公司所使用的手段，只要能参股进一个公司，就会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去稀释其他人的股权，除非其他的股东也能拿出相应比例的资金投入，要不然就只能不断减持手中的股权，最终导致公司被他人控股。这也是企鹅、阿里这些资本巨头最擅长的手段，通常都是这样去投资其他公司，直至最终将创始人团队彻底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掌控整个公司。不过他现在倒也没有想要夺权的想法，毕竟专业的事就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要是让苏阳自己去管理掌权字节跳动，还真未必就能做的比张大明这几个创始人好，而且管理公司是很费脑力的，还不如坐享其成，让他们去给自己赚钱更舒服。张大明和梁宏博当天下午就坐飞机飞回字节跳动的总部了，而苏阳和江瑶也直接打道回府，重新回到雪山大厦。妈，我已经搞定手上的第1笔投资了。苏阳直奔自家母上大人的办公室，忍不住要跟他分享喜悦。杨银玉放下手头上的文件，笑眯眯的起身伸了个懒腰，迎了上来，我宝贝儿子就是厉害。苏阳投入母上大人的怀抱，深吸了一口故乡的味道，笑着抬头说，妈，字节跳动那边的压力就需要你跟花家联系，帮他们支撑一下了。听说京城有个官宦子弟想要搞他，没问题，字节既然是我儿子参股的公司，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就别想乱来。杨银玉拿出一条丝巾手帕，给儿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种能为宝贝儿子遮风挡雨的感觉，让作为母亲的她很是骄傲。只要自家儿子能开心，她就能满足儿子的任何事情，这才是她一个母亲要尽到的责任。她实在是亏欠儿子太多年了。杨姨，我也要擦擦，外面热死了。江瑶也踩着高跟鞋哒哒哒走来，嘟起嘴朝杨银玉撒娇，你呀你，都比杨儿大4岁了，还像那小姑娘一样爱撒娇。杨银玉沁香的指尖戳了戳她的脑袋，柔声笑着给她也擦着鬓发间的香汗。江瑶挽着苏阳的胳膊，眼波流转，娇笑起来，阿阳都从没把我当姐姐，他昨晚的时候还让我喊他苏阳脸上一热，没让江瑶把话说完，就直接捂住了他的红唇。这坑爹的瑶瑶姐居然敢在母上大人面前掀他老底，今晚必须要狠狠教育他才行。妈，我们先回去办公室看资料了，你慢慢忙。苏阳跟母上大人说了一声，就拽着江瑶往外走。嘤，杨姨救我！江瑶掰着苏阳的大手，闷声闷气的喊着。杨银玉好笑的看着自家宝贝儿子拖着江瑶离开的身影，心里莫名产生了一丝羡慕。他感觉自己跟儿子相认之后，心态也变得有些幼稚了起来，也好想跟杨儿嘤欢乐的撒泼耍赖。而另一边，明州邮政局，陈勇站在大门前，再次检查了一下贴身带好的那封信件，抬头遥望了一眼魔都的方向，又回头看了一样岭南的方向，最终还是叹息了一声，带着那封可能会给未来带来很多变数的信件，踏进了邮政局。柜台办理快递信件的小姑娘跟陈勇说，从魔都寄到岭南阳城，用最快的 EMS 限时达，大概2天时间就能到达。陈勇填写好地址之后，看着小姑娘把那封信件装进文件袋里，贴上寄送标签，确认无误后，这才走出了邮政局。这封信件其实他还有留有备份的，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后面还会再重新寄出。不过正常情况下，现实哪里会有这么多意外，只不过是谨遵当年少爷那样，要尽量做到万无一失。估计苏家那边收到这封信件之后，很快也会来到陈家镇了吧，毕竟少爷的尸骨还安葬在陈家镇的后山呢，那里始终不是少爷该待的地方。龙国人都讲究落地归根，少爷也是时候回归祖地了。第89耶阳干预，雪山集团总裁办公室。苏阳自然还不知道200公里之外的明州所发生的事情，他此时正反扭着自家女友的手腕，按在他的细腰后。小瑶瑶，你居然敢向我妈秀我老底，你长出息了呀！呀，大王，
臣妾错了。江瑶趴在沙发室，如同一条美人鱼似的在扑腾，小腿弯起又放下，用足跟蹬他。嘿，还敢踢我是吧？明显还没认识到错误，人家哪有错了？不是实话实说吗？难道你的事还不能跟你妈妈说了？我的事当然能跟我妈说，但是那种事是能说的吗？这你都拎不清。苏阳抓住他的脚丫子，在他脚心一顿挠。哈哈哈，阿阳，别闹了！江瑶妹妹的娇呼了起来。知道错了没？错了错了。两人在沙发上闹腾了好一会儿，这才以江瑶大败，答应了苏阳一堆条件。而萧停下来，瑶瑶姐，你看雪芙又给我发信息来了。苏阳抱着一副坏掉模样的江瑶，一起窝在沙发上看手机。情侣之间的打闹，那只是生活的情趣，谁也不会真生谁的气，反而还更爱了。江瑶睁开半眯着的眼睛看了一眼，花雪芙#39#39，苏阳，恭喜你啊，成功拿下自界的大股东身份了。苏阳打字回复，这还得多谢你给介绍的投资项目，要不然我还真没啥投资方向。花雪芙#Omega Q， 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以身相许。苏阳有些好笑，还没等他打字，江瑶就已经抢过他的手机，按着语音嗔骂：雪芙你这奶还是闷烧啊，你都明烧了。花雪芙也发来语音，咯咯直笑，瑶瑶，昨晚有没有用我的丝袜跟苏阳嘶哈嘶哈呀？怎么视频都不发过来啊？江瑶得意的娇笑，不好意思，姐姐，我有的是丝袜，并没有让你有参与感呢。花雪芙幽怨的语气，瑶瑶你变了，你有了男人之后不爱我了。江瑶顿时眉开眼笑，好了好了，你还是有参与的，行了吧？花雪芙，哇，你们玩的真花。江瑶怂恿道，对呀，你要不要一起玩？你们真是够了。苏阳听不下去了，把手机给抢了回来。这两个疯批女人再聊下去，估计他都要被车轱辘给压死了。江瑶搂着苏阳的脖子，痴痴笑道，阿阳，你就应该超市里扫货。苏阳翻了翻白眼，继续打开微信，查看别的信息。江瑶也探头探脑的靠在他的肩膀上，看他的手机。苏阳现在基本上都对自家女友不设防了，反正两人每天都坦诚相待，几乎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而这段时间，陈婉玲和顾雅雅姐妹俩也经常会跟他发微信聊天。顾雅雅已经在魔都买了一套房子，两姐妹还配了一辆小宝马和小奥迪。他们在瑶池的工作，据说还升职了，变成财务部经理和副经理了。苏阳听说了之后，只能感叹一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被江瑶呸呸呸的矫正，说是母凭子贵，妻以夫荣。而陈婉玲的话，苏阳在前几天就给他补上了那400万。他这人是很公平的，顾老师他们有的，自家青梅自然不能少了。因为苏阳最近没啥时间玩游戏，还把自己的账号给了青梅，让他帮着做日常。陈婉玲在知道他喜欢玩原神和星铁之后，就迷上了 cos 这个二次元少女，经常花钱买定制的角色 cos 服饰，穿戴装扮好，给他拍视频发照片。这不，今天又发来一个新的 cos 视频来了。陈婉玲，小杨哥，昨天刚到的干雨 cos 服，你看看我 cos 的像不像？苏阳顺手点开陈婉玲发来的一段小视频，只见陈婉玲脑袋上顶着一头柔顺的蓝色长发，脑后一条马尾自然下垂，头顶还有2只可爱的小麒麟角，玲珑有致的身子被金色纹饰的白色短旗袍紧紧包裹着，秀气的玉脖上海挂着一个金色牛铃。除此之外，就是浑身被连体嗨丝给包裹着，只露出雪白娇嫩的玉背来，2条修长美腿在超薄嗨丝的包裹下绷得浑圆，还带有金色纹饰的袜圈。苏阳欣赏了一下视频里陈婉玲扭着身子转圈圈展示的娇俏模样，笑着发语音道，果然人漂亮，怎么 cos 都好看，咱家婉玲这身纯玉结合简直完美。陈婉玲娇笑的回复语音，小杨哥，你今天忙不忙了？要不要过来喝椰奶？苏阳看着回想起视频里那2个黑史莱姆，还真有些心动，直接回复道，好啊，今晚我去你那边玩干雨。陈婉玲惊喜大叫，啊，小杨哥你真来啊，太好了。江瑶看到苏阳今晚要去吃点心，水汪汪的丹凤眼瞄着他，娇声娇气道，阿阳，人家也好久没见婉玲了，我也想去看看她。苏阳好笑的捏了捏自家女友的脸蛋，行，今晚带你一起去玩干雨。然后打字回复陈婉玲说，等下我和瑶瑶姐去医院接你下班，咱们先去吃饭，再到你宿舍玩游戏。陈婉玲已经有蛮长时间没见过江瑶了，立刻就开心地道，哇，瑶瑶姐也来，我也好想她呢。江瑶接过苏阳的手机，按下语音轻笑道，婉玲妹妹，我也想你了，今晚姐姐就陪阿阳过去找你玩喽。嗯呢，瑶瑶姐，我们一起玩。
第90信件派送。苏阳逛瑶池。第二天上午，苏阳开着自己的法拉利，载着江瑶回到雪山集团，继续上班。昨晚带着江瑶去找陈婉玲玩了一晚上的游戏，让苏阳第一次尝试有人给自己煮脚，有人给自己喂脚，还能喝一口椰奶的潇洒生活。总之一句话，双腿上肩，美若天仙。反正现在他有了小金龙丹调养身体，也不怕熬夜。睡醒之后，腰不酸腿不软，依旧精神十足。而另一边，陈勇用手机查看自己寄出的 EMS 信件，也已经在昨晚就分练好，凌晨就已经从魔都发出，正在运送的途中，预计今晚就能到达1000多公里之外的岭南阳城，明天上午就会进行派送。雪山集团总裁办公室，刚跟母上大人吃过早餐的苏阳，还是照例查看起公司的各种资料。阿阳，你有没有想过利用自界股东的身份优势，去投资一些相关的产业，把手上的资源收益进行最大化？江瑶小手捧着一杯咖啡走了过来，后翘着一只玉足高跟鞋，把膝盖小腿压在他的大腿上笑问。我还真有想过这个问题。苏阳轻轻一笑，揽着江瑶的纤腰，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咬着她晶莹的耳朵继续道：瑶瑶姐，你听说过网红经济吗？你打算从这发展？江瑶柔顺地靠在他的怀里，一双黑丝长腿优雅地叠放在一起。没错，俗话说得好，流量在哪里，风口就在哪里。我想投资一个网红公司，借助自界股东的身份，用抖音砸量捧红一批人，再让他们用流量进行变现。苏阳振振有词地说道。其实这个想法在昨天跟自界签完约之后就出现在他脑子里了。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谁掌握平台谁就是老大。平台可以推流一个人，让他一夜之间腾飞，也可以让他瞬间跌落谷底，甚至直接封禁他的账号，彻底拉黑，把他身份证拉入黑名单。所以既然现在苏阳是自界的第2大股东，何不再利用这股资源创造更多的利益呢？江瑶也没开眼笑的赞同道，这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是你去弄什么人工智能、卫星、外太空飞船什么的，那就步子迈得太大了。你现在合理运用手上的资源，入手投资网红经济练练手，找找投资的感觉确实挺好的。那就行，咱们现在就安排人员先去做一下市场调研，看看从哪里入手比较好。苏阳兴致勃勃地说道。阿阳，我倒是知道一个网红机构，咱们不如干脆把它收过来，这样就不用重新搭建班子了。江瑶扭扭皮骨，狡黠笑道。哦，是哪个网红机构？苏阳倒是好奇了。江瑶笑盈盈的张着红唇小嘴，吐出了4个字：无忧传媒。这个好啊。苏阳听到这个名字，眼睛也是猛地一亮。这个网红机构他自然也听说过，以前他刷抖音的时候关注了不少美女就是无忧传媒的。心动不如行动，苏阳立刻就把秘书魏玲兰喊了过来，让他安排部门的人去整理无忧传媒的资料。这个网红机构是16年就成立的互联网型经纪公司，总部是在京城和杭城，另外在其他很多城市都有分公司或者办事处，这自然也包括魔都。相传有一句话，抖音美女千千万，无忧传媒占一半，这也变相的证明了无忧传媒是全抖音第一的 MCN。 据员工调查的研报显示，无忧传媒的估值外界已经给出 19.3亿元，排在全国网红机构第一。江瑶已经派出团队跟无忧传媒的魔都办事处进行接触，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投资还是收购都会有一个繁琐的谈判过程，所以这件事倒也急不来。下午的时候，苏阳还在查看无忧传媒资料的时候，正好接到顾雅雅发来的微信，就打算去瑶池看看她和学姐。江瑶也想去瑶池护理一下头发，顺便泡个温泉。于是苏阳和江瑶又从公司里开溜，开着法拉利一路来到了瑶池女子美容会所。跟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同，此时苏阳已经可以很坦然地无视招牌上标着的男性止步字样，昂首挺胸地拉着江瑶走进了这家女子美容会所。反正是自家母上大人的产业，又有哪个地方是他进不来的？苏少，江总，下午好。雅雅和蓉蓉已经在贵宾厅等候了，店长王妹见到他们立刻就迎了上来。苏阳和江瑶坐上电梯，轻车路熟的来到了顶层16楼的贵宾厅。阿阳，你先去包间玩一会吧，等我弄完头发我就去找你。江瑶吧唧亲了苏阳一口，笑眯眯的说道。苏阳看了一眼那个已经在等候的美女发型师，是他上次来剪头发那个女孩，好像叫小冉来着，于是点头道：行，那我先去看看顾老师他们了。他也没让王妹跟来，独自一个人就往上次那个包间走去。顾老师之前发微信说，他跟学姐最近在跟一个樱花妹同事学会了樱花式的泡泡浴，说是让自己来尝试一下来着。苏阳还挺感兴趣的，恨不得立刻就让顾老师给他授业解惑。而就当他扭开母上大人的那个专用包间，
在往里走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里面正好也有人在拉开门出来，直接就一头撞在了自己的怀里。苏阳还以为是顾老师呢，下意识的就揽住了对方的腰肢，还笑着拍了一下他的皮骨。结果，当怀里这个紧围着浴巾的艳丽女人抬起那张媚然天成的脸蛋，瞪大眼睛看着他时，苏阳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人了。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苏阳连忙松开了他的细腰，后退了2步。在看清这个女人长相身材之后，他那已经被瑶瑶姐和母上大人养刁的审美，也忍不住闪过惊艳的眼神。只见眼前这个成熟女人，有着一张非常艳美的脸蛋，眼角还带着一颗美人痣，把她那双水汪汪的美眸衬托得更加的妖娆。而她被围巾包裹着的丰盈身子，火辣成熟而性感，货真价实的 S 型，来大腿长皮股翘，就算以苏阳那挑剔的审美，也不可封否。这个成熟女人是唯一能跟自家母上大人在气质身材和容貌上相媲美的女人，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女人身上的妖质气质，在她那眼梢边上的红痣衬托下，透着无限的妖媚和风流。第91，苏阳巧遇花墨艳柳如眉。就在苏阳惊艳于这个女人那极品尤物般的身段和容貌时，花墨艳也在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男子。之前他在银玉的手机壁纸上就见过他，所以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银玉的亲儿子。这小家伙长得还真不赖，身材也蛮高大的，从刚才不小心撞进他怀里，也能摸索到他身上浅浅的腹胸肌。嘿，小家伙还往哪看呢？小时候还没吃够吗？苏阳发现对方眼睛的揶揄之色，连忙收回目光，咳嗽了一下，重复了一句道：那个，我刚才认错人了，我先走了。他心里猜测，这个成熟女人要么就是跟自家母上大人认识，要不就是跟自家女友江瑶认识，要不然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包间里的。所以为了避免尴尬，还是先开溜为妙。哎，等一下，小哥哥花墨艳却是扭着纤细诱人小蛮腰，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苏阳不动声色地停了下来，看着他艳美的脸蛋问道：还有什么事吗？小哥哥，你有女朋友了没？花墨艳眯着眼睛，嫣然巧笑地看着他说道：我有女朋友了。苏阳实话实说道：那你要不要情人了？你看我怎么样？花墨艳笑容妩媚，那只如凝脂般透着妖媚的小手牵起他的大手，像跳舞一般在他面前转了个圈。苏阳看着他浴巾底下那双浑圆而修长的大白腿，还有脚丫子上那银光闪闪的美甲，口干舌燥地问：你几岁了？小哥哥，我今年刚18。花墨艳忍着笑夹着声音装嫩道。苏阳翻了翻白眼，18能有这身材？18属什么生肖？苏阳就不信拆不穿他了。花墨艳那双极漂亮纤细的小手摇晃着他的大手，柔声笑道：属鸡。哦，那你生日是什么时候？苏阳闻着他身上飘来的幽香，目光划过他圆润白皙的肩头。4月28号呀。小哥哥，你是想给我送生日礼物吗？花墨艳微笑道：对啊。那你阴历是什么时候？苏阳深知一个假话是需要很多谎言去圆的，所以这些问题对方只能下意识的回答，根本不可能去匹配假的日历。阴历是3月24。花墨艳果然下意识的就回答了。哦，你等我一下。苏阳直接掏出了手机来，直接打上字搜索：属鸡生日4月28，阴历3月24，是哪一年出生的？很快就得出了结果。阿姨，你81年的是吧？只有这一年才对得上你的生肖阳历阴历，我差点以为你真是18呢。苏阳调侃的看向这个老阿姨，花墨艳诧异的睁着那双桃花眼，惊叹道：小家伙还蛮聪明的嘛，居然把我真实年龄都给套出来了。那你应该就是我妈的朋友吧？苏阳微笑的说着，一下子化被动为主动，掌握住了主动权。说真的，他一开始还真看不出这个成熟女人的年龄，可能20多，也可能30多，跟自家母上大人一样，都是无法从外表看出实际年纪的女人。不过他非要说自己是18就离谱了，这不一下子入了苏阳的套了。小家伙，你还能猜到些什么？继续说呗。花墨艳依旧拉着他的手摇晃，风情摇曳。苏阳盯着他眼眸边上的泪痣，笑道：你这颗美人痣跟我一个朋友挺像的，不过他是在嘴角，我记得好像有人跟我提了一嘴这事。你肯定是雪芙的姑姑花墨艳，对吧？不好玩，这就被你给认出来了。花墨艳做出一副委屈受伤的楚楚可怜模样。墨艳，你在跟谁在聊天呢？就在这时，包间内传来一个熟女的声音，然后苏阳就看到一个容貌娇美，身上同样紧围着浴巾的美妇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这个美妇人身材高挑有致，白腻的肌肤透出一股迷离诱惑的气息，与花墨艳神态亲密，显然是她的朋友如梅。你看看这是谁？花墨艳笑嘻嘻的把柳如梅给拉了过来。
柳如梅美眸盯着苏阳的脸庞一打量，笑着说：“原来是银玉的儿子呢，难怪你一直拽着人家说个不停。”苏阳神情自若地打招呼道：“阿姨你好。”花墨燕似嗔非嗔地抱怨着：“你也叫阿姨，她也叫阿姨，那你怎么区分我们呢？”苏阳挠了挠头：“那我叫你燕姨，这才对吗？”花墨燕开心地歪了歪脑袋。柳如梅也笑了苏阳一眼，朝他说道：“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柳如梅，你叫我梅姨就行。”“好啊，梅姨。”苏阳刚应了一声，却没想到花墨燕突然在柳如梅是后腰上往苏阳身上猛地一推，一脸促狭的笑道：“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不得抱一个呀？”“哎呀！”柳如梅发出一声簌簌的娇呼，曼妙的身子就往苏阳这边扑来。苏阳下意识地扶住这个跌入自己怀里的美妇，那淡幽的香味已经扑边来，他的两只小手也撑在他的心口上，娇美的脸蛋瞬间飞起红晕，眼眸中带着勾人的羞意。“墨燕，你现在让我在银玉儿子面前都不能够装长辈了。”柳如梅站稳之后，也没有立刻就离开苏阳的怀里，而是近似娇嗔的回头白了花墨燕一眼。“哥哥。”花墨燕嘴角露出迷人娇笑，咂了咂小嘴说道：“就你还假正经，刚才我都先扑小家伙怀里了，你不扑一个，我不得亏大了。”柳如梅雪白艳丽的小手还撑在苏阳的身上，抬起那张漂亮的脸蛋，柔声说：“小杨，不好意思啊，你燕姨她就喜欢闹着玩，你别介意。”“没事。”苏阳也不介意让梅姨赖他怀里，毕竟梅姨这么漂亮，低头就能看到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眸，还有那深深的风景线，只要她不主动退开，他自然不会把她推走。“哟，你们俩怎么还抱着不愿松开了？该不会……”花墨燕揶揄地看着他们，拖长了尾音。柳如梅这才像是反应过来，不好意思地退出了苏阳的怀抱。苏阳也挠了挠头，尴尬道：“那个燕姨，你们有没有看到2个瑶池的水疗师啊？”他说的自然是顾雅雅和顾蓉蓉。王店长不是说他们已经在里面等自己了吗？“哦，你说的是里面那2个漂亮小妮子啊，在里面收拾呢。刚听他们说你要过来，我和你梅姨这不就出来了。”花墨燕眨了眨眼睛笑道：“不用这么麻烦，燕姨梅姨你们继续用这个包间就行，我换一个。”苏阳看着2个绝美的阿姨，连忙说道：“凭他们跟自家母上的密友关系，他自然不能做出自己来了，就把母亲的密友赶去别的包间的事来。”花墨燕也不再逗他了，咯咯笑道：“其实我们已经完事了，准备换了个衣服就走了，你还是进去好好享受那2个小美女给你做服务吧。”“那行吧。”苏阳看他那有些迷离的调戏眼神，脸上微微一热。等花墨燕拉着柳如梅离开之后，苏阳这才独自走进包间里。顾雅雅和妹妹正在整理着浴池的东西，见他进来，俏脸的脸蛋顿时飘起一片不正常的红晕。苏阳有些好笑，顾老师今天怎么还害羞上了？不过当苏阳的视线看到浴池边上摆放着的几个小东西之后，他这才明白过来。小皮鞭，插件式的狐狸尾巴，狐狸耳饰。顾蓉蓉见他那眼睛发光的模样，娇笑地看着他说：“学弟，你在想什么呢？不许色色，这是刚才花夫人和柳夫人留下的东西，等会还要给他们送过去的。”苏阳微微一愣，目光又瞄向丰满的顾老师和娇柔的学姐，不可置信地指着那几个小东西，重复确认问：“这几个是花墨燕阿姨和柳如梅阿姨的？”顾雅雅点点雪白的下巴，知性性感的脸蛋红晕淡淡：“是的，之前杨董也带他们来过瑶池做美容，虽然我们已经调去财务部了，但是杨董还是把我们叫了上来，说是想见见我们俩。后来才知道花夫人和柳夫人喜欢玩这个。”“好吧。”苏阳这才有些反应过来，难怪听说燕姨一直没结婚呢，瑶瑶姐又没跟她提起过燕姨和梅姨还是那种关系，可能是这些东西都跟她关系不大吧，毕竟他们是阿姨辈，咱正常也就跟雪芙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玩。顾蓉蓉已经赤着娇俏的樱花粉玉足走了过来，拉着他的大手，明艳脸蛋笑眯眯的抬头看他：“学弟，今天让学姐来好好辅导你吧。”“没问题，马上提交入学申请。”第92岭南明珠苏清飞，龙国经济最强省岭南粤省。新的一天上午，粤省首府羊城，位于第一夫人区二沙岛的一栋独立豪华别墅里，一个极具风韵的美人躺在宽敞奢华的女王床上，正悠悠醒来，紧致修长的美腿在被窝里七扭八扭地伸着懒腰，2只玲珑纤巧的玉足从被子里伸了出来，那精致的玉指上涂抹着炫光红钻般闪烁的丹红色美甲，晶莹如切割好的钻石界面，美得如同精美的艺术品。风韵美人名叫苏清飞，岭南苏家2代里唯一的千金大小姐。今年36岁的她依旧未婚，这主要是她性子高傲，看不上天底下任何男人，认为没有哪个男人能配得上她，也没有哪个男人能征服她。她也不屑臣服于任何男人的 X 下，正常情况更多的是男人入赘进苏家，
成为苏清飞的裙下之臣。只不过这种没有尊严的龟男，更是他所厌恶的。所以至今，苏清飞都没有考虑过要找个男人结婚的想法。反正家里人也从来不催他，毕竟堂堂岭南苏家，完全不需要牺牲子女的幸福去政治联姻，除非是子女自己愿意的。再加上当年苏清飞又是苏家家主苏帅、苏建南唯一的小女儿，简直一出生就已经成为整个岭南最璀璨的一颗明珠。而此时这个自誉为世间无人堪配她的女帝苏清飞，缓慢地掀开薄薄的空调被，那活色生香的赤果娇躯就彻底暴露在空气之中，在红色的床单衬托下，像是在散发出雪白荧光。苏清飞爬起床来，先去了洗手间洗漱，然后来到富丽豪华的衣帽间，挑了一件 LV 的黑色轻薄纱裙就换了起来，脖子上戴了一条精美的宝格丽蓝宝石项链，坠子挂在雪白的锁骨下，在一级的风景线之上。苏清飞又拿起2个同款的蓝宝石耳钉，对着镜子把它们钉在洁白精致的耳朵上，最后再搭配上一条蒂芙尼的钻石手链和戒指，还有一块卡地亚女士宝石腕表，这才踩着拖鞋从房间出来。小姐，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刚才有一份邮政送来的信件也已经放到餐桌旁边了。女管家看到楼梯上走下来的那道雍容华贵又带有几分妖娆的身影，微笑的禀报道：你去忙吧。苏清飞慵懒的挥了挥手，独自来到餐桌边上坐了下来。岭南人的早餐基本上离不开早茶和早点，无论是富豪还是平民，都已经习惯了这个传承数百年的早餐传统。苏清飞瞥了一眼那个被快递文件袋装着的信件，却完全没有搭理，根本不会让这一封不知道哪寄来的信件影响到自己吃早餐的心情。修长雪白的指尖捏起一个茶杯，红润的唇瓣浅浅地品了一口今年刚出的龙井绿茶，轻轻吐出一口热气，这才慢条斯理地抬起那只带着一个异彩流光红钻石戒指的纤手，拿起一双天然黄花梨木块，夹起一个虾饺放入坛口之中。虽然他身上穿戴着不少的首饰，但是这些珠光宝气却根本掩不住他那艳丽的面容。苏清飞优雅而坐，一双丰盈雪白泛着水光的美腿交叠在一起，那只拖鞋的前端露出炫光红钻美甲的玉足，鲜嫩无比。他一边吃着早餐，一边低头查看着放在桌面上的手机，时不时撩起鬓角秀发，那只娇俏雪白的耳朵在宝格丽蓝宝石耳钉的衬托下鲜艳夺目。再过2个月就又到中秋了，大哥、2哥、3哥他们又得挨老爷子的拐棍揍了。这几个没出息的哥哥呀，这么多年来居然一个带把的儿子都生不出来。苏清飞看着微信群里3个哥哥昨晚在聊怎么给老爷子过中秋的事情，忍不住嘲弄一笑。只不过在笑过之后，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却又泛起浓浓的哀愁。可惜了，如果当年4哥和小宝没遇到空难的话，咱们苏家第3代起码就有个带把的独苗了。小时候几个年龄大的哥哥嫌我幼稚，都不爱带我玩，只有4哥跟我年纪最相近，天天领着我到处玩，给我买各种好吃好喝的。小宝出生那年，我也才刚上初中2年级，那个时候我经常逃课去魔都看我那小侄子。4嫂虽然对4哥很冷淡，但是对我倒是挺温和的，起码舍得让我抱抱小宝。原本都说好了，等小侄子断奶之后，4哥就带小宝回岭南来的，也省得老爷子和老妈子一直往魔都跑。一切都以为会按照预设的方向发展，却是没有算到意外。我那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就这样没了，我4哥也就这样没了。我哭到眼睛都干了，老天还是没有出现奇迹。如果没有那场意外，我那小侄子今年也都22岁了吧，都长大成人了，能欺负女孩，说不定还能欺负姑姑了。呵呵，我还没试过被侄子叫过姑姑呢，也不知道跟被那群侄女叫姑姑会有什么不同。苏清飞想到这里，黝黑而深邃的眸子笑成月牙，波光流转，顾盼生辉。可惜啊，苏清飞回归到现实，轻叹了一声，这都只能存在幻想之中。我那小侄子永远离开我们了，也不知道魔都那个女人有没有从当年的伤痛中走出来。因为那件事，我们2家都有20年没再联络了。当年也还年轻不懂事，怪他跟4哥吵架，才让4哥带着小宝坐上那趟飞机的，还跟他妹妹厮打了起来，抓的脸都伤了。现在想想，很多事情都是天意如此，有些劫早已命中注定，该你遇见的人躲不掉，该你经历的劫逃不了。就是可怜了老头子和老妈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还是家里第3代唯一一个带把的独苗。也不知道是不是咱家族有什么问题，2代就我一个女儿，3代就小宝一个男丁。苏清飞摇了摇头，不再多想，把最后一口艇仔粥喝掉，拿餐巾擦了擦嘴，就准备出门。而就在他刚站起身来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桌面上那个快递文件袋，顺手还是把它抓在手上，哼着小曲走到门口的鞋柜面前，在琳琅满目的高跟鞋里
挑了一双 LV 的细跟高跟鞋提上，这才出门，坐上了院子里的停着的那辆红色玛莎拉蒂。苏清飞把包包和高跟鞋丢到副驾驶座，两只小手靠在方向盘上，正在查看那个快递文件袋。只见上面写着寄出地址是江南明州，寄件人陈勇，电话18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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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陈勇，这是谁啊？而且还是江南明州的。苏清飞虽然有些疑惑，手上倒也没停下来，直接撕开了文件袋的封口，打算随便看一下，就顺手扔了。第93，苏家小四爷还活着。夏日暑气逼人的羊城街头上，一辆红色玛莎拉蒂 MC20 带着暴躁的轰鸣声，正在马路上向着羊城的郡守知府办公厅一路飞奔。坐在驾驶座上正在开车的苏清飞，美眸含泪，贝齿紧咬着下唇，不断颤抖，强忍着让自己不要哭出来。那封信竟然是四哥写的。当年四哥和小宝并没有上那架飞机，他还要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几位哥哥。岭南苏家第3代唯一的带把独苗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苏清飞那双含着热泪的眼睛，时不时瞥向放在仪表盘上面的那张随信寄来的四哥和小宝的合照。我的小侄子，他还活着，太好了！苏清飞自言自语中，泪珠串哗啦啦的滴落在他那件定制的 LV 长裙上。20多分钟之后，玛莎拉蒂停在了郡守知府办公厅的大楼门前。苏清飞踢掉穿着的平底鞋，拿过副驾驶的高跟鞋换上，带上信件照片和自己的包包，就推门而出。哒哒哒哒哒，苏清飞都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这么着急的跑起来了。那双诱人的脚丫踩着 LV 的细跟高跟鞋跑动，裙摆飞舞，雪白如葱的脚趾上那艳艳的丹红色美甲，艳丽无双。郡守知府办公厅里的办公人员显然都认识这位从头到脚精致的不行的女人，也没有拦阻。苏清飞一把推开州长书记办公室的木门。大哥，出大事了！苏清飞刚进门，就急切地朝里面大喊了起来。小妹，多大的事能让你急成这样？一个威严的中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办公桌里边坐着的国字脸中年男人抬头看向自家小妹，爽朗地问道。他就是岭南苏家的代表人物，2代中的大哥苏胜义，现任岭南粤省州长书记，妥妥的一把手。今年刚满50岁的他，正处于人生事业中最巅峰的状态，对于自家小妹所说的出大事丝毫不以为然。毕竟这里可是岭南苏家的大本营，就算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都得按照他们苏家的规矩行事。大哥，你先看看这封信。苏清飞急急忙忙地冲了过去，把手里的那封信件递了过去。苏胜义不经意间发现小妹挑出眼帘的睫毛在微微的抖动，眼睛还红红的，显然刚哭过。小妹，你怎么哭了？是谁欺负你了？在岭南居然还有人敢欺负到我们苏家的头上？告诉大哥，大哥把他宰了！苏胜义顿时怦然大怒，谁不知道苏家人最是团结护短的，而现在居然有什么事或者人把苏家的掌上明珠给惹哭了？谁他妈这么大胆了？苏清飞慌手慌脚的拿手擦眼睛，小拳头捶了苏胜义一拳。别废话，赶紧看信！苏胜义疼得直咧嘴，这小妹怎么下手这么重啊？太失常了。他也没再多问了，肯定是那封信惹出来的事情，直接接过信件就查看了起来。只见那个很有年代感的黄皮信封上只写着几个大字：小妹亲戚。苏胜义看到这4个字的字迹，眉头顿时一跳，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连忙从信封里掏出一张泛黄的信纸，小心地摊开，展信曰：小妹有没有想4个我呀？这封信寄去的地址还是当年我送你的那套别墅，我相信你应该不会把它拿去送人的吧？哈哈。不过当你收到这封信件，而不是我亲自走到你面前，那说明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封信是我留在一个亲信手里，让他在我儿子苏阳22岁生日后的2个月寄出。当年其实我跟杨儿并没有坐上那趟航班，那时候我还年轻，为了跟你四嫂置气，就想带着杨儿躲起来，让他也受苦。我带着杨儿过了安检，把行李放到飞机上，就改道坐车去了明州一个小镇。没想到那架飞机居然还发生空难了。原本我只想着气你四嫂一段时间就回去的，结果却发现你四嫂心里是真的没有我，她的眼泪只为杨儿所流，可能是因爱生恨，或者是想要报复她吧。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让她一直这样痛苦下去，所以我也没有回岭南，要不然她肯定就知道我和杨儿还活着的事实，干脆就当做我和杨儿真的在那场空难中死去了一般。就像一个人看着他的前女友过得不好，就会觉得开心，活该你当初跟我分手，只不过心里却又还爱着他，知道他痛苦也会跟着心疼。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也一直都在犹豫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了，但又想起这几年都熬下来了，就这样回去
就相当于承认我错了，这几年也白熬了。所以，执念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每次升起冲动，又忍下来，一忍就是这么多年。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女孩在路边等公交车，低头玩手机，楼上掉下来一个空调外机，正好砸中她，当场身亡。女孩旁边站着的人，还有一个也过来等公交，刚走到她旁边一步之遥的女孩，却完全没有事。从这个新闻，让我回想起当初我和杨儿幸运地避开了那次空难的事，我就知道，人不可能每次都能这么幸运，意外和明天，谁也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所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还是先留下了2份相当于是遗信的信件，定下一个时间给你们还有杨儿她妈妈寄出。如果一切平安无事的话，我会在杨儿高考结束之后，就会把一切都告诉她，带她回来跟她妈妈还有苏家认亲。而假如我真的发生意外不在了的话，会有人在杨儿大学毕业后把信件寄给你们。那个时候，她也长大成熟了，应该能独自面对这些事实了。对不起，小妹，4哥不孝，爸妈就交给你们了，替我跟大哥、2哥、3哥说一声，我对不起他们，给我带一句话给爸妈：此生养育之恩，只能来世偿还，未能倾尽孝义，来世再续。苏胜义看完这封信件之后，纵然这半生见证过无数大风大浪，也忍不住浑身颤抖，心绪当场失控，潸然泪下。4弟，这是4弟的亲笔手信。苏胜义心中的激动与悲喜，五味杂陈的全都表露在了脸上。苏清飞也忍不住再次落泪，晶莹的泪珠挂在艳丽的脸颊上，抽泣道：大哥，我们的小侄子还活着。而就在这时，门口传来2个吵闹声。小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么急着叫我们来大哥这边，还威胁你哥哥们说来晚了就不认我们了，搞这么大阵仗啊！来人是苏清飞在路上就发信息通知的2哥和3哥。苏胜伯和苏胜云推门而入，看到里面的情景，顿时一愣，这大哥和小妹都多大的人了，怎么都在哭鼻子了呀？而当苏胜义把那封信件递给他们看过之后，堂堂岭南军区大将军的苏胜伯和历经风云的八桂省益州知长苏胜云，如同疯癫了般在原地蹦跶，手舞足蹈。大哥，小妹，4弟的儿子还活着，我们岭南苏家有后了。苏胜伯和苏胜云激动的抱头大哭了起来，心中翻起了滔天巨浪，喜极而泣。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一个大家族如果没有带把的亲儿孙继承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当年4弟和家族唯一的带把独苗离世之后，他们承受着何等苦痛的煎熬。当年老爷子和老妈子哀痛欲绝，被刺激的差点就跟着一起走了。后来老妈子还为4弟和小宝修建寺庙，供奉牌位，每天都去烧香拜佛，保佑悼念他们。没想到这个纠缠了苏家人20余年的心结，今天被打开了绊脚。4弟可能出意外不在了，但是信件能被寄过来，说明小宝还在人世啊。好半天，苏胜义作为大哥，总算是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机立断的开口道：马上安排车子，我们要去明州一趟，还有联系寄信人，查探下还有什么更多的信息。大哥，我们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咱妈和老爷子吗？苏清飞抽抽鼻子，脸蛋完全被泪水哭花了，楚楚动人的问道：先不急，我们先去把具体的事情都查探清楚了，再原原本本的跟2老汇报，要不然真担心他们心脏病又犯了。苏胜义擦了擦眼角的泪痕，恢复慎重的心态说道：行，我们这就出发去明州。所有人都暂时按耐住心里的激动，迫切想迎接苏家小四爷的回归。第94，市井百态。与此同时，另一边，魔都市茂蛇山庄园。今天周末，杨银玉难得放下手里的工作，在家休息一天。苏阳昨晚带着江瑶一起去了顾老师的新家吃晚饭，顺便在顾老师家里住了一晚。早上睡醒之后，就直接让江瑶开车，一路来到了母上大人的常住庄园。妈，这就是你之前一直住的地方啊？真大。苏阳站在3楼的阳台，往外面张望着惊叹。原以为自己那栋别墅就已经很是豪华了，没想到跟这里相比的差距，简直就是云泥之别。母上大人的这个庄园，居然还自带一个高尔夫场和一个月湖公园。整个庄园占据了2万多平方的地盘，从别墅望去，就是魔都最大的人工生态湖月湖，被翠绿的凤凰山、小蛇山、薛山环抱，湖水清澈，微波清漾，大片碧绿整洁的草坪，环湖的大石滩、黄沙滩，一株株的直径达1米多的大榕树、老梅树，还有设有湖心亭。而这一切，居然都是杨银玉的个人私有地盘。雅儿，你要是喜欢，以后就来这儿住呗。杨银玉柔声笑道，鹅蛋脸上的疼惜溺爱，完全把她魔都女王的那一面
完全掩盖。行啊，苏阳倒也没客气，笑着点头道：“自己的那栋别墅，基本上只要他回去住，母上大人和瑶瑶姐就会也在那边住。他也都慢慢习惯了跟自家亲妈和瑶瑶姐一起生活的感觉了。”江瑶嘴角微微翘起，痴痴发笑道：“阿阳，你有没有发现你跟1个月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如果让你在这里住，估计你都不愿意吧？”苏阳厚着脸皮嘴硬道：“怎么就不愿意了？只要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其实瑶瑶姐确实说的不错，她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确实变化蛮大的，除了因为见识和眼界的提升而让自己更加自信了之外，在对待自家母上大人的关系上，也已经渐渐消除了多年的陌生感，相处起来变得很是融洽了。她也能够很顺然地接受妈妈给她的一切，没有那种见外的感觉了。可能是因为两人身上那无法斩断的血脉之情，让她天生就想跟她亲近，想投入母亲浓浓的母爱中来。杨莹玉听到儿子的话，眸光似水地看着他，脸上的柔和温暖之色更甚了，笑意盈盈地道：“没错，我的一切都是阳儿的，只要阳儿想要，妈妈什么都能给你，听到没有？”小瑶瑶，苏阳得意地捅了捅江瑶的小蛮腰：“小你个头，人家比你大4岁呢。”江瑶嗲声嗲气地挽着他的胳膊：“阿阳，今天我们在家干些啥呢？”苏阳看了看时间，已经10点多钟了，灵光一闪，抬头看向母上大人，开口道：“妈，不如今天我们自己做一顿午饭吃吧。”杨莹玉眼睛也是微微一亮，绝美无瑕的脸蛋展颜笑道：“好呀，我们自己在家坐着吃。”江瑶微微张着红唇小嘴，惊讶道：“杨姨，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记得你好像连厨房都没进过。”杨莹玉被他在儿子面前掀了底，偷偷瞪了他一眼，尴尬地笑了笑：“没进过厨房又不代表不会做，反正可以学嘛。”他从小就生活优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然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从没做过饭，但是一想到能为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饭，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就想要为了他去尝试。苏阳看着母上大人那眼神闪烁不太自然的模样，也是忍不住一阵好笑。他倒是没有在意自家亲妈和瑶瑶姐会不会做饭，毕竟这个时代很多年轻女孩娇生惯养，大都不会做饭。再说了，自家亲妈和瑶瑶姐从小的生活习惯就跟自己不同，如果她从小就有钱，她也不会花费时间去做饭洗碗。很多生活技能都是被迫逼出来的而已，没有必要强迫不同生长环境的人，非要对方跟着普通家庭的人一样学会各种生活技能，要不然赚这么多钱，还不是就为了生活过得更轻松潇洒，不想被生活的琐事占据了一部分人生，把更多的时间省出来放在享受生活品质上。所以苏阳也没有那种迂腐的思想，非要有钱了，女人还得会洗衣做饭擦地，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菜市场买菜。苏阳提议道：“可以啊。”杨莹玉兴致勃勃，笑容惊艳。有一句话说得好，若他想尽荣华富贵，就带他看市井百态；若他人生疾苦，就带他看世间繁华。母上大人和瑶瑶姐估计长这么大都没有去过菜市场。苏阳3人坐着小六开的劳斯莱斯，刚来到附近一个大众菜市场，两女都好奇地到处张望。这个菜市场是那种普通居民聚集，路边摆着摊，里面连着各种肉档的平民市场，而不是大型生鲜的整洁市场。杨莹玉和江瑶别说来过了，平时坐车路过都可能不会看上眼。市场里热热闹闹，人来人往，有很多大妈大爷在买菜跟摊贩子砍价，也有不少为了省钱自己买菜做饭的年轻打工人。而苏阳3人衣着光鲜亮丽，再加上杨莹玉的高贵优雅，江瑶的柔媚迷人，一下子就成为了这个菜市场的焦点。可能这些普通市民都很奇怪，这3个明显是富贵之家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吧？苏阳经过这段时间的适应，也已经习惯了关注的目光，带着杨莹玉和江瑶在菜市场里边转悠，边跟他们闲聊着。以前我吃腻了外卖，也偶尔会来菜市场自己买菜做饭。这些卖菜卖肉的都是早上很早就卸货摆摊，价格比起那种生鲜超市还要便宜，而且更加的新鲜，因为他们卖不完的都会在收摊之前半卖半送卖给客人，所以有些买菜的就喜欢晚一点才来买，这样就能砍到便宜的价格。杨莹玉和江瑶还不太适应这么热闹的地方，一人一只手紧挽着苏阳的胳膊，手心都如出香汗来了。苏阳当然还记得自家母上大人的厌男症，一直护着他走在靠里边，尽量避开跟路人的距离。在一个婆婆的菜摊位买蔬菜的时候，苏阳怂恿母上大人：“妈，你试试砍价，可好玩了。”杨莹玉也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指着面前那篮蔬菜朝婆婆问：“阿婆，这蔬菜怎么卖？”婆婆乐呵呵地看着眼前这个风韵艳美的女人，这种菜心3块钱一斤。3块钱？
杨银玉微微睁大眼睛，贵了，你们要多少？2斤的话5块钱给你们怎么样？婆婆拿出一个塑料袋，期待地看向他们说道，不，是太便宜了，我要2斤，100块钱怎么样？杨银玉连忙摆着纤柔的小手，从包包里掏出100块钱递了过去。这回轮到卖菜，阿婆瞪大眼睛了，她摆摊卖菜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反向砍价的。姑娘，用不了100块钱，你这100块钱都能把我这里清空了。阿婆居然还是个讲究的生意人，笑呵呵地推拒道。这杨英玉只好回头看向自家宝贝儿子江瑶，掩着小嘴，努力在憋着笑意。杨姨怎么也会有这样可爱的一面啊？要是让认识她的那些人看到堂堂冰山女王这么呆萌的模样，估计下巴都要惊掉了。苏阳也忍不住有些乐不可支，拿过那100块钱，塞到菜摊阿婆手里。阿婆，我们来到你的摊位买菜就是缘，你就收下吧，大不了以后我们再来买菜，你再算便宜点给我们。菜摊阿婆被苏阳一顿好说好歹，终于收下了那100块，然后给苏阳装了好几种蔬菜，搭配上新鲜的葱蒜香菜。等3人把各种食材都买好了，回到车上之后，江瑶捂着肚子在座位上咯咯笑个不停。杨姨，我今天算是开眼界了，原来你还有这样一面。杨英玉看了儿子一眼，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漂亮的鹅蛋脸染了层红晕。杨儿，妈妈是不是很笨呀？连砍价都不会？哪有，苏阳可不这么认为，一脸正经地说着，我妈要是不懂得杀价，那是怎么做生意做成魔都首富的？只不过是咱妈看那摆摊阿婆年纪这么大了，生活不易，就想给多点钱，不忍心砍价。妈妈，你这是心善人美啊！杨英玉被儿子这么一顿夸，心花怒放之下，重新露出迷人笑容，脚丫子踢了江瑶一下，傲娇的哼声道：死妮子听到没？就知道笑，还是我儿子懂我。第95煮饭婆重新回到世贸蛇山庄园家里之后，女管家已经为夫人准备好菜谱了。苏阳把买来的菜肉放到厨桌上，抬头就看到母上大人和江瑶一人捧着一本菜谱，满脸认真地看着，感觉比起在公司看文件都要更认真几分。妈，瑶瑶姐，我们先戴上围裙，把菜洗了吧。苏阳拿来几条俏皮的可爱围裙，笑着地朝他们招呼道。好。两女还看得一头雾水，只能听从苏阳的安排。其实做菜是真的很简单，就算不会的人，对照着菜谱的做法顺序，把食材一步步进行就能做好。唯一的差别就是煮的时间长短，过生过熟都影响口感。苏阳负责清洗肉类，把蔬菜之类的交给了母上大人和瑶瑶姐。买菜的时候，他就心里已经有了菜单，才去买食材的。清蒸排骨、白灼菜心、嫩椒炒牛肉、麻婆豆腐、花旗参炖乌鸡汤，4菜1汤，都是做法最简单的家常菜，也不用怎么处理食材。如果苏阳买猪大肠回来做菜，估计清洗都能让他们吐出来了。为了让母上大人和瑶瑶姐有参与感，等把所有食材都清洗好了之后，排骨乌鸡已经让老板给砍好一小块一小块的，苏阳就指挥他们开始做菜。瑶瑶姐，我们先把汤给炖了，你往锅内放水，等沸腾了之后，再把乌鸡放进去滚去血水，然后捞起来，把乌鸡肉放入瓦锅，加入这些泡好的花旗参、姜片、枸杞，等水烧开了，再关小火让它炖着就行。OK 啦，放心交给本皇后。江瑶拍着波涛汹涌的大欧派，表示毛问题。苏阳接着又叫母上大人先把米饭蒸上。妈，蒸米饭的比例按照1杯米3杯水来，你直接用这个纸杯装好，放入电饭锅就成。杨英玉举起燕美小手，也做了个 OK 的手势，嗓音轻柔的应道：没问题，米饭就交给本太后了。苏阳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怎么老妈也跟瑶瑶姐学着这种称呼了？他看两人都开始忙活了起来，自个儿也开始拿起一块新鲜猪肉，打算剁碎，等会用来做麻婆豆腐。只不过还没等他把猪肉剁好，就看到自家母上大人已经走了过来，一副求表扬的笑眯眯对他说：米饭再焖着了。这么快？苏阳有些诧异，自己目前所在的砧板位置正好旁边就是洗菜盆，怎么就没看到母上大人过来洗米呢？对啊，很简单，1杯米3杯水嘛，都放进去了。杨英玉像是做了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微微仰着鹅蛋脸，挂着雍容的笑意。苏阳放下菜刀，走过去检查了一下，电饭锅母上大人还是会用的，毕竟经常接触电子产品，这一点倒是不难。苏阳按开电饭锅的盖子，一把掀开，只见锅胆里静静放着4个纸杯，1杯米，3杯水。苏阳直接傻眼了，妈，这是什么？杨英玉眨巴着高贵的丹凤眼，焖米饭呀？你教我的1杯米3杯水，
全放进去就行了。苏阳差点没晕倒，他是这样交代的没错，但是没想到母上大人直接把纸杯都放到电饭锅里啊！江瑶感觉到有热闹可看，也凑了过来，瞧见电饭锅里的景象，也是直接笑喷了。杨姨，你是想笑死我吗？杯子都放进去怎么煮？那煲汤是不是也用杯子分别装着食材和水，丢锅里就行了？杨英玉好像也想明白了，鹅蛋脸上顿时涌起红潮，绝对的风情万种，艳光四射。去，还过来看我笑话是吧？杨英玉尴尬的拿起饭勺就做事打他头。江瑶踩着拖鞋噼里啪啦跑开，朝他扮了个鬼脸，咯咯笑道：杨姨，你这惊人的杰作要是发现的晚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吃上纸糊米饭。苏阳看到母上大人的脸蛋更加红了，忍者笑意拿起半片蒜米朝江瑶丢过去，别笑了，赶紧做你的汤去。哎呦！江瑶捂着额头娇呼一声，白净的玉额被蒜米砸出一个浅浅的红，倒也不疼，吐了吐香舌，就溜去做她的乌鸡汤了。雅儿，妈妈是不是很笨呀？杨英玉两只小手的食指间相对碰撞着，低着头丧气地说道。怎么会，人又不是天生就会的。苏阳笑着安慰母上大人。哎，妈，我手把手教你怎么煮饭。三人在厨房折腾1个多小时之后，看起来有模有样的4菜1汤，总算是端上了饭桌。因为都是苏阳在边上把控步骤，所以全程也没再出现太大的错误了。虽然味道可能比不过真正的大厨，也只是简单的家常菜，但是那种自己亲手所做的味道是真的很不错。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家的味道。反正就算什么山珍海味都尝过的母上大人和瑶瑶姐，都吃得直呼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饭菜，连汤都干了3大碗。等吃饱喝足之后，厨房还有饭碗，这些自然有女管家来收拾。苏阳三人咿咿呀呀的摔在客厅的沙发上，都有些吃撑了，懒洋洋的窝在沙发上不愿动弹。下午外面的天气更加炎热，难得一家人休息，自然都不想出门了。正所谓饱后思淫欲，三人干脆一起到别墅里的私人影院吹空调看电影。第96车队抵达陈家镇。另一边，下午3点，一支全黑色豪华奔驰的车队正缓缓地驶入了陈家镇。阳城距离明州1300多公里，苏清飞兄妹4人带着随从是直接乘坐飞机过来，再让这边的苏家产业安排车队过来接送。镇子里的村民们纷纷好奇的在张望这支车队，不知道是哪个老板居然会来他们这样的小镇。陈勇早已在家门口等候，见到车队过来了，连忙举起手臂挥手示意。车队中间的一辆加长版奔驰力标迈巴赫停在了陈勇的面前，车窗被缓缓按下，露出了苏清飞光彩照人的脸蛋，还有里面坐着的苏胜义、苏胜博、苏胜义云3人。飞龙，果然是你！苏清飞看到陈勇之后，一口就叫出了他当年给4哥做保镖的时候的代号。陈勇挠着后脑勺，尴尬的打招呼道：五小姐、大少爷、2少爷、3少爷，好久不见。苏清飞瞪了他一眼，亏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带着4哥来这里隐藏身份，还帮他打掩护的时候，怎么就没记得给我们汇报一声？陈勇讪讪一笑，我那时候是4少爷的亲信保镖，在苏家的规定里，主子的命令高于苏家任何人，我只能听4少爷的呀。苏胜义摆了摆手，威严的声音响起，先别说这么多了，上车吧，先带我们去看看4弟。陈勇顺扑而下，连忙拉开副驾驶的门，就坐了上去。加长版奔驰力标迈巴赫在他的指挥下缓缓脱离开车队，向着陈家镇的后山头驶去。只有一辆坐着他们带过来的随从开着车随后跟上，其他奔驰车的人从车子上搬下来一盒盒的礼品，给周围的村民们一家家都送过去。这是在来的路上打电话跟陈勇了解到更多的事情之后，苏胜义提前安排好的。毕竟4弟和小宝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也得给乡里乡亲送份礼，以表心意。更何况4弟的坟墓后面也要迁回岭南祖地，也算是提前跟陈家镇的村民们打好招呼，免得以为他们是来破坏故人坟地，惹来事端。苏家人自然不会怕事，只不过担心迁坟的时候会有影响，弄得不吉利。岭南人凡事都讲究好意头，初一15逢年过节都是要烧香拜神的，更何况还是岭南苏氏这种传承数百年的家族，就更重视这些老传统了。所以对于4弟迁坟归宗的大事，自然也不能大意。30分钟之后，烈阳之下，苏胜义、苏胜博、苏胜云还有苏清飞4兄妹呆呆地站在苏胜天的墓碑前，心中的五味杂陈完全展现在了脸上。4哥，我们来看你了。苏清飞首先绷不住，悲伤地哭嚎了一声，直接就跪地痛哭了起来。
苏胜义三兄弟被小妹的哭嚎声炸入耳中，内心的惆怅和悲伤翻涌，心态也彻底崩了。四弟啊！苏胜伯和苏胜云崩溃的像个孩子，也一屁股坐在了苏胜天的墓碑前，嗷嚎大哭了起来，撕心裂肺。唯有苏胜义作为几人的老大哥，还算冷静，但是眼神深处那深深的哀伤和那已经泛红湿润的眼角，都在表明他只是在强撑着，在压制住内心的那份崩塌。正所谓长兄为父，他的年纪最大，在老爷子还在的时候，就要协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如果老爷子去世了，就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年少时的回忆在脑中不断闪过，如同时光的走马灯。老爷子说，你们兄弟四个知道为什么名字合起来叫做义薄云天吗？那是因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一个家族的繁盛肯定不能兄弟之间起争端，要不然就会走向衰败。你们当兄弟的就像手足一样，要携手共进，才能守住这个家。以后你们要彼此相互理解，彼此相互帮助，必定能成大事。所以苏家四兄弟的感情从小就很好，惹祸了一起扛，有好事就共同分享，往事已不再回首。义薄云天中的天已经不在了。陈勇站在远处的竹林里，看着那几个在岭南呼风唤雨的顶级大人物，此刻一个个像是剥去了那威严、高贵、严谨的外衣，哭得都要断气了一样，心里也是一阵感叹。四少爷终究是永远的离开我们了呀。而就在陈勇站在那等了不知道多久，这才看到苏胜义朝他这边招手，陈勇连忙就跑了过去。四弟的儿子小宝呢？苏胜义站在墓碑前，颤抖的嘴皮子，嘶哑着嗓音问道：大少爷，小四爷已经在早1个月跟他妈妈相认了，现在人还在魔都。陈勇恭敬的回道。苏清飞连忙抹去脸上的泪水，急切的说道：大哥，我们现在就去把小宝接回来吧。对啊，大哥，小宝是我们苏家的儿孙，怎么能让他待在那个杨家女人那里？苏胜伯也表情激动的说道：小宝可是咱家3代里的唯一男丁，岭南才是他的家。苏胜云也仓皇的站了起来，皮鼓上的尘土都忘了拍。苏胜义凝视着四弟的墓碑，沉默的点燃了一根烟，深吸了一口，失神了好一会，才摇了摇头。这件事暂时不急，我们先跟二老汇报这里的事情，把四弟的坟地迁回祖地，再去找小宝吧。大哥，这怎么能不急？小宝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苏清飞蹙起眉头，梨花带雨的脸蛋上依旧急切。苏胜义摆了摆手说，既然小宝在他亲妈身边，就肯定不会让他受委屈。而且小宝现在是先跟他亲妈相认的，有了1个月的磨合和相处，感情肯定比我们要深。你们觉得单凭你说我们是他伯伯是他姑姑，他就会跟我们回岭南吗？还是说你想要直接绑他回去？小宝的身边能没有杨家安排在暗中保护的保镖吗？而且这样做，小宝会怎么看待我们？苏清飞、苏胜伯、苏胜云三兄弟稍一思虑，就明白了大哥的苦衷。没错，对于小宝来说，他们就是陌生人，怎么可能跟已经相认了1个月的亲妈相比？而且直接绑人这种事也不能做，毕竟这样就太伤感情了。如果苏家和杨家彻底闹翻，夹在中间的小宝肯定会很为难，也会影响小宝对于他们的初印象。所以这件事确实急不得，还要从长计议。苏胜云脸上难掩失望，大哥，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接小宝？苏胜义吐出一个烟圈，冷静地说道，等把四弟的坟墓迁回祖地，就开始着手安排这事。作为岭南军区大将军的苏胜伯主动请缨道，大哥，那不如让我去接小宝吧。杨家那女人不肯放人，我就带人去抢。苏胜义听着二弟这匪气的话，眉头皱了皱，沉声道，别胡闹，杨家在魔都也不是好惹的，在别人的地盘上，你想强抢小宝，可能吗？那大哥，你亲自出马？苏胜伯满脸颓然地问道。苏胜义脸色闪烁不定，看向脸蛋完全哭花了的苏清飞，心里一动，开口道，让小妹去吧，女人终究比我们男人更细心和柔和，我们3个大男人在岭南作威作福惯了，估计很容易跟杨家那女人起冲突翻脸，还是小妹最适合。苏清飞喜出望外，露出一丝笑容，几位哥哥，这个任务你们就放心，就交给我吧。苏胜伯和苏胜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再去争取，毕竟大哥确实考虑得很周全，这样已经是最合理的安排了。苏胜义一锤定音道，行了，叫人把元宝蜡烛香送下来吧，先给四弟祭拜，今晚让老爷子算个吉利日，把四弟迁回岭南，回归祖地。痛哭过后，几人的心绪也都稳定过来了，毕竟在21年前，他们就已经为四弟和小宝空难的事哀伤过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四弟虽然依旧还是离开了他们，
但是他们还有小宝啊，起码老天爷对他们还算怜悯，并没有真的让苏家就此绝后。第97深夜故事。深夜，魔都市茂蛇山庄园，苏阳在江瑶的闺房里狠狠地奖励了他几次之后，就给他裹好被子，拿上香烟，走出阳台，想抽根烟。夜里风凉，倒让夏天的酷热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阳台外，别墅墙上的一盏盏小壁灯还亮着，让宫殿般的庄园别墅依旧在黑夜下道出建筑的光影，不会变得漆黑一片。母上大人的这栋宫殿式的庄园别墅确实很让人叹为观止，不仅独占月湖的最大岛屿，还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就如同把外面的城市彻底隔绝开来，具有绝对的私人隐秘性，可以享受片刻大自然的宁静。也只有自家母上大人的财力，才能够在寸金寸土的魔都建设出这样一栋典雅富丽的独栋庄园别墅了。苏阳刚点燃香烟，无意中一回头，就看到隔壁的阳台上，一个丰盈的身影正从木质长椅上侧过头来，温柔地看向他。妈，你还没睡呢？苏阳微微一愣，透过清冷月光和壁灯，一眼就看清了穿着一件浴袍的母上大人。过来陪妈妈坐会儿。杨莹玉笑了笑，抬起玉白的小手，朝他招了招。苏阳把香烟捏灭在烟灰缸里，推开分隔两个阳台的铁艺闸门，走了过去。妈，你是有什么心事吗？苏阳在母上大人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奇地打量他的神色。夜风吹过树篱的叶子哗哗地响，吹过杨莹玉的发梢，鹅蛋脸侧的几缕青丝在夜风中舞动，眼眸瑰丽艳美，柔情似水。我能有什么心事啊？就是习惯了晚睡，杨莹玉一身白色浴袍，让她多了一些一世一家的温婉，气质恬静地笑着说道。他说着话，小手拿起面前摆放的红酒杯架，取出一只水晶高脚杯，给儿子也倒上了半杯红酒。苏阳这才看到母上大人面前正摆放着小半杯的红酒，显然刚才他就是独自一人在这里喝酒。这样的环境氛围，莫名的让他感觉到母上大人有些孤寂。妈，你好像经常晚上都会喝点红酒才睡的。苏阳回忆着这些日子母上大人在他别墅留宿的话，好像都会拿上一瓶红酒和高脚杯回房间。以前没怎么关注这些事情，现在看到他深夜在阳台上喝酒，才发现他好像一直如此。这是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了。夜晚安静下来，会让人想起很多事情，只有酒精才能让我的神经麻醉一些，才能睡得安稳。杨莹玉小口地抿了一口红酒，目光不离儿子，笑容淡淡。苏阳却能从妈妈的目光中感觉到他这些年的哀伤。是啊，小的时候自己也会常常想起爸爸口中已经死去的妈妈，长大了才会渐渐习惯了没有妈妈的存在。而杨莹玉呢，她又何尝能忘得了她？妈，风是自由的，你也是。我已经长大了，也能成为妈妈的避风港了。苏阳没有再提往事，而是笑了笑，也拿起红酒杯陪妈妈一起饮上一口。那杨儿会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吗？杨莹玉胳膊搁在微凉的木桌上，眼眸注视着儿子的眼睛。以前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自从找到自己的亲儿子之后，他才感觉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了，自己做的一切都有意义了。他心里对着月光许愿，希望儿子永远在他身边。当然会啊，就像今天说的一样，有妈妈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我要陪着妈妈一辈子。苏阳真诚实意地笑道。杨莹玉看着儿子灿烂的笑脸，心跳悸动起阵阵波澜，沉思了几秒钟，呢喃地说了一句莫名的话：今夜已是同沐月，此生也算共白头。什么？苏阳有些没听清。杨儿，妈妈想带你看一个东西。杨莹玉轻轻一笑，伸手拉住儿子的胳膊，就往他的房间里面走。苏阳有些好奇，跟随着母上大人穿过阳台，走过他那个幽香豪华的房间，然后从房门里出来，走进了对面的一个豪华的书房。这个书房很有特色，一边像是小型图书馆一样摆放着好几排的书架，中间是一套书桌，上面放着一些文房四宝，墙面上挂满了各种字画，而另一边则是超过20排的玻璃幕墙，上面挂满了各种向日葵标本，被灯光通过玻璃打下来，如同一片片正在朝阳而生的鲜活向日葵。妈，这是……苏阳看着数量众多、整齐排列组合在墙上的各种颜色的向日葵标本，他记得自己没有送这么多向日葵标本给母上大人啊。自从上次听江瑶说妈妈喜欢标本，于是他只有外出回家就必定给妈妈带上一个向日葵标本。但是就算如此，自己送的全部相加起来也不到10块才对啊。雅儿，其实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是妈妈给你起的，除了是因为跟杨字同音之外，也表示了妈妈想让你这一生都笼罩在日光下，永远的明亮、光明、温暖。杨莹玉声音轻柔优雅的笑看着儿子，
苏阳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名字还有这么个由来，也幸好老爸没有把他的名字改了。可能是老爸认为当年那场假死足以掩盖一切痕迹了吧。反正全国同名同姓的人多不胜数，那这玻璃墙的向日葵标本是……苏阳隐隐想到了什么，却还是对母上大人问道：“之前是瑶瑶跟你说我喜欢树枝标本这件事的吧？”杨银玉抬眼看着正处于第一面玻璃墙上最中间的那个紫红色向日葵标本，那是儿子第一次送他的那个亲手制作的植物标本。苏阳点点头，当时他想给妈妈送一份礼物，又不知道送啥，于是才问的瑶瑶姐。江瑶那时候跟他说，妈妈因为喜欢保存永恒，所以喜欢树枝标本，而且还特意说更喜欢花的标本。杨银玉柔和的笑道，其实妈妈这些年一直都有收藏向日葵标本的爱好，我把向日葵当成杨儿你，每梦到你一次就做一个标本，把瞬间当成永恒。当年飞机的残骸上所有的遗体都被爆炸高温所融化，只剩下一些飞散在附近的遗物，所以这面向日葵标本墙就是我仅存的心理寄托。不知不觉已经挂满了21排的玻璃墙，也代表着我每年梦见你的次数。苏阳听着妈妈的话，望向一排排超过数百个向日葵标本，原来这是妈妈这些年对他那无望的爱啊。难怪当时问江瑶妈妈的爱好时，感觉瑶瑶姐话里好像是在牵引着她，让她选择了去亲手制作向日葵标本送给妈妈。杨银玉从那朵紫红色向日葵标本上收回目光，凤眼含着泪水，似水柔情地看着苏阳。雅儿，你知道当时妈妈看到你给我送向日葵标本的时候心里有多么激动吗？你跟妈妈完全是心照神教啊。我选择了向日葵标本来寄托对你的思念，你也选择了向日葵代表自己送给我。妈，以后我就是你的向日葵，不用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这面向日葵墙倾诉内心的压抑了。苏阳看着在背对着一面面玻璃墙显得易碎感十足的母上大人，心疼地说道，雅儿，妈妈真的不能没有你啊。嘤。杨银玉扑在儿子怀里放声大哭，发泄着那被向日葵标本墙勾起的阴郁往事。第98，杀鸡儆猴。新的一天，周一，陈家镇的外地来人越来越多了。今天是癸卯年庚申月甲辰日，苏家老爷子已经看过黄历，算过是吉日了，可以在今天祭祀时，也就是上午9点到11点进行动土起坟。村里也从岭南来了一批法师和风水师傅，正在摆案烧香做法事，会在吉时之内完成仪式。起坟、迁墓、回岭南，村里人在一家家礼品的问候下，也都知道了8年前车祸死的了苏胜天是岭南离家出走的富家子弟，所以村里人们对待苏家来人也都和颜悦色了起来。毕竟那一份份的礼品可是分量十足，不仅有烟酒茶叶，还有一些岭南特产腊味礼盒，另外居然还有一个3888元的大红包。苏清飞仗着人量生甜的优势，还从陈家镇村口的大妈情报组织里收集了不少自家小侄子的情报。现在陈家镇到处都有在谈论苏阳的声音，你们知道苏阳吧？肯定知道啊，前段时间不是还开了一辆保时捷回来吗？对啊，还给我们这些坐在陈勇小卖部门口的叔伯送了烟酒，老念旧了。没错，傍晚的时候不也有一辆劳斯莱斯停在苏家老宅门口吗？原来苏阳家里这么富啊，也不知道老苏离家出走的是什么家庭。你们看看村里进来的这一辆辆奔驰，都能把村里围一个圈了。这些事听着是真像电视剧啊，有这么富豪的岭南家庭，老苏居然也舍得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的。算了，老苏都走了7、8年了，我们就别在背后唠叨人了。是啊，我们还是说说苏阳吧，这小子从小就感觉是人中龙凤啊，跟村里娃就是感觉有些不一样，模样也俊，村里老多小姑娘想跟他耍朋友了，倒是和陈勇家闺女玩得最好。而苏阳这边今天都正常回雪山集团上班了，收购无有传媒的项目进展得比苏阳预测的还要快。在昨天苏阳跟母上大人和瑶瑶姐在家里摆烂的时候，他的秘书魏玲兰带着谈判队伍就已经约谈了无忧传媒的老板，作价18个亿，全资控股把无忧传媒给拿了下来。全资收购一个公司还是比自己创建要好很多，起码该有的配置都有了，该有的业内名声渠道啥的也不用再积累，这能够省很多的组建时间。目前无忧传媒那边暂时是让魏玲兰带着团队在接管着管理的位置，总部会重新设立在魔都这边，后期就让雪山集团安排职业经理人管理就行了。之前的那些创始人和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被撤了职，这也是全资收购一家公司必要的手段。毕竟高层管理的位置不抓在自己手里，谁知道原班人马会不会欺上瞒下，在背后蚕食苏阳的资产。投资跟收购是不一样的，像之前苏阳投资自建就不用操心管理了，毕竟创始人团队的股份比
比他还多，他们肯定想让公司做得更好，他们手里的股份才更值钱。而全资收购的话，老板都换人了，股票都一手了，那些高层管理又有几个还会用心帮别人发展公司？所以必须要进行一波高层大换血，安排雪山集团这边的专业职业经理人接手。反正这样一家不到20亿资产的网红公司，也还用不着苏阳亲自出马去管理。母上大人这万亿资产，他都没空管呢，哪还有闲心管区区20个亿的小公司？收购网红公司，只是在进行他的资源整合，可以更大地利用刚投资的自借股东身份，免得空有资源又不去用，造成利益浪费。阿阳，我看林兰做的那份报告书说，无忧传媒会这么爽快答应收购，最大的原因就是压不住公司里那几个大网红了。江瑶侧坐在苏阳的大腿上，手里捧着一个文件夹，在翻阅着说道。他今天身上穿着黄色吊带连衣裙，扎着丸子头，脸蛋柔媚，露白修长玉颈，还有圆润的珍珠尖完全显露，欧派更是引人心动，纤腰如柳枝，整个身段无一处不美。这样也正常，无忧传媒的那几个创始人都没有什么能制衡旗下网红的手段，把网红捧成顶流了之后，肯定就想踢开东家，不用把收益分成给公司。苏阳也在看着业内的一些调查报告，其实这种情况在传媒行业是非常普遍的。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实力做到能封杀旗下网红或者艺人的话，那么一旦把网红、艺人捧火了之后，这些网红、艺人就飘了，仗着自己拥有的巨大粉丝量，就觉得东家这座庙太小了，装不下他们这尊大佛，就各种解约、跳槽，甚至私下捞钱。这种现象自然也包括了娱乐圈，毕竟网红圈和娱乐圈都同属于传媒行业。江瑶听到他的话，在他怀里扭着皮鼓，娇声继续道，据说那几个大网红在我们收购了无忧传媒之后，就更加嚣张了。他们还不知道你是自借的股东，还跟林兰谈判说要解约，要不然就得提高分成比例给他们。而且林兰也调查过，他们经常在抖音上带货的时候，跟商家谈好2个价格，一个是报给公司的，例如30万，一个是他们私下的50万，利用其中的差价，他们收了50万，却只跟公司用30万的价格进行分成，另外还会私下接一些私单广告之类的，根本不把他们之前签订的合约当回事。苏阳揉了揉江瑶的黑丝大腿，好奇问，那原先的创始人团队就任由他们这样吃公司的利润，发现了就警告，然后让他们退回来呗？没发现的估计更多，毕竟这几个大网红都是公司大力捧出来，拥有千万级粉丝的大 V， 带货和接广告，商单的利润很高，那几个创始人还要靠着他们赚钱，自然也不好跟他们撕破脸皮。江瑶娇艳的黑丝脚丫子来回荡着，后脚跟轻轻踢在他的小腿上，这就是没大资本实力的妥协啊，完全制衡不住旗下的网红们。苏阳摇了摇头，感叹了一声道，阿阳，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江瑶放下文件，温柔地抬起娇艳小手，给他揉着太阳穴。他心里早就有了方案，但是他现在既然是苏阳的贤内助，自然是要慢慢开发自家男人的领导能力。你在考我是吧？苏阳哪里还猜不到他的心思，好笑地拍了拍自家女友的屁股，继续道，他们不是想解约吗？既然心不在曹营了，就让林兰跟他们解约呗，但是必须让他们付出更高的代价，解约费必须要回捧他们的成本，再要一笔解约金，让他们把之前赚的钱吐出来。同时他们的抖音账号是属于公司的财产，他们想要也行，花钱买呗，反正他们要是自己重新创建新号，能不能把粉丝聚集起来都是变数。然后等他们付了钱到公司账上之后，我这边就给张大明发个信息，让他直接把那几个网红的账号给封了，随便一个低俗、违规营销、不实信息或者侵犯权益就能封禁他们。反正账号的最终解释权属于抖音母公司的，等封禁了账号之后，顺带着还把他们的身份证也给封了，让他们不能在抖音再创建新号，将他们打入黑名单，列入劣迹人员。我看他们还怎么翻天，正好算是来一个新官上任3把火，杀鸡儆猴，让旗下的网红们看看新老板的实力。别以为我们还是他们以前的那些没背景的老东家，可以任由他们拿捏。最后在震慑住旗下网红之后，再给他们一颗糖，让张大明给这些网红们按等级推送流量，最高级的给到1级流量池，向1亿用户推送他们视频，最低的也给100万流量池。我们重新捧一些听话的网红当顶流，当一姐。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无忧传媒的新老板可以让他们瞬间跌落谷底，也能让他们一夜腾飞。我们掌握了平台，就拥有了任何在抖音混饭吃的生杀大权。别说区区千万级粉丝的大网红了，就算1级粉丝的抖音一哥一姐敢在我们面前飘，还不是我们想封杀就封杀？
想捧就随便捧出来的。离开了平台，他们什么也不是。江瑶眉开眼笑，大王，你好霸气，臣妾好喜欢。怎么样？我所想的，跟你想到的相差多少？苏阳拉着江瑶涂着嫣红美甲的小手，放在嘴上亲了一口。江瑶咯咯娇笑，眨着媚眼说，跟我想的一样。大王，你好聪明，我们现在是心灵相通呢，那有没有奖励啊？苏阳厚着脸皮要好处。江瑶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狡黠笑容，奖励你2只甜甜搭饺子，饺子等会再吃，先尝点胭脂。苏阳看着自家媳妇儿那柔媚诱人的脸蛋，直接低头就亲了下去，好软好香好甜，像果冻一样。第99，新老板是个大牛人。第二天，魏玲兰就按照苏阳的吩咐，约见了那几个飘了的大网红。这几个大网红4男3女，之前被无忧传媒资源倾斜强捧起来当做公司门面的，结果在越来越火，积累的粉丝越多之后，就觉得公司分成要太多了，他们赚取的所有利润都要给公司60%的收益，同时签约年限也高达10年，如果强行违约的话，就得赔付一笔巨额违约金。所以他们仗着自己是公司的牌面，是大网红，知道公司不敢跟他们扯破脸皮，就各种跟商家搞阴阳合同，赚取差价，还私下接各种广告商单，完全不报备给公司，中饱私囊。而这次听说有个魔都的土豪全资收购了无忧传媒之后，更是为了给老板一个下马威，让新老板知道他们的重量级。于是当天就找到新总裁魏玲兰，提出要重新更换合约，提升到28分成，他们8，公司2，要不然别想他们配合新管理层的工作。而今天他们再次跟魏玲兰见面之后，依旧还是抱团威胁。魏玲兰直接按照苏阳的指示，先装作一副管不了你们的模样。你们既然都觉得我们这庙太小，装不下你们，那你们就解约吧。解约金就按照你们这些年在公司赚取的利润，给50%公司就算了。还有这样的好事？几个大网红顿时喜出望外，当场就跟魏玲兰签订了解约合约。毕竟只要他们成为了自由身之后，以后赚取的钱那就都是自己的了。反正现在在抖音上的名气已经积累起来了，粉丝也上千万了，想赚回来这些钱简简单单。魏玲兰看着他们签好合约之后，又提出下一个问题，按照之前的合约规定，你们的账号是公司花钱运营起来的，所以解约之后账号属于公司，你们走吧。几个大网红顿时急了，别啊，我们的账号粉丝都只认我们，公司拿回去也没用啊，你给其他人使用，粉丝直接废了，肯定都脱粉，还不如卖给我们，我们出钱。魏玲兰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们，可以啊，你们再拿出30%收益，账号就卖给你们了。几个大网红咬了咬牙，还是都答应了下来，一共拿出了在公司签约之后赚取到了80%收益，换取了自由人加一个1000万级粉丝的账号。而之前他们的收益本就跟公司64分成，相当于又付出的那40%收益，星号80百分号，也就是32%给公司，差不多等于他们这些年在公司赚取的钱只有总收益的8%了，再加上他们这些年早就大手大脚花费出去的钱，根本不够付违约金和买账号的钱，只能打电话东凑西凑，再加上这些年私下接广告商单摊下来的钱，还有那些阴阳合同赚的差价，全加起来才勉强把这些钱给付清。不过就算现在变成穷光蛋的他们依旧很兴奋，毕竟流量就等于钱，他们现在恢复自由身之后，拥有1000万级的粉丝流量，一个带货坑货就30万，多少钱都能赚回来。当魏玲兰给无忧传媒旗下的员工公布了和这几个大网红的解约消息之后，各个公司私底下创建的微信群直接就炸了。卧槽，这点代价就恢复自由身还获得账号了，这也太爽了吧！新老板原来这么怂的呀，这就被大网红轻易拿捏了。没办法呀，新老板又怎么样？那几个大网红都是1000万级粉丝的抖音大流量，如果他们不配合新老板工作，那场面只会更难看，还不如把投入他们身上的钱基本收回来，就放他们走人了，那岂不是白捧他们了？都还没从他们身上赚到大钱，就放他们走，让他们自己赚大钱，这新老板太逊了。而就在无忧传媒各个私人内部微信群，都在吐槽新老板弱爆了，怂炸了。有些人都想着是不是也趁机提出解约的时候，那几个大网红的抖音账号居然被封了，他们连忙打电话去询问他们的专属抖音客服，专属客服回复他们说账号视频涉及违规，永久封禁。几个大网红顿时急了，连忙创建新账号，想重新聚集粉丝，结果身份证被禁止注册抖音账号了。他们立刻打电话给专属客服，一询问才得知他们的账号发布的视频检出大量不实信息，
侵犯抖音用户权益，身份证永久直接进入黑名单。几个大网红吓哭了，托关系找人，各种求爷爷求奶奶，想要解封。抖音那边的人却理都不理他们，他们就像无数个被封禁账号，消失在抖音的网红一般，彻底消失在抖音用户的视线中。消息一经传出，瞬间引爆无忧传媒所有群聊。卧槽，那几个解约的大网红彻底 GG 了，他们直接完犊子了。抖音账号被永久封禁，身份证也被封禁，就连抖音上相关的搜索和视频也全被封了。太惨了吧！刚解约赔光所有钱，听说有些还是借的，现在全没了，这些年都白干了，一切归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真的违规了吗？我看他们发的视频也跟我们差不多啊。抖音说你违规，你就是违规。就说一个低俗色情吧，你知道这个范围在哪里吗？抖音说你露胳膊露肩膀就是色情，那你能反驳不？这倒也是，最终解释权就是平台。不过就算违规也不应该没申诉的机会啊，怎么还封杀身份证啊？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这样强度的封杀简直就是彻底打落凡间啊。那几个家伙以后只能进厂搬砖了。就在各大群聊在议论纷纷的时候，魏铃兰公布了一个新的公司通知，重大好消息，由于我们无忧传媒的新董事长是字节跳动的股东，所以公司接下来会选出一批有潜质的主播，将你们打造成抖音一哥一姐，从现在开始进行流量池试推，检查大家的吸粉能力，吸粉比例越高就能晋级更高级数的流量池，最高等级是1级推送。当这个通知发出，无忧传媒整个公司数万个签约网红直接炸了，因为他们还真看到了自己账号的视频播放量开始猛然暴涨，一刷新就涨1节，粉丝也开始不断上涨。这下子他们才明白过来一切事情。卧槽，原来我们的新老板是个大牛人啊！牛逼！我认罪，我张嘴，新老板居然是抖音的大跌股东！天哪，原来我们无忧传媒的新老板是字节股东，这下子有了流量加持，我们要起飞了。那几个解约的网红就是大傻逼，难怪那几个网红刚解约赔完钱就被封杀了，原来他们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呀，真是活该！谁让他们这么飘，也完全没有脑子，都没有摸清新老板的底细，就去给新老板下马威，这下子死了吧！老板人家也错了啦，不该说老板太逊的，老板给个机会让妹妹给你暖床赔罪吧。我也认错，你们那些截图告密去拍老板马屁的人，记得截上我这段话。老板，人家是1.7米的长腿御姐哦，你想要的样子我都有，我亲自向你跪地求原谅。而在公司的总群，更是已经有旗下的网红小姐姐在艾特苏阳的微信了，艾特苏阳老板，人家是奶瓶不甜，能不能捧我当抖音一姐啊？我什么都能答应你哦。艾特苏阳老板，我是77周，可以陪你周游全球，白天坐你的身边，晚上坐你的腰上。艾特苏阳老板，老板认识一下，我是美达宝。别人都说我接受度不高，但是面对老板的话，在外面我都帮你 K。艾特苏阳，你们这群绿茶闪开！老板，我是林忆姐，给个机会让我包容你呗，姐姐不怕你顶嘴哦。第100苏金飞抵达魔都。与此同时，正是当天下午，一辆折合软妹币大约1.25亿的布加迪 Love Water 正飞驰在魔都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的马路上。8.0升4涡轮增压 W16 发动机轰鸣出悦耳的声浪，车身完全由采用手工制作的碳纤维制成，轮廓流线型，光泽黑色饰面。车窗设计灵感来自头盔上玻璃遮阳面罩，挡风玻璃似乎无缝地融入侧窗，如同科幻片中的暗夜武神。这辆布加迪 Love Water 全球只有一辆，布加迪也仅制造了这一辆，还宣传今后都不会再重启这个设计。所以苏阳刚开着这辆布加迪出现在魔都街头上，就引发路边无数小姐姐的惊呼，更是惊爆那些识货人、懂车人的眼球。而此时江瑶正交叠着一双油光肉丝的美腿搭在这辆布加迪的副驾前置板上，拿着手机在看着无忧传媒公司总群的信息，咯咯娇笑。阿阳，你公司的那些女网红正在等着你选妃呢，一个个你在发癫，都想抱你大腿呢。那真是抱歉了，我对他们还真没多大兴趣。苏阳透过后视镜瞄了瞄江瑶那张祸国殃民的脸蛋，随意的笑着说道，没大多兴趣，那就还是有点兴趣的吗？无忧传媒有着8万多签约主播，以后还会签更多的美女捧他们成网红，你真不想尝尝女网红的滋味？江瑶笑滋滋的抬起那条油光肉丝美脚，踢了踢她的腰部。我说实话啊，现在的女网红圈能让我有兴趣的真不多。自从短视频兴起之后，让那些以前线下有点颜值身材的青楼女子都转正玩线上的那套了，不用再要陪喝酒唱歌，
不用被大哥抱着摸大腿，只要穿着清凉秀秀身材，扭扭腰，秀秀腿，把夜总会的那套搬到台面上来，就有一群大哥给刷钱，一天比他们以前在线下1个月赚的还多，弄得现在线下价格暴涨，质量比起以前还要差，全跑网上来钓大哥去了。是个秀身材秀颜值的网红，就能让网友打赏，还付费加什么微信，卖私拍小视频，或者起哄这个月谁是榜一大哥就跟谁见面，其实就那点事。所以听说网红圈其实就是有钱人的 X 资源圈，打开抖音这些软件就跟逛青楼一样，全是那些擦边小姐姐，就差明码标价了。我看张大明给我发来的抖音报表，就能看出这些擦边小姐姐看的人是最多的，流量也是真多。抖音没全面禁止，也就因为擦边是真能吸引用户。在这种大环境下的女网红，我是真担心上了辆公交车会让我恶心。所以我虽然以前也很爱看擦边小姐姐，也有些那方面的冲动，但是现在还真没多大兴趣，起码再没遇到新车开，真不想随便上一辆公交车。苏阳对于自家姚皇后向来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直接就毫不掩饰地说道：哟，我家大王想问题还是嘎嘎通透的呀。臣妾再给大王说一个相关的行业内幕。江瑶歪着脑袋笑颜如花地说道：什么内幕？苏阳有些好奇。江瑶眨了眨眼睛笑道：在以前短视频或者说互联网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举办选美是能挣到大钱的，像什么世界小姐、亚洲小姐、湘江小姐，或者内地其他的选美比赛。因为那时候有钱人找美女资源的渠道少，只能通过各种选美去进行选妃，而举办方会在所有参赛者里挑出100名或者50名身材最好、最漂亮的女孩子，发给那些有钱人去挑选。这些漂亮女孩子其实哪个做冠军都是可以的，毕竟人的审美有所差异，但是谁来定夺呢？那自然就是钱来定夺了。只要哪个有钱人出的钱最多，那个女选手也愿意接受的话，那这个女选手就能得冠军，其他季军、亚军之类的也都按照钱的多少一路排名下去。这样的话，女选手得了冠军，得了名气，还被富豪看上了，名利双收，而有钱人也得到了美人，尽情欢乐，举办方也收获巨额利润，皆大欢喜。但是这些年，这种选美大赛已经开始渐渐没落了，也没什么人去关注了，参赛者的质量也越来越差了。这就是因为这三方人的平衡被打破了。美女想得到名利双收，直接当网红就行了；有钱人想得到美人，也不用等选美大赛了，整个网络就是最大的选妃资源。所以举办方看到没啥利润，也都不搞了，整个选美行业彻底衰败。难怪了，以前什么世界小姐、湘江小姐可都是进出美人啊，可惜了。苏阳感叹了一声。江瑶妩媚的白了他一眼：怎么？难道你也想这样选妃啊？苏阳理所应当的说：要是以前的话，还真有这个想法。不过你都说了，现在这个行业都衰败了，参赛者的质量也越来越差，那就没啥意思了。死样！江瑶娇艳脚丫子又往他身上蹬，娇声道：等会你不就能见到不比当年那些选美大赛差的大美女雪芙和米儿了吗？他们倒是挺好的。苏阳倒是不隐瞒自己的野心。江瑶就朝他扮鬼脸。今天他们就是实行那天跟花雪芙说好的，一起出海去玩。花雪芙和宋一敏到的比他们还早，已经港口那边等候了。与此同时，另一边，魔都国际机场，苏清飞刚从一架私人飞机中走了下来，踏上魔都这片土地。他这2天跟着家里人处理完4哥的迁坟归宗事宜之后，就被二老催着，马不停蹄的又飞到了魔都来，终于准备见到苏阳了。武当家，我刚才已经接到手下的人汇报，小四爷即将到达魔都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花家小姐花雪芙和宋家小姐宋一敏已经在港口等候，估计他们是要出海玩。一个穿着女士西装的高挑女子走到苏清飞面前，微微倾身，恭敬地汇报着最新的魔都情报。这几天苏家可不只是在陈家镇待着，啥事也没做的，既然都要过来寻找苏家小四爷了，早就在到达陈家镇的那天就安排了人先到魔都进行情报调查，这样也更方便苏清飞来到魔都之后能够按情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行事。你们没被杨家的女人给发现了吧？苏清飞今天穿了一身长裙，优雅的一抹裙子，坐进了在机场等候的一辆豪华劳斯莱斯，女保镖跟着坐上了副驾。如实汇报道，前2天只是在调查小四爷在雪山集团工作的事情，还有他的住所，这些应该没被发现。但是今天我们开始跟踪小四爷的车子了，我认为瞒不过杨女王，和瞒不过就不用瞒了。既然我都来到魔都了，迟早是要跟他见面的，这只不过是开撕之前的相互试探。苏清飞按下了车窗，一双诱人的妙目带着冷潭，
却依旧勾魂摄魄。武当家，那我们现在先去哪里？女保镖请示道。苏清飞艳丽脸蛋露出笑容，声音也异常妩媚地道：先去见见小宝，给我也准备一艘游艇，我要跟小宝来一场美丽的邂逅。第101游艇出海，双方较劲。魔都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位于宝山区炮台湾水域，是魔都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整个港口的造型以海上画卷为设计理念，位于中部的客运楼以东方之晶为形态概念，看上去就是一个椭球形的建筑。2亿的客运量采用长条形布局，形态犹如东方之晶向两侧伸展出的2幅画卷。苏阳原本还以为要找地方停车，结果江瑶在门闸处递了一张金属卡，让他直接开进港口。这能开进去？苏阳看着远处那些正在进出客运楼的旅客，有些好奇地问道。当然呢，这港口可是你妈妈的资产，随意开车进出就是你的特权。江瑶扬了扬手里的那张特权卡。秋波顾盼的丹凤眼看着他，妩媚的娇笑道。苏阳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自家母上大人的产业范围实在太广了，难怪母上大人会跟他说，在魔都花再多的钱都能从各行各业赚回来。等苏阳开着布加迪 Love Water Mar 一路来到整体呈 T 字形的泊船区，一眼就看到不远处站在2辆跑车前面，亭亭玉立的花雪芙和宋一敏了。按照他们跟苏阳家的熟悉程度，能开车进来也是正常。嗨，苏阳小哥哥，好久不见。宋一鸣等苏阳把车子停在他们的车子边上，就欢快地跑了过来。敏儿，距离上次咱们见面也不算多久吧？苏阳从车上下来，好笑地跟他打招呼道。今天的宋一鸣打扮得格外精致，身穿黄色 T 恤搭配玫瑰色的短裙，白花花的美腿没有穿丝袜，被阳光照射得白里透红，那也比雪芙久呀。你上次跟雪芙逛黄浦江都没有叫我。宋一鸣妩媚瞥了他一眼，故作委屈的模样。上次跟雪芙是谈正事吗？要不然就像现在这样。肯定叫你啊。苏阳不好意思地道。一鸣，你别像个怨妇一样了，等会瑶瑶把你撕了。花雪芙抿嘴笑着，也从旁边款款走了过来。她好像比较钟爱白色，高挑的身姿被白色印花纱裙包裹着，露出柔嫩圆滑的香肩，肤色如玉，笑脸清丽淡雅。干哈？你们在说我坏话呢？江瑶刚才在穿高跟鞋，一推开车门就嚷嚷了起来。妆容精致的姚皇后今天自然也打扮得娇艳多姿，繁花百褶小短裙搭配紫色单衣，耳朵缀着粉钻耳坠，更显得妖娆俏丽。坏话肯定要说的呀，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给凸显出来啊？花雪芙嘴脸情笑，眼眸顾盼生姿。好啊，你们，我要扒了你们的小内内。江瑶立刻扑了上去，娇笑地跟他们撕成一团。3个丰腰翘臀大长腿的美女嬉闹在一起，依旧养眼十足。苏阳看得津津有味的，三女拉扯着衣服，偶尔露出一截嫩腻如玉的纤腰，格外的性感。少爷，游艇已经布置妥当了。小青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苏阳的身边，清脆地朝他说道。苏阳这才过去扒拉开三女，一本正经地吐槽道：成何体统，想扒衣服上了游艇再扒，到时候扒光光都没事。宋一鸣很是烧气的妩媚笑道：苏阳，你给我扒吗？也不是不可以。苏阳厚着脸皮道：一边去，别发烧了。先上游艇。江瑶挽着苏阳的胳膊，颇有些护食的模样。一行人说说笑笑，一路来到码头，登上了一艘超级豪华的大游艇。游艇上已经有一些穿着清凉的小姐姐在摆放水果饮料什么的。苏阳瞧着有些眼熟，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可不就是公司里江瑶的那些秘书团吗？这些娇俏可人的秘书们都被江瑶拉来当服务人员了。没过多久，豪华游艇就驶出了码头，朝着海面上驶去。苏阳还是第一次坐游艇呢，被江瑶拉着到处走走逛逛，见到了驾驶室里穿着白色制服的艇长，也是一个漂亮女郎，甚至厨房里的大厨也都是一个个高挑丽人。我操，整艘船就我一个男的。苏阳这才有些后知后觉的反应了过来。江瑶丹凤眼眯着月牙，痴痴笑道：怎么，难道你还想要男船员呀？苏阳刚才也只是一时没回过神，现在仔细一想，理所应当说道：那肯定全女的好啊，等下要是你们换个比基尼泳衣都被人看亏了。我就喜欢女儿国。花雪芙笑盈盈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们都带了比基尼泳衣？还真是比基尼啊。苏阳眼睛闪闪发亮，刚才他只是随口一说。那当然了，我们3个都约好一起带的。宋一敏直接上手挽着苏阳的另一边胳膊，欧派挤压着他的手臂。那还等啥呢？这么热的天，我们先去换泳衣吧。苏阳大手一挥，领着3个姑娘就朝游艇3楼的卧室杀去。这艘豪华游艇是真的很顶级，上下共4层，
包含了沙龙间、娱乐间、餐厅、卧房、厨房，而且顶部的甲板上还停着2架直升飞机，用来防止意外出现。有几个女船员是会开直升飞机的。与此同时，雪山大厦99层董事长办公室里，夫人、少爷和少夫人已经出海了。根据一直在暗中保护少爷的小七汇报，我们已经查清楚今天跟踪少爷车子的人的身份了，他们是岭南苏家派来的，这几天也都在魔都进行各种调查。刚才接到最新的通知说，苏家苏清飞已经乘坐私人飞机在10分钟之前降落在魔都国际机场，现在正往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而去，显然是直奔少爷的。小六对着站在落地窗前眺望大海方向的杨莹玉恭敬地汇报着，苏家终于还是来了呢。杨莹玉一身高级定制套裙，嗓音依旧端庄，毫无波澜，显然对于苏家会来魔都寻找自家宝贝儿子的事情早已经有所预料。他优雅地抿了一口咖啡，轻声问道，苏胜天的坟墓已经被迁回岭南祖地了。小六点点头，据我们一直留在明州监控的人员汇报，在前天就已经迁回去了，让小八带多几个人去支援小七，给我保护好杨儿，别让苏清飞胡来。杨莹玉平和地说道，明白，我这就去安排。小六应了一声，想了想还是问多了一句，那我们能让苏清飞跟少爷接触吗？杨莹玉平平静静道，我只要求不伤害到杨儿，不能让杨儿被他带离魔都就行。我知道了。小六这才领命退了下去。杨莹玉出神地盯着大海的方向良久，像是在自言自语的呢喃，杨儿，妈妈很自私地把你绑在了身边，你是踩碎星光落入妈妈梦境中的一代幻想，妈妈不能没有你。在魔都地盘上，就算是苏家也别想把你带走。第102游艇，大海，比基尼。等苏阳穿着4角蓝色泳裤从房间出来，江瑶他们还没换好，那3个女人都跑到一个房间去换泳衣了，估计还在里面嬉闹，得磨蹭好一会才会出来。苏阳干脆一个人来到2层的休息区，2个漂亮的秘书穿着薄纱挡着里面的比基尼，半遮半掩的，很有朦胧感的在吧台里面站着。你们还会调酒？苏阳坐到了吧台前，微笑的朝他们打招呼。会啊，作为秘书偶尔也要为老板调个酒什么的，公司专门找人教过我们。苏总想喝点什么？一个扎着马尾的秘书落落大方的朝苏阳眨眼微笑。出来玩就别称呼公司的职称了，叫我名字就行。苏阳欣赏着2个秘书的火辣身段，笑了笑继续说，你们随便调一杯给我就行。那我们还是叫你苏少好了，叫名字感觉还是不太合适。另一个梳着丸子头的秘书甜笑了起来。2个漂亮女孩开始熟练的给苏阳调酒，那飞舞的酒瓶就像花丛中飞舞的蝴蝶，优雅的翻跃着，丝毫不比专业的调酒师差多少。没多久，马尾秘书就推着一个装着碧蓝液体的水晶杯放到了苏阳的面前，轻笑，苏少，这是我们为你调的蓝色夏威夷，希望能让你满意，能让你们2个漂亮女孩服务就已经非常秀色可餐了，哪还能不满意呀？苏阳喝了一口这杯蓝色夏威夷，口花花的调笑了一句，惹得2个漂亮秘书掩嘴咯咯娇笑，还对着苏阳抛了几个媚眼，美眸带着一丝丝的火热，就像江瑶之前所说的那样，对于苏阳这样年少多金又不失帅气的男人，本就是所有女生的理想对象，再加上他又是雪山集团的太子爷，又有哪个女员工会没有幻想着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你必须要有一种能吸引到对方或者让对方心动的基础，才能一眼见到你就动情，就会幻想。人对美好的本能追求是植入基因的生命向往，所以现在的苏阳想让女生爱上自己真的很简单，他也不会再去矫情于什么对方爱上你就是因为你的身份你的钱，但这难道不就是自己的优势，自己吸引女生的本事吗？这就跟那些偶像明星能让粉丝爱得死去活来，省吃俭用都要支持他们的偶像，每天像上班一样给偶像打卡刷数据，这都证明了爱就是如此简单。难道说男生爱上一个女生会是因为她胖得跟猪一样，丑得跟凤姐一样？任何能产生爱的事物都会基于一个能吸引自己的点，就例如他看到一个女孩漂亮，感觉到了心动，就一眼认定她，一定要泡到她，娶她，然后就会觉得她的任何行为都会因为她漂亮而变得可爱，就算这些行为别的丑女孩也一样会，但是依旧觉得她是那么与众不同。所以爱真的很简单，不用纠结自己是因为喜欢她的容貌就觉得这爱是虚伪的，反而想得太多才会多余，才会虚伪。黑苏阳，你在泡妹子呢？就在苏阳接着看手相，拉着2个小秘书的嫩手捏来捏去的时候，花雪芙穿着一身白色比基尼从楼梯口处走了过来。苏阳侧头打量着花雪芙，脱去一身衣裳的她，肌肤雪白如雪，纤细小蛮腰，平坦的小腹，
微微收拢的可爱小肚脐，饱满的地级欧派，交叉的吊带从脖子绕过，系在后面。泳裤也是两侧都是细绳的，系在腰侧2个蝴蝶结，露出2条修长浑圆的美腿，脚丫子和小手上的纯白美甲更显清丽。雪芙，你这身泳衣不错呀！苏阳眼睛发亮，丢下2个秘书就大大咧咧的朝他吹了个口哨。按姿色来说，花雪芙和宋一敏都跟江瑶一样，属于很顶级的美人，整体的质感上比起这些秘书来，都是要高个10分的。毕竟气质和身份都很影响男人的征服欲，特别是因为她们都是白富美。那身温香软玉的身段是真的非常可口，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花雪芙看到他那火热的眼神，心底也是暗喜，你的也不错呀，没想到你还有腹肌呢。花雪芙啧啧了2声，笑盈盈的坐了过来。瑶瑶他们呢？苏阳目光依旧盯着花雪芙来回瞄着，嘴上随口问道：他们还没换好，还在上面掐架呢，我先开溜，免得皮骨都要被瑶瑶抽红了。花雪芙要了一杯西瓜汁，小嘴咬着吸管吸了一口，看向他问道：昨天给你发微信怎么没回我？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了？苏阳听着他那像女朋友的问话，心里有些好笑。谈朋友就是这样的呀，想聊的时候就聊，不想聊就暂停一下，不要天天聊。天天聊就像在上班，当花雪芙期待他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所以那些期待女人回消息，情绪被女人左右，给女人写小作文，女人道歉立马原谅，又穷又给女人花钱的男人，其实都是舔狗。有种关系，当你停止了主动，他就结束了。如果你是这个状态的话，那还是放弃吧，不要一直关注他的动态了。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你不会难过吗？那作为你不回我的惩罚，就罚你吃我口水吧。花雪芙把手里的那杯西瓜汁递到苏阳的面前，优雅的挑起交叠着的白色美甲玉足，踢了他一下。这真的是惩罚，而不是奖励吗？苏阳轻笑了一下，倒也没矫情，咬住吸管就猛吸了一口，真甜。花雪芙露出浅浅的清丽笑容，吐槽道：都被你喝了一半去了。嘴上说着话，他却又咬着吸管小口小口的吸着。哟，雪芙，你跟阿阳坐这么近是在偷家呢？就在这时，楼梯口传来江瑶柔媚的声音。只见江瑶跟宋一鸣手拉着手从楼上走了下来。江瑶穿着一套无肩带的红色抹胸分体式比基尼，只在心口前扎着蝴蝶结，同色的泳裤带着蕾丝，两侧系着漂亮的绳系，火爆的一级身材简直傲视群雌。细腻雪白的身段风光无限，蛮腰纤巧，肚脐像枣核印出来的小长菱形状，素白美腿又长又白又香。而宋一敏则是黑色的挂脖系带比基尼，腰间还交叉缠着2条细带，泳裤也是2边细带的超小布料性感泳衣套装。虽然跟花雪芙一样只是地级强者，但这对于国内女生来说依旧是很罕见的了，完全可以称得上裂衣而出。小小的比基尼都只能包裹住一半，玲珑浮凸的身段火辣无比，特别是脚丫子和小手上那精致的美甲，是红色和粉钻色混搭的，亮晶晶如同阿尔卑斯果糖一样，看起来就很甜很美味。苏阳好笑的朝他们招了招手，让他们过来坐着喝杯东西。哎呀，是什么东西烧起来了？好浓的焦味。宋一敏装模作样的嗅了嗅鼻子，一副大惊失色的模样说道：有吗？花雪芙有些奇怪的抽了抽秀挺的鼻子。有呀，我找找。宋一敏凑到他身上，闻着他沁人的清香，妩媚笑道：哦，原来是你烧起来了。噗！苏阳一个没忍住，嘴里正在喝着的蓝色夏威夷直接喷在了宋一鸣雪白细腻的后背上。这3个妮子真是一个比一个烧啊。第103，游艇去世，几人穿着清凉，围着吧台坐在高脚凳上，透过吧台后面的无框玻璃可以看到外面一望无垠的碧蓝大海。豪华游艇的尾部拖出2条长长的白色浪花，这种惬意无比的日子才是人过的生活，活该米儿让你乱发烧。江瑶笑滋滋的吐槽他们。苏阳正坐在宋一敏后面，拿着一条毛巾给他擦拭着刚才喷在他玉背上的酒液。其实这种天气倒也不会怕冷，反正等会也要下水，但是现在距离下水还早，不到一些矿泉水擦一下的话就会有些黏。宋一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嘚瑟道：能让苏阳给我擦背这待遇，你们就羡慕吧。花雪芙撇嘴朝江瑶挠了挠，怂恿说道：瑶瑶你看得下去？要是他这样占我男人便宜的话，我把他泳衣都给扒下来。江瑶若无其事地喝着果汁，憋着笑道：我为什么看不下去啊？说着话，他伸手拍了拍苏阳的肩膀。干嘛？苏阳一脸正经地转头看向他，他刚还在偷摸着宋一敏细腻的雪背呢，以为被瑶瑶姐发现了。江瑶吸了一口果汁，鼓着腮帮子就捧着苏阳的脑袋给他喂了下去，咯咯笑道：你们只能看，
还不能吃，我就可以光明正大跟我家阿阳喝进口果汁，你们行吗？宋一鸣虎着脸，无甚见，回头看什么？花雪芙也直磨牙，你这秀的比杀了我还难受啊！羡慕吧？江瑶哈哈大笑，又低头吧唧亲了苏阳一口，不好意思，就是要让你们羡慕，两只单身狗，你这是杀人诛心啊！后槽牙都咬碎了。宋一鸣和花雪芙吃了满嘴的狗粮，气得想打人。江瑶俏生生的朝他们挤眉弄眼，又喝了一口喂苏阳喝进口果汁。敏儿，我们不要可怜他们，还2个人喝1杯果汁，我1个人就炫2杯。花雪芙翻了翻白眼，招呼吧台里面的秘书给他拿果汁。没错，我同时能喝3杯，我单身我骄傲。宋一鸣也懒得看了，挥手要来3杯果汁，一口咬着3根吸管。江瑶傲娇的挺着心口，哼哼，娇声说：“你们就酸吧。”苏阳好笑的拍了他屁股一下，拉着江瑶让他坐在他大腿上，笑问：“咱们还要多久才到达目的地？还得半个小时吧？等会我们要开到附近的一个小岛边上，要不然在大海里下水的话，多少会有些安全隐患。”花雪芙抬起清丽脸蛋看他，苏阳揽着江瑶的细腻小蛮腰吗？有些好奇，你们平时经常出海玩吗？除了冬天，基本上有时间就会出海，或者一起结伴去旅游什么的。江瑶侧坐在他的大腿上，晃悠着2只娇艳的嫣红美甲脚丫子，娇声说道：“那挺好的，偶尔出来放松下，还是挺令人心旷神怡。”苏阳倒也很是喜欢这种休闲的方式。宋一敏长睫毛一眨笑道：“苏阳，你听说过一句话没有？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一味的追求享受生活，等你老了，你就会发现你做对了。你能在浪费时间中取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苏阳哑然失笑，那就是说摆烂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悟了。花雪芙也笑容玩味，没错，所有人不就是为了摆烂所以才努力的吗？而我们能跳过努力，直接开摆就好了。江瑶好像也认同这说话，高举果汁，就是啊，人生短暂，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不就是为了取悦自己吗？今天我们就要 happy 到天亮。苏阳一口咬在他雪白的脖子上，低声吐槽道：“你说归说，能别扭皮骨吗？”江瑶啐了一口，脸蛋微红，乖乖坐好，把苏阳挡得严严实实的，别让闺蜜看到了。宋一敏捋捋波浪卷发，朝苏阳好奇问：“苏阳，你对喜欢的女孩子都有什么要求啊？”“我喜欢大波浪的。”苏阳看着她那秀丽的大卷发，笑着补充了一句：“这是2个要求。”这话一出，逗得花雪芙和宋一敏咯咯娇笑，就连吧台里的2个美眉都偷偷掩嘴在笑。那我们应该都满足你的要求吧？花雪芙微微挺着比基尼，战言儿笑道：“对啊，我也觉得我都满足了。”宋一敏朝苏阳抛了个媚眼。江瑶哼了一声，小蛮腰一挺，其那张狐妹子脸蛋儿嚷嚷道：“在本宫面前，你们算什么大波浪呀？人间不拆，你够了！”瑶瑶，花雪芙和宋一敏飞扑过来，在江瑶身上乱掐了起来。“阿阳救我！”江瑶怕痒，咯咯娇笑，在苏阳怀里扭来扭去。苏阳默默捂脸，一手护住江瑶，一手去阻拦，混乱间不知道占了多少便宜。打闹了好一会儿，几人才重新坐了下来。3女经过刚才的嬉闹，脸蛋都有些红潮，眼眸水汪汪的。江瑶看着他们那歪扭的肩带泳衣，顿时眉开眼笑，在苏阳嘴上香了一口：“阿阳，做得好，就该让他们出点丑，老是想欺负我，你也没好到哪里去。”苏阳好笑的帮自家女友整理了一下那件红色抹胸泳衣，然后让吧台里面的美妞给他们倒上1杯咖啡。看着2个有些不好意思的雪芙和敏儿，只能扯着话题闲聊道：“我看到这咖啡，突然想起一个深藏多年的问题。”“什么问题？”花雪芙好奇的看他，宋一鸣也被吸引了过来，美眸盯着他的脸：“你们说这咖啡豆算豆吗？”苏阳朝他们问道：“当然算呀。”宋一鸣闪着大眼：“那咖啡算豆浆吗？”苏阳笑了起来：“2女有些傻眼了，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倒是江瑶咯咯娇笑：“阿阳，我觉得理论上咖啡就是豆浆，反正同样都是豆子研磨出来的。”宋一敏一脸不正经的笑笑，问他：“阿阳，那我也有一个问题，男生是不是都很好色呀？”苏阳一笑而过，认真回答道：“我就说我自己理解的吧，不代表其他男性。我觉得每个男人都好色，因为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这叫男人本色。那你觉得我们女孩子都好色吗？”宋一敏魅惑的笑笑：“这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我又没当过女孩，哪能理解你们的心思啊？”苏阳摊了摊手说道：“雪芙，你来告诉苏阳吧。”宋一敏哈笑的推了推花雪芙。花雪芙涂着白色美甲的纤纤玉手掩着小嘴轻笑：“色，很色，比你们男人还要色，但是我们能装。”“啊，真的假的？”苏阳眼睛都睁大了。
江瑶在苏阳怀里痴痴耻笑道：“你们两个骚货，现在都装都不装了，好变态，变态！就问你跟苏阳办事的时候有没有哼哼唧唧？”花雪芙一脸恶趣味笑容：“阿阳，快收拾他们两个，天天就想些儿童不宜的事情。”江瑶又扑了过去，要去扒他们的泳衣。三个女孩子又娇笑连连的闹成一团。苏阳一把拖过江瑶，捞起她柔嫩雪白的美腿，打横抱起，就往楼上跑去。实在顶不住了，先狠狠的教育一顿自家女友再说。第104苏家祖训：家主永不入京。与此同时，魔都的海面上也有一辆红色的超级豪华游艇，正在往苏阳这边驶来。苏清飞优雅的交叠着二郎腿，正在看着手下这几天在魔都收集的一些资料。其实女人是真的很适合翘二郎腿，一来这样双腿交缠在一起可以避免走光，二来两条美腿这样加在一起是真的很诱人。特别是她那涂着炫光红钻美甲的玉足，挑着一只花俏拖鞋，更显鲜嫩性感。宋一鸣，宋氏集团的总裁，宋书元的女儿，宋氏集团未来的接班人，魔都商业圈人称高冷小辣椒，新一代商业女神之一。花雪芙，花家长子之女，花墨艳的小侄女，魔都督察院组长，人称铁面无私的冷面美女督察员，3年间破获超过100亿的贪污受贿案件。江瑶，哦，这孩子好像以前去看小宝的时候见过。杨家世交江家的孤女，被杨莹玉培养长大，雪山集团的2把手，魔都商业圈人称魔都小女王。看来现在就是小宝的童养媳了。小宝的艳福真是不浅呀，认识的女孩都是不输于姑姑的美人儿。不过这些也不算什么，来到岭南，姑姑能找来一批不输于他们的身份和样貌的女孩给小宝暖床。对了，马龙腾之前不就一直想跟苏家联姻，来维持我们苏家对企鹅的支持吗？只不过几个哥哥实在不争气，家里的外面的好几个女人都生不出一个带把的，现在年纪大了更是彻底玩完，只留下一大堆的小侄女，所以倒是可以把他女儿马曼玲叫来陪小宝。苏清飞边翻看着资料边嘀咕着，最后又翻到了几张偷拍的照片。杨女王，20年没见了，你好像也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身材更丰盈了一些，多了些熟妇的韵味。倒是我家小宝变化蛮大呀，都长成一个小帅哥了，眉目之间真像当年的4个，不过鼻子嘴巴却更秀气了些，染上了杨女王的基因，阳光英气又不失俊美，倒是比4哥还要帅些，看得姑姑都心乱了。爱小宝这么可爱的孩子，如果从小在岭南长大该多好啊，姑姑肯定宠你上天。别人都说姑姑是岭南的一颗璀璨明珠，而你就是岭南未来的天啊。罢了，旧事就不再重提，过去的就由它过去吧，当年的事很难说清是谁的过错，4哥也已经永远的离开我们了，起码还有小宝在，姑姑一定会辅助你坐稳岭南的天，就是以后小宝你可能就不能去京城了。苏家祖训：家主永不入京，避免被京城那边趁机把你抓了，胁迫苏家臣服。不过你还未接家主之任，倒是能去京城玩玩，有姑姑在，肯定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你若伤了，京城的一条狗我都不会放过，和我们苏家和杨家的能量，龙国的天都能把它给换了，想得有些远了。苏清飞合上文件夹，朝身边候着的女保镖妙目流转地问道：我们距离小宝所在的游艇还有多久才能到？武当家，根据家里那边发来的卫星定位，大概还有10海里，预计20分钟左右就能见到小四爷的游艇。女保镖恭敬地汇报道。也只有岭南苏家才能这样随意的就动用岭南军区的卫星去锁定一个私人游艇的位置了。一苏这两广可不是说着玩的，而是代表着苏家在岭南地区的权势真是滔天的存在。行，你随时注意动向，我先去换身泳衣。苏清飞即将能亲眼见到小宝，明显心情很愉快，优雅起身，艳丽脸蛋露出笑容，声音轻柔婉转。另一边，苏阳拉着被他一顿无掏后颅的江瑶从卧室出来，就看到游艇已经停在了一个小岛边上，海平面上就只有他们这一艘豪华游艇。循着女孩子们的嬉笑声，来到一层的主甲板后排，那个连接海水不停灌冲的大型游泳池里，10几个秘书美眉正穿着比基尼在泼水嬉闹，白花花的曼妙身姿尤为吸引人。之前听江瑶介绍说，这个泳池的水是从大海抽上来的，经过净化再传送到池子里，然后满了就会不断从另一边流出，不断涌入新的海水，保持海水的清新。而花雪芙和宋一敏也躺在大型海上露台的遮阳伞下，正在相互往对方雪白的身子上抹着防晒油。游都1个小时了，你们俩总算舍得下来了。宋一敏翻身爬了起来，瞥了他们一眼，痴痴一乐道：没办法，谁让我们家阿阳这么强？江瑶咯咯娇笑，拉着苏阳的手就坐了过去。
花雪芙注意到江瑶身上的浅浅草莓印，笑容玩味道：“瑶瑶，你居然丢下我们吃独食，这闺蜜情可不咋靠谱呀！怎么地？难道你还想我带上你们一起？”江瑶得意的哼哼两声，掐他皮骨：“别闹！”花雪芙拍开他的小手。苏阳随口找着话问：“你们怎么不下水呀？还没抹好防晒油呢。虽然现在已经过了立秋了，但是太阳还是太晒了，我可不想晒黑。”宋一敏说着话，又自发启动烧货形态，笑眯眯的把一瓶防晒油塞在他的手里，重新趴了下来，请求道：“苏阳，帮我抹防晒油呗。雪芙抹得不够细心，我相信你肯定能抹得更好。”没问题。苏阳对于美女的请求一向都很乐于助人。王守新挤上防晒油，就顺着宋一敏柔滑的香肩玉背开始往下抹去。边上的花雪芙破天荒的居然没有吐槽宋一敏。江瑶瞧他一眼，奶还不知道闺蜜的心思呀。灵动漂亮的凤眼一转，笑嘻嘻的挽着她的胳膊：“雪芙，来让我给你抹防晒油吧。”花雪芙清丽的眼眸一闪：“我不急，不如还是我先帮你抹吧。”江瑶挤眉弄眼的取笑他：“你是想等我家阿阳给米儿抹完再给你抹吧？你个闷烧货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呀。”花雪芙如含星子的眸子瞪了他一眼，翻身把他压在身下，就挠他痒痒，娇嗔道：“你都清楚了还说出来，人家不要面子的。”咯咯喽！江瑶躺在垫子上娇笑个不停，身子像条美人鱼似的一样不断扭动。苏阳有些好笑，先给宋一敏一路抹到脚丫子，捧着两只涂着混搭红粉色混搭美甲的脚丫子，给她仔细的把防晒油抹到任何一个角落，这才帮着江瑶把正骑着她身上的花雪芙一把按倒，继续给她抹背后的位置，包括胳膊和小手。她娇嫩的小手上的白色美甲也很是精致，像一片片细雪花。苏阳很喜欢女人做美甲，但美甲不能是很长像尖爪妖怪那种，而是比指尖长出一点点椭圆细致的那种。幸好他认识的女人做的美甲都符合他的审美，都只是稍长，点缀着小手更加娇艳。等苏阳一路抹到花雪芙细滑的玉足时，正在把玩她精致玉指上的白色甲片。花雪芙有些怕痒，脸蛋红红的拉过江瑶，低声耳语：“瑶瑶，苏阳是不是喜欢 Gio 呀？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江瑶拿着一杯果汁小口喝着，昵声笑道：“看来我回去得看看资料补补课了。”花雪芙红着脸低声嘀咕了一句。苏阳给花雪芙抹好防晒油，就招呼江瑶道：“瑶瑶姐，轮到你了。”江瑶立刻眉开眼笑的躺了下来：“阿阳，先抹前面的，要仔细点哦，不管是泳衣外面还是里面的都要抹，人家可不要晒黑。”宋一敏跟花雪芙坐在一起，不约而同的笑话他：“瑶瑶，你脸皮是真的厚呀。没办法，谁让我家阿阳是我男人呢？”江瑶眯着眼，享受的哼哼道：“第105，过去无法换回，未来可以改变。”等苏阳帮江瑶也抹完防晒油之后，他自己就不用抹防晒油这么细致了，拿着一瓶防晒喷雾对着自己喷一下就好了。虽然肯定没有用抹那么细节，但是男人嘛，不怕晒黑。超级游艇的侧面也向外展开了，形成一个方便下海的宽大游泳平台。几个穿着比基尼的秘书美妞，再摆放着一些桌椅、饮料、水果什么的。游艇、香槟、大海、美女、音乐，全齐了。而且也只有他们4人，多了这些秘书们陪玩，整艘游艇的氛围很热闹，到处都是女孩子的嬉笑声，也不会觉得冷清。江瑶让一个拿着数码相机的秘书给他们拍照留念。不得不说，女孩子拍照是真的会摆姿势。苏阳基本上就是站着笑脸，剪刀手，搂搂腰，而江瑶单手撑着他的肩膀，侧身撩发。花雪芙侧对镜头，抬起一条雪白膝盖支在他腿上。宋一敏像是伸懒腰一样，双手高抬，一只手慵懒伸直，一只挽着另一只胳膊处，还有什么圈太阳比心，单手捧太阳，叉腰撩发，双手比心，双腿交叉，背对镜头撩发露侧颜等等，反正人漂亮身材又好，怎么拍都好看。来，阿阳，我们一起戴个墨镜，再拍一张酷酷的。江瑶拿着一副时尚的墨镜，笑眯眯的走到苏阳的身边。我不想戴，感觉戴墨镜都是装逼货。苏阳吐槽道。不行，得戴，我们3都戴了。江瑶指了指他们脸蛋上架着的墨镜。不戴，戴了不得劲。苏阳还是不太情愿。戴嘛戴嘛，姐姐求求你了。江瑶摇晃着他的胳膊撒娇，用柔媚的御姐音可怜巴巴的看他。那好吧，你给我戴吗？苏阳扛不住他的撒泼，妥协了。哪次不是我给你戴啊？小懒猪。江瑶笑滋滋的抬起纤手，把墨镜架到他的鼻梁耳朵上。我的天，你们最好说的是戴墨镜。宋一鸣掩着诱人的唇瓣，满脸恶趣味的笑。我也感觉你们在开车，但是我又没证据。
花雪芙也眨着顾盼生姿的清丽眼眸，再轻轻的笑。妈了，你们俩烧货就是色眼看人心，戴个墨镜脑子都这么污。我和我家阿阳从来都不戴的好吧？江瑶扑过去死掐他们，好不容易把照片拍完，几人就开始下水了。先走进甲板上的游泳池，适应一下海水的温度，真凉快。苏阳泡在泳池里，舒服的大叫。虽说现在已经过了立秋，但是在魔都的下午，阳光还是很猛烈的，气温还保持在30度以上。苏阳，你会不会游泳的？花雪芙咯咯乱笑，捧着水花泼向他。肯定会啊，以前小时候经常在一条大河里游泳，还是我爸教我的。苏阳看着水波荡漾下的花雪芙，那被比基尼包裹着雪白娇躯，色迷心窍的潜入水里，快速游向他。花雪芙娇呼一声，清丽脸蛋羞红，跟渗了血似的娇艳。看到苏阳抬起头来，立刻求援道：姐妹们，快泼他！宋一敏不要脸的从后面抱在苏阳的腰，整个身子挤在他的背后，嬉笑道：雪芙，苏阳刚才抓你哪了？看你脸红的。你问他啊。花雪芙脸蛋红红的啐了一口，苏阳脸皮变厚了很多，笑着带动宋一敏一起潜入水里。还没等他占米儿的便宜，宋一鸣2只小手就已经抓了过来，一下下轻柔的动作，像是挠在自己心里一样。这是小妖精啊，太撩人了。等两人再次从水面里出来，宋一敏不知何时已经挂在他前面了，2只手搂着他的脖子。哈，敏儿，你刚才在做什么？江瑶娇笑的朝他们俩泼水。宋一敏抛了一个媚眼道：你猜猜。我猜不猜？江瑶娇哼一声，挑衅的神色游了过来，一把抱住苏阳，擒住他的嘴，就跟他来了个潜水吻。好一会，两人才从水面上出来。江瑶俏皮又得意的挤眉弄眼道：连亲都不敢，又怂又想背抄，跟姐姐学学吧。哇，瑶瑶好不要脸啊你！花雪芙和宋一敏朝他泼出一波波的水花。阿阳，帮我泼他们。江瑶装柔弱，躲在苏阳怀里呜呜道。苏阳立刻还以颜色，对着花雪芙和宋一敏泼水。一时之间，甲板上的游泳池十分热闹，就连那些秘书美眉们都加入进来玩了。整个泳池穿着火辣比基尼的美妞围着苏阳嬉戏，让他不由想到了纣王的9池玉灵，实在快哉。与此同时，距离苏阳所在位置大概200米开外，一艘红色的超级游艇静静地停在海面上，在郁郁葱葱的无人海岛旁边，若隐若现。而在游艇3层的飞桥，苏清飞穿着一身紫红色的吊带比基尼，正优雅地靠坐在真皮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对着苏阳这边窥探。武当家，我们还不过去吗？女保镖在旁边低声请示道。不急，小宝玩得正开心呢，再等会。苏清飞努力控制自己不断加快的心跳，眼睛带着湿痕，一直不离苏阳的身影。终于见到自家小宝了，距离上一次见他已经是21年前了。那个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小脸圆嘟嘟的，很是可爱。抱着他在怀里，亲他脸蛋就会发出清脆的笑声。这就是四哥的孩子，也是我们苏家小辈里唯一的男丁啊。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你就站在天巅之上，万事称心是你的特权，整个世界都是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才会存在。你就是我们整个苏家上下恨不得捧在心口疼的独苗子孙，众星捧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谁也不能拒绝你，谁也不能违逆你。你想要什么，姑姑都会送到你面前，整个岭南的任何一切都是你的。姑姑给独苗小侄子服务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过去已经无法换回，但是未来可以改变。小宝，你会跟姑姑回去，君临属于你的岭南大地吗？第106苏清飞 vs 苏阳。苏阳几人在甲板上的游泳池玩耍了一会之后，船员就已经用起重机，把设备存储间里的快艇和小型气垫船放入了海里。等下苏阳他们下海游玩，会有女水手1对1紧盯着他们，免得出现意外。于是几人带上浮潜装备就跳入了大海，玩起了浮潜。苏阳以前自然没玩过这东西，不过幸好他水性不错，被江瑶他们带着游到浅礁上看珊瑚看鱼群，感受大海的瑰丽。江瑶、花雪芙、宋一敏穿着性感比基尼欢快游曳在他身边，风光无限，蛮腰纤细，在海底里游动起来，掀起臀波乳浪，线条更加诱人，恰似水中绝色美人鱼。等玩累了回到游艇上时，几个秘书美妞就拿着浴巾仔细地给他们擦着水迹，然后给他们披上浴袍。毕竟刚从沁凉的海水里出来，体温要慢慢恢复，可不能一直被海风吹，容易感冒。3个女孩爱干净，都嚷着洗澡换衣服去了。苏阳洗得最快，重新换了条泳裤出来之后，就在游艇的海上露台悠游自在地吹着海风，看着几个秘书美妞在玩冲浪板，也是养眼的不行。这种生活实在快哉。
而就在苏阳刚喝了一口果汁，就听到几个秘书在那边叫了起来：“哎，你们看，那边也有一艘游艇吗？还真是，好像有人过来了，开着一艘小快艇。”正在玩耍的秘书们飞快地拿过毛巾裹在身上，但是自己动人的雪白娇躯被别的男人给看了。他们穿比基尼可只是想给苏少欣赏的。苏阳也已经从躺椅上站了起来，站在露台上眺望，果然看到一艘超大的红色游艇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了右侧，还有一艘小快艇正乘风破浪朝他们这边驶来。苏少，我们是否进行喊话驱逐，别让他们过来我们这边？这时那个穿着制服的女船长也已经走了过来，朝苏阳请示道。苏阳看那艘快艇都快接近自己这边了，又侧头看了一眼一直安静坐在旁边的小青，想起他那天在 KTV 的身手，倒也没啥可担心的，毕竟曾经抱着江瑶睡觉的时候夜聊。苏阳还听说小青随身携带着手枪，只是一般也很少使用而已。反正这是现代都市，没有什么人能抵挡得住一颗子弹，一颗不行那就一梭，让他们过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吧。如果是来挑事的，再给他们轰走。苏阳随意的开口说道。明白，女船长点头应道。而在他们说话的功夫，快艇已经在接近10几米的时候就开始慢速下来，缓缓接近苏阳所在的海上露台。苏阳也已经能看到快艇上的人了，只见上面坐着几个穿着水手服的女水手，另外还有一个穿着女士西装的高挑女子，身上的气质跟小青还蛮相似的。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坐在中间的那个穿着紫红色比基尼，腰间系着一块五彩薄纱的女人。她身段婀娜，肤白貌美，一级强者的欧派在比基尼的衬托下一览无余。只不过当苏阳盯着她那张艳丽脸蛋看去时，莫名的就心中一跳，眼前的这个女人似曾相识，好像曾经见过，然后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就像他在生活中多次也会在做某件事，遇到某个场景时，明明是第一次经历或者看到，却又感觉好像在哪发生过见过，或者做梦梦到过。苏阳此时就是这种在某个瞬间突然产生的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奇妙的类似于第六感的东西，在他的人生中也发生过不少次，但是对人还真是第一次。小帅哥，能有心让我上你的游艇喝一杯吗？苏清飞咯咯笑着主动朝他搭话道。虽然这是他相隔21年再次跟小宝面对面见面，但可能是血脉中的相连，让他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陌生感，反而有着一丝丝的熟悉感。苏阳看了看自己游艇上的人，注意到小青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他的身边，有些警惕地看着那个西装高挑女人，心下有些讶然。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小青露出这样的神色，不过他心中莫名又不想就这样拒绝这个艳丽女人，可能是因为刚才那奇怪瞬间的感觉吧。于是想了想开口说，你上来可以，其他人就不招待了，我们游艇上的人挺多的，怕挤不下。其实他的这艘游艇可是造价10亿美刀的定制豪华游艇，又怎么会挤不下这几个人，只不过是逐客令而已。苏清飞一手撩起鬓角青丝，站了起来笑了笑，可以啊，你们先回去，等我信息再过来接我。好的。他身边的西装女子倒是没有任何异议，恭敬的应道。苏清飞在他手扶之下，优雅的抬起一条紧致修长的白腿，赤着那涂着炫光红钻美甲的玉足，轻轻踩上了苏阳所在的海上露台。那鲜嫩性感纤纤玉足非常秀气，雪白的脚背，美妙的足弓，5根玉指纤巧如葱，指头被炫光红钻美甲衬托得像一颗颗璀璨的红宝石，在阳光的折射下泛着晶莹的光泽。苏阳盯着他那优雅的莲步，当真是每一脚都能踩到他的心尖上，让他的心都扑通乱跳着。这个艳丽女人登上露台之后，他的那艘快艇就缓缓驶离了。也亏他有着胆量，一个穿着比基尼的火辣女人，孤身一人就敢待在他这艘游艇上，也不怕自己对他有什么坏心思。你们也回去忙自己的事吧。苏阳对身边的女船长他们挥了挥手道。女船长微微弯腰以示敬意，就带着船员们回去驾驶舱了。而那些女秘书们见到来人是女性之后，倒也不再担心被人看到了，继续摘下浴巾去泳池里玩。小青也悠游坐回遮阳伞下，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苏清飞站在苏阳面前，感觉自己的心跳狂跳，眼睛都差点要滚出热泪来了。不过好在他经过这几天的过渡，已经能压制住心中的那份激动了。苏阳被他目光灼灼地盯着看，感觉有些不自在，随口招呼他道，我们坐下来说话吧。然后从旁边的美女秘书托盘上给他拿了一杯果汁。苏清飞跟着他坐在了露台的椅子上，婉约一笑道，小帅哥，怎么称呼？你是哪里人？叫我苏阳吧。我是魔都人。苏阳目光也一直在偷瞄着这个迷人的熟女，之所以知道她是熟女，是因为她的身段太霸道了，
不可能是年轻姑娘能够拥有的。而且从她精心修饰的秀发和雪白细嫩的如牛奶般的肌肤，还有身上那无形中透出的高傲与贵气，也能看出她家境肯定不俗，真是一个从头精致到脚丫子的女人。容貌和妻子的搭配，也只有自家母上大人可以媲美了。哦，我看着你的面相偏柔，体型也高瘦，看起来更是岭南人。苏清飞斜叠着一双美腿，小手把玩着自己搭在一边香肩上的大卷发，秀美的容貌古典雍容，满脸笑意。苏阳眉头一挑，可能是因为我爸是岭南人吧？莫非你也是岭南的？对啊，我是岭南人，被魔都富豪包养了，每天没事做，只能出海散散心了。苏清飞伸出粉嫩小舌，舔了舔红唇，妩媚的笑道。苏阳眼中掠过一抹可惜的神色，像这样一个性感诱人、皮滑肉嫩、身材丰挺、面容艳丽的女人，居然是一个当二奶的。心想，要是自己遇到这样的美人儿，说不定也会把她收集起来，肯定会是好享受。那我怎么称呼你？苏阳倒也没有因为对方是被人包养的二奶就歧视她，不过目光却变得更加放肆了起来。苏清飞拨弄着扎在腰间上的轻薄纱衣，系带的小泳裤若隐若现，有种下衣失踪的美感，一副寂寞二奶出来勾搭小狼狗的模样。眯起漂亮的眼眸，你可以叫我菲菲，贵妃的妃。菲菲这名字倒是挺独特。苏阳念叨了一句。苏清飞听着他的话，妙目生光。美丽的邂逅就从小侄子这一声菲菲开始吧。第107，身份识破，你是我姑姑。游艇海上露台，苏清飞还在惟妙惟肖的假装二奶，嫣红的嘴唇张合着，掰着炫光红钻美甲的手指，在那里诉说自己的事迹。我为了钱去给人做见不得光的二奶，存这么多钱，以后也不知道会便宜哪个臭小子，花着我辛苦挣你钱，睡着我香软的床，开着我的豪车，每天估计还会气我顶撞我还得宠着。苏阳看着这个艳丽性感的女人，实在为她的二奶身份不堪惋惜。如果自己能够早点遇到她就好了，她肯定是有着身不由己的苦衷才会走上这条路的吧。就像当初顾老师姐妹俩一样，当时自己还有些幼稚的觉得他们在瑶池上班是不体面的工作。其实为了生活，为了解决人生遇到的困难，体面又算得了什么东西？能够拿到手的钱才是最实在的。苏阳，你会不会看不起我？苏清飞抬起了艳丽的脸蛋，红红的眼睛盯着他，柔嫩圆滑的香肩在阳光下泛着一丝荧光。苏阳似乎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丝的忧愁，想到他可能会每天被迫于某个人的淫威之下，突然就产生解救他的想法。菲菲，不如你跟我吧，在魔都我完全能护你周全。苏阳叹息了一声，直视着他的美眸说道。真的吗？你答应会永远护着我吗？苏清飞眼眸闪过一丝光泽，脸蛋故作凄美笑容。当然。苏阳信誓旦旦地说道。他在魔都确实有足够的权势去把眼前这个女人据为己有，管她是谁的情妇。苏清飞欲擒故纵地低下了头，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算了，我是一个二奶，是坏女人，不配跟着你。苏阳看他那低落的模样，心里莫名一酸，霸道地说，我可不管这些，我要你跟我，谁敢反对就让他在魔都消失。苏清飞故作姿态地擦了擦眼睛，嗔道，你这样强迫我跟你，那你跟他又有什么区别？苏阳一听这话也反应了过来，自己这样好像还真跟包养他的那个人没区别，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换了个人而已。我只是想把你当姐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苏阳神情有些尴尬。真的吗？苏清飞挑起那只艳艳的脚丫子，轻轻踢了他一下。这个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定吧。苏阳咽了咽口水说道。果然，男人满脑子除了色色就是苏清飞羞恼地骂了一声，忍不住又笑了起来。他这次来寻苏阳，其实心里还蛮大压力的，但是跟他聊了一会天之后，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来。说来也奇怪，他都36岁的人了，好像也只有眼前这个小男人，能让他感觉到发自内心的愉快。阿阳，我们洗完澡了，你在干嘛呢？是不是又在调戏小秘书？哥哥。就在这时，游艇里传来江瑶柔媚的笑声来，然后就看到江瑶和花雪芙还有宋一敏，穿着一条条的碎花裙，手牵手从里面走了出来。三女一见到露台上跟苏阳坐在一起的艳丽女人时，全都直接一愣。毕竟这个女人的姿色如此艳丽，完全不输于他们，自然不可能是那群小秘书中的一个。苏阳，这位是？宋一敏不认识苏清飞，虽然游艇上莫名多了一个漂亮女人，但是看他们坐在一起，还以为是苏阳认识的呢。你们来的正好，她叫菲菲，是那边那艘游艇出来玩的人，刚才过来串门来了。苏阳朝他们招了招手，给他们介绍了起来。苏清飞也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
不错，一个个身段都很棒，好生养，适合给咱家传宗接代。菲菲，江瑶有些疑惑的仔细盯着这个艳丽女人的脸，正好跟她的目光碰撞在一块，心里顿时一惊，略作犹豫，还是娇声唤了一声：“菲姨，你怎么来了？”当年在苏阳刚出生的时候，因为江家跟杨家是世交，他也跟随过父母来探望杨家的小宝宝。那时候眼前这个女人也在，不应该说，那时候对方还是个少女，只不过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而且后面偶然也见过她长大后的照片，那是杨姨调查苏家一些事情的时候看到的。所以虽然时间过了挺久了，刚才第一眼她就没认出来，但是仔细一看，她的容貌与年轻时也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再加上那一句菲菲，还是让她一下子就对应上了脑子里闪现出来的那个女人——岭南苏家。苏清飞，瑶瑶，你还记得我呢？苏清飞眼看被他识破了身份，索性也不再装了，轻笑了起来说道，虽然他心里有些可惜，不过既然是来找小宝回岭南的，他的身份迟早也是要摆在明面上才能劝说小宝，所以倒也没啥关系了。肯定记得呀，非遗这么漂亮的女子，世间少有，令人难忘。江瑶展颜一笑，落落大方地说道，虽然杨姨跟苏家关系不好，她也应该要站在杨姨这边，但是对方是自家男人的亲人，该有的礼貌还是要有的。而作为魔都花家的女儿花雪芙，自然也都看过国内各大家族的一些身份资料。在江瑶喊出那句非遗的时候，她同样也想起来这个女人的身份了。非遗，你来魔都玩，怎么不招呼我们一声？我也好让我姑姑招待你啊。花雪芙那双极美的美眸也带着笑意，礼貌地问候道。她跟江瑶倒是想到同一处了，不管杨家跟苏家是什么情况，既然对方是苏阳的姑姑，那么还是要以礼相待的。你那个姑姑跟杨映玉就像穿一条裙子长大的好姐妹，只怕她不会想见我的苏清飞娇笑了起来。只有宋一敏从没见过苏清飞，宋氏集团也只是依靠着杨映玉的扶持才崛起的，自然没机会见得到国内大家族的身份资料。所以她在愣了一下之后，虽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但也礼貌地学着闺蜜友好的打招呼道，非姨你好，我是宋一敏。我看过你照片，宋书园的独女，挺好。苏清飞笑盈盈地看了他一眼。苏阳听着他们的话，感觉脑子都要烧掉了，诧异道，你们都认识？江瑶从刚才的情况就能分析出苏清飞并没有告知苏阳他的身份，现在自然不忍心自家男人还蒙在鼓里，扭动皮骨坐在苏阳身边，挽着他的胳膊，低声耳语道，阿阳，其实非遗全名叫苏清飞，是你爸爸的妹妹，你的姑姑。苏阳露出无法置信的神情，抬眼看向艳美无比、肌肤胜雪的女人，惊呼一声，你是我姑姑。第108过儿，我是你姑姑。哎，姑儿，我就是你姑姑呢。苏清飞看着苏阳那惊讶的眼神，差点要笑出声来，继续胡搅蛮缠的咯咯娇笑。苏阳心里莫名激动，倒也没跟他计较这些。啊呀，原来咱家还是有亲戚的呀。毕竟当初他在陈家镇的时候，就向自家母上大人问过父亲的事了，只不过当时母上大人并没有跟他细说，只是说过他爸是岭南人，家世也非常显赫，其他就不得而知了。后来问江瑶，他也说了解的并不多，后面就被他说妈妈和小姨的事给晃过去了。而现在他终于见到了爸爸这边的家人，还是自己的亲姑姑，他自己找上门来了。姑姑，你刚才跟我聊的是骗我的吧？苏阳这时也反应了过来，之前姑姑跟他说的那些声色犬马之事肯定不可能是真的，毕竟母上大人都说过他父亲的家庭也是很显赫的，要不然当年也不可能跟妈妈联姻。也不算骗了，姑姑就是初次跟你见面，怕你紧张，跟你开个玩笑。苏清飞眯眼笑道，美艳脸蛋带着揶揄，不过吗？姑姑可是把你的话都当真了哦，你答应姑姑的，要我跟着你，你就一辈子护我周全。苏阳见他还提起这事，尴尬症都犯了，我那也是开玩笑的，之前还不知道你是我姑姑。那不行，你答应我的。苏清飞楚楚可怜地看着他，美眸波光四溢，几乎要将人心融化掉。苏阳心一软，罢了，你是我姑姑，我护着你也是应该的，那可就说定喽。苏清飞笑眯眯的起身，带着一阵沁人心扉的香风飘来，拉起他的胳膊，走，找个地方，我们姑侄俩好好聊聊。也行，苏阳确实有一堆的问题，跟着他站了起来，朝江瑶说，瑶瑶姐，我和姑姑去飞桥做会，你们先准备晚餐吧。呢，你们去吧，我们今晚给姑姑接风洗尘。江瑶像个乖巧小媳妇一样，也学着苏阳喊姑姑了。花雪芙和宋一敏现在都知道对方是苏阳的姑姑了，自然也都表现得落落大方，要给苏阳的长辈留个好印象。
苏清飞笑了笑，拉着苏阳，踩着赤足往楼梯走去。游艇的飞桥其实就是天台的意思。姑侄俩人找了一张靠护栏边上的桌台坐了下来。姑姑，你怎么来魔都了？苏阳等秘书把果汁放下离开后，就忍不住抢先发问道：我来找你啊，你爸爸让陈勇给我们寄信了，我们就知道你还活着了。苏清飞双手支在桌面上，撑着那张艳丽脸蛋，勾勒的曲线毕露，比基尼下的雪白肌肤尤为性感，充满了诱惑的魅力。永叔，他知道我爸的身份。苏阳吃了一惊，没错，其实他是你爸爸以前的保镖，你们来到陈家镇隐藏身份生活，就是他给你们打的掩护。苏清飞点头说道。苏阳仔细回想起这些年在陈家镇的生活，很多不合理的东西突然就变得很顺畅了，倒也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深呼吸了一口气，把关注点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好奇地朝苏清飞问道：姑姑，你能跟我说一下我爸家里的事情吗？原来你还不知道呢。苏清飞露出一丝笑容，继续道：也对，你妈妈那么恨你爸爸，当年把你带走，又怎么会跟你说他的事情？苏阳已经坦然接受了当年的事，所以不想再做评价。苏清飞坐了起来，香腻腻的身子靠在椅背上，一双雪白浑圆的美腿搭在一起，有些骄傲地说：其实你爸爸出生在岭南苏家，也就是我的4个。另外你爸爸还有3个兄弟，大哥苏胜义，二哥苏胜伯，三哥苏胜云，他们都是胜字辈的2代子弟，合起来就是义薄云天。我们家是很讲究宗族观念的，所以我们兄弟妹妹之间的关系都十分要好。除此之外，你爷爷奶奶都还健在，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你爷爷是鼎鼎大名的开国大元帅岭南苏公的长子苏建南，你奶奶是巴蜀刘家的现任家主亲妹刘之凤。因为开国之功，你太爷爷也就是岭南王苏公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我们苏家是世代承袭岭南的。你既然认识花家的花雪芙，那应该听过那首打油诗：岭南一片苏，大漠一朵云，沪上2朵花，江南足利。金陵桥之后，巴蜀刘据地，三晋三秦沈家坝，荆楚无话事。其中的岭南一片苏，还有巴蜀刘据地，就是说的我们苏家和你奶奶的刘家。而我们苏家是全市最强的，占据了岭南腹地，其他的地区要不就是气候不好，要不就是天灾地震洪水。所以岭南在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你可以从全国城市的 GDP 就能看出大致的发展趋势。魔都市最高的44000多亿 GDP， 排在第2的是京城，也是41000亿出头。而我们岭南的阳城和申城就占据了第3和第5，合计6万亿 GDP。 排在第4的渝州和第7的锦城，就是巴蜀的刘家地区，合计 GDP 接近5万亿。而阳城和申城也仅仅是我们岭南的2个城市，只论粤省，我们的 GDP 就接近13万亿，一省总量超过高丽、熊国。而岭南苏家的范围包含了粤省、八桂省、琼州、湘江、濠江，所以顶层人士都说我们是一苏遮岭南，就是说我们苏家的权势遮盖了整个岭南地区，而你就是岭南未来的天。苏阳真是越听越是吃惊，他实在没想到自家父亲的家世居然会如此的牛逼，难怪父亲居然能娶到妈妈了，也只有这样顶级的家世才配得上跟妈妈谈婚论嫁吧。苏阳看着姿容仪态如同女帝一般的姑姑，想起他最后的那句话：为什么我就是岭南未来的天？苏清飞微微含笑地看着他，因为到了你这一辈，整个苏家就你一个代表的独苗呀，你那些伯伯们只生了一堆的女儿，苏家未来的权柄可就都要交到你这根男丁独苗的手上了呀。苏阳脸上的表情逐渐凝固崩解，他并不是说担心自己承担不住这个责任，而是如果他对于苏家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是不是自己就会被苏家带回岭南了？那他是不是就要跟自家母上大人分开了？我只是想认个亲戚而已，能不能别玩这么大啊？第109，我连命都可以给你。苏清飞看苏阳的神色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阳阳，你是在想你妈吗？苏阳与苏清飞对视着，想了想还是问道：你来魔都找我，应该不只是见我这么简单吧？见你可不简单，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苏清飞轻轻一笑，眨着那双充满南方灵气的秋眸，继续道：不过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事，那就是要带你回岭南认祖归宗。果然如此，苏阳验证了自己的猜想，为难道：姑姑，我能不回去吗？当然不行，岭南是你爸爸的家，也同样是你的家，你不回家能去哪？苏清飞娇嗔地白了他一眼说道。苏阳皱了皱眉头，不服气地道：魔都同样也是我的家。苏清飞见小侄子有些生气，不由啧啧称奇，
看来杨家那女人早就给我小侄子灌了迷魂汤了。在此时的他心目中，自己这个姑姑肯定没有他妈妈重要吧。苏清飞心思活泛，开始琢磨其他切入点。杨洋，姑姑也没说魔都不是你的家啊，你别生姑姑的气了，好不好吗？苏清飞站起身来，迷人的甜香飘到他的身边，饱满皮骨挨着他坐了下来，挽着他的胳膊摇晃撒娇。也只有这个小侄子，能让堂堂岭南璀璨的明珠如此低眉顺眼了。我没生你的气，就是有些头疼。苏阳倒也没那么小气，别头疼了，来，姑姑给你揉揉。苏清飞抬起艳美嫩手，轻柔地按在他的额头两侧，娇腻地继续问着：杨洋，你要怎么样才能跟姑姑回岭南呢？苏阳心里有些乱，就任由他给自己揉着额头，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下，道：如果我妈也去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你妈妈肯定不会去的。你也知道你爸当年做的事，你妈妈恨透你爸了，又怎么会去岭南？苏清飞悠悠叹了口气。苏阳跟着叹息：那我也不去了，我才跟我妈相认了1个月，我暂时不想离开她的身边。杨洋，你妈妈是你的亲人，姑姑也是你的亲人啊，你是不是不把姑姑当家人了？苏清飞秀眉微蹙，一副可怜的模样看他。这倒没有，我也很开心能见到姑姑你。苏阳不去看他的脸，那姑姑是不是没有你妈妈重要？苏清飞稍有醋味地问道。苏阳侧头看向他，一副看白痴的眼神，这还用问吗？我是我妈生出来的，除了我爸，没有任何亲人能比的了。那是你还没感受到姑姑对你的好。苏清飞有些不服气，雪白纤手捏了捏他的脸皮，笑滋滋道：杨洋，想不想姑姑对你更好呀？疼你，爱你，命都给你。苏阳无语，这就不是一回事。你不懂。苏清飞笑得花一样灿烂，甜甜道：我怎么就不懂了？你妈妈能给你的，姑姑也能给你，你妈妈不能给你的，姑姑同样能给你，只要你说得出来，姑姑马上给你。你确实不懂。苏阳摇了摇头，母爱这东西，是别人女人能给她的吗？没有，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上大人能给她这种感觉。懂不懂也不重要呀，只要你跟姑姑走，姑姑会让你成为全天下的王。苏清飞在他耳边吐气若兰地说道。别提这事了。苏阳推开他站起身来，扶着栏杆，遥望着大海。此时已经黄昏，太阳即将沉落海平面，橙黄的波澜海天一线。他知道姑姑想用他拥有的一切来表达对他好，但是钱权这东西他真的不看重，妈妈和家的感觉才是他永远要珍惜的东西。苏清飞叹口气跟了过来，高挑的身姿趴在栏杆上，无形中的姿势让他摆出了一个性感的弧线。傍晚的海风很大，荡起他耳边的秀发。苏清飞望着夕阳，眸子浮现一抹恍惚，柔声自言自语地说着：21年前，我们以为你们真的出意外走了，初闻噩耗，你爷爷和奶奶就心脏病犯了，直接昏倒，抢救3天才从阎王爷手里把人抢了回来。而那架发生空难的飞机，却连一具遗体都没留下来，全被爆炸融化了。我们多想也从阎王爷手里把你们抢回来，可是上天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我们。那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无力感。这是一种无论你有多少财富和权力都无法去改变的事情。最后我们只能带着你们行李中没有被融化的遗物，一条小观音吊坠来悼念你们。当时你爷下令整个岭南地区连续3天都为你们进行哀悼，被禁止大街上开音乐，不许大牌，不许打闹嬉戏，所有的舞厅、卡拉 OK 厅等娱乐场所全被封禁。虽然有些普通老百姓可能会觉得扰了他们的生活，但是扰了就扰了，又能如何？他们又怎么能够跟你们的重要性相比？你爷爷给你们办完事的那天，就独自出去借酒消愁了。那晚天气阴沉沉的，听说你爷爷喝得烂醉，回来的时候在路边等红路灯，却说在前面看到你们的身影，直接闯了红灯想去抓你们，差点出了车祸。幸好一直有保镖在暗中跟着他，才没有出事。你奶奶还在我们家族的老宅西侧修建了一座大雄宝殿，请来满天神佛、18罗汉、弥勒佛、千手观音、4大天王、27尊菩萨，为你们祈祷保佑。每逢初1、15，逢年过节，我也会陪着你奶奶到这座佛堂去为你们烧香拜佛。你奶奶每次给你们烧香，跪在蒲团上，每次都会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是啊，能不流泪吗？我们家的独苗男丁多金贵啊，一家就那么一个。以前我是不相信这些的，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迷信，但是经历了失去你们的那次，我就开始信了。我们岭南有个很有名的女师太跟我说，神佛这些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只要我们相信，那你们就能感受到我们对你们说的话。师太说，我们人呐，这一生很短，最终都会失去，所以在遇到想要珍惜的事情时，
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做一件事，追一个梦，哪怕最终会失败，起码我们尝试过了，才不会后悔。所以，我来么都想带你回岭南，就算我知道肯定很难，但我也要来尝试。也许我这次尝试，会给苏家带来更好的结局。你可能不知道，我在来的路上有多么兴奋，连风都感觉是甜的，因为我是苏家第一个在相隔21年之后跟你见面的。从岭南到魔都1300多公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思绪万千。虽然你心里可能没有我这个姑姑，但顺其自然吧，一切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你生姑姑的气，可以，没问题。你觉得姑姑哪里做的不好，你就跟姑姑说，姑姑我能改，但是你不能不理姑姑，也不许不见姑姑。我们是在 VS 问题，而不是你在 VS 我。苏阳侧头看着原本如女帝一般高高在上的姑姑，此时脸蛋上满是脆弱的泪水，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不说了，日落就是讨厌，总是让我勾起许多哀伤的回忆。苏清飞背对着他，伸手抹去脸上的泪水。苏阳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堵得慌，拍了拍他细腻的香肩，低声道：姑姑，对不起。苏清飞往前走了几步，跟他隔开一段距离，回头梨花带雨的妩媚一笑：你是不是不相信姑姑能把命都给你？苏阳愣了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苏清飞望着这个小了他足足1轮多的小侄子，大笑：妩媚无双，你不相信也正常，毕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如果我的证明能让你愿意回岭南认祖归宗的话，那好，我这次一定会让你明白姑姑的心意。说这话，他就在苏阳不敢置信的目光下，猛地撑着栏杆，一跃扎进了大海。姑姑！苏阳悚然一惊，想伸手去抓，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听到扑通一声，水花四溅，波浪荡漾的海水里，彻底消失了苏清飞的身影。苏阳心脏像被重重击打了一下，全身毛孔炸起，根本不敢再多想，直接翻越栏杆，紧随其后从4层高的游艇上纵身扎入海中。游艇上看到这一幕的秘书尖声惊叫了起来：苏少跳海了！小青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也跳入了大海，江瑶和花雪芙、宋一鸣他们也大惊失色，连忙冲了过来，也跟着一个个跳入了海中。那些个女水手们也飞奔过来，跳上刚才他们玩完浮前还没吊起来的快艇，赶过去接应。海水里，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苏阳只能看到黑漆漆的一片，耳朵被海水灌入，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但是他根本没在乎这些，眼睛透过游艇上照下来的灯光，不断寻找着苏清飞的身影。他知道，如果苏清飞真的因此而出事了，他一定会悔恨终生。也不知道找了多久，他突然感觉自己肺里的空气已经消耗一空，抬头想回到海面上换空气，结果却发现自己潜得太深，已经来不及了。苏阳只能拼命往上游，嘴里呛进一口海水，动作越来越无力，意识开始模糊，恐惧在心中蔓延。这就是即将死亡的感觉吗？原来是这样的啊！脑海中像走马灯一样，飞快闪过自己一生的回忆，包括小时候跟爸爸的记忆，还有彻底成为孤儿的落寞，最后就是1个月之前妈妈找到他之后，那完全控制不住的激动眼神，还有刚才姑姑那梨花带雨的凄美笑容。而就在这时，一条空灵绝美的美人鱼身影将他缠住，对着他的嘴巴灌进去了一口空气。俩人的身影被探照灯锁定，像是在海水里被注入的一道阳光。周围的几道美人鱼身影伸着雪白的手臂，像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地涌来。悬浮在海水中的他们，被碧蓝的海色衬托着，如同一幅绚丽的画卷。第110共赴黄泉。与此同时，另一边，望江阁包间里，杨莹玉和花墨艳、宋书媛、柳如梅3个密友正在吃晚饭。只不过，此时的她好像有些心不在焉的。花墨艳刚给杨莹玉夹了1筷子菜，回头就发现她的脸色不太对劲。莹玉，你怎么了？脸色突然变得这么苍白。花墨艳有些诧异。杨莹玉捂着心口的位置，感受着自己的心房突然颤荡，脸上显露着担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口突然就有种被狠狠扯痛的感觉。你心脏又没有什么问题，怎么就会扯痛呢？宋书媛连忙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柳如梅却神情古怪地说道：最近我在看的一本书，正好提到了这种现象。书上说的是，这叫量子纠缠，涉及牵线原理，用现在的科学都还无法解释清楚。什么叫做量子纠缠？花墨艳眨了眨眼睛，奇怪地问道。柳如梅迎着杨莹玉急切的眼神，继续说道：就好比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另一人瞬间就能感应到，不管多远，比光还快。量子纠缠的运行造型就跟太极是一样的，这也正常。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宋书媛努努嘴说道。
这不就相当于是心灵感应或者第六感吗？这世间念头最快，佛家讲一念的时间里，这个念头就比光传播的还要迅速，无视任何距离。花墨燕说着话瞥了身边的杨银玉一眼，杨银玉双眉也一下子蹙了起来，问：那为什么会出现我这种情况？柳如梅犹豫了一下，还是实话实说道：按书上解释的话，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跟银玉你相互感应的人，可能出现意外情况了，所以在量子纠缠的超距作用下被你感应到了。那这个人一般会是……杨银玉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升起了一股不安，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回答。柳如梅眼神复杂地说：按照量子纠缠的磁场感应来说，人体也是有磁场的，也就是说跟你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就会有同种性质的量子，基本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双胞胎或者是母子连心。杨儿出事了！杨银玉身躯骤然激震，猛地就站了起来。银玉，你冷静一下，为什么就会是杨儿呢？花墨燕跟着起身拍着他的手背，连忙安抚地说道：直觉。杨银玉突然情绪非常暴躁，心脏不断悸动。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小七，在暗中保护儿子的小七。杨银玉连忙伸手拿过手机，接通了电话。喂，有事直接说。杨银玉手心一片冰凉，急切地说道：夫人，少爷刚才溺水了。小七的声音在手机里传了出来。杨银玉瞬间瞳孔收缩，浑身上下散发着冰冷气息，情绪失控，满脑子的害怕、恐惧、暴虐、疯狂、杀人的心。花墨燕和宋书媛、柳如梅他们也都能听到小七的声音，所有人的心脏都狠狠跳动了一下，完全懵在了那里。杨银玉泪水无法控制的夺眶而出，嘶声喊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如果让他听到杨儿真的出事的话，他敢肯定自己绝对会彻底疯魔。夫人，你别着急，少爷没事。小七先把结果说了出来，然后再汇报过程。苏清飞到少爷的游艇上找他了，俩人上了飞桥谈话，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苏清飞就从飞桥上跳入了大海。那时已经是黄昏之后了，太阳已经沉落海平线，海水漆黑一片。少爷可能是担心他出事，要救他，也紧跟着跳入了海中。小青一直都有在留意这边的情况，第一时间就紧跟着跳入海里救人。少爷呛了一口海水，已经被救起来了，人清醒，身体无碍。苏清飞也没事，都回到游艇上了。苏清飞，如果我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去陪杨儿之前，也要拉上你整个苏家陪葬。杨银玉一脸寒霜，杀机毕露，眼眸之中闪过让人心悸的阴冷。平的一声，他的白玉拳头狠砸在餐桌上，所有的碗碟杯筷全都被震得狂跳而起。这次他是真的动怒了。当年的那场空难之后，他就遭受了巨大的伤痛，如果不是那时候杨家还要靠他支撑，他早就陪着儿子一起共赴黄泉了。而现在才刚经历了1个月的失而复得，上天给了他希望，如果再一次扑灭掉，那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陪儿子一起在黄泉路上相伴。雅儿，妈妈发誓，这辈子不会再让你孤单一人离开了。第111，你以为你很厉害啊？豪华游艇上，苏阳被江瑶一阵人工呼吸和按压胸腔唤醒，坐起身猛地吐出一口海水。江瑶顿时哇一声哭出来，抱着他抹眼泪：阿阳，你怎么这么傻呀？天黑了还下海，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活了。两旁的花雪芙和宋一鸣也哇的一声，埋头在他肩膀上大哭起来，显然他们也都被吓坏了。不哭不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苏阳亲着怀里江瑶的脸颊，两只大手张开，轻拍着两边的花雪芙、宋一鸣的玉背。抱在一起的4人都能感受到对方那扑通狂跳的心脏，明显都受了惊吓。他的头发还在滴着水，身上就只有一条泳裤，而江瑶他们3女身上的碎花裙也都湿透了，浸湿的布料贴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细腻的肌肤都有些凉意。不过抱在一起倒也能相互取暖，身子渐渐柔和暖香下来。苏阳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侧头去寻找苏清飞的身影。当看到他在旁边狼狈地趴在小青腿上，正被轻拍着后背在吐海水的时候，心里这才大松了一口气。苏清飞抹了抹红唇的水迹，一抬头就看到小侄子在看他，喜笑颜开地道：这么关心的眼神，担心姑姑呢？谁关心你了？活该，让你作死。苏阳回想起那种窒息感，心里还有些后怕，大骂了他一句：那你不关心我，为什么要跟着我跳下来？你不怕把你自己给搭上吗？苏清飞没心没肺的咯咯娇笑，泡过海水的艳美脸蛋显得愈发冷白。当时我只是下意识的反应，做不出见死不救而已。苏阳瞪了他一眼，
那要是一个跟你不相干的女人跳下去了呢？你也会舍命相救？苏清飞忍不住偷偷一笑，他当时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小侄子居然会跟着自己跳下来。此时再次看到他时，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和心安。看来我这个姑姑在他心里面的分量还是蛮重的嘛。苏阳一阵蛋疼，如果是跟他不相干的女人，他还真不会去救。他又不是圣母。太阳都落了，大海漆黑一片，谁还会冒这个风险啊？反正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有大好的荣华富贵等着过，有着最美的女人等着他享受，有着最疼爱他的妈妈在等他回家。别人的死活不值得让他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搭上。英雄的伟大还是留给别人吧。你为什么突然跳海？苏阳满腹怨气的继续瞪着苏清飞。哼，整个岭南都知道，我苏清飞说一不二。我说过要把命给你，那就做给你看。苏清飞高傲的抬起雪白的下巴，拍着比基尼里一级欧派，眸光亮得惊人。你呀，是脑子有大病。苏阳见他这副模样，心里更气了，懒得搭理他，拉着几女站起身来，就准备去洗澡换衣服。这傍晚的海风挺大的，刮在湿透的身体上，迟早得感冒。苏清飞撅着嘴看着他的背影，闷声不说话，像个受气包，脑子里委屈声，干嘛这么凶吗？我是你姑姑哎，叉腰声，没大没小就会凶我，要不是我心甘情愿被你拿捏，你以为你很厉害啊？哼！苏阳带着江瑶他们刚走到楼梯处，回头望了苏清飞一眼。此时甲板上的位置就只剩下苏清飞和小青了。游艇上的秘书不认识他也不熟，自然不会跟他说话。苏清飞身上还是那套紫红色的性感比基尼，那条扎在腰间的五彩薄纱早就被海水冲走了，露出那条很小布料的系带小泳裤。海风呼呼的吹在他湿透的腻白身子上，让他有些发抖。一头精致的秀发也还湿着，披在脑后还滴着海水，露出那张发白的艳丽脸蛋。苏阳突然觉得他此时的模样很落寞，何苦呢？堂堂苏家掌上明珠，在他自个儿的游艇上，能有一堆女仆围着他服务，有尽忠尽职的女保镖在身边保护着。跑来苏阳这艘游艇上，秘书们不认识他，也不敢跟他搭话。江瑶他们都在担心着苏阳有没有事，也没心思去关心他一个不熟的人。而苏阳刚才也对他的冒死行为满腹怒气，所以刚才他也一直在凶他，觉得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居然跑去跳海，万一真的出事了可怎么办？整艘游艇上的人好像把他彻底孤立出来一般，看着他滴着水的发丝贴在脸上，孤单坐在垫子微微发抖的身影，苏阳心里一软，拉住了身边的江瑶，温柔道：瑶瑶姐，你给姑姑安排一个卧室，拿一套你的衣服给她换上。哦，江瑶小媳妇似的柔媚乖巧的应声而去。姑姑，我们去洗澡换衣服吧。江瑶屁颠颠走过去，把坐在软垫上的苏清飞扶了起来。苏清飞自然也听到刚才苏阳的话了，嘴角微微勾起，脸上全是明快的笑容。小侄子，你还是关心姑姑的吗？苏阳板着脸瞪了他一眼，再有下次我可不管你了。没有下次了，不要凶凶。苏清飞貌似真的很开心，愉悦的挑着媚眼看他。苏阳翻了翻白眼，也就你是我姑姑，要不然必须狠狠教育一顿。苏清飞喜滋滋的挽着江瑶的胳膊，扭着小蛮腰走来。游艇的4层是6个大卧室，供主人使用的，3层才是客房，给秘书们住。水手、船员、船长也有属于他们的员工房。每个房间的装修都各具特色，比总统套房还豪华。苏阳跟江瑶住一块，给姑姑安排了个空房之后，苏阳先去浴室洗澡、刷牙。江瑶脱下湿透的裙子，只穿着内衣裤去行李箱翻出一条裙子和新的小衣物来，先给苏清飞送去。也就他这同等1级强者，才符合苏清飞的尺寸。苏清飞看着江瑶给他送来的洋红色内衣裤，笑盈盈的打量着江瑶，我还以为我的就够大的了，没想到瑶瑶你也穿这码数呢。江瑶看着他那含笑的眼神，一阵扫视，柔媚脸蛋一红，姑姑这都是新的没穿过的，你先洗澡换衣服吧，我回去给阿阳擦背了。丢下这句话，他就羞涩的跑开了。毕竟对方再怎么说也是自家男人的姑姑，那就是长辈，还是很让人害羞的。苏清飞啧称奇了一句，无毛之女望3代，咱家小宝还蛮有福气。第112大海上的夜，晚餐是在游艇的主餐厅里进行，里面所有的家具餐桌都是与奢侈品公司合作开发的，就连墙面都是大量的真皮包裹或者油木装饰，地面铺设的是大理石地板外加羊绒地毯。餐桌的上方是纯手工制作的水晶灯饰，餐厅的另一侧就是小型酒吧。苏阳几人穿戴整齐之后，就围坐在餐桌上准备用餐。今晚的菜肴十分丰盛，各种新鲜的海产海鲜俱全。秘书们送上餐食饮料美酒之后，苏阳就让他们回去也吃东西去了，不用在这边侍候着了。
一个个美妞秘书笑嘻嘻的朝他抛了个媚眼，就离开了主餐厅。哟，杨洋，这些小妞们都在暗示你今晚去宠幸他们呢。苏清飞啧啧的喝着香槟笑道，她身上穿着江瑶给她的一条大红吊带裙子，修身的设计让她丰满曲线毕露，欧派春光若隐若现，一双雪白浑圆的腿更是完全裸露。苏阳盯着这个颜值和身材都很顶级的姑姑，没好气的吐槽道：宠你妹！不知道为何，现在的苏清飞完全没有给她一种长辈的感觉。之前刚知道她是姑姑的时候还好，跟她聊天还会对她有长辈的尊重，但是自从她发疯证明命都能给我跳海之后，就感觉她幼稚的不行，所以一下子就没把她当长辈看了，就想训她。苏清飞有些瑟缩，弱弱道：我又没有妹妹，我是我们家同辈最小的一个，你要宠就宠我好不好？她的这副受气包模样让江瑶和花雪芙、宋一敏他们都看得很是惊奇，毕竟鼎鼎大名的岭南女帝苏清飞可从来没有对任何男人示弱过的呀。再想想苏家的权势，这样高高在上的女人，此时居然被苏阳训得跟个委屈小媳妇一样，实在怪异。先把汤趁热喝了，暖暖身体。苏阳给她盛了一碗海鲜素菇汤，放她面前。苏清飞乖乖拿起小勺子喝起汤来，却是心中一动，笑道：洋洋，你喜不喜欢喝汤呀？还行吧，汤蛮有营养，也挺好喝的。苏阳边给江瑶他们也盛上一碗，边随口回道：那等你回岭南了，姑姑让你尝一下什么叫做老火靓汤。我们越城人煲汤种类繁多，而且烹饪方面也偏向于精细，绝对是煲汤界的第一名。苏清飞骄傲地仰着艳美脸蛋说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苏阳哪还不知道他的心思，白了他一眼说道：可以啊，天若有情亦无情，万丈红尘我等你。苏清飞咯咯一笑。苏阳皱皱眉道：这么多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吗？这姑姑就是死脑筋，她自己都没想好怎么去处理两家的事呢，现在只能让所有的事情都顺着自己的本心去发展。苏清飞香唇动了动，看看他的表情，终究没敢吱声，专心低头干饭，把自己吃胖点，就能揍得过小侄子了。整天就知道欺负姑姑。哼，瑶瑶姐，我们明天看完海上日出就回去了吗？苏阳对坐在自己另一边的江瑶问道。江瑶嗯了一声，原计划是这样。阿阳，你想早点回去吗？这倒没有，今天傍晚原本还以为和你们好好欣赏夏日落的，姑姑就跑过来了，让你们都没好好看日落，明天再回去也没事。苏阳也边吃边说道。其实他心里有些担心，回去之后姑姑会不会就找上自己母上大人要人去了，到时候肯定要掐架。毕竟从之前跟姑姑的谈话来看，自己对于苏家太过重要了，他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这可是一个连命都不要的疯子姑姑啊，所以还不如先拖一拖。怪我喽。苏清飞抬起艳丽脸蛋，不服气地看着他，无意间流露出的那一抹风情分外诱人。那能怪我啊？苏阳横了他一眼，哼。苏清飞独自生闷气，低头继续干饭，把腮帮子塞得鼓鼓的，一副要把自己撑死的模样。苏阳见他一直不停往嘴里塞食物，心说这姑姑还是个饭桶呢。花雪芙笑着瞥了他们姑侄一眼，打圆场道：苏阳、非遗，纵使我们错过了日落，也还有满天的繁星和日出在等待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嘿，你这妮子不错，以后可以入我们苏家的门了。苏清飞声音含糊的夸赞道。宋一鸣也媚笑的说道：我觉得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做什么都会很高兴，看风景也只是排在重要的人后面。没错，喜欢的人就这样光看着就觉得开心，风景只是顺带的。苏清飞心花怒放，连着两个人对他示好了呢，笑得红唇都合不拢了。敏儿也不错，也是可以入我们苏家的门了。江瑶愕然，心说这两闺蜜怎么就跟叛变了一样呀？媳妇，来吃这个。苏阳夹了一块龙虾肉放到江瑶的碗里。老公，么么哒。江瑶嘟着红唇抛了个飞吻，美滋滋的吃着自家男人给她夹的菜。苏阳我也要。花雪芙柔嫩的清丽脸颊带着期待把碗推了过来，人家也要。宋一鸣也把自己的碗推了过来，媚眼如丝的看着他，娇腻道：可以啊，我给你们家。苏阳得意的瞄了一眼苏清飞，看吧，他们只是看在你是我姑姑的份上而已，直接把苏清飞气得瞪眼。两个见色忘义的女人，只配及我家小侄子当心目。一顿晚饭持续到夜里8点左右才算结束，一行人转移到了甲板上的躺床上，把躺床推到一起连着，躺下来隔着大毛巾看星星。苏阳搂着胸大腿长皮鼓翘的江瑶躺在正中心。阿阳，大海上看星星果然能够看得更清晰呢。江瑶朝天空举着娇艳的小手，像是在抓星星的模样，娇脆地说道：是啊，远离了城市的灯光，这很像我小时候的夜晚，
在农村里仰望天空看星星，真的特别多，特别亮，特别好看。那种回忆一辈子都忘不了啊！苏阳大手抚着江瑶穿着丝袜的美腿，感受着她细腻柔滑的腿肌，脑子里却是陷入了回忆。农村就这么好吗？苏清飞嗤笑一声说道：“挺好的，以前虽然穷，但是很快乐。”苏阳依旧一副沉思的表情道。花雪芙轻声笑了笑，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那么多事情想，所以无忧无虑才快乐，而长大了，成熟了，要想是事情多了，要承受的压力大了，所以才会觉得不快乐。快乐确实是那段无忧无虑的年纪。小时候我摘过野果，树林里找过蘑菇，小河里抓过鱼，掏鸟窝倒蜂窝，自制弹弓玩具，拿着手电当光剑，还有很多很多。那是真的很快乐，也很容易满足。苏阳说着话，侧头看了一眼躺在江瑶身后花雪芙，她身上清冷的气质跟月光很配，这种清丽淡雅型的美人，在月下欣赏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宋一敏像是很自然的从身后抱着苏阳的腰，两条美腿贴在他的身上，笑道：“这就是越简单越快乐，回不到的过去，也说明我们都长大了。阿阳，你是想陈家镇了吗？要不要我陪你再回去一趟？”江瑶香软的红唇亲了他一口，柔声说道：“不用，我只是在怀念我的童年和青春。”苏阳笑了笑说道。大家都不知不觉就静了下来，躺在真皮躺床上仰望着星空，可能都在回想着自己的童年吧。海水冲击着游艇，荡起一片片海浪声。苏清飞看着抱在一起的四人，心说：姑姑我的位置呢？怎么把我排在外面了？都在想入非非，却不要非非，哪能行？苏清飞厚着脸皮，伸手抱住身边的宋一敏，不管，姑姑也要一起。第113，受气包姑姑。夜晚12点，游艇的豪华大卧室里，苏阳躺在被窝里，搂着江瑶纤细的小蛮腰，俩人的神态都有些慵懒。苏阳微微在喘气，江瑶柔媚的脸蛋上挂着红妆。夜深人静，只有空调呼呼的冷气声，还有半开透气的窗户传来哗啦啦的海浪撞击声。媳妇，你觉得我妈妈会让我离开她去岭南吗？苏阳紧紧抱着江瑶柔软香滑的身子，拉了拉被子，把两人裹紧在被窝的问道。软绵绵香喷喷的被子压在他的身上，却压不住他脑子里一直在翻滚着的思绪。老公，那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跟姑姑回岭南吗？江瑶柔软湿润的香唇亲了他一口，一双脚丫子不安分地在他腿上蹭着。苏阳看着自家女友那诱人模样，鼻子贴在他酡红的脸蛋上说：应该会想去看看吧，毕竟那是我爸爸的老家，但是我又想陪在妈妈身边。我们才刚相认了1个月，正是不断拉近亲情的时候，这时候我要离开的话，我不舍得，妈妈肯定也不会舍得。如果姑姑晚点来就好了。江瑶捧着苏阳的脸，声音更柔更细地说：老公，其实当你1个月之前被杨怡找到，你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在转动了。有一句话说得好，无论你在什么时候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这一刻就该出现的人。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那都是你该去的地方，经历该经历的事，看到你该看见的人，这就是命运。所有的出现和相遇都是必然的，万事皆有因果，种下什么因，结出什么果。当你把这句话用到你的身上，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提前预见的。也是，当初我爸爸带我去到陈家镇种下的因，其实就可以预见我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了。姑姑他们收到我爸寄的信，也不可能不来找我的。苏阳深呼吸了一口气，闻着江瑶身上的香味。那你有什么打算？江瑶柔声笑着咬了咬他的嘴巴，被子下依旧曲线毕露的腰身，撑起一道曲线玲珑有致的拱起。苏阳摸着她暖玉般毫无瑕疵的肌肤，将她缠在自己怀里，淡笑说道：尽人事，听天命吧。明天回去先跟妈妈说一下，看看她有什么意见，然后再视情况下一步。江瑶轻声嗯了一声，表示赞同，滑腻柔软的身子在他怀里轻扭着，眸子亮晶晶，嘴角含笑：老公，你今天跳海溺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啊？肯定有啊，我脑子里出现了从小时候一直到妈妈找到我之后遇到的任何人与事，当然也包含了我最爱的姚皇后。苏阳咬着她香软的耳朵温柔道：那你那时候不害怕吗？江瑶软绵绵的小手在他心口画着小圈圈。害怕呀，更怕的是失去你们。苏阳抓住他调皮的小手，张嘴擒着他那涂着嫣红美甲的指尖，含糊道：媳妇，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江瑶嘴角笑意愈深，笑容明媚：你上辈子也是这样问的。姚皇后，今晚你别想睡觉了。苏阳一个翻身。第二天一早，苏阳被花雪芙和宋一敏敲门吵醒，喊他们起来看日出。江瑶还睡得跟只小猪似的，
把被褥卷成一团窝在他怀里。苏阳好笑的横抱起他，一起进了洗手间洗漱刷牙。江瑶迷迷糊糊的坐在洗手台上，两只胳膊搂着苏阳的脖子，微张着香唇小嘴，任由苏阳捧着他的脸蛋帮他刷牙洗脸。折腾了10几分钟之后，苏阳这才又抱着江瑶回到房间给他穿衣服。20多分钟之后，俩人出现在甲板上的时候，江瑶还一副没睡醒的模样。苏清飞和花雪芙、宋一敏他们都已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甲板上等他们了。苏阳，快过来！太阳快要升起了，花雪芙穿着纯白色的窄腰长裙，笑盈盈的挥着洁白晶莹的小臂。来了！苏阳应了一声，横抱着江瑶走了过去，把她放了下来，拥着她的纤腰一起依靠在栏杆边上。宋一敏看着江瑶那半睡半醒的迷人模样，媚笑的说：“瑶瑶这是怎么了？一副坏掉了的样子。”江瑶没心没肺的白了他一眼，打着哈欠娇声说：“你就羡慕吧。”宋一敏和花雪芙掩嘴咯咯娇笑。苏阳侧头看了一眼另一边的苏清飞，她依旧穿着江瑶借她的那套大红长裙，露出藕一般雪白的胳膊，亭亭玉立的迎着早晨的海风。艳美的脚丫子穿着拖鞋，脚趾甲如同红色砖石般璀璨，鲜红鲜红的。姑姑，早上好。苏阳今天心情不错，主动跟他打了个招呼。早上好。苏清飞欢欢喜喜的应了一声，抿嘴一笑，继续说：“杨洋，在我们粤省。早上好也念作走森。你好就是雷猴。我知道，以前小时候看湘江电影的盗版影碟，基本都是粤语原声。”苏阳随口说道：“那你听得懂粤语吗？”苏清飞有些期待的问道：“大概意思能懂吧？说就不会说了。”苏阳抱紧怀里的江瑶，脑袋贴在他的侧脸上说道：“没事，现在粤省外来人口多了，大家都会说普通话了，能听懂得就行。”苏清飞见小侄子今天这么乖，不凶在他了，心里还挺美的。海水的地平线上，太阳也开始缓缓地升了起来，映得云彩橙红泛金。苏阳他们吹着海风，看着日出，晒着初升的太阳，倒也把晨间的凉意渐渐驱散。姑姑，等会我们吃完早餐就开始打道回府了，你有什么打算？苏阳看向身边的苏清飞问了一句。我能有什么打算？当然是你去哪我就去哪呀。苏清飞活动小心思，笑得花一样。苏阳当即就一皱眉，我要回我妈妈那里。你也敢跟去？他现在已经搬到母上大人那栋世贸佘山庄园去了，之前那套别墅的私人物品也都让贝蒂儿送到了庄园，包括车库的那些豪车。苏清飞哼了一声，我可是苏家苏清飞，世上又有什么地方是我不敢去的？去你个头！你不准跟着我！苏阳瞪他一眼，沉声道：按照姑姑这性格，还有自家母上大人的性子，真要在世贸佘山庄园碰上面了，说不定当场就得开撕，这不得发展成两大家族干战啊！苏清飞还有些不服气，但是看他的眼神，还是讪讪的撇撇嘴，一副不敢反抗的委屈模样。那你要把姑姑丢在魔都就不管了吗？你答应过让我跟着你，然后你要护我周全的。苏阳看姑姑那一脸的受气包表情，就想起昨天他那惟妙惟肖扮演二奶的行为，翻了翻白眼道：那是你在给我下套？那你是不是答应我的？苏清飞瘪着嘴，水汪汪的美眸倔强地瞪着他：你不管我，我就直接在大街上睡马路，被晒死算了。你不会住酒店啊？苏阳无奈地说道：魔都基本都是你妈妈的地盘，她要是不让我住，把我赶出去怎么办？苏清飞怨念深重地看着他，苏阳心里莫名的一软，说道：我给你发个地址，那里有一套空着的别墅，之前是我在住的，你这段时间就住在那里吧。苏清飞心里有些小得意，这小侄子还是很关心姑姑的嘛，表面上却依旧做着不情不愿的模样。你这算是金屋藏娇吗？藏你妹！赶紧加我微信，我把地址和门锁密码发你。苏阳伸出指头去戳姑姑的脑门，苏清飞捂着额头，心里气愤，我可是你姑姑哎，没大没小，但表面还是殷勤的掏出手机，送上妩媚的笑脸。你扫我还是我扫你？靠在苏阳怀里的江瑶看着在岭南凶名在外的苏女帝被自家男人欺负得像个受气包一样，就忍俊不禁，柔媚的脸蛋埋在苏阳的怀里，怕自己笑出声来。第114苏清飞 vs 杨映玉。上午10点，两艘游艇缓缓停泊在了魔都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苏阳一行人从游艇上下来，另一艘苏清飞的随从们也汇集了过来。瑶瑶，多谢你借我的衣服，这是我从岭南带过来的一条红宝石项链，就当谢礼送给你了，可别跟我客气哦，这也是姑姑给你的见面礼。苏清飞从女助理手里拿过自己的包包，掏出一条精美的项链塞到江瑶的手里。他借江瑶的裙子和内衣裤都已经穿过了，自然是不可能还回去的，都是顶级白富美，一般情况下谁还会穿别人穿过的呀？谢谢姑姑。江瑶娇媚甜笑的收了下来，
苏阳揽着江瑶的细腰，朝苏清飞叮嘱说：“姑姑，你自个儿在魔都可别乱来，等我电话知道没？”苏清飞瞪起美眸：“姑姑做事还要你教？”苏阳看他身边都是随从，也就给他点面子，难得没有去凶他，挥挥手走了。有事电话联系。苏清飞看着小侄子，他们开着各自的车子离开港口之后，立刻严肃着艳丽脸蛋，淡然的朝助理问：“杨银玉在哪？”武当家。杨女王此刻正在雪山集团旁边的助理连忙汇报道：“走，去会会这个魔都女王。”苏清飞艳美小手一挥，一马当先坐进了边上停着的车队，10几个女随从紧随其后，各自坐上了车子。车队开始向雪山大厦出发。另一边，布加迪车上，苏阳也正在跟江瑶讨论着这个姑姑。瑶瑶姐，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苏家的事了？苏阳边开着车，边瞄了一眼身边的江瑶，好奇问道。江瑶吹弹可破的柔媚脸蛋上，欲言又止，终究还是实话实说：“阿阳，其实我对苏家的了解确实比你多，之前是因为你妈妈的原因，所以就没敢跟你说。我不是隐瞒你的，没事，我能理解。那时候我还在适应我的身份，如果你再告诉我苏家的事，我估计要脑子爆炸了。”苏阳倒也没怪他，继续问：“那你跟我说一下我这个姑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呗？”没问题。江瑶像是在认错似的，把一双美腿伸了过来，搁在他的腿上，眯着眼睛笑：“据我所知，你姑姑在岭南的传闻可是很彪悍的，顶层圈子里都流传着一句话：宁惹阎罗王，勿惹苏女帝。”哦，怎么说？苏阳被勾起了兴趣。江瑶绘声绘色的给苏阳说着：“那年你姑姑才过18岁，去上大学的时候，听说被几个不识得她身份的2代子弟缠着搭讪，你姑姑不搭理他们，他们中一个飞扬跋扈惯了她，暗骂了一句婊子臭神器。结果你知道怎么着？你姑姑从包里掏出一把手枪，直接对他脑袋上，把他吓得当场尿失禁了。那他应该没开枪吧？”苏阳想象着那个场面，笑了笑说道。江瑶眨了眨亮晶晶的眸子，却说道：“他开了，对着那男的下体开了一枪。”卧槽，真敢开枪！苏阳有些不敢置信。江瑶点点头：“对呀，谁也没想到你姑姑敢当众开枪。那是18年前了，网络也才刚刚起步，事情很容易就掩盖下来了。后面你姑姑转学了，那几个男的都还被你姑姑的保镖费了，弄进牢里去了，还把他们家里的背景和后台都给一锅端，到现在都没有一点消息，估计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也太虎了吧！”苏阳听的是一愣一愣的，还有更虎的。江瑶摆着手指间，继续给他说着：“在你姑姑24岁的时候，有不少龙国的大家族子弟想攀上苏家的关系，进行联姻。一个京城来的顶级子弟就喜欢挑战这种带刺的玫瑰，跑来岭南，每天对你姑姑献殷勤，疯狂追求。结果你姑姑把他给迷晕，让人安排了10几个有那方面爱好的男人圈圈叉叉了他3天3夜，直接让那个京城子弟后半生幸福彻底报废了。在你姑姑28岁的时候，你姑姑去外面旅游，当地的一个大家族派了一个同龄的男子相陪，你姑姑自然不会搭理他。结果那个男的自以为这是他们家的地盘，偷偷在你姑姑下榻酒店安装摄像头，结果照样被你姑姑的保镖给查探了出来，当场把那男抓来，拍了几部男片发到网上去，还把他给沉海里去了。那个大家族到现在都没敢再提这事，毕竟苏家所在的岭南地区可是掌管着龙国南部战区的部队，谁还敢真跟苏家硬碰硬啊？总之，自那之后，你姑姑的凶名就已经响彻整个顶层圈子了，谁碰谁遭殃，没有哪个男人敢再去招惹这个令人心颤的女魔头了。除此之外，你姑姑在岭南并没有走从政或者从军的道路，而是给苏家管理着那些依附苏家权势的白手套，包括企鹅、阿里这些龙国顶级资本都掌握在他的手上。苏阳听着江瑶的诉说，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诧异了。他实在想不到，那个任由他欺负的受气包，居然还有这么虎的事迹。受气包等于女魔头，太不可思议了。半个小时之后，苏阳已经回到世贸蛇山庄园放行李了。而与此同时，在雪山大厦董事长办公室里，高贵冷艳的杨银玉坐在总裁椅，盯着坐在对面的苏清飞，明亮的眸子中闪着寒光。如果是熟悉他的江瑶看到的话，就知道他正处于暴怒的边缘。而苏清飞优雅地叠着2郎腿，双手抱在胸前，同样饶有兴致地盯着他。两个女人相隔20年再次相见，目光在空中激烈碰撞，虚空中像是闪过一道道电弧。第115，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最终，还是苏清飞忍不住先开口了：“好久不见，四嫂。”苏清飞曼妙的身子慵懒地靠在椅背上，笑嘻嘻地把玩着自己小手上的亮晶晶美甲。“别叫我四嫂，在21年前，我就已经不是你四嫂了。”
杨英玉冷淡地看着他，丝毫不给他一点面子。这倒也是，当年我们都以为四哥已经死了，你也跟四哥的婚姻关系也彻底解除。苏清飞翘着二郎腿，脚尖挑着高跟鞋一晃一晃的，露出纤细的脚腕和雪白的大半只玉足。杨英玉不想听他扯这些陈年旧事，气势汹汹的一拍办公桌，砰的一声响。苏清飞，你是不是脑残？自个儿发疯还拉上我家牙儿？苏清飞自然知道他提的是昨晚跳海的事，这件事确实是他理亏，这事我认错，我道歉。我也没想到杨洋会跟着我跳下来。苏清飞收起那副随意的模样，正襟危坐的认真道。杨莹玉却是不等他说完，冷冰冰的打断，我只警告你这一次，别让杨儿陷入任何危险之中，要不然即使没伤他，我也会让你付出沉痛的代价。我也只说一句，没有任何事和人可以伤到杨洋，除非先踏过我的尸体。苏清飞咬着嘴唇，一字一字沉声说道。你可以走了，魔都不欢迎你。杨莹玉直接下逐客令道。我要是不走呢？苏清飞挺了挺曼妙不可言的身段弧线，针锋相对的说道。你试试。杨莹玉雍容不减，语气却越发强势了起来。呵呵，这么多年没见，杨女王的脾气还是如此生猛呀，也不知道杨洋是怎么受得了你这个妈妈的。苏清飞撇撇嘴，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杨莹玉冰冷的反唇相讥。怎么叫你们家的事？杨洋也是我们苏家的子孙好吧，他身体里流着跟我同样的血脉，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苏清飞舔了舔自己嫣红的嘴唇，带着淡淡的香味。那又怎样？杨儿是我10月怀胎生的，他整个人都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们能跟我比？杨莹玉面无表情的盯着他。怎么就不能比了？没有我四哥的种子，你能自己一个人生出杨洋来吗？苏清飞抿着嘴皱着眉，不服气的说道。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信不信我让人把你赶出去？杨莹玉颇为怒火。行，我们继续说杨洋。苏清飞也不气馁，继续好整以暇的说道。杨洋是不可能跟你走的，你死心吧，只要你们别惹我，我就不会惹你们。杨莹玉轻轻威胁。要是能这样简单就好了。我们苏家的情况你也了解，3代里就只有杨洋一个男丁独苗，二老也绝对不会让杨洋一直留在魔都的。苏清飞眨着妩媚的大眼睛说道。那又能如何？这是魔都。杨莹玉双手抱胸，睥睨的斜瞥了他一眼。苏清飞神经质的笑道。你也知道这里仅仅是魔都，而整个岭南是魔都的多少倍？说吧，你想要什么才能让杨洋跟我回去？我已经拥有我想要的，没有人能再次从我手上夺走。当年的事不会再发生。杨莹玉眼神一冷，往事就不重提了。这样吧，企鹅和阿里的股份是我通过开曼群岛的公司可在控股着，超过了60%，我全拿来跟你交换杨洋。苏清飞眉眼活泛起来说道。杨莹玉不屑，轻描淡写的说，这种小项目我不感兴趣，杨儿对于我来说是无价的。杨女王，你不觉得你这种强烈的占有欲是很变态的行为吗？苏清飞笑容诡异，直指人心的说道。杨莹玉素白的脸布满怒容。那又如何？杨儿是我亲儿子，谁也抢不走。你有什么资格替他做决定？凭什么干涉他做选择？苏清飞讽刺的看着他，语气也不再客气了。因为我是杨儿的妈妈，是永远最爱他、最信任、最包容他的家人。杨莹玉神情倔强。我也是杨洋的亲人啊，但你这管的也太管了吧，起码的分寸也应该要有吧。你这是在限制他的自由，是把他当作养在笼子里的宠物。苏清飞冷声道。杨莹玉露出一抹恍惚，否认，我没有，只要杨儿留在我身边，我宁愿我来做那只宠物。苏清飞看着他复杂的眼神，大笑道。原来被困住一生的人是你啊，你都不敢看清真实的自己，还去给杨洋做选择，你就不怕让他留有遗憾吗？我的事不用你管，要不是看在你是杨儿的亲姑姑，你现在已经被我丢出去了，你信不信？杨莹玉声音越发冷冽，带着恼怒之色。可笑，你也只能仗着魔都的权势在我面前作威作福了，有本事单挑啊！苏清飞丝毫不怂，挑眉嘲讽道。垃圾，你说什么？杨莹玉双手一拍桌面，猛地站起身来，一副上位者姿态的看着对面的女人。你说谁垃圾？苏清飞立即怒了，啪嗒一声踩着高跟鞋也站起身来。方寸之间，两人目光对撞的空气中电弧汹涌。你垃圾，你全家都是垃圾！杨莹玉眸子里闪着冷光，大动肝火之下也再没有了八风不动的理智。你才是垃圾，信不信我今晚就掳走杨洋？苏清飞火气也直接上来了。堂堂岭南苏女帝从小就没受过半点气，之前在小侄子的面前被压得唯唯诺诺，像个受气包，但没办法，谁让他是苏家未来的天，就任由他顶撞自己呗。
受点委屈也没啥大不了的。但此时却被眼前这个女人冷面骂她是垃圾，还说苏家都是垃圾，这就不能忍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呈黄浦江去？杨莹玉面沉似水的寒声道，自家宝贝儿子对于她而言就是逆鳞，处之必死。之前这变态女人连累自家儿子跳海这事，她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气，这下子也完全不顾她是杨儿姑姑的情分了，只想把她捆起来，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她，再狠狠地把她踩在脚下，让她跪地求饶。病态女，你来试试。苏清飞仰着那张艳丽脸蛋，瞪起杏眼道，脑残的变态女，有什么资格说我？杨莹玉冷冷凝视他，你以为你是谁？你妹妹当年抓花我脸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苏清飞开始翻旧账，算什么账？你四哥带走杨儿就有理了。杨莹玉冷笑一声，要不是你跟我四哥吵架，还会发生这种事情？苏清飞气得眼睛瞪圆，不甘示弱，变态女，你再给老娘比比，我一巴掌扇死你！杨莹玉如照寒霜，少见的彻底暴怒了，傻叉，姑奶奶，我会怕你？苏清飞呸了一声，好啊，你说的，老娘可不会再给你面子，手下留情了。杨莹玉踢掉脚下的高跟鞋，直接绕过办公桌，别比比，直接干！姑奶奶，我砰砰给你2拳！苏清飞也脚丫子一蹬，赤着艳美小脚，也气势汹汹地向他扑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个穿着名贵定制衣裙的丽人，直接扑到了一起，扭打了起来。变态女，你就这点能耐？老娘我一只手打你10个！我呸！病态女，姑奶奶，我分分钟教你做人！垃圾变态女，手无缚鸡之力，还敢跟我单挑？老娘锤爆你！傻叉病态女，不自量力！姑奶奶捏到你哭！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咔嚓一声开门声响起，苏阳拉着江瑶急匆匆地推门闯了进来。他刚回到世贸蛇山庄园放行李，就接到了秘书的电话，说苏清飞来雪山集团见自家母上大人了。顿时就知道大事不妙，连忙拉着江瑶就飞奔赶了过来。而当他看到董事长办公室里的一幕，直接就傻眼了。只见定制的豪华地毯上，自家母上大人和姑姑正倒在地上，扭打成一团，旁边的座椅、茶几、杯具叮铃平啷，斜斜歪歪倒成一片。两个原本成熟知性、端庄优雅的女人，抓头发、撕扯、蹬脚、掐肉、咬人，如同泼妇啊！这苏阳瞪大眼睛，看的是着实一呆。江瑶急忙把房门锁上，推了推他，娇声嗔道：“阿阳，还不快去拉开他们！”苏阳这才回过神来，连忙带着江瑶冲了过来，硬生生把扭打成一团的两个长辈给拽开。第116女王 vs 女帝，雪山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苏阳和江瑶坐在沙发的中间，隔开两边坐着的杨莹玉和苏清飞。妈，你没事吧？苏阳看着披头散发的母上大人，关切地问道：“雅儿，妈妈昨晚好担心你。”杨莹玉一看到近在眼前的宝贝儿子，心里一直压着的恐惧，还有刚才受的委屈，全都爆发了出来，扑上来紧紧抱着他，双目朦胧失神，泪如雨下，狠狠抽泣了起来。这可是自己最珍重的心头肉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昨晚自家宝贝儿子出了什么事的话，他一定会彻底疯掉。也只有在面对自己的亲儿子，他才会把所有的高冷淡漠收起来，化作绵软的绕指柔。妈，我这不平平安安的坐在你面前了吗？别哭了，别哭了。苏阳抽了几张纸巾给母上大人拭泪。杨莹玉依旧泪水流个不停。此时此刻，只有紧拥着自己的儿子，才让他感觉到他的存在，像是拥有了整个世界。苏清飞扭头看了他们一眼，突然哇一声大哭：“我身上好疼，都没有人关心我。”苏阳回头怒瞪了他一眼：“别装可怜，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让你回去等我电话吗？还跑来这里跟我妈撒泼。”幸好两个女人打架归打架，起码做到了打人不打脸，所以虽然看着披头散发衣裙凌乱，但好在脸蛋没有被抓破相。你还凶我？是你妈妈骂我是垃圾，骂我全家都是垃圾，我才跟她打架的。苏清飞委屈道：“垃圾？咱母上大人这高贵端庄的形象，也会喷出这种影响素质的话？”苏阳感觉对自家母上大人有些改观了。杨莹玉此时也缓了过来，看到儿子那奇怪的目光，贵气的鹅蛋脸也有些尴尬，谁没点阴暗心理？接着就冷冰冰的瞄一眼那个破坏自己形象的女人。苏清飞，你就没骂我是垃圾吗？是你先骂我的，还说要把我呈黄浦江去，还骂我是变态女。苏清飞似乎也很恼火。杨莹玉挑眉：“你不说把杨儿掳走，我会骂你吗？你不也骂我傻叉病态女？难道你还不够病态？”苏清飞吐槽道：“
难道你还不够变态？杨莹玉冷笑道。傻叉，继续单挑啊！苏清飞皱起小眉头，气势汹汹地瞪着他。傻逼，我会怕你？杨莹玉眯了眯眼，声音冰冷刺骨。你们够了！苏阳沉声喝道。两个针锋相对的长辈，却一下子就耸拉了下来。杨莹玉咬着红唇，一双水润凤眸楚楚可怜凝视着儿子。杨儿，都怪他，跑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苏清飞也很会装可怜，一副莫大委屈的模样。杨洋，姑姑千山万水赶来看你，你凶我就算了，你妈妈见面还跟我打架，姑姑好苦啊。苏阳抹了把汗，刚才他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连妈妈也一并凶了。江瑶忍着笑意，也不敢插话，像个小媳妇一样在旁边帮着苏清飞整理着头发和裙子。毕竟对方也是阿阳的姑姑，就算他是杨莹玉这边的，但也得替杨姨做到该有的礼貌，要不然他也跟着3个人一起欺负姑姑的话，万一以后两家和好了，这事提起来就难听了。所以做事要留一线，不要把事情做绝了，留点余地，日后才能好相见。妈，姑姑，你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话吗？都是亲戚，咱们别弄得跟仇人一样好不？苏阳咳嗽一声，充当和事佬说道。阳儿，妈妈跟他就是仇人，除非他不把你抢走。杨莹玉面无表情地看了苏清飞一眼。苏清飞哈哈笑道，我来魔都就是要带走杨洋的，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杨莹玉勃然大怒，像一只爆发着烈焰的凤凰。辣鸡，你是想躺着离开魔都是吗？苏清飞仰着雪白下巴，双手叉腰，斜眼瞥着他，不屑道，你试试。苏阳连忙拉着就要起身去干架的母上大人，阻止道，妈，别搭理他，他就是这样嘴贱。哼！杨莹玉瞪了苏清飞一眼，很给自家儿子面子，重新坐了下来。苏清飞却依旧不知死活，满脸玩味嘀咕道，果然够病态的。这话像是一道惊雷，又把杨莹玉给炸毛了，炸得他面红耳赤，或一下就站起身来，怒视着苏清飞阴沉道，变态女你说什么？苏清飞也霍地站起身来，双手叉腰，眼中打趣的神情不加掩饰。我说你果然够病态的，连自家儿子的自由都要干涉，是不是以后杨洋做什么事都要你允许才行？你这占有欲简直无可救药。他的话都还没说完，杨莹玉就已经飞扑过来，把他推倒在沙发上，伸手就去撕他的嘴。妈，你们不要再打了。苏阳和江瑶连忙把两人拽开，一人一个拖到距离更远的单人沙发上按住，弱得跟菜鸡一样，还敢上门来找事。杨莹玉依旧一肚子火，隔空望着苏清飞，抬起赤足踩在面前的桌面上，给本女王爬过来舔脚。老娘就放你一马，要不然你别想在魔都待着了。呸！你以为你的谁啊？让我堂堂岭南女帝给你舔脚，你配吗？你要是敢来我们岭南，姑奶奶我让你喝我的洗脚水！苏清飞气得眼睛瞪圆，泼辣的骂道，姑奶奶们，你们别吵了行不行？苏阳是真的好无奈，按得住人，按不住他们的嘴啊。我是你妈妈。杨莹玉矫正道，你姑奶奶在这呢。苏清飞风情万种地看了他一眼，脸蛋雪白滑嫩。行行行，妈妈，姑姑，你们别闹了，咱们好好说话。苏阳哭笑不得，我也想好好说话呀，是你妈妈一直在找事。苏清飞翻了翻白眼。杨莹玉不屑地冷，你说反了吧？是谁跑到我面前挑衅的？之前听说你来魔都了，我都懒得跟你见识了，你倒好还敢上门来了。我上门是要跟你好好商量的，你呢，张口闭口就像个泼妇一样骂人，我给你脸了。苏清飞气得肺都炸了，挣扎着站了起来。杨莹玉鹅蛋脸刮起了暴雪，推开儿子也站了起来，寒声道，我还要你给脸，你算个什么东西？够了！苏阳头都大了，喝了一声，站起身来，一指头把母上大人戳回沙发上，又走过去，一指头戳在姑姑的脑门上，把她戳倒。站在中间，谁再吵一句，我就永远都不见谁。这下子两个女人委屈地捂着额头，都吓得不敢再争吵了。苏阳看到场面终于得到控制，心里这才大松了一口气。这些女人们别管是不是长辈，就是缺一个能治得住他们的人来教训。第117，子玉笑儿亲不在。苏阳开着自己的布加迪载着苏清飞，正往梅园别墅区开去。这次他亲自来押送姑姑，把她送去自己之前住的那套别墅，省得他在搞什么幺蛾子了。杨洋，你之前答应姑姑要护着我的，刚才都不护我，你偏心。苏清飞坐在副驾驶，扭着小腰，柔软的胳膊伸过来，不满地捶他一下。苏阳劈头盖脸地训斥道，我这还不护着你，你早就被我妈赶出魔都了。苏清飞哇一声，你就知道凶我，刚才怎么不凶你妈？就知道窝里横，窝你妹，谁让你跑来的？不是说好
让你先去我别墅待着吗？苏阳皱眉道，我就是想先去拜会一下他，跟他友好的谈一下你的事情。谁知道他还打人，还咬我，疼死了，肯定被咬伤了，我跟他不共戴天。苏清飞委屈巴拉的说道，咬哪了？我看看。苏阳叹了一口气。苏清飞捂着心口，呜呜道，咪咪疼，神经病，再废话，我直接把你丢下去。苏阳咬牙切齿。苏清飞切了一声，继续怂恿道，阳阳，不如你现在跟姑姑走吧，你妈妈肯定有病，你才有病，我警告你，别在我面前说我妈坏话，要不然后果自负。苏阳回头瞪了他一眼。苏清飞忙陪着笑脸，我的错，我的错。阳阳，难道你就不想看看你爸爸的家吗？你爸爸可是养育了你这么多年哎，而且我们已经把你爸爸的坟迁回岭南祖地了。苏阳目视前方，专心开车，也不说话。其实他又怎么不想去岭南看看？再怎么说那边也有爸爸的亲人在。俗话都说养育之恩大于天，父亲虽然当年给他的人生做了另一个选择，但是父亲对他的教育，对他的养育却是真真切切已经发生了的。苏阳也不是一个不懂感恩、不知回报、不孝顺的人，10多年的养育感情、亲情，是他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记忆。有时候他也会感慨，子欲孝而亲不在，他也很想回报父亲对他的养育之恩，好好给父亲尽下孝道。可惜父亲在8年前就出了车祸，只留下一具冰冷的尸骨，所以现在有机会去看看父亲的亲人，他也理所应当是要替父亲去问候拜访一下的。想到这里，苏阳叹了一口气，问旁边的苏清飞，姑姑，假如我愿意跟你去岭南，是不是我看望完爷爷奶奶伯伯他们就能走了？苏清飞眼神复杂的看着苏阳，很想坑骗他，但最终还是实话实说道，这不可能的，岭南是你的家，以后苏家的所有一切也都要你继承，你怎么可能看完人就一走了之？那我就不能去了，我在岭南，我妈妈怎么办？苏阳想都不想直接说道。苏清飞苦口婆心的劝说道，阳阳，你在魔都有什么好的？魔都有的岭南也有，你妈妈能给你的，姑姑也能给你。苏阳直接打断他的话，翻白眼道，你能给我一个妈妈吗？怎么不能？我也可以当你妈妈呀。苏清飞趾高气扬的仰着下巴。苏阳嘴角抽搐，你真当有奶就是娘啊？一个老处女啥也不懂，还想当我妈？你都没有过孩子，你懂什么叫母爱吗？苏清飞马上抱怨起来，什么老处女这么难听，我这是单身独立女性。那你以后有结婚的打算吗？苏阳有些好奇，结什么婚？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哪个男人能配得上我？苏清飞挺着心口，满脸不屑，那不还是老处女？苏阳笑道。苏清飞恨得咬牙，真想一巴掌打他满脸花，脸上却露出讨好似的微笑，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阳阳，你就跟姑姑回岭南吧，那边的花花世界绝对比你在魔都更精彩。这是日后再说。苏阳把车子停了下来，指着面前的别墅，到了，你在魔都这段时间就住这儿吧。阳阳，你就这样丢姑姑在这里啊？你不进去陪陪我？苏清飞艳丽小手抓着他的胳膊摇晃，沁人的甜香马上飘了过去。苏阳扒开他滑腻的纤手，没好气地说，赶紧下车，我还要回去跟我妈商量这事呢。还是你不想我去岭南了？哦，苏清飞这才不情不愿地推开车门下了车。苏阳掉了个头，从跟着苏清飞来到这边的车队边上开过，直奔雪山大厦而去。武当家，我们就在这里下榻吗？一个女助理走了过来，恭敬地朝苏清飞请示，留3个人在这里陪我，其他人到外面自己找酒店住吧。苏清飞看了一眼这栋3层高的豪华别墅，恢复冷艳高雅的气场，淡然地说着就走进了庭院。车队的10几个随从，只留下一个女助理、女秘书、女保镖，其他人就都开着车到外面路口的酒店下榻了，随时等候武当家的差遣。苏清飞带着3个随从，随意参观了一下别墅里的环境，就挑了一个最豪华的主卧室，舒服地趴了上面。心好累，我是造了什么孽啊？满怀期待跑来魔都看小侄子，又是被凶，又是被他妈妈打，在岭南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罪啊？苏清飞扑叽扑叽的上下摆动着修长的小腿，踢打在柔软的被褥上，2只涂着炫光红钻美甲的脚丫子闪闪发亮。女保镖轻轻敲了下房门，拿着一些电子设备走了进来道，武当家，我已经检查过别墅的环境了，并没有安装隐秘摄像头。知道了。苏清飞埋头在被褥里，闷声闷气的应了一声，这是他平时出门在外的立场检查，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武当家，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女保镖正想离开，等一下，苏清飞却翻身坐了起来，叫住了他。武当家还有什么吩咐？女保镖停了下来，恭敬问道。苏清飞一指房间里放着的那台电脑，你检查下这电脑，
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资料、文件啥的。他刚才从被褥上闻到了苏阳身上淡淡的味道，所以猜测这以前应该是自家小侄子住的房间，所以就想通过他的电脑看看能不能了解到他多一些私密信息。没问题，女保镖应了一声，就动作麻利的开机，然后开始检查起电脑的储存。苏清飞也从床上下来，赤着艳美血足走到旁边，好奇的围观着。电脑桌面上除了一些正常的 App 之外，就是一些游戏软件了。这台电脑是全新最高配置的，当初苏阳刚搬过来的时候，也没把旧电脑搬过来了，只把硬盘带了过来，然后把旧电脑的一些私人东西拷贝到了这台电脑上。之前苏阳搬去母上大人那边的庄园，也只带了那个旧硬盘，并没有处理电脑上的东西。女保镖利用高超的网络技术，正在查看着硬盘里的各种资料。很快，发现一个容量很大却不起眼的文件被设置了私密密码。武当家，电脑硬盘已经全部盘查了，就只有这个文件有些不正常，还设置了隐私密码，其他都是正常的 App 文件。女保镖会报道。苏清飞美眸顿时一亮，就是他，把它破解开来。女保镖答应了一句，双手快速在键盘上跳动，很快就把密码给破解了。武当家，密码已经被我解除了，文件可以随时打开。我先出去做别的事情了。女保镖很懂事的开口说道，毕竟这文件可能涉及到一些小四爷的隐私，他可没权去查看。去吧，苏清飞笑滋滋的挥了挥手道。等女保镖离开房间，并且把房门关上之后，他就迫不及待的点开了这个文件。只见文件夹里储存着一个个 text 小说文件，还有一个个视频。那劲爆的字眼，让人脸红心跳的标题，一下子冲击的苏清飞脸红耳赤。随手点开几个查看了一下之后，苏清飞舔了舔鲜艳欲滴的红唇，突然咯咯低笑道，好家伙，原来杨洋还有这爱好啊。第118父母辈往事，青帮少主雪山集团。苏阳回到公司陪母上大人和江瑶吃过午饭之后，就一起到休息室喝茶。泡茶的是江瑶，她穿着黑色长裙，大波浪长发披在脑后，柔媚的脸蛋精致无瑕。阿阳，你姑姑打算在魔都待多久？江瑶给两人倒了一杯热茶，好奇地问向苏阳。这我就不知道了，先让她在我之前的别墅里住着吧。苏阳想起这个姑姑也是一阵的头疼。杨莹玉端庄优雅地喝了口普洱，轻轻皱眉说，苏清飞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女人，估计能赖很长时间。苏阳看了一眼身边穿着紫色长裙的妈妈，还真想不出她之前也会跟姑姑在地上扭打，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问，妈，你当年是怎么跟我爸结婚的？其实这个问题他很早就想问了，只不过一直没啥合适的机会。杨莹玉搁下茶杯，柔情似水地看着宝贝儿子，笑了笑说，这是说来话长了，我先跟你说一下你的外公外婆吧。好啊，苏阳眼睛顿时一亮，做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杨莹玉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眼神有些复杂，像是藏着很多东西，让人想去探索他的一切。其实你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是当年魔都青帮的大头目，整个魔都都是我爷爷的地盘，霸占一方，在国内外都有着极大的名气。后来我爷爷离世之后，就把青帮交给了我父亲接手，也就是你的外公。你外婆虽然没有什么背景，但却是当年魔都最美的美人，被你外公抱得美人归。而在我和你小姨出生的时候，龙国已经在进行改革开放，由于管制力度的疲乏，你外公更是把生意做到整个东南亚，甚至欧美部分城市。只不过随着龙国的管控越来越严，在我10岁的那年，你外公预感到未来肯定会进行大清洗，就开始着手洗白手上的产业，准备金盘洗手。而在我20岁那年，你外公也终于完成全身而退，但也为此损失了很多产业。毕竟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龙国已经有很多纵横一方的枭雄吃了花生米，不对一些无法转型的产业进行彻底分割，那就彻底没活路了。而在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你外公虽然自己是退了，但有些贪心的人却自立门户，跟我们家抢夺产业。而且那些年你外公叱咤风云的时候，自然也没少得罪人，还造了暗算，重伤了你外公。从那天开始，你外公一直躺在医院，你外婆天天陪着，只能由我和你小姨来出面接管你外公的产业稳定局势。当年也幸好有花家这个盟友在，起码魔都大本营不会那么容易被夺去。只不过当时花家的势力范围也最多只能在魔都庇护我们，外面那些我爷爷、我父亲一辈子打拼出来的家业，将会全部都被各方人马给随意分食。杨莹玉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端庄的鹅蛋脸浮现一抹恍惚，像是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之中。苏阳此时也已经被妈妈所说的事迹给吸引了过去，他这才发现自己对于母上大人的家庭情况了解的实在太少，真没想到外公居然还是魔都鼎鼎大名的青帮头目。
那这么说来，他岂不是也是个少帮主？妈妈，后来呢？后面又发生什么事了？苏阳给母上大人加了一些热茶，忍不住催问道。杨英玉捏起茶杯喝了一口，指尖轻轻转动着茶杯，像是在拨动那尘封已久的记忆，轻声继续说：后来，我不甘心被人抢夺属于我们家的基业，带着你小姨走南闯北，却依旧无力守住。而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你父亲。你父亲对我一见钟情，开始对我疯狂追求。只不过我天生厌男，对他并没有任何感觉。我也跟你父亲说过了，但他却非要做那个要打破我这种症状的男人。原本我因为要处理家里的基业，已经没时间，也不想不再见到他了。而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花墨燕却是给我出了个主意，如果我能取得岭南苏家的支持，肯定就能彻底稳住外面的局势。你小姨那时候还劝我说，这不应该是我来一个人承担的东西，但是我一心只想守住家里的基业，对于婚姻看得很淡。没多久，你父亲家里就派人来我们家商谈联姻的事了。我跟你父亲当时也说过，我对他并没有感情，但是他依旧坚持认为用他的爱能融化我的厌男症。很快我们就结婚了。在苏家的支持下，我们家被抢夺的产业也都被我给夺了回来。虽然我跟你父亲因为厌男症的问题无法进行洞房，但是我为了还他人情，答应跟他人工受孕。在结婚3个月后，我就怀上了你。10个月之后，阳儿你就出生了，而且因为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脉，所以你是我和妹妹唯一能接触的男性。原本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你父亲喝醉了，闯进我房间，非要跟我洞房，我把他摔了出去。第2天我们就因为这件事吵架，然后他就生气地带走了你。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妈妈也就不多说了。你外公外婆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几年前也陆续的永远离开了我们。杨英玉说完之后，也有些感慨的叹息了一声，出神的盯着茶杯飘着的一朵茶叶。苏阳了解了父母辈的这些事情之后，心里也有些复杂。虽然妈妈只用了短短的一段话，就将他的一生概括了，但是其中的艰难和苦楚，苏阳还是能够感受出来的。毕竟母上大人是多么骄傲的一个女人啊，最终也会为了家族利益而跟一个没有感情的男人结婚，同时也对父亲为爱做出的牺牲而刮目相看。如果是他来面对一个厌恶男人，对他没有任何感情的女人，他是否能做到为了单方面的爱就去娶她，并且还无法进行任何性生活？估计他做不到，那简直能把自己给憋死。至于说后面父亲为了报复母亲而带他跑到陈家镇隐居的事，或者说母亲是为了利益才跟父亲结婚的事，苏阳都不想再去评判母亲和父亲的对与错了，因为他所能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感受过他们的内在情绪，也没有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只有当事人才明白他与他在当下的情况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苏阳不会再去妄图指责和批评谁的过错，这就是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第119，来自海洋对岸的电话。傍晚，魔都立秋过后的第一场大雨终于还是来了。马路上淅淅沥沥，树叶被刮得哗啦啦的响。苏阳他们干脆也没在外面吃饭了，回到世茂蛇山庄园，让贝蒂尔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用餐过后，由于身上淋了几点雨，几人就都上楼洗澡去了。苏阳在家里被妈妈安排了一个豪华的主卧，跟他们是位于同一层。不过他基本上没怎么在自己的房间里住过，每天都住在自家媳妇江瑶的闺房。庄园别墅的空间足够大，所以几个主卧都自带超大的豪华浴室，其中那个大浴池更是能让人在里面划水玩。大王，热水已经放好了，臣妾侍候你沐浴更衣吧。江瑶赤着嫣红豆蔻的美甲狱卒走来，伸手开始帮苏阳脱衣服。苏阳享受着自家媳妇的服务，脱完衣服后就随着他一起走进了浴室，先淋浴冲洗一遍，然后舒舒服服地泡在了盛满热水的浴池里。窗外大雨渐缓，浴室里热气升腾。苏阳靠在浴池边上，正在玩手机。江瑶在他身后拿着搓澡巾，正在细致地给他擦背。媳妇，你说我姑姑是不是烦人精一个，一直给我发微信发个不停。苏阳扬了扬手机，朝身后的江瑶说道，姑姑她性子比较泼辣，不是能沉得住气的人，自然不会错过跟你这个侄子交流的时间呀。江瑶抿嘴娇笑，柔媚的脸蛋被蒸得酡红，像极了相夫教子的小媳妇。苏阳拿起旁边的泡在冰块里的啤酒喝了一口，那种内冷外热的冰火两重天感受，简直舒服的浑身飘飘然。媳妇，如果我妈妈一直让我留着她身边，不让我去岭南的话，那我觉得苏家那边肯定不会罢休，轻则引发一场2个家族之间的争斗，重则可能造成2个家族老死不相往来，结成死仇。所以我有些想化解妈妈和姑姑2人的矛盾。
或者说是妈妈跟苏家的之间的矛盾。两边都是我的亲人，虽然妈妈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我也不想看着他们继续这样斗下去。其实这件事是苏阳一直都在担忧着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妈妈对他这么好，他还抛下妈妈去岭南，那就是不孝子。但是如果苏阳一直都不去岭南呢？作为岭南3代唯一的男丁，未来岭南祖业的继承人，他的重要性是不可质疑的。那么，苏家会放任苏阳一直被杨英玉绑在身边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苏家只派姑姑来找他，已经算是先礼后兵的节奏了。如果姑姑没能把苏阳带回去，那么后面紧跟着来的，可能就是苏家3兄弟，或者苏阳的爷爷奶奶亲自出马。而杨家的势力范围，重点还是在魔都。杨英玉把魔都打造成闭环般的铜墙铁壁，但是魔都终究只是一座大城市，而岭南是好几个地区。单论经济，能跟魔都攀比的就有阳城和申城了，并且苏家还掌握着岭南的军政商，同时苏阳的奶奶还有属地刘家的势力。这样的话，一旦真的争斗下去，最终输家绝对是杨英玉。苏阳也不想看到两家因为他而争得个你死我活，也不想看到妈妈为了他破釜沉舟之下而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最好还是和平的解决，别真要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你妈妈和姑姑相争对斗的核心因素就是为了争夺你啊，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江瑶柔软的小手给他清洗着后背，好奇地问道。苏阳翻转过身体，把自家媳妇玲珑有致的身子抱坐在怀里，笑道：其实很简单，就如你说的，他们是为了争夺我，那我的重要性就决定了我的话语权。只要他们都各自退一步，让我随意在魔都和岭南之间往来，那不就都解决双方的问题了吗？等以后我掌握了苏家之后，那不更是我来话事，我想去哪就去哪，谁赞成谁反对都没用，全都由我说了算。我可以接妈妈来岭南一起玩，或者带姑姑伯伯爷爷奶奶他们来魔都看看妈妈。总之只要我够重要，我的话语权就同样够重，何必为了独占我而闹得两家都不可开交呢？大家和和气气的坐下来喝茶，多好。江瑶香软的身子坐在他怀里，抬头看着他深邃明锐的眼神，感觉此时的苏阳跟1个多月之前初次相见时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了，思考事情来也变得更加的理性，不会因为事不愿为而冲动，造成更大的后续影响。他也会懂得利用自身的优势，懂得分析人心，懂得如何才能让自身权重最大化。阿阳，你好像变得成熟起来了。江瑶一直盯着苏阳的眼睛，觉得他此刻藏着坚定自信的眼神十分的好看。苏阳笑了笑，轻抚着自家媳妇如羊脂玉般的玉背，低头咬了咬她的脸蛋。那你喜欢这样的我吗？当然喜欢，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永远都是最爱你的女人。江瑶笑逐颜开，昂起柔媚脸蛋狠亲了他好几口。苏阳笑着胡扯，那要是我变成了恶魔呢？江瑶捧着他的脸，咯咯娇笑地说，那我也要陪着你一起下地狱。媳妇，我太爱你了，必须给你大大的奖励。嘤嘤嘤，讨厌。与此同时，在相邻的主卧里，已经洗完澡披着一件浴袍的杨莹玉正在接通一个来自海洋对岸的电话。第120小姨杨冰柔，米国纽约，现执行下令时，跟龙国时差12个小时，正好是上午9点多。距离全米最大海港纽约港周边的一栋豪华酒店总统套房里，一个长得跟杨莹玉有着8、9分相似，有着一张自然鹅蛋脸和精致五官的女人，正躺在床上，一手拿着手机，慵懒地伸着懒腰。她气质高雅，身材丰满的无可挑剔，眉若柳条，眼似火凤，鼻梁秀挺，唇不点红，罗秀香香动不已。红裙袅袅秋烟里，一双玉足涂着亮黄的美甲，如鲜嫩的果糖。她就是杨莹玉的双胞胎亲妹杨冰柔。姐，还没睡吧？我刚起床呢，今天给自己放假，就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杨冰柔雪白的大腿夹着被子，扭着小巧的腰肢，嫣然笑着对手机说道，才9点多呢，哪这么快睡觉呀？杨莹玉听到自家亲妹的笑声，嘴角也忍不住牵了牵，露出一抹柔然浅笑。你在米国那边过得还好吗？没遇到什么困难吧？一切都好，你放心，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算困难，用钱解决不了的也只是钱不够多而已。我现在住的这个5星级酒店都被我给买下来了，在纽约港组建的国内货物辐射整个欧美的贸易路线也快全面打通了，我很快就可以回国见你了。姐，我好想你啊。杨冰柔修长紧致的大白腿来回摩擦着被子，对着手机那边的亲姐姐撒娇。冰柔，姐姐也想你啊，我们都快有1年时间没见了。杨英玉也满怀着思念，柔声说道。杨冰柔抿了抿散着迷人光晕的红唇，
似笑非笑，姐，最近还有没有梦到阳儿？家里书房的玻璃墙估计都要挂满向日葵标本了吧？他可是知道自家这个亲姐，每次梦见自家小外甥，就会做上一个向日葵标本，这些年加起来都有几百个了。遥想当年，小外甥刚出生的时候，因为他跟姐姐长得太像，偶尔也会被小外甥认错妈妈，扒他衣服就想吃饱饱，而且小外甥还喜欢他们搂着睡，每天晚上都要哄着这小冤家睡着了，他才和姐姐夹着他在中间抱着他睡觉。杨冰柔因为也随姐姐有厌男症，这辈子是不可能去结婚了，所以也都把小外甥当做自己的儿子来疼来宠。那时候还教小外甥喊他做小妈妈，叫一声就给喂来。一晃眼就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常常会梦见当年跟小外甥的回忆，只不过他平时也不会跟姐姐说，免得徒增伤感。杨莹玉听到自家亲妹的话，柔和的笑着说，原本还打算等你回来之后再给你一个惊喜的，不过既然你都问起来了，我现在就提前告诉你吧，阳儿其实当年并没有死，我已经找到她了。什么？杨冰柔还没等姐姐把话说完，就一屁股从床上坐了起来，心脏扑通扑通剧烈的跳动，声音带着颤抖，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别急，听我慢慢说。杨英玉暖心一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详细的跟自己这个双胞胎亲妹说了一遍。杨冰柔捂着红润小嘴，不敢出声打断，眼眸朦胧一片，晶莹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雪白丰盈的身子也在轻微的颤抖。20多分钟之后，等杨英玉把所有的话都说完，杨冰柔这才声音激动的哭喊道，姐，阳儿真的回来了，你没有骗我。傻瓜，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杨莹玉温雅的声音抚慰着她激动的心。老天对我们不薄啊，21年了，可把我们家阳儿送回来了。杨冰柔激动的又哭又笑，不断拍打着被褥。杨莹玉听着亲妹在那边哭喊，凤眼也忍不住有些湿润，端庄的笑着，是呀，阳儿终于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这一次我们不会再让她离开我们了。啊，我的小外甥啊！杨冰柔还在激动的不可自拔的兴奋中，尖叫连连的在床上滚来滚去，脸上虽然在笑，但是泪水却是怎么也止不住，哗啦啦的流。杨英玉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激动，所以很能理解自家亲妹的情绪，安静的在手机前听着妹妹在那边乱喊乱叫，还有偶尔乒乒乓乓的重物撞击或落地声。10几分钟之后，杨冰柔大喘气的躺在地毯上，斜斜歪歪的身子毫无淑女姿态。姐，我决定要尽快处理完这边的事，回去见阳儿了。杨冰柔娇喘着说道。杨莹玉这时却是叹了一口气，不用着急，可能阳儿最近得去岭南走一趟了。为什么？苏清飞难道还真敢绑走阳儿不成？杨冰柔有些激动，小外甥作为她和姐姐目前唯一的精神寄托，她绝不会让苏家在魔都的地盘把人给抢走的。杨莹玉心里有些发苦，但还是勉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柔和地说，之前苏清飞说的话也对，我不应该禁锢着阳儿的自由，她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我不想让她难做，不想她受到任何伤害，一切就按阳儿的意愿来吧，我都支持她。姐，你真的舍得就这样放手？这可是你血浓于水的亲生骨肉，我的亲亲小外甥啊！杨冰柔咬了咬香唇，不甘心地说道，不舍又能怎么办？我能绑他一时，难道真要绑他一世吗？我爱阳儿，就能为他牺牲一切，只要能看到他开心，能看到他好好活着，我今生再无所求。杨英玉的凤眼也朦胧一片，泪水弥漫。杨冰柔也明白这个道理，当年那个小宝宝终究还是长大了，世界那么大，他总得自己去看过，而不是一辈子都被他们抱在怀里生存。姐，那我们也得跟苏家做好谈判呀，不能让阳儿永远留在岭南，阳儿永远是自由的，他随时都可以回来找我们才行。杨冰柔不情不愿地说道。放心，这点我也是这样想的，阳儿只是过去看一看他的亲人，但魔都永远都是阳儿的家，苏家不能把阳儿永远留在岭南，否则我亲自杀去岭南也要把阳儿给要回来。杨莹玉漂亮的鹅蛋脸上满是坚定神情地说道，姐，我在1个月之内把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就回国跟你并肩作战。杨冰柔小拳头紧握，从地上坐了起来说道，行，姐到时候去接你。杨英玉柔然笑道。等电话挂断之后，杨冰柔依旧还保持着激动的情绪，毕竟只要小外甥还活着，那一切都好说。当年他就最是这个宠溺小外甥了，什么事都顺从着他，包容着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送到他面前。杨冰柔在地上鸭子坐，2条修长的小腿扒拉在两边，露出娇嫩的脚心。她伸出指尖，从睡裙里夹出一个挂在脖子项链上的心形吊坠，打开，里面是一张很有历史感的小照片，
上面是他当年抱着小外甥拍的一张合影。杨冰柔满脸笑容，一脸幸福光彩，而1岁的小外甥穿着开裆裤骑在他心口上，正在嚎啕大哭。这个装有照片的心形吊坠，被他贴身带着整整21年时间，从没离开过自己的身体。再次看到照片上的小外甥，依旧一如初见，瞬间穿透了21年的时光。杨冰柔涂着亮黄美甲的秀眉指尖，轻轻戳了一下照片上的小外甥，凤眼愈发温柔，散发着一种由衷的溺爱感。芽儿呀芽儿，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小妈妈？好期待见到长大的你啊！再等小姨一点时间，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第121，现在是姑姑我在拿捏你。这边，苏阳已经躺在床上，姚皇后正在练习她的特惠摇，苏清飞还在不断给她发信息，敏 Q 杨洋，你妈妈爱的不是你，爱的是钱，是权。当年跟你爸结婚就是为了得到我们苏家的支持，现在把你绑在身边，也只是为了跟我们苏家谈条件的价码。苏阳抓着江瑶的娇艳脚丫子握住手里把玩，随手拿起手机打字，滚你的！我妈爱不爱我，我会自己感受到，不用你说。苏清飞，哼，就会凶我，你完蛋了！哎，苏阳，滚！你才完蛋！苏清飞，杨洋，你看看我今天在你房间的电脑发现了什么？下划线描。苏清飞，图片。苏阳有些社死，你怎么找到这个文件的？又是怎么知道密码的？苏清飞，我就随便点啊点，随便按啊按就进去了呀。苏阳，你当我傻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苏清飞，杨洋，我也想尊重你的隐私啊，但是你不对劲也。苏阳气急败坏，我怎么就不对劲了？哪个男人没看到过这些？苏清飞，那这你怎么解释这些女主角？图片。苏阳，这关我什么事？女主角又不是我定的，别人导演喜欢拍这些，别人作者喜欢写这些，是我能管的吗？还是你没有这些亲属关系？苏清飞，哟，你说这些脸不红的吗？你是没管，但是你能选啊？那么多片子和小说，为啥你就选这些收藏起来？苏阳，滚犊子！我解释什么解释啊？你翻我隐私还有理了？苏清飞，呵呵，还敢凶我？杨洋，你也不想让你妈妈知道你这文件夹里藏着的8000多个片子，5000多本小说吧？3. 红心。苏阳，你威胁我？苏清飞，星号我这哪是威胁啊？只是想让你妈妈看看你这个乖儿子所收藏的库藏，这加起来都比我们两家往上数30年都没你看的多了吧？苏阳，有事求我就赶紧说。苏清飞，求你。杨洋，你是不是还搞不清楚状况啊？现在是我在拿捏你哎。苏阳，再废话我直接拉黑你。苏清飞，别，我错了，明天早上来找姑姑喝茶吧。我说的喝茶是吃早餐，地方你挑，要广式早茶。苏阳，行吧，明天见。苏阳发完这句话，就直接把手机丢一边，拉过姚皇后帮他复习功课，根本不惯着这个姑姑，气得苏清飞在那边哇哇大叫，怎么这跟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啊？难道不应该是苏阳被他彻底拿捏住，只能跪地求饶做他的舔脚童子吗？为什么他在自家这个小侄子面前就变得如此逆来顺受的了？隔壁的主卧里，杨英玉独坐在落地窗边，端着一杯红酒，望着外面的雨夜怔怔发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门传来轻轻的敲门声，紧接着就是苏阳的声音：妈，你睡了没？杨英玉回过神来，欣喜地放下高脚杯，踩着轻盈的脚步走了过去开门。还没呢，进来，阳儿。苏阳走进母上大人的房间，看了看还没动过的床铺，还有落地窗前桌子上的红酒，就知道母上大人又是在深夜毒饮了。杨莹玉怀着莫名的情绪的眼眸带着鲜活：阳儿，这么晚你来找妈妈，是有什么事吗？苏阳也没跟自家母上兜圈子，屁颠颠地拉着母上大人在桌子边坐了下来，微笑着说：妈，我想跟你聊聊苏家的事情。果然，阳儿还是想去的。杨莹玉听到儿子的话，正在给他倒红酒的动作有些停顿，垂着眼眸，掩盖着自己的汹涌情绪，柔声道：阳儿想聊什么？妈妈都陪你聊。苏阳从亲妈手里接过红酒喝了一口，收敛笑容，轻声道：妈，我想去岭南看看爸爸的家人。杨莹玉凤眼里闪过怅然若失，低着头不敢看儿子。那你会一直留在那边吗？这怎么可能？我就是想去看看，毕竟那边是爸爸的家人，但是魔都才是我的家啊，这里有我最爱的妈妈。苏阳倒是抬着头看着母上大人漂亮的鹅蛋脸，理所应当的说道。杨莹玉嘴角微微勾起，纤细小手拿起酒抿上一口，脸颊红彤彤的。
眼神有些飘眼，藏着变化的情绪。雅儿，如果你到了那边之后，你爷爷奶奶不让你回来呢？杨英玉抬起眼眸，直勾勾地盯着儿子，压抑难耐的试探。苏阳笃定道：那就算是死，我也要逃出岭南。别说死，杨英玉连忙捂着他的嘴，别有些娇嗔的味道。苏阳拉开母上大人的手，握在手里，不容置疑地说：妈，我只是去看看，很快就会回来。杨英玉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拿起高脚杯在手里摇晃了一下，轻声说：妈妈以前经常喜欢喝醉才睡觉，应该那样才能没那么多胡思乱想，才能入眠。直到妈妈找到你之后，你就成为了妈妈压抑世界中唯一的慰藉。但有时候我又很自私，想永远把你留在妈妈的身边，起码能每天看得到你，摸得着你，妈妈才能知道这不是一场梦，才不会那么的害怕。苏阳立刻说道：妈，我就算去了岭南，也每天都跟你视频，让你每天都能看到我，我也能每天都看你。杨英玉喝着酒，脸蛋还带着酒后的红晕，继续撅着嘴不甘地说：那妈妈也会担心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被人欺负，有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呀？你可是妈妈的心头肉。苏阳保证道：妈，我会每天都向你汇报我的情况，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好，我就立刻回去。杨英玉眨着端庄凤眼，看着儿子说：雅儿，如果妈妈要求你这样做，会不会显得妈妈管得太宽了，让你不自在啊？第122。范，哪有，我恨不得天天都被我妈管呢。有人管着真幸福。苏阳非常认真地说道，他是真这样认为的。为什么都说有妈的孩子像块宝？那就是因为有一个无条件对你好的人一直关心着你，这种情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以前苏阳就觉得比穷更可怕的就是没有人关心你，每天下班后的无聊，没聚会，没惊喜，更加没人等你回家，只是过着毫无期待的日子。所以虽然他现在的行为有些妈宝男，但是能成为妈宝男，那也得有一个愿意宠溺自己的妈妈，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呢。杨英玉伸手过来摸了摸他的脑袋，温柔笑道：行吧，妈妈支持你任何的选择。妈，你这是能让我去岭南了？苏阳也跟着笑了起来。杨英玉轻笑的应了一声，感慨道：妈妈都习惯你一直在身边了，突然要是哪天摸不着你，估计还是会难受的。那我在魔都待多几天再启程。苏阳下决定道。杨英玉举着酒杯在儿子面前晃了晃，会心笑道：那今晚就陪妈妈好好喝个痛快。没问题。苏阳接过妈妈的高脚杯，就一饮而尽。你慢点喝，我们边看雨边聊天。杨英玉微笑道，貌似真的很开心。苏阳咧开嘴傻笑：妈，你喜欢下雨天？杨英玉点了点头，继续给儿子倒上红酒。下雨天像在释放压力，也像天在哭，释放悲伤，就觉得世界在跟我共鸣。我也很喜欢雨天，小时候还特意跑去淋雨，感觉很自由很放松。苏阳笑道，以前我睡觉时，如果遇到雨天，听着雨声就更容易入睡，也喜欢坐在房间里不开灯，听着雨声放空。杨英玉笑道，轻描淡写。苏阳屁颠颠跑去把灯关了，房间一下子陷入黑暗。雅儿，你怎么关灯了？杨英玉闭了闭眼睛，适应着黑暗。不是妈妈你说喜欢不开灯听雨声的吗？我陪你。苏阳走了回来，在母上大人身边坐下。杨英玉举杯跟儿子相碰，笑道，你看得见妈妈吗？落地窗外雨水啪嗒啪嗒的拍打在玻璃上，形成一条条水划痕。庄园别墅的壁灯透过水色十分迷离，也把灯光映入房间，倒也能隐约看清。妈妈，你和萤火虫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我眼里都会发光。苏阳厚着脸皮哄着自家母上大人说道。杨英玉掩嘴娇笑，美艳如花。雅儿，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你会做什么呢？苏阳直截了当道，我会带着瑶瑶姐拼命找到妈妈，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杨英玉直指人心的笑道，有些事其实不用等到末日才去做的，因为那肯定是心底一直在压制着的愿望。苏阳挠挠头，那妈妈，你有这样的愿望吗？杨英玉望向外面的雨夜，轻笑道，当然有呀，但是愿望太过于美好，很多东西都是要在乎现实的。倒也是。苏阳喝了一口红酒，唏嘘道，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看动漫的原因，很多美好似乎只存在于二次元。雅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动漫的？杨英玉柔声问道。小时候就开始看了，但那时候还只是觉得动漫很炫很酷，大概在初中之后，就能从动漫里看出每个人物之间的情感波动，才算是真正开始喜欢吧。苏阳怀念着继续说着，因为我的青春实在太安静和平凡了，我想看到动漫世界里别人在青春中明目张胆的爱情、亲情与友情，而动漫中描写的就是所有人眼中渺小且平凡的人们，
在彼此眼中是如此的闪耀。或者，这就是我喜欢看动漫的理由吧。所以，动漫的意义在于，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它是虚假的，但又比任何人都渴望它们的存在。最起码，它能带给我的快乐是真的。杨儿，妈妈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想给你创造一个新的二次元世界。杨英玉突然美眸一亮，笑了笑说道：“哦，怎么创造？”苏阳倒是有些好奇了。杨英玉微笑：“之前你玩的游戏，妈妈有去偷偷调查哦。魔都米哈游公司有个项目，就是计划着做脑机接口的，但是他们的底蕴低了些，硬科技技术更是比不上那些著名的科技公司，所以这个项目推进的很慢。妈妈打算投资米哈游，整合妈妈手上的人工智能公司、医学研究技术，全力推动这个脑机接口项目，给我家儿子打造出一个能用脑机接口让意识进入的真实感官虚拟世界。”苏阳傻愣愣望着自家母上大人：“妈，你这是要做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游戏头盔、游戏舱啊？”杨莹玉笑眯眯的点头：“没错，这个世界很多行业是否能腾飞，其实就缺少一个舍得不断砸钱去研发的人。就像我们国内的大疆无人机，就做到了无人机领域技术垄断世界的科技企业，或者是国外的马斯克，他一个私人公司就能把火箭做得比很多国家官方的航空技术都要先进。这就是看有没有人愿意把钱像扔入海里一样，来尝试取得核心技术的突破。越高科技含量的项目，那这个海就越大，能吞得下海量的钱，超大几率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看扔钱的人是否够坚决，是否舍得把钱当成石头去填海，一直坚持到把大海填平的那天。而妈妈是一个有主见、有方向的人，那些只会跟风的人是永远成不了大事的。未来的世界肯定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天下，妈妈也算是给你提前积累打天下的资本。妈妈，你太厉害了！苏阳突然觉得自家母上大人的身影都伟岸了起来。他这是头一次发现母上大人所想的东西，完全是他需要仰视的程度。哪怕自己已经开始学投资了，但是自己玩的那些互联网产品、网红公司，跟母上大人一对比，就像小打小闹一样。难怪会说10年寒窗比不过3代经商，很多东西真的是靠着一代代积累下来的。就像妈妈敢做虚拟现实技术，就是因为她有万亿财富，有多年积累的实体公司，有科技公司，有人工智能，有综合性3级特等私人医院，有医学研究技术，这些东西随便一样都够普通人作为目标奋斗一辈子了。很多底蕴是真的只能是代代叠加，而不是普通人就能拥有的。杨英玉看了儿子一眼，从他的眼神中洞悉了他的心思，柔然轻笑道：“杨儿，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经历和学习。妈妈相信你以后肯定能全方面超越妈妈的，到时候就轮到妈妈仰望你了。”妈，我还是喜欢躺着仰望你。苏阳摆烂的靠在沙发背上说道：“小傻瓜，妈妈相信有能仰望你的一天。”杨英玉宠溺的看着他笑道：“我不，我就要抱着妈妈的大腿了，天天喊饿，妈妈就给我喂饭吃，给我买东西，给我钱。”苏阳彻底摆烂了。好好好，妈妈养着你。杨英玉疼爱的给儿子倒酒。第123陪姑姑喝早茶。第二天一早，苏阳睡到自然醒，江瑶已经跟母上大人去上班了，只留下被窝里的余香。昨晚他已经跟他们说过，今天要跟姑姑去喝早茶。妈妈跟姑姑本就不对付，自然不会去。江瑶就想让出空间给他们姑侄2人好好聊聊。等苏阳洗漱换好衣服下楼，正好见到贝蒂儿正在整理客厅。这个洋妞管家也随他重新回到这边来工作了。金发碧眼的火辣洋妞穿着包臀裙，弯着腰整理沙发，曲线动人。少爷，早上好。贝蒂儿瞧见苏阳，顿时就一脸妩媚的笑着问好。苏阳走了过去，毫不客气的揽住她纤细的腰肢，抱着坐在沙发上，笑道：“最近都没有好好奖励你了，有没有想我？”“当然想了呀，只不过少爷是大忙人，人家哪敢主动找少爷啊。”贝蒂儿亲昵的说着，抓起苏阳的大手，放在他那双丰润修长的黑丝美腿上。苏阳捏了他一把，微笑：“以后如果我妈妈和瑶瑶姐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你就上来找我。”贝蒂儿一双水汪汪的闭眼看着他，娇声笑道：“少爷，你不介意我把你弄醒？”苏阳嘴角勾起，拍拍洋妞管家那圆润光滑的大腿：“来，贝蒂儿，让我看看你会怎么弄醒我。”“好的，少爷。”贝蒂儿媚笑的挪着身子。1个小时之后，苏阳开着布加迪驶出了庄园，去接姑姑。苏清飞早就在梳妆打扮好，在别墅里等他了。他今天穿着一条红色繁花修身开叉裙，1.7米的高挑身材踩着高跟鞋前凸后翘，好半天才见到他姗姗来迟，趁机打击报复。雪白纤手狠狠掐了苏阳半天，气呼呼地说：“你不是答应我今天陪我喝早茶的吗？现在都快中午了。”苏阳翻白眼：“
你们阳城不都经常把早茶和午饭一起解决的吗？我这时间应该算刚好吧？这你都知道？苏清飞咯咯一笑，你以为我就只是单单请你喝早茶，啥功课也不做啊？苏阳直接按着姑姑的脑袋把她塞进了车里，找死呢！姑奶奶，我一大早打理的发型。苏清飞瞪着美眸坐在副驾驶里，顺着长卷的艳丽秀发，苏阳懒得搭理他。上车之后，就往江瑶给他推荐的茶楼开去。阳阳，你跟你妈妈谈了去岭南的事没有？苏清飞优雅地夹着膝盖，斜歪着一双大白腿，朝正在开车的苏阳问道。苏阳嗯了一声，故意吊着他的胃。那谈的怎么样？苏清飞换上一副笑脸，连忙追问道。就那样呗，苏阳随口说道。那样是什么样？苏清飞没好气地瞥他个白眼。苏阳笑了笑，没有说话。苏清飞更气了，这小家伙有没有把我当姑姑的啊？这半大小子走的路都没我过的桥多呢，怎么就被他给压着，无法反抗了？喂，你再这样，信不信我把你私藏的东西发给你妈妈呀？苏清飞继续要挟道。苏阳也不理他的恐吓，随意地说，发就发呗，你敢发，我就不跟你去岭南，你自己看着办。苏清飞忙收敛自己的行为，嘟起了嘴，悻悻地说，你这小冤家，姑姑认输还不行吗？苏阳满意的笑了起来，等下到了茶楼再跟你细说。这个姑姑本性太泼辣了，都能跟自家母上大人当场私架的，不趁机好好调教一下，以后去到岭南不得天天压榨她。20分钟左右，苏阳把车子停在了一家名为新雅的酒楼。这家店属于魔都老字号了，是魔都体验广式早茶的最佳选择，以前叫做新雅茶室，见证了魔都近100年的风云变幻。当年很多文人雅士，像鲁迅、巴金等都曾是这里的常客，而现在新雅早就属于苏阳妈妈手中的产业之一了。苏阳刚把布加迪停下来，新雅的女店长就脸带笑容的迎了过来。江瑶昨晚就已经帮苏阳订了包间，女店长估计也都看过苏阳的照片了，所以一早就在这等侯少东家了。你妈妈在魔都的闭环经济打造的确实很强，这点连我都要甘拜下风，我就还没做到把岭南给弄成闭环。苏清飞踩着高跟鞋，一手拎包，一手挽着苏阳的胳膊，瞄着前面恭敬领路的女店长，撇撇嘴说道。苏阳好笑地说，魔都是一个城市，岭南是一大片地区，这难度也没法比啊。苏清飞顿时挺着心口，趾高气扬地道，那当然，魔都在我眼里就只是个山卡拉而已。苏阳瞪了他一眼，说你一句你倒还装上了，你岭南也没2个山卡拉能比得上魔都吧？苏清飞忍不住扑哧一笑，杨洋，你讲山卡拉的语气很搞笑，我还以为你只听得懂山旮旯，不知道山卡拉呢，这不就是同一个意思吗？真当我不懂你们阳城粤语啊？苏阳翻了翻白眼，带着苏清飞走进一个包间，坐了下来。少爷，你看看吃点什么？女店长亲自拿着菜单递了过来，苏阳接过来看了看，干脆丢给身边的苏清飞，你专业对口，你来点吧。苏清飞也不客气，先点了早茶4件套虾饺、烧麦、肠粉、叉烧包，然后糯米糕、芋头糕、凤爪、蒸排骨、牛肉丸，再来个这里的招牌脆皮烤乳鸽。女店长拿着平板下好单之后，就出门去准备了。苏阳喝着苏清飞亲自泡的普洱茶，好奇地瞄着他身前放着的一罐茶叶，你来魔都还随身带着茶叶啊？苏清飞捧着杯子浅尝了一口，叹道，没办法呀，我们粤省人就喜欢喝茶，出门在外自带茶叶最好。没多久，茶点就陆续被送了上来。平时你们吃早餐都是吃这些？苏阳边吃边对姑姑八卦道。苏清飞嘴里塞着一只虾饺，点头道，我们粤省人不管贫富都习惯了喝早茶，这算是一种情怀，也叫做叹茶。这个叹就是享受的意思，大多数都是边喝茶边吃边聊天，一直休闲到午饭后才回去。我懂，湘江电影不就老说叹世界什么什么的？苏阳看着姑姑如花似玉的脸蛋，继续说，我从上大学开始在魔都生活了也有5年了，这边来吃早茶的人基本都是来去匆匆，在他们眼里早茶也就是一种早餐而已，可能也跟魔都生活节奏太快有关，可没那份闲心叹茶做半天。苏清飞妩媚一笑，确实是生活节奏的问题，在阳城喝早茶的氛围会好很多，在我们那还保留着用纸字板菜单勾选的模式，主要是方便那些不会扫2维码和用平板点菜的老人，有些茶楼更是还在沿用小推车的模式，推着冒着热气装满各种茶点的小车在食客之间穿梭，想吃啥就拿啥，然后在单子上盖个印子。这种模式还是我小时候跟你奶奶喝早茶时就在用的了，都好多年了。那你觉得这家茶楼怎么样？苏阳有些好奇他的评价。环境还不错，而且茶点都是现做的，这点好评苏清飞夸赞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是现做的？
苏阳倒是吃不出来。苏清飞听到这话，呵呵一声，表达自己的骄傲。你姑姑，我吃了这么多年早茶，闻着味就知道那些是现做的，那些是半成品的了。半成品就不是自己做的吗？苏阳踢了踢姑姑的小腿，很少有自己做的，大多数都是冰冻产品在中央厨房料理加热完事，相当于超市买的速冻饺子加热吃一样。苏清飞还击，抬起高跟鞋踢了回去。那这不就是明显的大坑店吗？像我们这些很少喝茶，却又偶尔想凑热闹的，怎么判断哪家店好？苏阳趁机夹住他的高跟鞋，扭动腿部把他鞋子扒了下来。苏清飞妩媚的白了他一眼，这不就简单？只要你看到哪家茶楼清一色上了年纪的阿姨阿伯，还愿意排大队等位的，那绝对就好，而不是那些网红店，都是年轻人去凑热闹。还有一个就是，连锁店的基本都是预制菜，定位就是坑游客型顾客，反正他们吃不出来。苏阳拿杯子喝了一口茶，中途休息，道：姑姑，咱们现在来说一下正事吧。好啊，苏清飞大喜，也放下了筷子。你妈妈到底有什么要求？要求？你会错意了吧？我们这是对你的通知，可没有谈判的余地。苏阳好整以暇的喝着热茶笑道。苏清飞气的那只光着的血足一颤一颤的，只想踩他的脸，努努嘴道：那你跟姑姑说说，是什么通知？苏阳看姑姑那张满是不服的脸蛋，看来又是缺调教了，必须要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直为孤杠。第124，他心里有我。哎呀，刚才吃的有点饱，胃里好像堵着一口气，不太想说话。苏阳装模作样的说道：你多喝点茶，悠出来不就行了吗？苏清飞一脸天真的看着他。苏阳伸指头戳他额头，没点眼力见。我是让你给我拍拍心口。哦，苏清飞这才会意，抬起光着的那只脚丫子就往他心口蹬。卧槽，你干嘛？苏阳差点没被他蹬翻。苏清飞不屑的撇嘴，你不是说让我给你拍心口吗？姑奶奶，我没伺候过人，难道不是这样拍的吗？苏阳愤愤瞪了他一眼，好你个小姑姑，你自个儿在这吃吧，我走了。说着，苏阳就佯装起身。苏清飞忙不迭伸手使劲拉住他，别走别走，姑姑错了。苏阳老神在在的瞥着他，现在会侍候人没有？会了会了。苏清飞心里咬牙，脸上却一副撒娇卖萌。哼！苏阳这才重新坐了下来，不生气。喝茶喝茶。苏清飞给他倒了一杯热茶，然后柔嫩的小手轻轻在他心口上轻拍着，气得我肩膀都酸了。苏阳继续调教，我来捏。苏清飞连忙穿上那只高跟鞋，屁颠颠走到苏阳的身后，给他捏着双肩。姑奶奶，我今天忍辱负重，等到了岭南之后，看我不把你训成姑奶奶的舔狗。没吃饱吗？用点力啊。苏阳慢条斯理的喝着茶，皱眉道。苏清飞眨着妩媚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姑姑我才吃了3分饱，你饭桶啊，这些茶点一半都进你肚子里了。苏阳指着桌面，把所有空了的蒸笼都归到他身上。苏清飞偷偷瞪了苏阳几眼，也不敢反驳，谄媚的捏着他的肩膀笑道：阳阳，你不是有事情要通知姑姑的吗？苏阳举起一根手指说：首先，我明确跟你说一点，那就是我可以跟你去岭南，但我不会一直待着岭南。魔都是我家，我可以随便两边跑，你们不准限制我的自由。岭南也是你家呀。苏清飞刚想反驳，苏阳就回头啐了他一口：你说还是我说？再打断我，你自己回岭南去吧。苏清飞气得差点要吐他一脸口水，表面上却乖乖答应一声：你说你说，姑姑给你捏肩。苏阳拍了拍大腿，得寸进尺道：别捏肩了，来捶腿。苏清飞嘴角抽搐，咬牙切齿：姑奶奶，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以后迟早要记回你头上。然后陪着笑脸走到他身旁蹲下，轻轻地给他捶着腿，仰着艳丽脸蛋甜声道：阳阳，力度合适吗？还行。苏阳自顾自倒茶喝，继续开口说：刚才说的第一条是一个不可拒绝的条件，是你们必须要退一步的选择，否则你就算把我骗去了岭南，我也会想办法回来，到时候可就别怪我跟你们翻脸了。第二点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你以后别跟我妈打架了，咱们文明点，别跟个泼妇似的。目前就这2个通知，你自己消化一下吧。阳阳，那要是你妈妈打我呢？我能不能还手？苏清飞眨巴着眼睛，娇滴滴的说道：能气得让我妈亲自跟你动手，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所以你还手个毛啊，站着挨打吧。苏阳翻了翻白眼。苏清飞恼羞成怒：你这是严重的偏心，为什么我就得给你妈妈当沙包呀？法律都有正当防卫的呀，我偏心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谁让你没做到能让我对你偏心？苏阳瞥了他一眼：我这还对你不好吗？我都给你捏肩捶腿了，我堂堂岭南苏清飞何时这样侍候过人？苏清飞气得眼圈一红，
苏阳看他那委屈的模样，心里莫名一软，伸手拉他起来。好了好了，你只要做好第一点，我就跟你回岭南。真的。苏清飞整理着裙摆，抬起眼眸看他，一脸的受气包。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苏阳翻了翻白眼，其实他也只是在乎第一点，自家母上大人也是只要求他能拥有绝对的自由，别的只是在调教这个姑姑的性子而已。那我要跟你爷爷汇报一下才行。苏清飞一撅嘴，拿起手机，扭着皮骨走进了旁边的洗手间。苏阳有些好笑，也不知道姑姑会不会在背后跟爷爷编排他的不是。20几分钟之后，苏清飞还没出来，苏阳正想着他是不是被气晕在里面去看看的时候，就看到姑姑一脸喜色的跑了出来，猛地往他扑来。杨洋，你爷爷答应你的条件了。卧槽！苏阳一个没注意，直接被他扑的往地面上倒了下去，两人滚在了地毯上。苏清飞也吓得尖叫了一声，不过却发现在倒下去的时候，苏阳确实一直护着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当肉垫，垫在他的身下，心里不由自主的就升起了一阵心安和感动。原来他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姑姑的。姑姑，你还不起开？重的跟猪一样。苏阳躺在地毯上翻白眼道，幸好地毯挺厚，摔下来也没多大事。活该，让你刚才欺负姑姑。苏清飞拧了他一把，这才爬了起来。爷爷怎么说？苏阳把倒地的椅子扶了起来，好奇的问道。苏清飞艳丽的脸蛋带着笑意，你爷爷答应给你自由，可以随时两边跑，去哪都行，但是要求你必须继承苏家的一切，还有你离开岭南的话，身边必须让姑姑陪着。苏阳喜出望外，这么顺摊。苏清飞撇撇嘴，你爷爷可是非常独断专行的，也就你这个苏家带把独苗才有资格跟你爷爷谈条件了，羡慕死我了。那就好办了。苏阳心里也大松了一口气，事情比他想象中还要顺利得多。这也如同他之前所预料的一样，他的重要性就代表了他的话语权，只要他强硬坚持，双方都会退步的。这样的话，起码以后两家都有了和平共处的机会了。第125，驾驭整个世界。苏阳陪姑姑在新雅喝茶到下午1点，这才把她送了回去，然后来到雪山集团。杨银玉和江瑶正坐在休息室里聊天，见他推门进来，笑盈盈的问他午饭吃了没？吃过了。苏阳嘿然一笑，走过去挤在两人中间，坐了下来，拿起面前的杯子，也不管是谁的，就喝了一口杯子的咖啡。江瑶挪着满月的皮骨蛋，挽着他的胳膊，美眸亮晶晶的问他，阿阳，姑姑那边怎么说？杨银玉给儿子倒上咖啡，也好奇的抬着白皙圆润的鹅蛋脸看向他。苏阳揽着江瑶火爆性感的身子，一脸轻松，说道，姑姑跟爷爷说了这事，爷爷答应我能自由往返魔都了，我随时能回来。太好了！江瑶欢呼一声，嘴角含笑，顾盼生辉，非常高兴。杨银玉也是满意一笑，也不去刨根问到底，而是不舍得问道，杨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苏阳从母上大人的眼眸里察觉到他的情绪，笑了笑说，过几天再说，我要多陪陪妈妈，要不然隔久了没亲眼看到妈妈，肯定会不习惯。江瑶眼眸晶莹，笑盈盈的起哄道，那你现在还不抓紧给杨姨尽尽孝道？杨银玉护犊子似的，杨儿只要在我眼前让我看着，我就高兴，其他什么都是假的。江瑶却露出小狐狸般的笑容，推了推苏阳道，阿阳，今天上午我和你妈妈去了一趟米哈游潭合作，你妈妈穿着高跟鞋走这么一路，脚肯定累了，你还不给揉揉？苏阳立即顺水推舟的看向母上大人，笑道，妈，让我给你揉揉脚吧。杨银玉心里有些好笑，抿了抿嘴，也不好服了儿子一片心意，神情自若的笑道，行，那今天妈妈就享受一个瑶瑶的专属福利。杨姨，这哪算是我的专属福利啊？江瑶不依的娇声说道。杨银玉笑盈盈瞟了他一眼，我都不止一次撞见你让我儿子给你揉脚了，还不承认是吧？那是我在给阿阳练习，他是想给你服务的。江瑶笑滋滋的说道。苏阳已经蹲了下来，妈，我给你脱鞋。杨银玉笑容温柔的配合着儿子把脚丫子抬起，让他把2只高跟鞋摘了下来，露出2只穿着肉丝的脚丫子。苏阳捧着母上大人的脚丫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就给他轻柔解罚起来。妈，力度还行吗？苏阳边揉边笑容灿烂的对母上大人问道。可以了，就是有些痒。杨银玉不太习惯的缩了缩脚，露出个颠倒众生的笑脸。江瑶坐到杨银玉的另一边，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痴痴一笑，杨姨，我来给你捏捏肩膀。苏阳随口闲聊问道，你们今天去米哈游潭合作谈得怎么样了？杨银玉看着贴心给他揉脚的宝贝儿子，眼神柔和的说，已经谈成了，我们注资占股70%，资金大部分要用于虚拟技术的研究，一起推进脑机接口的项目。这么爽快？苏阳倒是有些诧异了，
毕竟米哈游的现金流一向很健康。没想到合作会这么快就达成了。杨银玉笑眯眯道：“米哈游这家公司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是这几年才彻底爆发起来的。只不过冒头就代表会引起关注，容易吸引猎人的目光。而米哈游算是草根公司，并没有靠山，所以公司的产品也一直被限制着，经常会进行自我阉割，生怕被人抓住把柄威胁。而我们的注资，也代表了他们找到了靠山，可以更放得开去发展产品。同时，我们还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能够更快地推动他们的脑机接口项目，去完成他们那个10年内打造10亿人愿意生活在其中的虚拟世界梦想。同时，我还答应了给他们建立一栋米哈游的商业办公楼。现在整个魔都的商业用地可是很紧张的，也就我们手上还掌握不少。还有，除了脑机接口的项目，其他公司的管理我也不进行干涉，管理权依旧还是他们的。所以，相对比拥有一个本地的强大靠山，还有超越他们底蕴的硬科技技术，还有我们雪山医院研究所的医学研究技术，外加一栋商业办公楼，还有巨额资金的支持，他们只付出70%的股份，已经很划算了。苏阳认同地点点头，这样说的话，难怪他们会这么爽快答应了。自从他接触过字界跳动开始，倒也渐渐明白了国内这些赚钱最多的互联网资本，最终都只是顶层人眼里的韭菜。如果这韭菜没有主人的话，还真就是任由别人收割的命。杨银玉趁着这个机会，正好想教一下儿子怎么经营公司，于是继续跟他说：“杨儿，我们作为一个集团的首脑，最重要的是掌握大方向的发展。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勤奋的人非常多，但这都不是成功的关键，这只是一个前置条件。有这些条件的，并不会保证能够成功。真正重要的是顺势而为。所以，只要你找到那个方向，会用人，只做领导者该做的事情就行了。那些技术上的事情，就让专业的人去做。时间成本是很昂贵的，没必要什么都亲力亲为。这就像你是古代的皇帝，你不需要会兵法打仗，也不需要上战场拼杀，只要你懂得用人，懂得宏观的判断就够了。我们身为现代社会的商人，只要花点钱，就有无数人才替我们去创造我们心中所想，这才是管理公司的关键。”苏阳笑着捏着母上大人的脚丫，说：“简单来说，就是找到大趋势的风口，会驾驭人就行了，对吧？我儿子就是聪明。”总结得好。杨银玉声音柔腻的轻笑道，神情有些慵懒：“妈，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走集邮称霸流。只要把那些一个个顶级资本、顶级家族的女人都收集在手中，那不就直接称霸全球了吗？”苏阳开玩笑的说道。杨银玉却是凝眉想了一会儿，看着儿子线条分明的帅脸：“杨儿，你这条路还真能走得通。像妈妈作为女人，只能走女强人的发展道路，而你是一个男人，通过驾驭像妈妈这样的女强人在手中，那你就相当于直接驾驭了整个世界。”“啊，妈，我只是在说笑而已。”苏阳咳嗽了一声说道。“不，妈妈觉得可行。”杨银玉定睛看着自家儿子。“真的？”苏阳挠了挠头，看了一眼在偷笑的江瑶。“勇敢的去集邮吧，妈妈支持你。”杨银玉小拳拳举了起来，做鼓励状。苏阳很少能看到母上大人这么俏皮的动作，有些哭笑不得。好吧。第126，苏阳随母亲面见密友。今天下午，苏阳都在公司陪伴杨银玉，顺便跟随着妈妈学习怎么经营公司，怎么写规划书，还有查看公司资料。通过这段时间的恶补，也让苏阳对于公司的运营有了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下班的时候，杨银玉换了一身简约优雅的星光鎏金裙，气息迷人的走到苏阳旁边：“杨儿，等会陪妈妈去认识一下妈妈的朋友们呗。”苏阳从手中的文件抬起头来，看向自家母上大人。虽然老妈已经年过40了，但岁月完全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容貌倾城，皮肤细腻有光泽，透着健康的晕红，是真正冰肌玉肤的女人。可以啊，瑶瑶姐她去吗？苏阳自然没意见，笑着回道：“她也陪你去。正在换衣服呢。”杨银玉浅浅一笑。果然，正说着话的功夫，江瑶已经推开休息室的房间，蹦跳着跑了过来：“杨姨，我换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江瑶抿着色泽鲜亮，滋滋笑道。她显然也是在里面洗澡精心打扮过，今天是典型淑女装扮，刺绣桃红女生小衬衫，搭配繁华牛仔蓝百褶裙，大卷发用一支红玉制的发簪挽在脑后，人看上去多了些大家闺秀的感觉。“瑶瑶姐，你这打扮还挺好看的。”苏阳看着来大腰细大长腿的自家媳妇，眼睛也忍不住微微一亮。江瑶走过来搂住她的脖子，香软的红唇亲了她一口，眉飞色舞的笑道：“阿阳，我们女生的性格取决于当天穿的是什么风格，今天我是你的淑女皇后哦。”
杨银玉打趣笑问道：“那我今天是什么？”苏阳看向自家母上大人，厚着脸皮道：“妈妈，你今天就是凤仪天下的高贵太后。那皇儿随本宫摆驾去用膳吧。”杨银玉笑着一摆手，配上她眉宇间若隐若现的威严气质，无不彰显她的优雅高贵。遵命。母后苏阳拉着江瑶就走了过去，微笑地挽着母上大人的胳膊。一行人出了办公室，坐专属电梯下楼，坐上等候在大门前的劳斯莱斯，就直奔望江阁而去。与此同时，花墨艳、柳如梅还有宋书媛已经坐在望江阁的豪华包间里在等他们了。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太隆重了点啊？这身打扮出席酒会都行了吧？花墨艳挑了挑那点缀着泪痣的美眸，戏谑地看着两个盛装打扮的密友，笑话道。柳如梅摸着花墨艳身上那明艳的紫色抹胸礼裙，抿着嫣红的嘴唇娇笑道：“墨艳，你还好意思说我们？你看看你，这套 LV 高定礼裙才刚做好吧，这么快就舍得拿出来穿了？”宋书媛从手里的化妆镜抬起漂亮脸蛋，妩媚的起哄：“就是，还说我们呢？你身上戴着的这套宝格丽的特定款珠宝，平时也没见你戴啊，怎么今天穿得如此花枝招展啊？衣服和珠宝买来不就是穿的吗？再说了，我又不是没见过银玉的儿子，上次在瑶池和如梅就碰见他了，那时候我们还只围着浴巾呢。”花墨艳先手撑着下巴，拨动起耳朵上挂着的珠宝耳环，娇媚得很。柳如梅听他这么一说，红晕飞上脸颊，娇嗔道：“还好意思说呢，上次你居然把我推入小杨的怀里。”花墨艳肆无忌惮地盯着他吊带礼裙的心口，暧昧的娇笑：“那时候是谁抱着银玉儿子还不松手的？我是被你吓懵了。”一时没反应过来，柳如梅银牙咬着红唇白了他一眼。宋书媛咯咯一笑，羡慕道：“你们去瑶池玩都不叫我，害得就我没见过小杨。”花墨艳眯着眼睛笑道：“你又不陪我们一起玩，我叫你去干什么？再说了，你家米儿那么喜欢银玉的儿子，迟早你就是小杨的岳母了，到时候想见还不简单？”柳如梅帮着他，揶揄道：“没错，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你可别做出什么过界行为，吓到未来女婿。”宋书媛哎了一声，笑着说：“咱可是有自知之明的，就算做岳母也只是关系上的，可不敢真去争这名义。”花墨艳听他这样说，就想起一事。对了，你们听说了苏清飞来魔都的事没有？宋书媛拿起红酒杯喝了口，点头：“我听我家米儿提起过，那天苏清飞直接跑到他们的游艇上找小杨了。”柳如梅微抬起下巴，思索着说：“看样子，苏家是要把小杨带回岭南去了。”花墨艳笑着说：“这也正常，苏家三代里就小杨一个带把的独苗，又怎么会愿意让他留在魔都？不过银玉应该也不会放任苏家就这么带走杨儿，估计已经谈判好了。那这么看来，小杨可能很快就会去岭南了。”宋书媛有些着急，花墨艳眼睛毒，玩味的看了他一眼：“怎么，你还怕你的未来女婿被别的小妖精拐跑了呀？”宋书媛尴尬一笑：“我家米儿都还没跟小杨确认关系呢。”花墨艳把玩着自己那双极其漂亮的小手，笑着说：“你还担心这个啊？按照我对银玉的了解，他不可能同意让他的宝贝儿子永远留在岭南的，起码双方要各退一步，不能进行独占。”柳如梅抱胸靠在椅子上，也赞同道：“没错，银玉的性格那么强势，就算是面对苏家，也不会轻易妥协的。”这倒也是。宋书媛想起杨银玉的脾气，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只要小杨不是永远留在岭南，那就没问题了。花墨艳啧啧有声的咂了咂嘴，以后小杨可就厉害了，不仅是魔都女王的继承人，还是岭南的太子爷，这身份连我们都能压在身下了呀。宋书媛听到这话，美眸又是亮了起来。柳如梅瞧见他的模样，就娇笑道：“书媛，看来你家米儿是捡到宝了。”宋书媛笑眯眯的掩嘴：“也不只有我家米儿啊，墨艳的侄女雪芙不也喜欢小杨吗？”花墨艳神情古怪的笑骂道：“他是他，我是我，虽然我们姑侄关系很好，但我们可是分开的。”而就在这时，门口传来咚咚的2声敲门提醒声，然后吱呀一声被推了开来。第127母上大人的闺蜜，你们来的挺早呀。杨银玉领着苏阳和江瑶走进包间，温和的笑了笑：“今天可是银玉你介绍家人给我们认识，我们能不早吗？”宋书媛瞧见苏阳，顿时殷勤的迎了上来，笑眯眯的说道。苏阳抬眼一看，眼前这个漂亮叔父应该就是宋一敏的妈妈了。只见她身穿一条深 V 挂脖露背性感大红礼裙，2条红绸带子绕着脖子，托着她丰满的身段，雪白的锁骨上佩戴着一条精致的珍珠镶钻项链，开叉的裙摆露出一双雪白美腿，套着过膝肉丝，带蕾丝的花边束着浑圆的大腿，显得非常有肉感。纤巧的小手上也佩戴着同款珍珠手链，指甲做了水钻美甲，闪亮闪亮的，非常亮丽迷人。当然，
最特别的还是她那一刀切的短发，端庄美的直线发型，从脖子处剪断，露出修长的脖子，衬托着那张圆润丰盈的脸蛋愈发的冷艳。你好，袁姨，之前我就听米儿常常夸你，今日一看果然漂亮动人。苏阳礼貌的微笑打招呼道。宋书媛踩着高跟鞋走到苏阳的身前，热切的伸出那双水钻美甲小手拉住他，笑眯眯道：小嘴儿真甜，米儿在家可不止一次跟我念叨你呢，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花墨艳扭着纤腰，带动着那身紫色抹胸礼裙，飘着香风走来，抬起涂着银色流沙美甲的小手挑了挑手指，巧笑嫣然地说：嗨，小家伙，我们又见面了。苏阳目光沿着她那深不规则裙摆，到纤腰那个束扎着的大蝴蝶结，划过她那抹胸处的事业线，一直到她那张天然妖媚点着泪痣的脸蛋，开玩笑地说道：燕姨，你穿上衣服我都差点认不住你来了。花墨艳娇笑捏着裙口，眼角眉梢带着几分风流，道：那要不要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看呀？别，我就是开个玩笑。苏阳连忙摆手。柳如梅踩着高跟鞋哒哒走来，风情万种的笑了笑，我还以为咱也得脱衣服了呢。她穿着一身黑色亮片吊带礼裙，紧紧围裹着窈窕却又丰满的身段，香肩裹露，脖子处扎着一条黑色蕾丝蝴蝶结个性颈带，吊着一个黑色四叶草水晶挂坠。苏阳一看这颈带，就想起那天在瑶池遇到他们的情景，莫名就想到花墨艳是不是试过用绳子牵着柳如梅在地上爬的画面，心里扑通一跳，连忙抛去杂念，朝柳如梅问好道：梅姨，你还是穿着衣服好看哦？那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不穿衣服的样子就不好看了？柳如梅佯装低头看着自己修长性感的身段，宋书媛一副护着女婿的模样，白了她一眼：如梅，你又没给小杨看过没穿衣服的模样，这不是为难人家吗？花墨艳媚眼隐隐水泽的拉着柳如梅，笑道：连书媛都想让我们脱衣服了，那我们就先去把她的脱了。好啊！柳如梅娇笑了一声，就挤了过来，带着点放纵的意味。就在苏阳眼巴巴的等着他们脱衣服的时候，母上大人却是发话了：你们当着孩子的面这样闹，还要不要当长辈了？杨银玉哑然失笑的遏制了他们道，一直挽着苏阳胳膊像小媳妇状的江瑶，也仰着娇媚白嫩的脸蛋，笑滋滋的应和：燕姨、梅姨、袁姨，你们这是把这当成脱衣晚会了呀？玩得这么嗨，我们倒是想呀。银玉不准而已。花墨艳眼眸子微微敛着，笑着说道：好了，都坐下来再聊吧。杨银玉笑容温婉的摆了摆手说道。几人这才停止笑闹，围着餐桌一一落座。花墨艳美眸看着杨银玉，做出一个迷离诱惑的神色，还在惦记着刚才的话，继续提议说：话说回来，瑶瑶刚才提到的脱衣晚会，我觉得可行也，不如明天晚上我们去银玉家搞个游泳趴吧。游泳？杨银玉挑了下她很漂亮的眉毛，笑着朝儿子征求意见：杨儿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啊，之前我住那别墅的天际泳池还没用过就搬家了，幸好我妈家也有一个更大的泳池，不使用就浪费了。苏阳目光从三位美姨的火辣身段划过，心里也是有些痒痒的，表面上却是一本正经的说道：你看，银玉、小杨都说可以了，那我们就开个游泳趴吧。花墨艳欣喜的抬起高跟鞋蹭了蹭苏阳，丰腴而妖媚的脸蛋挂着兴奋。苏阳也暗自好笑，这花墨艳跟花雪芙简直是两种人格。她这个姑姑用一句不尊敬长辈的话来说，那就是明烧。杨银玉仪态端庄的抿了口红酒，柔声笑道：既然杨儿也没意见，那明晚就来我家开 party 吧。一言为定。花墨艳浮起笑意，作为小辈的江瑶刚忙活完点菜，漂亮灵动的丹凤眼一转，开口说：那我能不能把雪芙和米儿也邀请过来啊？人多热闹点。宋书媛本就想着多让自家米儿跟苏阳走得近点，听到这话自然赞成，嫣然一笑道：我觉得可以，免得小杨和瑶瑶两个孩子跟我们这些一辈没有话题，干脆让雪芙和米儿也叫过来好了。花墨艳和柳如梅当然也不会有意见，都点头赞同。苏阳适时的开口说：那我等会就发信息给他们，明晚就都在我家里集合了。杨银玉轻放下红酒杯，不如晚饭也在我家吃好了，吃过晚饭再开趴。行呀，到时候我带着雪芙一块过来。花墨艳一脸的期待，宋书媛和柳如梅也都挺感兴趣的，毕竟几人虽然都是豪门贵妇，但是每天的生活还是太过枯燥了，难得有个娱乐聚会，自然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没过多久，饭菜就陆续被送了上来，几个美姨都是挺外向的性格，也很会调节气氛，饭桌的氛围很是热闹。来，今天是我们跟银玉家的宝贝儿子第一次正式见面，我几个姨都要跟他喝一口，表示欢迎。花墨艳踩着莲步走到苏阳身边，笑道。江瑶波光荡漾的眸子闪过一丝狡黠，起哄道：燕姨，光碰杯喝酒多没意思呀，
我看网上的年轻人都喜欢喝交杯酒，谁洒了就得挨惩罚。第128，交杯酒，交杯酒就交杯酒，你燕姨还年轻，就爱玩年轻的玩法。花墨燕说完，还真拉起苏阳，要跟他喝交杯酒。苏阳比花墨燕高出半个头，目光一下子滑入她的抹胸裙，感受着燕姨妖娆小手的细腻，鬼使神差的就举着酒杯穿过她的白玉胳膊，跟他喝了起来。花墨燕好像知道他在偷瞄，却故意将心口往上挺了挺。等交杯酒喝完之后，眨了眨她那媚艳的美眸，朝两个闺蜜说：“如梅、舒媛，轮到你们了。”我先来。宋舒媛立刻起身，拨了拨鬓角的秀发，眨眨眼对苏阳说：“这还是我第一次喝交杯酒呢，姨便宜你了。”那是我的荣幸。苏阳笑了笑，接过江瑶递过来的红酒杯，环过袁姨的纤手，一起一饮而尽。宋舒媛光洁的胳膊还贴在苏阳的手臂上，咯咯一笑，这感觉还挺新奇的。苏阳刚想说话，结果站在旁边还没走的花墨燕突然笑着使坏，一把将宋舒媛推进了他的怀里，顿时温香软玉抱满怀。墨燕，你干嘛呢？宋舒媛下意识抱住苏阳的熊腰，微微喘息的侧头白了花墨燕一眼，娇媚万分的嗔说道。她此时整个华丽丰腴的身子粘在苏阳的身上，说话的时候，那香喷喷的气息打在苏阳的脖子上，痒痒的，更能嗅着他身上淡淡的体香。咯咯喽！花墨燕掩嘴大笑。之前我和如梅都抱过小杨了，你这不抱一个，不是显得孤立你了吗？这是你在占便宜呢。宋舒媛这才轻轻挣开苏阳的怀抱，微笑着说：“这好像也是这个道理。”杨莹玉看着儿子被闺蜜调戏，依旧淡定姿态，柔然浅笑的看热闹道：“下一个该如梅了吧？”柳如梅闻言，娇笑的端着酒杯起身：“小杨，你可照顾点梅姨呀，我这细胳膊细腿的女子，挨你一个头，可别让我酒洒了。”放心，梅姨不会洒的。苏阳拍心口保证道。柳如梅带着香风走到他面前，举起修长雪白的胳膊跟他交叉着，扬起那张妩媚的脸蛋。苏阳顺势微微低头凑近，迷人的沁香飘入鼻端，就连杯子里的红酒都好像更香甜了。而就在这时，花墨燕和宋舒媛两人同时使坏，咯咯娇笑地推了柳如梅一把。柳如梅正仰着头喝红酒呢，又细又长又白的美腿一歪，直接扑在了苏阳怀里，就连红酒都洒在了锁骨上，一路往下流。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会使坏。柳如梅美俏艳丽带着笑意，身体挨着苏阳，拿起手中早就准备的手帕，就想擦拭身上的红酒。江瑶喜滋滋地阻止说：“梅姨，按照规则，你们喝交杯酒失败是要惩罚的。那我们的惩罚是什么？”柳如梅挑起长长睫毛，涂着淡红眼影的美眸，顾盼生姿。花墨燕一脸促狭地指着那条手帕说：“就罚你让小杨帮你擦红酒。”那我呢？苏阳好笑地问道。罚你跟如梅同喝一杯红酒。花墨燕端来一杯酒，眉飞色舞地说道：“我都行。”柳如梅好整以暇地拿起红酒杯，微抬起下巴，仰着那张整治妆容的脸蛋笑问：“小杨，你先喝还是我先？”女士优先。苏阳看着她那漂亮的红唇，机智地说道：“不行。”花墨燕又跳了出来：“你们要分4口，如梅喝1口，然后小杨喝，接着又到如梅，最后小杨收尾。”可以。柳如梅轻抿了一口，把杯子递给了苏阳，秋水荡漾的媚眼看着他：“来，梅姨尝过了，没有毒。”苏阳笑了起来，按照花墨燕的要求喝了1口，又还给柳如梅，然后他来收尾剩下的。杨莹玉目光瞟向自家儿子，助纣为虐的笑道：“现在是不是轮到擦红酒了？”宋舒媛也跟着起哄：“没错，该擦红酒了。”苏阳只好从梅姨手里接过手帕，在她娇媚的眸子注视下，帮她仔细擦好洒落身上的红酒，然后直接把自己穿着的长袖衬衫脱了下来，披在梅姨的香肩上，反正自己还有一件打底的 T 恤。谢谢。柳如梅娇笑了一声，目光火辣辣地看着他，两人之间好像突然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当这场聚餐结束，宾主尽欢，各回各家之后，苏阳一进到家门口，就把还在脱高跟鞋的江瑶横抱而起，拖着她的黑丝长腿就往楼上冲去。江瑶美貌的脸蛋火烧火燎，轻轻掐着她的腰，装模作样的嚷嚷：“救命！有人强抢民女了！”杨莹玉看着他们的背影，莞尔一笑，看来我的那3个闺蜜都挺对杨儿的胃口呀。与此同时，魔都的另一栋豪华别墅里，柳如梅已经脱掉那件染上红酒迹的裙子，身上仅穿着内衣裤，露出雪白的肌肤，两只小手捧着苏阳的衬衣，正坐在沙发上发呆。如梅，在发什么愣呢？花墨燕拿着2个高脚杯和一瓶红酒走了过来，身上也仅穿着内衣裤，赤着一双涂着银色流沙美甲的玉足。柳如梅抬起微红的撩人脸蛋看着她说：“墨燕，
我这样勾引小杨是不是不太好呀？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不喜欢他吗？花墨燕笑了起来，给他倒了一杯红酒。好感是有，但你这是在算计他呀。柳如眉又整理了一下手里的这件衬衣，眼神闪烁地说道：那怎么叫算计呢？我这只是在测试。花墨燕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慵懒无比地伸了个懒腰，雪白的长腿搭在茶几上异常诱人。你就为了看他能不能把你给掰直了？柳如眉侧头看他，嫩弱青葱的手指撩起耳鬓的发丝。花墨燕点了点白皙的下巴，伸手拿过他手里的衬衣，凑到鼻子前闻了闻，若有所思的样子。明明我很讨厌这些臭男人的，哪有女人香喷喷软乎乎的好？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喜欢淫欲的原因，所以对小杨好像也能接受，对他的味道也不反感。柳如眉好奇地问他，那接下来你还打算怎么做？花墨燕扭着柳腰，搂住他香软的身子，狡黠地笑了笑，明晚你找机会带点他那个东西出来，如果那个东西都能碰的话，那就轮到我去勾引他了。得不到淫欲，那我就要得到他的儿子。柳如眉娇笑，到时候我要让小杨狠狠地收拾你一顿，让他报复回来。花墨燕顺着他温滑如玉的玉背一路落下去，妖媚地笑道，好啊，你个小烧蹄子，这么快就向着别人了，今晚我先报复你，来啊！谁怕谁？柳如眉有些发痒，媚笑地扭动着七双赛雪的身子。第129私家晚宴。第二天，苏阳是被江瑶煮脚弄醒的，弄得到处都是。今儿的时间基本还是陪母上大人到公司上班，积累管理经验。姑姑一直给他发微信发个不停，烦人的很。苏清飞、杨洋，我们什么时候回岭南啊？魔都好无聊，天天待在别墅里，闲得蛋疼，下划线。苏阳抽空回了他一句，你有蛋吗？苏清飞，我改成闲得咪咪疼行了吧？ Excellent 3。苏阳，那你得去医院看看了，雪山医院是我妈妈的，我给你安排个女专家检查一下。苏清飞，滚蛋！姑奶奶，我每年都做全面体检，健康着呢。苏阳，那可能是你心里有问题，去看看我电脑存着的那些视频解解压吧。苏清飞，你还别说，姑奶奶昨天闲得无聊，还真看了不少，专门看女主姑姑是怎么整治不听话小侄子的。苏阳，那你继续去学习吧，别烦我了。苏清飞，别呀，杨洋，陪姑姑去逛街吃喝玩乐好不好？苏阳，如果你想我推迟去岭南的时间，我就陪你，反正我陪我妈的时间是不会变的。苏清飞，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苏阳，你问吧。苏清飞，假如我和你妈妈一起掉水里了，你会先救谁？下划线苗。苏阳，这还用说吗？肯定把我妈先救上来，然后去你家吃席，再拿袋子打包。苏清飞，景浩，你完蛋了，我变成女鬼，天天缠着你，吸干你。苏阳，哟呵，女鬼，我更兴奋了。苏清飞，苏阳直接把手机丢一边，懒得搭理这脑缺姑姑，天天没事找事，还没进门呢，就要死要活，不教育一下，以后不得翻天。这话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算了，懒得管他。苏阳摒除心里的乱想，抬头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办公桌正在办公的母上大人。杨莹玉似乎心有所感，也抬起漂亮鹅蛋脸朝他看来，凤眼柔情似水，给了他一个温柔的笑容。我家母上大人明明这么可爱，应该很招人喜欢才对啊。苏阳回了一个笑容之后，揽住坐在自己怀里的江瑶，低声问他，瑶瑶姐，你说我姑姑为啥就是跟我妈妈过不去呢？跟死对头一样。江瑶屁股坐他怀里，一双黑丝美腿横搁在沙发上，格外御姐风情的娇声说，可能是因为爱吧。啊！苏阳迷惑地靠在沙发背上，大手顺着他的小腿一路滑到他涂着嫣红豆蔻的足尖。他们两个都是一言九鼎的女强人，手中管理着万亿资产，对于他们所爱的人，谁要是敢动一下，自然就得要他好看了呀。江瑶露出迷人的微笑，那为啥他们就不会让你好看？苏阳捏了捏他娇艳的玉指，江瑶嘴角抿着笑，香唇吧唧亲了他一口，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不一样呀。苏阳摇了摇头，女人果然复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下午5点，苏阳和妈妈还有瑶瑶姐提前下班，从雪山集团回到了世贸蛇山庄园。贝蒂尔已经带领着一群穿着女仆服的年轻女孩，正在准备晚宴和迎接客人了。厨房里也有几个高挑的女大厨扎着头发，戴着厨师帽在备菜。没过多久，一辆辆豪车停在庄园门口，客人们也开始陆续抵达。双方相互打过招呼之后，杨莹玉领着她的闺蜜们去溜达，苏阳和江瑶也带着花雪芙和宋一敏到处逛。话说回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杨一家呢。宋一敏好奇的到处打量，晃着2条修长性感的黑丝美腿，红色裙摆飘扬。不会吧？苏阳倒是有些好奇了，按理说
不论他们跟江瑶的闺蜜关系，就凭他们家长辈跟自家母上大人的关系，也不应该才第一次来啊。花雪芙清冷淡雅的脸蛋展露一抹笑容，以前因为你的事情，我们和瑶瑶聚会都是在外边，或者在我们家里，怕打扰到杨姨的清静，不太敢来。苏阳瞄了一眼她那清丽的脸蛋，雪芙笑起来其实很好看，因为嘴角会带动那一点红痣，让她看起来更加明艳。那燕姨和元姨他们也没来过。苏阳继续问道。江瑶牵着苏阳的大手，娇笑地说，他们倒是经常来，毕竟都跟你妈妈是密友，相互了解的也更多，还能安慰杨姨。几人闲聊着，已经来到了江瑶的房间。哇，瑶瑶，你的化妆间也太大了吧！女孩子的关注果然不一样。宋一敏一进来就直奔卧室的化妆间而去。江瑶的这个化妆间确实很大很豪华，100多平方的空间，一侧摆放着一排化妆桌，桌面上各种奢侈品牌的化妆品、护肤品、香水等等，同时旁边还有一整排的首饰陈列柜，透过玻璃就能看到里面摆放着被灯光照射的闪闪发亮的各种定制首饰。而在另一面就是当衣帽间使用，摆放悬挂着一排排的各种裙子、衣服、包包之类的，并且各种装饰用具都是很高端的，就像那个洗手台边上的水龙头，开关都是2根竖在边上的水晶灵柱，转动就是开关。因为这里镜子比较多，苏阳没少抱着江瑶在落地镜前透她。在魔都的所有别墅里，杨姨的这套庄园确实能排在第1位了。花雪芙背靠着化妆台在打量周围的一切，洁白晶莹的小臂撑着桌子，脖子修长优雅，肌肤光润如玉，如同一个冷美人。像他们花家这样的官宦家族，一般都不住太过富丽堂皇的家，虽然他们有那个资本住，只是没那个必要。就像他姑姑花墨燕，就住在官府给这位魔都城长大人配置的一栋独门独户的小别墅。当然了，这里的小也只是相对于这座庄园而言，实际上也是一套很豪华高档的别墅了。江瑶高挑的身子倚在苏阳的身上，笑滋滋地对他们说，以前我还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就住着我和杨姨，有些不聚气的感觉，但是现在阿阳也搬过来之后，就感觉好多了。对啊，到处都是战场，能不好吗？苏阳心里暗笑，想起有时候会在深夜偷偷抱着江瑶溜出房间，去其他地方偷她的场景。Oh my god， 瑶瑶，你这柜子里的东西也太劲爆了吧！就在这时，正在开柜子看衣服的宋一敏娇声叫了起来。江瑶侧头一看，顿时大呼不妙，敏儿，你这死丫头乱看什么？苏阳也知道宋一敏看到什么了，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雪芙快抱住他，宋一敏连忙求援，花雪芙也跟着起哄，搂住江瑶的小蛮腰不让她跑过去，好奇地眨巴着清丽眼眸笑问，敏儿，到底是什么劲爆东西啊？宋一敏从衣柜里取出一条胸链，照着自己身体比划了一下，媚眼望着江瑶，抛了一个飞吻过去。瑶瑶，这一条条的纤细金链子是不是就当内衣穿了？这也遮不住什么啊？呸，你懂啥叫情趣呢？江瑶理直气壮地嚷嚷。宋一敏又一套性感的蕾丝条状物，抿着性感的嘴唇笑着说，瑶瑶，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穿开裆裤呀？这是战袍，你个丫头片子还用不上。江瑶终于挣脱了花雪芙的胳膊，扑过去笑骂着去撕她的嘴。她倒是不介意让闺蜜看到这些，只不过被他们这样调侃，还是有些害羞的。花雪芙侧过头瞄了一眼在看热闹的苏阳，笑盈盈地说，苏阳，你跟瑶瑶平时玩的这么花的呀？苏阳听着她那掺着小女人的味道的语气，伸手撑在花雪芙身后，把她壁咚在了墙角，挑眉笑道，怎么，你也想试试？花雪芙小手撑在她的心口，耳根红透，清丽明亮的眸子与她对视着，红唇微张，喷吐着清香气息，娇嗔似的说，瑶瑶还在这呢，别闹了。苏阳好笑，心想上次出海的时候你还罚我吃你口水呢，这次可不能忍了，一把捧住她清丽的脸蛋，低头就亲了下去，甜、软、香，妙不可言。第130，小淘气鬼。不知道过了多久，那边正在打闹的江瑶和宋一敏已经变得悄无声息。花雪芙无力地靠在苏阳身上，眯着眼，脸蛋酡红如醉，像只慵懒的猫似的睁开眼一看，只见江瑶和宋一鸣眨巴着眼睛，就站在他的身旁，直盯盯地看着他。啊！花雪芙被轻猛的脑袋一下子反应过来，清丽的脸蛋渗血似的红艳，连忙埋头在苏阳怀里，不敢看他们。江瑶嗤笑一声，挤着眼睛取笑道，怎么还害羞上了？刚才不是亲的可着迷了吗？宋一鸣有些羡慕地抿着性感的红唇，也坏笑起来道，雪芙，便宜死你了，趁着我和瑶瑶打闹，在这偷家呢。苏阳抱着花雪芙清香的身子，笑了笑说，好了，别笑话雪芙了，
要不然雪芙今晚得当一晚上的鸵鸟了。我才不当鸵鸟呢，都是姐妹，我怕啥？花雪芙倒是涌了一把，从苏阳怀里抬起那张红润的脸蛋儿。江瑶啧啧咂着嘴，雪芙你可以的。宋一敏调侃道，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呀。花雪芙一双水润眸子带着得意，傲娇的微仰着下巴，厉害不厉害？厉害了，我的福。江瑶从后面搂住他，嬉笑着地说道。从未见过如此厚颜之人，宋一鸣也欢笑的抱住江瑶的小蛮腰。几人欢声笑语的在瞎聊了一会之后，管家贝蒂尔就上来汇报说晚宴可以随时开始了。众人这才手牵手一起往餐厅走去。大圆桌上已经整齐摆放着一道道丰盛的美味佳肴，女仆们穿梭在其间，正在整理着一副副餐具。等苏阳他们刚落座不久，杨莹玉也带着花墨燕他们从楼梯口走来，众人围坐在大圆桌边上，晚宴也正式开始了。花墨燕睁着媚艳的眸子对侄女笑着说，雪芙，今天你可得多跟你杨姨喝2杯，你杨姨刚才可没少夸你，那我必须好好表现了，要不然杨姨以后不夸我了怎么办？花雪芙落落大方的起身走了过去，亲自给杨姨倒酒。你这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性格好，人漂亮。一试知道的杨莹玉微笑的说着，优雅的拿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喝了一口。苏阳好奇的笑问，妈，你是怎么夸雪芙的？杨莹玉目光温柔的看向儿子，眨了眨凤眼，有些俏皮的说，皮骨也大好生养呗。苏阳顺势瞄了一眼花雪芙那满月式的皮骨，赞同道，我妈就是慧眼识珠。众女顿时咯咯乱笑。花雪芙清丽，脸蛋一红，心里却暗自得意，杨姨人家也很好生养的。宋一鸣起身弯腰趴在餐桌上，撅着皮骨，故作娇羞小娘子状。杨莹玉端视着她那娇媚无端的模样，和婉的笑说，敏儿也很不错，小时候我家芽儿还给你抢过奶喝呢。宋一敏娇笑地说，以后我来喂她喝。宋淑媛脸蛋莫名一红，啐了女儿一口，妩媚道，小丫头片子，快坐好吧。苏阳惊奇地瞄了一眼袁姨，原来我小时候还有这操作啊。花墨燕眼眸更见妩媚，看着苏阳说，小杨，你可能还不知道，你那时候才几个月大，有一次你梅姨抱你，你还在她怀里撒过尿呢。不会吧？苏阳有些惊讶的侧头看向另一边的柳如梅，柳如梅脸蛋微红，挠着嘴说道，你小时候就是个小淘气鬼。苏阳讪讪一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坐在他身边的江瑶适时的给他开脱，得意洋洋地道，人家都说小时候淘气，长大了才聪明开朗，我们家阿阳最棒了。花墨燕一脸促狭道，哪里最棒了？哪都棒。江瑶挽着苏阳的胳膊，挺起伟岸的欧派，笑滋滋。众女顿时又咯咯笑作一团。一顿晚宴就在各种欢声笑语中缓缓结束。吃过晚饭之后的众人也不着急着游泳，先去家里自带的花园逛一下消消食，差不多到晚上8点多了，这才回屋去换泳衣。花雪芙和宋一敏拉着江瑶，3个女孩子去了瑶瑶姐的闺房去换装。苏阳难得回到自己的卧室，去衣帽间挑了一条泳裤换上，而就当他穿着泳裤回到房间里的时候，宋一敏却已经穿着一套性感迷人的比基尼，赤着娇艳的玉足推门走了进来。苏阳已经习惯了在家不反锁门，见他进来笑着说，这么快就换好了？话刚说完，宋一鸣雪白又火辣的身子就扑进了他的怀里，大眼睛忽闪忽闪，迷人的很。阿阳，现在就差我一个了，人家也要亲亲。他一边说着话，2条白玉胳膊就搂住苏阳的脖子，踮起脚尖，性感迷人的唇瓣贴了上来。苏阳顺势揽住宋一鸣火辣的娇躯，拖着他后脑性感的卷发，热烈的回应。第131分，别再急。敏儿，你个骚货，果然溜去偷家了。我说嘛，衣服脱这么快。苏阳几人穿着泳衣，在前往泳池路上的时候，花雪芙瞄着宋一敏那被亲得微微嘟起的红唇，调侃地说道。宋一敏对自己的行为丝毫不害羞，舔了舔湿润的唇瓣，轻笑，第一次接吻的感觉真不错，难怪雪芙之前都被亲蒙圈了。江瑶捏了他俩饱满的皮骨一把，笑骂，你们俩可真是我的好姐妹啊，无时无刻都在惦记我家阿阳。花雪芙嘤咛一声，挽住苏阳的胳膊，朝闺蜜做鬼脸，那我也是阿阳家的福呀。就是，我也是阿阳家的敏儿。宋一敏笑盈盈的挽住苏阳的另一边胳膊，好你们2个小烧蹄子，连本宫的位置都想抢。江瑶嬉笑的骂道。莹莹眼波闪烁，勾人的很。苏阳笑了笑，朝自家媳妇招呼道，姚皇后，上来，本王抱你过去。江瑶明眸中闪过一抹雀跃，喜滋滋道，还是我家大王疼我。说着话，他搂住苏阳的脖子一蹦，穿着比基尼的火辣身子就挂在他的身上。
苏阳手掌托着自家媳妇修长雪白的大腿，身边花雪芙和宋一敏挽着他的胳膊，嘴不由心的感叹：男人一定要早点谈恋爱啊，不然就要像我一样，都22岁的人了，身边都是比我大的御姐美妞，走个路都被包围着，还要抱抱，顶不住啊！嘿，你还抱怨上了？花雪芙忍不住笑了起来，带动着清丽脸蛋上的红痣，让她多了几分婉约和妩媚。苏阳，你这么凡尔赛会被人打的。宋一敏屡屡鬓角的发丝，弯着眼睛笑。阿阳加油，顶不住也要用力顶江瑶柔媚的脸蛋凑上去，吧唧送上香吻。四人坐电梯下到一层，转了个弯，就看到一个标准尺寸的长方形大型泳池，池边上摆放着一张张豪华闲适的躺椅配桌，杨银玉他们已经穿着泳衣坐在那了，年轻女仆们正在背地儿的安排下穿梭在其中，为他们送果盘、饮料、酒水。泳池的进出口这边就是一个酒吧台，后面的房门连接着庄园的酒窖。如果还想深度放松的话，隔壁就是一个 SPA 间，还有汗蒸房。苏阳放下江瑶，顺着蜿蜒曲度的吧台走了过去，跟母上大人他们打了个招呼。泳池的音响正播放着动感的音乐，这个泳衣轰趴算是正式开始了。花墨燕正穿着红色比基尼坐在池边上，两条白玉美腿踢着水花，让她那双涂着银色流沙美甲的玉足更显娇嫩。她今晚喝了不少酒，脸蛋绯红，雪白的身段也似抹上一层粉色。抬头望来，眨眼笑道：小杨，我可听说那天你带他们出海玩，都没叫上我们，是不是嫌阿姨们老了，跟你们年轻人玩不到一块啊？燕姨，可没这回事啊，那时候不还没正式认识你们吗？详情也联系不上你们呀。苏阳喉结上下动了动，看向燕姨撑坐在池边的侧影，成熟的身子，细腰，大长腿，在性感比基尼的衬托下，显露出非常动人心魄的曲线，再搭配上她那张妖质的熟女脸蛋，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妖精尤物。那你可以让雪芙叫上我的呀，我肯定夹道欢迎。花墨燕点缀着泪痣的眸子媚视着他，嘴角含着挑逗的浅笑。苏阳有些招架不住：墨燕，你又在欺负我家阳儿了。正好这时，杨银玉穿着同款泳衣若无其事地走来，维护着儿子笑道：银玉，你这也太护犊子了吧。花墨燕嫣然一笑，杨银玉笑容恬淡，抬头对儿子眨眨眼：阳儿，把你燕姨给推下水去。花墨燕正要取笑苏阳不敢，结果就看到苏阳一脸底气地扑了过来，抱住他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一起给带到了水里去。周围的几个女人也都嬉笑了起来，凑过来看热闹。苏阳揽着花墨燕充满弹性的雪白纤腰，从水面上冒出头来，打趣道：燕姨，对不住了呀，让你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认识我。花墨燕丰腴的娇躯贴在他身上，也不推开他，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另一只手优雅地把亮丽的秀发捋到脑后，露出那张完美无瑕的脸蛋来。好呀，银玉，你这也太纵容小杨乱来了吧，我可是你的闺蜜呀。花墨燕神情间带着娇嗔无端的妩媚，撩拨人心的眼眸撅笑着朝杨银玉喊道：没办法，杨儿是我儿子，我就乐意纵容他乱来。杨银玉抿着嘴在笑，花墨燕啧啧两声，温润的红唇吐气若兰的嚷嚷：舒媛，如梅，快把银玉也拽下来。宋舒媛和柳如梅嘻嘻哈哈，拉着杨银玉的一只小手也跳了下来。既然是开趴，那就得玩得放松欢乐一些。花墨燕撩拨地看了苏阳一眼，悄悄捏了他一把，身体轻轻一转，挣脱开他的胳膊，游过去跟他们吸水。苏阳身体一麻，扭身就游过去，双手如同风火轮转动，帮母上大人泼他们。花墨燕被泼得毫无招架之力，继续摇人：雪芙，快过来帮姑姑，姑姑撑不住了。杨银玉躲在儿子身后，轻笑地喊：瑶瑶，过来帮我和杨儿收拾他们，我们来了。江瑶如花似玉的脸蛋扬起笑靥，拉着花雪芙和宋一敏也跳入了泳池，加入混战。嬉水的笑闹声从庄园里隐约传出，打破了夜深人静的蛇山。月光如水，洒落在富丽堂皇的别墅城堡上，月亮略有圆缺，像是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分别。第132，你行不行呀，小趴菜？深夜轰趴结束之后，花墨燕他们喝多了，也就都没回去，住在了庄园的客房里。在江瑶的闺房里，苏阳正抱着江瑶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休息，光洁透亮的落地窗上还隐约能看到2个小巧的巴掌印。媳妇，再叫我一声小趴菜啊，看我不好好教育你一顿。苏阳揽着江瑶嫩腻如玉的小蛮腰，好笑地亲了亲她浮着嫣红的脸蛋。江瑶扭动着纤细腰肢，娇媚地白了他一眼：我真是服了你这个小变态，就喜欢听那种。上一秒，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下一秒御姐回头挑衅：你行不行呀，小趴菜？
媳妇，我就喜欢你这种反差。苏阳笑得没心没肺，那叫一个欢快。摊牌了，我是小趴菜，嗨丝脚一踩我就倒。小趴菜江瑶娇笑的又嗔了他一句，吹弹可破的脸蛋贴在他颈脖间。苏阳闻着他身上好闻的香气，搂他的腰，透过落地窗望着外面的夜空，看似漫不经心的轻声说：媳妇，我打算后天就启程去岭南了。江瑶默然，心里轻轻叹了口气，抱住苏阳的胳膊又紧了几分，轻声道：放心的去吧，家里交给我了。夜色沉沉，残月当空，远处月湖的水面被风吹得荡起，水波粼粼。苏阳犹豫了一下，调笑道：你不陪我一起去？心甘玲珑的江瑶抬起娇艳小手，轻抚着他皱起的眉头，悠悠的笑了笑，娇声说：我陪你去的话，杨怡岂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留在魔都？苏阳心里轻轻的叹了口气，他自然能感受到江瑶也想伴随着他左右，只不过江瑶跟他都在担忧同一件事。是啊，他自己去岭南就已经很让妈妈牵挂了，如果连江瑶也去的话，这个偌大的家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守候着了。所以虽然苏阳也想带着江瑶一起去，但还是决定留江瑶陪着妈妈，他才能更放心一些。苏阳抓过江瑶娇艳的小手，把玩她涂着嫣红豆蔻的指尖，轻声说：瑶瑶姐，我舍不得你和妈妈，虽然才短短1个多月的相处，但是我感觉我有些离不开你们了。江瑶挪挪屁股包容着他，翻了个白眼，特妩媚特漂亮，语调故作轻松地说：阿阳，你的前途注定无可限量，莫为儿女情长纠葛，你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早去早回嘛。大丈夫男子汉就该难得起放得下，你也别担心家里的事，杨姨我会照顾好的。苏阳咬住他纤细的指尖，开玩笑道：你就不怕我去到岭南被那边的美女们迷花了眼？江瑶挺了挺心口，眉开眼笑，眸光璀璨，耍活宝道：本宫可是全天下最漂亮最粘人最贴心最能干最贤惠的超级无敌姚皇后，何须有这个担心？她确实有这个底气，1.7米的高挑身材，修长雪白的双腿，一级强者气息，柔媚娇艳的脸蛋，大卷发及腰，腰臀比惊人。苏阳扑哧一笑，松开江瑶娇艳的指尖说：你倒是挺自恋，不愧是阵风的姚皇后。江瑶拢了拢鬓间的跳发，仿佛已经将烦乱的心思收拾整齐，调整坐姿，在他怀里压着坐，搂在他的脖子撒娇的摇晃。大王，你就说臣妾是不是天下第一御姐大人？是是是，你最大了。苏阳捧着自家媳妇娇嫩的脸蛋，重重的亲了一口。他心里早就把江瑶念作心里最无可取代的女人，是他一辈子的知己，是他一辈子的心头爱。江瑶更开心了，笑得眼睛眯起，双腿交叠在他后腰上，娇媚兮兮地说：大王，我们回床上继续玩捉迷藏吧。苏阳一把抱起自家媳妇，就滚倒在他那张软香的龟床上。另一边，豪华的客房里，花墨艳一个人躺在柳如梅的床上，不断拿起查看她的手机。怎么样，墨艳，小杨回我信息没有？柳如梅刚洗完澡，围着洁白的浴巾从浴室里出来，摇晃修长的大白腿走了过来。没呢，这小家伙居然无视你的信息，太可恶了。花墨艳伸手把他拉了过来，像青藤似的缠在他香软的身子上，轻轻撅嘴道：他原本还想今晚按计划行事，让柳如梅今晚找机会从他身上弄到那东西来测试呢，谁知道一整个游泳轰趴都结束了，也都没找到机会，于是就想着用借口把他叫来房间，然后他躲在柜子里，再让柳如梅把他给逆推了。结果这小家伙都不搭理他们。我看看柳如梅顺势也躺了下来，缠着花墨艳的2条丰弹圆润美腿，从他手里拿过手机，只见上面的微信窗口是他给苏阳发了一条信息：小杨，我房间的灯好像坏了，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呀？抱抱。信息发送是1个小时之前时间了，到这一会还没有任何动静，可能是小杨在忙别的事，没看到信息吧？柳如梅抿嘴一笑，倒是没咋生气，忙着跟瑶瑶小妖精嘶哈嘶哈。他这么强吗？1个小时了哇！花墨艳惊叹，漂亮的小手隔着轻薄的浴巾在柳如梅身上捻着。柳如梅哑然失笑，搂着她妙曼的身子，挠着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你找他试试不就清楚了？我要是也得先测试啊，要不然中途突然反感，多伤感情呀。花墨艳戏谑地挑起他的下巴，柳如梅凑到他白皙如玉的耳朵，娇笑地说着：原来你也挺在乎小杨的呀。没办法呀，谁让他是银玉的宝贝儿子，我可不敢伤害他，要不然银玉不得跟我老死不相往来。花墨艳无可奈何地说道：那今晚就算了吧，下次再找机会，我这就给小杨说灯好了。
不用他后面看到信息再过来了。柳如梅暗自偷笑的说着，拉过被褥盖在两人的身上，拿起手机给苏阳发信息。也只好这样了。花墨燕还有些不太甘心地嘀咕着，微信就是可恶，居然不弄一个已读的提示，要不然哪还用得着我们猜小杨看到没看到啊？同一时间，在另一个主卧里，杨莹玉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望着月光，独饮着红酒，放在桌面上的手机正在通话，传来大洋对岸杨冰柔的声音：姐，杨儿后天就要去岭南了。杨莹玉鹅蛋脸酡红如醉，有些迷糊的嗯了一声，摇晃着高脚杯，轻声说：刚才杨儿亲口跟瑶瑶说的，世茂蛇山庄园作为她的家，她自然对任何地方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都了如指掌。杨冰柔叹了一声：姐，既然你早已做了决定，就该知道该走的迟早要走。这几天我也仔细想了想，杨儿这一趟岭南之行确实是势在必行，要是一直让杨儿留在魔都的话，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知道杨莹玉无意识地摆动小腿，碰撞到地面上已经空了的几个红酒瓶，铃啷一声倒了一地，他也没在意，而是继续迷离着眼神说着：无论是对杨儿还是对苏家，或者对我们来说，杨儿的路都还很长。如果我一直困他在魔都，就算我再疼他，他也不会幸福，因为他就无法见识到外面辽阔的世界，无法真正成长起来。所以如果我真为了杨儿好，就不能这么自私，我不能像他父亲一样害了他，不能这么自欺欺人的跟他说有妈妈疼你就够了。杨冰柔听着姐姐这些说进她心坎的话，果然姐妹同心，她这几天也都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就算心里再不舍，也不会自私地占据着自家小外甥。她心里有些苦涩，沉默了一会儿，道：姐，别喝太多酒了，早点睡吧。我也不想喝呀。杨莹玉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看着在月下愈发妖艳的酒液，凤眼直接就变得朦胧起来，晶莹的泪水啪嗒啪嗒地往下流，悠悠道：但只要我一想到杨儿即将离开我的身边，我心里就是难受，好难受呀。他是我10月怀胎生的亲骨肉，出生之后仅仅跟我相处了1年，就被他父亲带走，相隔了21年才再次团聚。人生又有几个21年？我已经缺失了他整整21年的陪伴，缺失了对他童年的哺育，缺失了对他少年的教育，缺失了对他成年的引导，缺失了对他最重要的人生规划。我亏欠他的太多太多了，而现在还没弥补到一丝一毫，他就又要从我身边离开了。我还没把这么多年的亏欠都补给他，我还没把我会的一切都交给他，我还没把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第133为你烙下印记。第二天上午，苏阳睡到自然醒，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被褥里藏着个人，原以为是贝蒂儿，结果没过多久，江瑶就从被褥里喘着气钻了出来。阿阳，你醒了？江瑶朝他娇笑问道。苏阳揉了揉自家媳妇那被闷得酡红的柔媚脸蛋，好笑地问道：今天不上班了？江瑶娇柔迷人地应了一声，靠在他怀里，继续说道：杨姨说今天在家休息，都不出门了。也好。苏阳搂着她细腻的纤腰，侧头看了一眼，时间已经上午10点出头了，又想起一事问道：瑶瑶姐，雪芙他们都走了吗？他们跟几个姨8、9点的时候就回去了，还给我发了信息。江瑶拿过自己的手机给他看。那我们也起床吧，看看我妈在干嘛。苏阳推开被褥，把江瑶打横抱起，往洗手间走去。自家这个媳妇有些小洁癖，早上起床洗漱完之后是必须要洗澡的。等两人从洗手间出来，已经11点钟了。换好衣服，手牵手出了房间，来到1楼，就看到杨莹玉独坐在沙发上喝茶。妈，昨晚睡得还好吗？苏阳笑着随口打招呼道。杨莹玉神色平静如水，柔笑道：很好，快过来喝杯茶，等会我们直接吃午饭。苏阳拉着江瑶坐了过去，端起母上大人给他倒的一杯热茶喝了一口，侧头打量了一下今天的母上大人，乌黑亮丽的秀发用簪子挽成圆形发髻，搁到颈后，前侧的刘海飘在鹅蛋脸两边，衬托出她高雅的天鹅颈。身上穿着一套居家的紫色丝绸连衣裙，领口缀着简约的蕾丝，裙摆直到小腿，踩着一双花俏拖鞋。苏阳一番复杂思量，还是先把昨晚就决定的事给说了出来。妈，我打算明天就出发去岭南了。杨莹玉抬头看着儿子的脸，神情有些落落的寂寞之色，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柔声微笑：行呀，早点去，早点了结一桩心事，记得每天给妈妈打视频电话就好。苏阳从妈妈的脸色能察觉出她的异样，虽然表面不分明，眼神的低落却确实存在着，这让他想起1个多月之前跟妈妈的初次见面时，妈妈的眼神就是如此。苏阳心里叹了一口气，也不想说着徒增伤感的话，笑了笑握住妈妈的手回道：妈，你放心吧，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江瑶起身坐到杨英玉的另一边，挽着她的胳膊，绽放笑颜。杨姨，我也留在家里，一起等阿阳回来。杨英玉笑容端庄地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今天3人都没再出门，窝在家里闲聊看电视。可能是因为即将分别，总感觉家里有着一种异样沉闷的气氛。苏阳吃过午饭之后，就提议去2楼的家庭影院看电影，还特意挑了几部星爷的喜剧片，希望能让妈妈开心些。苏阳和江瑶坐在豪华的座椅上，看到星爷的无厘头搞笑，发出一阵哄笑声和咯咯娇笑，而杨莹玉依旧心情不佳，显得心不在焉的，凤眼盯着荧幕，脑中却在想着别的事情。傍晚，天空下起雨来，哗啦啦的。吃过晚饭之后，跟母上大人在客厅坐了一会，苏阳就回房间收拾行李了。阿阳，行李我来收拾就好了，你去多陪陪你妈妈吧。江瑶亲了苏阳一口，笑滋滋的把他推出房间。苏阳走到楼下，却没有看到母上大人在客厅，转悠了一圈，才发现妈妈正站在花园屋檐下在看雨。杨莹玉听到身后脚步声传来，转过身，看到儿子，收起落寞的神色，露出一丝笑容。行李收拾好了，瑶瑶姐在给我收拾呢。苏阳站在了妈妈的身旁，仰望着外面的时不时伴随着闪电的大雨。杨莹玉抚了下脸上吹散的刘海，笑问：瑶儿，你会紧张吗？去到岭南就要见到你爷爷奶奶他们了，妈妈不提的话，还真就忘了紧张这事了。说实话，还是蛮紧张的，毕竟那是我爸的家人，但却又多年没见没相处过，就像熟悉的陌生人一样。苏阳也一下子有压力了。杨莹玉徐徐勾起嘴角，这个你倒是不用担心，我见过你爷爷奶奶都是和蔼的老人，而且你又是他们唯一的孙子，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苏阳苦笑，希望吧，反正如果在那边不自在的话，我就尽快回来。杨莹玉乐道，好呀，替我跟二老问一声好。没问题，肯定把话带到。苏阳笑了笑，侧头看向身边一袭长裙高贵优雅的母上大人，目光在她素白的小手上停了停，突然想到些什么东西，连忙对她说，妈，你在这等我一会，我去就来。杨莹玉愣了愣，看着儿子飞快离去的背影，过了没多久，就见到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跑了回来。雅儿，你干什么去了？杨莹玉好奇地眨巴着凤眼。苏阳呵呵笑道，妈，之前我看过一部电影，是讲西北荒漠一对穷苦夫妻的故事，因为荒漠种不出玫瑰，里面的男主人公就用小麦印花来表达他对女主人公最汹涌的爱意。那你是去拿小麦了？家里有吗？杨莹玉笑了笑。苏阳摇摇头，得意地抬起握着的拳头，摊开了手掌，露出了手心里放着的几颗葵瓜子，有没有小麦都不重要，有向日葵就行了。这是他刚才去花棚里的向日葵花朵里扒拉出来几颗葵瓜子。杨莹玉眼睛也是忍不住一亮，向日葵就代表了苏阳，这比小麦可要合适多了。那这花怎么印？这葵瓜子是不是太大了点？杨莹玉温婉地看向儿子问道。妈，你等会。苏阳捏起一颗颗葵瓜子放到嘴边嗑开，弄出里面的瓜子仁，一共6颗瓜子仁完完整整地出现在他的手心。然后苏阳抓起妈妈的小手，把6颗瓜子小心翼翼地摆在了他的手背上，围成一个花朵状的小圆圈。妈，我现在就给你种一朵花，这样的话，无论去到了哪里，都依旧在妈妈的身边。苏阳说着话，2只手握着妈妈的小手，2只拇指交叠按在那个瓜子仁小圆圈上，笑着用力往下猛摁。雅儿，疼。杨莹玉微咬着红唇。苏阳一本正经地说，疼就对了，压得越狠，爱得越深。以前还有人摁到骨折了。杨莹玉看着儿子那胡说八道的模样，不自觉地笑了起来。那你也把妈妈摁骨折吧？那不能。苏阳笑了笑，用力摁了好一会之后，才缓缓松开拇指，拨开那6颗瓜子仁，6个瓜子仁形状的凹陷印花就出现在了杨莹玉嫩白的手背上。妈，这就是我为你烙下的印记，不管去到哪里，我都在你手中跑不掉。怎么样，好看吧？苏阳嘻嘻笑道。杨莹玉看着手背上那朵漂亮的印花，眸子里满是喜悦，笑眯眯地嗯了一声，笑而不语。雅儿，妈妈只要你快乐，其次都是其次。第134，疯狂的杨莹玉。新的一天早晨，苏阳抱着昨晚被他折腾得要死要活的江瑶去洗手间洗漱，等换好衣服，拿着行李箱来到楼下。妈妈已经起床，在等他们一起吃早餐了。餐桌上，杨莹玉今天的心情好像好了很多，嘴巴一直没停下来。雅儿，衣服都带够了吗？阳城那边太阳很毒，要注意防晒，衣服要穿轻便透气的。杨莹玉边给儿子夹早餐
边叮嘱着说道：“带够了，瑶瑶都给我装了好多套衣服了。”苏阳很享受这种被关心的感觉。药物呢？阳城比较湿热，容易水土不服，记得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去医院看看，别撑着。杨莹玉继续谆谆叮嘱。有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苏阳保证道。小金龙丹呢？带了没有？杨莹玉关心地看着他。带了，瑶瑶姐给我塞了2小瓶呢，够吃几个月了。苏阳笑了笑说道。雅儿，这张银行卡收好，是妈妈的附属金卡。杨莹玉掏出一张黑金卡，再次叮嘱道。妈，你之前给我的那张卡钱都还没怎么用呢。苏阳无奈，万一急用钱不够咋办？先放口袋里备用。杨莹玉一脸认真的说道。就塞进他裤兜里。好吧，苏阳哭笑不得，只好收下，并把妈妈的话记在心里。江瑶美眸掩着笑意，乐呵呵的看着这温馨的一幕。他昨晚睡觉的时候已经跟苏阳叮嘱了很多了，所以这回就把时间都留给了杨姨。等3人吃完早餐之后，杨莹玉坚持着重新检查了一遍苏阳的行李，这才放心的一起出发去机场。可能是昨晚下了雨的原因，今天天气阴沉沉的，看不到太阳。半个小时左右，车子就驶进了魔都浦东国际机场。苏清飞早已经在机场这边等候了，见到车子驶来，顿时兴奋地挥着手。车子在他不远处停了下来。苏阳从车里下来，首先就是被苏清飞身后的那架豪华的私人飞机所吸引。没错，他今天跟姑姑回岭南是直接乘坐姑姑的私人飞机过去的，所以也不用像正常坐飞机那样还要登机拿票过安检，直接就能开着车子驶入停机坪了。反正对于杨家和苏家这样的家世来说，私人飞机只是一个大玩具而已。杨洋，想姑姑了没？苏清飞已经扭着小腰，摆动着裙摆，笑盈盈的跑了过来。她今天穿着一条米色的吊带连衣裙，玉颈挂着一颗晶莹的绿翡翠吊坠，欧派丰挺，腰间系着点缀水钻的红色绸带，飘荡裙摆露出2截如玉似雪的小腿，红色细高跟鞋踩得哒哒作响。苏阳看向跑来的苏清飞，好笑的白了他一眼。天天发信息烦人，还要我想你，那不是姑奶奶我无聊吗？天天被你养在金屋里，没有一点娱乐。苏清飞满脸喜色的站在他面前，自家小侄子可算是要跟他去岭南了，不用天天窝在别墅里，人都快发霉了。这么不愿意在魔都，那怎么不自己先回去？杨莹玉从苏阳身后下来，冷冷的凝视着苏清飞，依旧没有给他好脸色。苏清飞哈哈一笑，双手叉腰，瞪着美眸盯着他。我是谁啊？岭南苏清飞啊，你管得着我吗？我爱去哪就去哪，仇人相见再次杀鸡澎湃。苏阳挑着眉头道，今天给我个面子，都别吵了行吗？杨莹玉和苏清飞这才对哼一声，停止了向对方丢小刀的眼神。瑶瑶，这是我小侄儿的行李对吧？苏清飞带着一阵香风飘过，来到了江瑶面前，笑眯眯的指了指他身边的2个行李箱。非遗，这2个行李箱都是阿阳的。江瑶甜声笑了笑。那行，交给我吧。苏清飞招手唤来助理，让他们把行李箱先送上飞机。杨莹玉拉着儿子的2只手，凤眼似水柔情的看着他，抿着红唇，忍着不舍，柔声细说：杨儿，去做你想做的，去经历你想选的，妈妈祝你万事顺意。妈，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等我回来。苏阳给了妈妈一个拥抱。杨莹玉重重的嗯了一声，紧拥着儿子埋头在他怀里，生怕会忍不住落泪，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苏清飞等了一会之后，才出声提醒道：杨洋，我们差不多时间要出发喽。知道了。苏阳拍了拍妈妈的背后，松开了她，然后走到江瑶的面前。江瑶会心的笑了笑，搂住她的脖子，垫脚送上香吻。好一会之后，才微喘着柔声道：老公，祝你一路顺风，我在家等你。照顾好自己，也替我照顾好妈妈。苏阳搂着江瑶鲜莹的腰肢，又亲了亲她的香唇，这才轻轻的放开了她，然后一手拉过妈妈，一手拉着江瑶，就这么站着对视，眼神中都带着离愁别绪。苏清飞叹息了一声，知道越拖下去只会越不舍，于是上前拉住苏阳的胳膊，看了一眼江瑶，又看向杨莹玉，满脸诚挚的说：你们就放心把杨洋交给我吧，我会照顾好他的，保证下次你们见到他时依旧毫发无损。10分钟之后，苏阳登上的那架私人飞机亮起灯光，开始从滑行入口驶入跑道，即将起飞。杨莹玉看着那辆渐行渐远的飞机，刚才一直凭着常年坚毅果敢的女强人理智才勉强控制住的情绪彻底崩了。杨儿！杨莹玉痛苦的大喊了一声，积蓄已久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直到真正目睹儿子要离开他的身边，去往1300多公里的城市，
他才发现自己是真的不能失去他，心脏透彻心底的痛。杨怡不哭，阿阳很快就会回来的。江瑶扶着杨莹玉，怅然若失的看着那架飞机呢喃着，眼圈也红了起来，泪水打着旋滴落在地面上。总有一些东西要用消失来证明它的珍贵。我儿子真的走了。杨莹玉望着那架已经升空的飞机，眼眸朦胧一片。他会回来的，江瑶坚定地说道。杨莹玉抹去眼角的泪水，突然仓皇回身，跑向车子。杨姨，你怎么了？江瑶连忙跟了上去。我要去追我儿子，起码要把他送出魔都。杨莹玉坐进了劳斯莱斯。怎么追？江瑶微微一怔，也坐上了车子。用车子追？杨莹玉鹅蛋脸上挂着泪痕，却搁在车窗望着那架飞机，梨花带雨的在笑。他话音刚落，前面开车的小六就明白夫人的想法了，立刻猛踩油门。那一天，魔都高速上，杨莹玉以命为柱，极速340千米每小时，欲以劳斯莱斯追飞机。第135劳斯莱斯追飞机。豪华的私人飞机上，苏阳带着安全带坐在座椅上，目光还在透过舷窗望向外面。飞机已经在斜着飞向天空，就算歪头看也看不到后面的机场了。也不知道妈妈和瑶瑶姐回去了没，有没有在她离开之后在那哭鼻子。苏清飞就坐在她的身旁，见她半天没说话，叹息了一声说：阳阳，你还在想你妈妈和瑶瑶吗？苏阳心里感觉有些堵得慌，所以也不想回答。苏清飞心里有些内疚，安慰地说：你只是去岭南待一段时间而已，很快就能回来的了。苏阳目光依旧看着窗外，轻声说：我最不想用离开这种方式来体会珍惜的感觉。以前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就懂得了要珍惜眼前人，而现在依旧还是感觉做得不够好。那你还不趁着跟姑姑还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我？苏清飞眨着妩媚的大眼睛说道。你在我心目中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苏阳摇摇头。苏清飞也不生气，而是娇笑地说：可能，那就是你自己都还无法判断了。那看来姑姑我在你心里的地位还蛮重的嘛。苏阳翻了翻白眼，懒得跟他说话。而就在这时，苏清飞座椅边上的无线电通信却传来机组成员的声音：武当家有一辆车子正在追着我们飞机跑，就在你所在位置靠窗的方向，正对着的高速公路上。什么？车子追飞机？现在我们的速度是多少？苏清飞有些诧异。飞机还在上升阶段，目前速度在340千米每小时左右。机组成员会报道。我天，340公里的速度，这哪是开车啊？这是把车子当飞机来开吧？苏清飞讶然了起来。苏阳却是突然心念一动，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对苏清飞说：姑姑，给我拿一个望远镜过来，快！哦。苏清飞看他那着急的模样，马上从座椅前面的柜子里翻出了一个军用望远镜，递给了他。苏阳也不管他是哪来的，接了过来，就透过飞机上的玻璃舷窗看向地面上的高速公路。军用望远镜的清晰度一下子就能辨认出那辆正在与飞机齐头并进的车子，是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劳斯莱斯在高速上不断飞速超越一辆辆车子，场面异常震撼。看着这辆熟悉的劳斯莱斯正在狂追着飞机的场景，苏阳一下子就断定，这肯定是自家母上大人的座驾。苏阳心却猛地沉了下去，连忙掏出手机拨打妈妈的电话。嘟嘟嘟，喂，杨儿。杨莹玉端庄优雅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从手机听筒里传了出来。妈，我看到一辆劳斯莱斯正在追我所在的飞机，是不是你们？苏阳赶紧进入正题问道。是我们。杨莹玉浅笑地说道。苏阳脸色大变，目光透过望远镜盯着那辆劳斯莱斯，惊道：妈，你疯了吗？你还要不要命了？开这么快？杨莹玉深呼吸一口气，认真道：杨儿，妈妈没有疯，妈妈只想送你到魔都地界。我抓不住你远去的身影，但我想守住关于你我的永恒。人生难得疯狂一次，只为追寻那份只属于他们的悸动。苏阳心中泛起无限波澜。妈，别追了，危险。杨莹玉喟叹一声，说：杨儿，你说人们一辈子都在躲雨，雨会不会很难过？苏阳怔住了，他知道妈妈把他比作雨，而他则是想要躲雨的人。他这样推拒母亲对他的爱，是否会伤到了他的心？妈，我只知道我不会躲雨，我现在只想在雨中狂奔。我跟你说过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雨啊。苏阳目光不离那辆劳斯莱斯，似乎能透过车子的窗看到里面坐着的杨莹玉。那就让妈妈任性一次吧，妈妈想陪你走到最后。杨莹玉咬着嘴唇，凤眼闪着泪花，同样透过车窗仰望着半空中的那架飞机。它们像救赎的光，又像坠落的灰，在隔着两扇玻璃窗中隔空对视。好，我陪着你。苏阳眼神闪过无奈和疼惜，
叹了口气，立刻回头对苏清飞说：“姑姑，把飞机的速度降下来。”我这就去安排。苏清飞连忙应了一声，就拿无线电对机组人员下达指令。他从刚才苏阳的对话就听出那辆狂追飞机的居然是杨莹玉了。那个女人也太疯狂了吧，开车追飞机，她是怎么敢的？真不要命了啊！从这一刻，他发现自己对杨莹玉的形象有所改观了，因为他感觉自己跟杨莹玉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都能为了苏阳把自己的生命给搭上。杨儿，你说这样短暂的陪伴，到底是恩赐还是惩罚？杨莹玉声音有些抽泣的说道。苏阳眼睛也有些湿润，轻声说：“如果我正在经受着这短暂的陪伴，我想这是赏赐；而当我们要暂时分别时，过往种种都会变成可恨的惩罚。所以开心最重要。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佛说有8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孟婆汤有8药：1滴生泪，2钱老泪，3分苦泪，4杯悔泪，5寸相思泪，6股病中泪，7尺别离泪。8位伤心泪。妈妈觉得最苦不过爱别离，最难喝不过7尺别离泪。儿子，妈妈真的不想跟你分开。”杨莹玉噎哽着说道。“妈妈，等我回家，我们就不分开了。以后不能再做傻事了，要不然我会陪你一起喝孟婆汤的。”苏阳红着眼眶，轻声呢喃道：“杨莹玉重重的点着头。过了没多久，劳斯莱斯就缓缓停在了魔都边界的高速收费站路边。杨莹玉从车子里下来，抬头仰望着已经穿过云层的飞机，抹去眼角的泪痕，朝跟在身边的江瑶轻声道：“我们回去吧，别让杨儿担心了。”许是遗失了一枕荒凉月光，皆归于尘土。此后云压青梦晚星河，也再想见过你眉目。谁说相思不爱路？惊觉念你已入骨。第136。这个2世祖我当定了。世界上最大的特制私人飞机湾流 G700 上，苏阳看着舷窗外的云海，心里依旧郁郁的，一片惆怅。飞机此时的高度已经看不到地面，也已经离开魔都的上空了。这算是他跟妈妈相认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脱离他开的视线，而且时间可能也不会短。这是缘，亦是命中最美的相见。苏清飞坐在他的身边，撅着红唇小嘴，跟着音乐在哼着小曲，一双涂着炫光红钻美甲的雪白脚丫子搁在前桌上，跟着歌曲动得欢快。苏阳闷闷地回头看了他一眼：“姑姑，你是故意的吧？还放这么伤感的歌？”苏清飞兰花指捏着一颗樱桃，放入红唇中咬着，娇笑：“谁让某个人还身在无间，心在桃源呀？”苏阳更郁闷了，不想搭理他。苏清飞看他一脸烦恼的模样，只能继续想法子开解他，捏着一颗樱桃送他嘴边，笑眯眯地说：“杨儿，姑姑知道你跟你妈妈的感情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一直留在魔都，在你妈妈的羽翼保护下，是很难进步的。难道你就不想等你充满自信的站在世界的巅峰，也可以为你妈妈遮风挡雨吗？”苏阳听着姑姑的话，心里倒是蛮认同她的说法，于是沉默了一会之后，侧头看着苏清飞妩媚的大眼睛里满是关切，心中一暖，张嘴吃进嘴边的樱桃，朝他问：“姑姑，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岭南？”苏清飞见他主动换话题，知道他已经暂时把那份思念压在心底里，重新面对现实了，脸蛋欣慰一笑：“大概还要2个小时左右吧。怎么样，要不要姑姑给你找点乐子解解闷？”“什么乐子？”苏阳好奇地问了一句。“等会你就知道了。”苏清飞对着他狡黠地笑了笑，抬起雪白纤手按了一个按钮。很快，4个靓丽青春的美妞穿着天蓝色小立领制服套裙的空姐就鱼贯而出，优雅多姿地走到了他们的面前。“武当家，有什么事要吩咐的吗？”为首的一名明艳空姐甜美一笑，请示道。他们身上的服饰明显是高端定制的，很是贴身时尚，凸显职业气质，端庄优雅，富有女性魅力。挽起的秀发清新整洁，更是透露出一种时尚感和职业美。苏阳看着这4个漂亮而又气质出众的空姐，不禁也被她们那明艳动人、婀娜多姿的身影给吸引了过去。特别是她们脖子上还扎着一条俏丽的彩色小丝巾，搭配超薄黑色无痕丝袜、黑色细跟高跟鞋，十分的赏心悦目。苏清飞笑滋滋地说：“你们先给我家小四爷自我介绍吧。”“小四爷，我叫春晴。”“小四爷，我叫夏荷。”“小四爷，我叫秋月。”“小四爷，我叫东路。”4个靓丽女孩陆续进行自我介绍，声音甘甜清脆，如黄莺唱歌，霎时悦耳动听。苏阳微微一怔，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春夏秋冬。”“没错，这是他们的艺名。”苏清飞曼妙的身子带着淡淡的香味挨了过来，咯咯娇笑着说道：“
一鸣。苏阳更加奇怪了。苏清飞雪白纤手挽着他的胳膊，那涂的炫光红钻美甲很是艳丽，笑问他说：“杨洋，你听说过《红楼梦》里的贾府养了一个戏班，但却又从不让这个戏班对外演出，只为了自娱自乐、歌舞宴饮的事吗？”这我知道，苏阳自然也看过红楼。其实这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关小姐，平时花钱养着，谈生意陪领导的时候就能用得上了。你知道就行。春晴、夏荷、秋月、冬露，就是我养的一支歌舞队，都是从小就挑出来的好苗子，还送去中戏、北舞之类的大学系统学习过，也请了最好的老师教他们，能唱歌，能跳舞，懂生活，懂品味，懂事候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苏清飞抿着鲜艳的红唇笑道：“那你养着这一支歌舞队是用来干嘛的？”苏阳诧异。苏清飞揶揄地瞄着他：“你已经说答案了呀，就是养着干喽。”“不会吧？”苏阳一脸怀疑苏清飞的性取向。“你想哪里去了？平时我就是让他们跳跳舞、唱唱歌，跟在身边侍候着。”苏清飞一看他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妩媚地白了他一眼。四个空姐也掩嘴在偷笑，明秀的脸蛋如花似玉，让人目眩神迷。苏阳突然心中一动，不由得睁大眼睛问道：“姑姑，那你之前说的乐子？”“对啊，就是他们4个啊。”苏清飞得意地说着，又朝那4个空姐命令：“春晴、夏荷、秋月、冬露，以后你们就跟在小四爷的身边，一辈子都是他的贴身侍女，懂了吗？”“明白了，武当家，能跟着小四爷是我们的荣幸。”4个空姐靓丽的脸上浮现迷人笑容来。“不会吧，还贴身侍女？姑姑，你当这是古代啊？”苏阳感觉一切来得太快。苏清飞咯咯低笑：“杨洋，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你以为真的把古时候的东西全都抛弃了？只是有些东西普通人接触不到那个层面而已。自家养的侍女，你吃着也安全放心不是？姑姑可从来没让男人碰过他们哦。那这不就是二世祖行为吗？”苏阳苦笑。苏清飞舔了舔鲜艳欲滴的红唇，诱惑道：“那你不想当二世祖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随身有着美妞侍女给你侍候着一切，睡觉有侍女给你暖床，早上醒来有侍女给你醒梦消肿，穿衣洗漱，而且还能满足你任何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要求。”苏阳有些飘飘然，看了看那4个穿着空姐制服的靓丽女孩，果断道：“别说了，姑姑，这个二世祖我当定了。春晴、夏荷、秋月、冬露还不侍候一下你们未来的主人？”苏清飞优雅一笑，起身让开了位置：“小四爷，让我给你捏肩吧。”春晴带着清新的香味飘来，在他身旁坐了下来，雪白小手轻揉着他的双肩：“小四爷，我给你捶腿。”夏荷单膝蹲了下来，柔软的胳膊抬起苏阳的腿，搁在他的丝袜玉腿上，轻轻捶着：“小四爷，我来喂你喝果汁吃水果。”秋月沁人的甜香飘来，身子贴在他身上，纤手拿着一颗葡萄，用嘴巴剥皮，然后凑过娇嫩的脸蛋送到苏阳的嘴边：“小四爷，我来给你跳舞吧。”冬露娇声笑着，直接在苏阳面前载歌载舞了起来。第137姑姑才是对你最好的人。苏阳吃着秋月味的水果，享受春晴、夏荷的捏肩捶腿，看着冬露在眼前轻歌曼舞，柔软的腰肢带动着空姐套裙做出一个个性感的动作，让他骨头都轻了几分。这种被靓丽女孩拥簇着伺候的感觉还真挺舒适的，哪个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特别是两边的春晴、夏荷贴在他身上的香软身子，都能感受到他们肌肤的滑腻。难怪古代会出那么多纨绔子弟了，由此享受还用啥功呀？当然，苏阳也不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而是在享乐的同时也会继续学习提升自己。享乐跟进步又不是不能共存的，古代那些皇帝有那么多宫女侍候着，不还是能学习能进步？反正苏阳觉得，如果他这一生能吃到最好的美食，喝过最好的酒，住过最好的房子，上过最极品的美女，那么他这辈子就不会留有遗憾了，起码该享受过的都享受到了。男人的这一生可不就是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吗？苏清飞翘着二郎腿在一边看好戏，水汪汪的大眼睛闪过一丝满足。我亲爱的小侄子，这还只是姑姑给你安排的开胃菜而已，你妈妈能给你的，姑姑也同样能给你，甚至可以给你更多，而你妈妈不能给你的，姑姑照样能给你。这是姑姑跟你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说过的事，以后你就知道姑姑才是对你最好的人。呵呵，姑奶奶，我就不信了，我还能争不过杨映月？苏阳侧头看了一眼苏清飞，正好见他满脸奇怪的笑，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姑姑，你在想啥呢？该不会是在想腐蚀我的心吧？那你是想多了，我最爱的还是我妈妈。
当然还有我媳妇瑶瑶姐。苏清飞艳丽脸蛋挂着笑，哪有，我这不是看你享受的舒服，姑姑心里也开心吗？心说，你这没良心的小侄子，怎么还有读心术啊？姑姑都把自己最好的丫鬟都赏给你了，你还惦记着你妈妈，好得很。看姑奶奶，我下回怎么霍霍你。另一边，杨银玉和江瑶此时也已经回到世茂蛇山庄园了，富丽堂皇却又显得空旷的客厅，在少了苏阳的声音和身影之后，好像一下子又变回了以前那样，带着点孤寂。两个女人晃悠悠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刚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残酷的与爱分离，都没有心思说话。她们再也不能频繁的跟自己最爱的人相处，这是一种分隔两地的离愁别绪。贝蒂尔施施然的给他们送上热茶，对于夫人和少夫人的来说，他们也不需要自己空洞的安慰。杨银玉和江瑶喝着暖热的香茗，明明平时觉得清冽醇香的茶水，此时却感觉清淡无味。夫人，少夫人，这是少爷交代我，等你们回来之后，就把这礼物交给你们的。贝蒂尔离开了一会，又走了过来，手里捧着2个小礼盒，郑重其事的放到两人的面前。这是什么东西？杨银玉和江瑶连忙放下茶杯，拿起面前写着他们名字的小礼盒。这个我也不清楚。夫人，少夫人，你们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贝蒂尔微笑的说完，就悄然退出了客厅。杨银玉和江瑶对视了一眼，把小礼盒小心翼翼的放在腿上，先手拉开上面扎着的蝴蝶结。当他们把礼盒掀开之后，只见一条金光闪闪的精美向日葵项链出现了他们的眼里。这个向日葵项链，链子是黄金制成，每一节都镶嵌着一颗绚丽的碎钻石，而链坠则是一个拇指头大小的精致黄金向日葵花盘，里面则是镶嵌着一颗色彩艳丽宝石。杨银玉手中的向日葵项链，在金灿灿花边包裹着的是艳丽深紫色宝石，而江瑶的那条向日葵项链，在花盘里的宝石，则是一颗晶莹的纯红宝石。两条项链的款式都是一样的，设计的十分的精致，色彩搭配的也格外清新脱俗。特别是那颗向日葵形状的链坠，精美的如同艺术品一般。对于杨银玉和江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名贵首饰都不会让他们感觉到有什么惊奇的，但这是自己心目中最重要最爱的人送给他们的，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瑶瑶，杨儿什么时候定制了这样2条项链啊？杨银玉小手托着那颗向日葵紫宝石链坠，按捺住心底的激动问道。我也没听他说过，肯定是偷偷瞒着我们的江瑶，爱不释手地翻看着自己手中的红宝石向日葵链坠，突然咦了一声，杨姨，你看链坠的后面还刻着字呢。杨银玉连忙翻过链坠，在金灿灿的向日葵花盘背后，果然印着一串小字 SYMP YY。 江瑶也在轻抚着自己那个链坠上面的 SYMP JY， 惊喜地叫道，这是我们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是的呢。杨银玉微微点头，激动地看着那串小字，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眼泪却不住从眼角淌落。项链代表相守，杨儿是想让这条向日葵项链来代替他的思念，暂时守在我们的身边。对呀，杨姨，阿阳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不能让阿阳担心，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等他回来。江瑶的泪水也在无声无息的落下，挽着杨银玉的胳膊，柔媚脸蛋带着笑说道。杨银玉也梨花带雨的一笑，把江瑶抱在了怀里。刚才他们正是心里最脆弱的时候，这条项链的出现让他们重新感受到了苏阳身上的温暖，也让他们重新振作了起来。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他们最重要的那个人只是去了一趟旅行，他会回来找他们的，一定会来。万事万物皆可治愈，唯独我放不过我自己。旧梦一场，犹记惊鸿照影，唯有爱可抵岁月漫长。第138。抵达岭南。中午快11点的时候，苏清飞的那架特制的私人飞机湾流 G700 终于缓缓降落在了阳城白云机场。杨，姑姑正式欢迎你君临龙国南大门阳城，所见之处全都是你的天下。虽然姑姑暂时给不了你妈妈的母爱，但姑姑会很疼你的。你愿意把在岭南的这些时间都交给姑姑吗？苏清飞笑盈盈地伸出那只炫光红钻美甲小手，一副女帝带她去巡视领地的模样。苏阳申斥道，姑姑，你这也太没诚意了，站在我面前像个包养我的富婆一样，我看你得跪下才行。苏清飞气得真想过去骑他脸上。小兔崽子，有没有把我当长辈看的呀？你是苏家3代里唯一的男丁，姑姑给独苗小侄子下跪也是应该的。苏清飞暗自气结，妹妹的美眸白了他一眼，只好耐着性子一挽裙摆就要下跪。苏阳好笑地拉住他的小手，站了起来，算了，别装模作样了，你那想捶我2拳的眼神藏也藏不住。他倒还真没有要让姑姑给他下跪的想法，就是磨磨他的脾性而已。别老是想着
其他脑袋上作威作福。苏清飞伸手在苏阳胳膊上掐了一把，娇滴滴道：“姑姑，我怎么会这样想呢？你别污蔑我，姑奶奶我呀，是想骑你脸上。”苏阳被他雪白纤手上那长长的丹红色美甲给掐得直咧嘴，没好气的一瞪眼，趁机打击报复我呢。信不信我立刻回魔都去？吓得苏清飞连忙松手，给他轻揉着胳膊，谄媚的撒娇：“没有没有，姑姑错了，好吗？下次注意轻重，原谅我吗？好不好？”苏阳听得鸡皮疙瘩的起来了，怎么个注意轻重法？这姑姑的撒娇是真上头。走吧，别哼哼唧唧跟个娘们似的。苏阳翻了翻白眼，教训道：“姑奶奶，我就是娘们好吧？真气人，是觉得我没有女人味吗？”苏清飞暗自咬牙切齿，却也不敢顶嘴，乖乖挽着他的胳膊往下机口走去。今天到机场接机的可就隆重了，除了苏阳的爷爷奶奶之外，那几个伯伯早早就来到机场等候了。苏阳刚下飞机，就看到外面停了2条长长的车队，全是定制的迈巴赫立标大奔，最前头的是一辆黑色的加长版劳斯莱斯幻影，而在劳斯莱斯车前正站着3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小四爷，欢迎来到岭南。那些个笔直站立在3个中年男人身后的几排数十个西装男女，恭敬的弯腰问好，声音整齐洪亮，排场声势壮大，整得跟电影黑社会一样。苏阳有些哭笑不得，被姑姑拉着下了飞机，走向那3个中年男人：苏胜义、苏胜博、苏胜云。看着朝他们走来的小侄子，努力控制自己心里的激动，心跳却依旧不受控制的不断加快，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这就是四弟的儿子，我们苏家的小四爷啊！当年第一次见他，还是在魔都的医院特护套房里，他还只有2手捧起来的大小。那时候得知四弟生了个带把的出来，整个苏家全都轰动了。这可是他们苏家的嫡孙，也就是3代里第一个儿子。就算过了这么多年，他依旧是苏家唯一的嫡孙，这可就是整个苏家的心中宝啊！21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再次见到这个嫡孙了。他真的跟四弟很像，就像年轻版的四弟。四弟啊，在天之灵得以安息，你就放心吧，我们会把小宝当成亲儿子一样来照顾他。3个在岭南深居种植的中年汉子看着走到他们面前的苏阳，2只眼球颤动的几乎要掉出眼眶，已经滚出了酸涩的热泪。苏阳也在好奇地打量着这3个伯伯，虽然他并没有像他们那么浓烈的激动，但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父亲的亲兄弟，自然就会把对父亲的感情亲情都过渡到他的身上。这从他们作为长辈却亲自来迎接苏阳一个小辈的飞机，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苏阳的重视。而苏阳由于对这3个伯伯没印象，从小也没相处过，所以虽然是亲人，但却也很难一下子就冒出感情来。杨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大伯苏胜义，现在可是岭南的粤省州长书记，你爸爸的长兄，是除了你爷爷之外最照顾你爸爸的人了。苏清飞微笑地拉着苏阳的胳膊，给他介绍。苏胜义瞪大着眼睛，目光灼灼地看着苏阳，非常渴望听到他的那一声呼喊：大伯。苏阳笑了笑，礼貌地问好道。苏胜义听到这一声大伯，心里直接像打翻的五味瓶，拍了拍苏阳的肩膀，声音有些嘶哑地笑着哭道：好小子，这声大伯我可是等了整整21年了。说完这话，他已经掩面退到一旁去抹眼泪了。苏清飞娇笑地继续给苏阳介绍第2位，道：杨洋，这是你二伯苏胜伯，现任岭南军区大将军，以前没少带你父亲去惹祸，一起被你爷爷赏一顿藤条焖猪肉。苏胜伯眼睁睁地期待地看着苏阳，也在渴望那一声呼喊：二伯。苏阳继续礼貌地微笑问好。苏胜伯眼睛颤动得越发剧烈，泪光在不断闪动，眼神中飘过的恍惚是苏阳无法看懂的回忆。涩声道：好孩子，我见到你就想起老四了，你让我自己去一边哭一会吧。说完，他也抱脸跑到大哥身边大哭。苏胜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2手指着自己，催促道：小妹，到我了。苏清飞抿嘴笑了笑，拉着苏阳给他介绍最后一位：杨洋，这是你3伯苏胜云，现任八桂省益州知长，被你爷爷藤条焖猪肉的也有他一份。除了你大伯稳重点，你父亲的这2个哥哥小时候可淘气了。3伯，你跟我爸长得也还挺像的。苏阳打量着这个跟父亲年龄最相近的3伯，微笑地说道。苏胜云心里涌出无限的悲与喜，满脸热泪看着他颤声说：回来就好，我们苏家总算是一家团聚了。那边的苏胜义也已经缓过来了，微微舒了口气，露出笑脸看着苏阳说：小杨，我们先回家吧，你爷爷奶奶已经在家里等你了。大哥，我都还没哭够啊。苏胜云擦着眼泪叨叨道。苏清飞咯咯娇笑：三哥，
你在小杨面前还哭鼻子，你怎么当伯伯的？要哭上车再哭。小妹说的是，苏胜伯也笑着走了过来。苏阳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暂时还插不上话。好了，都上车吧。苏胜义大手一挥，苏清飞麻溜地拉着苏阳就钻进了那辆加长版的加长版劳斯莱斯幻影。整支车队数十辆迈巴赫立标大奔，分开拥簇在前后，开始往苏家大院开去。第139苏家府邸，车队驶出机场，行驶在羊城的马路上。苏阳透过车窗好奇地观察着这座南方大都市，路边的行人都惊讶看向这支车队，可能都在猜测这么大阵仗的车队究竟接的是何人。有些路人还在用手机在拍照、拍视频。苏清飞动人心魄的大眼睛偷偷瞟着苏阳，笑盈盈问他，感觉岭南怎么样？跟我想象中差不多，繁华中多了一些烟火气息。苏阳看到路边的行人，不少都穿着短裤背新人自托，有些好笑的说道。苏清飞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妹妹的大眼睛带着浅笑说，这就是岭南的特色，生活节奏慢很多。当然了，这也单指本地人，那些穿的西装革履、各种工作制服或者 OL 女白领的，还是跟其他城市的打工人差不多。那怎么看出哪些才是羊城本地人？苏阳好奇地问了一句。苏清飞笑眯眯地看着他说，这个简单呀，你看那些穿着人字拖背心短裤的，基本都是本地人。别看他们平平无奇，实际上都是等着收租的富豪。在羊城，只要拆迁到他们的房子或者地，那可是暴富的机会，个个都能成为百万千万富翁，甚至有些拆迁户直接成就亿万富翁。苏阳微微点头，这我倒也听说过，网上都说拆字一喷，喜提大奔，房子一移，兰博基尼。羊城的包租公包租婆应该就是这样诞生的。苏清飞笑了，没错，在羊城就有一个被誉为国内拆迁神话的土豪村，叫做猎德村。这个村子的人当初拆迁的时候，每户都分到10套房以上，随便走出一个脚踩拖鞋的大爷，那都是身价过千万的。这就是生在罗马的好处啊！在其他小城市的农民们，就算遇到拆迁，也最多等价换一套房子。苏阳感叹了一声道，别想太多了，你还是掌管罗马的人呢，人生就是如此梦幻。苏清飞咯咯娇笑，从车里的冰箱里拿出2瓶黑乎乎的东西来，用香肩拱了拱苏阳，调侃道，来，靓仔，喝一瓶羊城凉茶，可以清热解暑，让你提前缓解水土不服的感觉。苏阳对于羊城的凉茶自然也有所耳闻，还蛮出名的，于是新奇的接过一瓶，拧开这瓶黑乎乎的东西，喝了一口，这也太苦了吧！苏阳直接就皱起了眉头，苦到怀疑人生，感觉自己的胃都抖了2下。这叫良药苦口，越苦越正宗。苏清飞咕噜噜一口干下来一瓶，只觉得苦中回甘，通体的舒服，还很不淑女的打了个嗝。苏阳灌下一口，苦着脸看向苏清飞道，姑姑，我怀疑你是准备下毒害我。苏清飞掩着红润小嘴咯咯娇笑，哪有，姑姑不会害你的，我只会把你抓去煲汤。苏阳翻了翻白眼，要煲汤也是抓你去煲。苏清飞舔着红唇看着他娇声道，杨洋，你是想喝我的洗澡水吗？滚犊子！苏阳瞪了他一眼，又凶我。苏清飞委屈巴巴地看着他。车队在2人的扯犊子中很快开出了闹市区，驶入了一个城中村，走了差不多10几分钟左右，终于来到了白云山脚下的苏家老宅。从外面进出口就看到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在岗亭看守，杜绝了外人的闯入。车队的其他人都在这边等候，只有苏阳他们几辆车子开了进去，停在了一个大宅的门口。苏阳从车上下来，首先就看到门口平山净水的井，石雕画框里叠山苍翠而如滴，离水明净而如洗，还摆放着一座数米长宽的青玉石雕。入户大门坐北朝南，两侧立着一对雄壮威武的华表铜狮。整座宅子被3人多高的黛瓦粉墙围着，门头匾额龙飞凤舞，写着4个大字苏家府邸，居然还是一座中式大宅。苏胜义也从前面的车子上下来，跟他介绍说，你爷爷喜欢传统文化，所以这老宅都是中式园林建筑的设计。苏阳点点头，相对于欧式的别墅，这种中式大宅确实更有韵味。小杨，我们进家吧。苏胜伯迫不及待地招呼着众人。苏清飞就挽着苏阳的胳膊，踏上3层须弥做的9丈台阶，推开青蓝发廊门扇扶手的2扇江山紫铜如意门，正式入户。首先苏阳就看到门内2侧种着清雅挺拔的五针松，还有掩盖如画的罗汉松。一行人再上台阶，穿过门楼，就是一个2进厅堂。正面对着他们的是一整块通顶水墨大理石制成的内影壁，寓意内外有别，平安驱邪。几人穿过厅堂，走到庭院，横向2侧的廊道上的花窗雕着海棠纹，
将墙外的水幕和墙内的石雕连成一气。空间进退有节，光影亦远层叠。走过月拱门，就是一个曲径通幽的园中园，绿意飘飘的叠山流水，雾化山水腾云缠绕，还有一棵巨大茂盛的金桂树。沿着灯道向上，就到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和风四面亭，长条红木椅上雕着如意纹，顶端是榫卯结构的高檐墙角，这可是古代的木工精髓。站在亭里向南就能俯瞰整个园中园，参差交错的松渊柏堂，向北就是水景园，池塘里养着各种颜色的锦鲤。姑姑，这还没到吗？苏阳边走边朝身边的苏清飞低声问道。没呢，中式园林就是讲究的园壁格，水壁区，不让人一眼看穿，突出一个影字，犹抱琵琶半遮面。而西式景观讲究的是一眼看穿所有景色的草坪文化，跟中式有很大的不同。苏清飞艳美的脸蛋蕴含了几丝笑意，耐心的给他解释。继续向前，就是一个中庭，春有樱花，秋有风，夏有荷花，冬有梅，从年初到年尾都能观赏到不同的花季。终于在走过一个无边镜面水池之后，一扇2人多高内镶玉佩童子的金灵纹的祥云如意门映入苏阳的眼里。门口还立着2个方圆有度的东方银柱，十分传统古韵。穿过如意门，正式进入到了室内。入户玄关就是一整面的山水双面绣屏风，边框还是整圈的七彩朱雀琉璃。绕过屏风的立面就是偏厅，两旁分列着一幅幅瓷板画，居中摆着一个如意形状的九龙献宝小叶紫檀木雕。出了偏厅，向里就是一个挑高7米的主客厅，头顶散发着光润的金包玉吊灯，背景墙是一整面的金丝楠木雕刻，栩栩如生的三潭印月。而在客厅的定制红木座椅上，已经围着茶几坐满了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趴在墙角，看到苏阳就娇呼着往里跑，通风报信：爷爷奶奶，我哥他要进来了。第140，苏阳的爷爷奶奶。苏阳刚走进主客厅，还没来得及看清在座的人，一个年过70的老太太就急促地扑到了他面前，紧抓着他的手，老泪纵横的激动喊：乖孙，我的乖孙，让奶奶好好看看。苏阳看着眼前这个老太太，白发苍苍的头发明显是特意梳理过的很整齐，只不过那张消瘦的老脸和眼角的皱纹却透露出她沉积多年的阴郁，特别是她握着自己的手还有些颤颤巍巍的，更是可以感觉出她内心的激动。满脸的老泪从沟壑似的皱纹不断滑落，一个满头银发的老爷子也从另一边冲了过来，紧握住苏阳的手，老眼颤动，泪光闪烁，声音有些嘶哑，带着情绪失控的气音：小四儿，我的亲孙啊，爷爷天天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你回家了。这位面目威严的老者在整个岭南都如雷贯耳，此时却满脸招红，激动得如同一个小孩，手舞足蹈。爷爷奶奶。苏阳在喊出这2个称呼的时候，鼻子瞬时一酸，眼眶也有些湿润了起来。这就是爸爸的父母，也就是他的亲人，他的家人。以前他孤身一人，跟妈妈相认之后，才被他的温暖重新唤醒了他对亲人的感情，让他开始期望能够见到更多的亲人，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再是孤身一人，让他感受到一家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特别是他能够从爷爷奶奶的眼神中看到跟当初与妈妈相认时一样的情绪，那是一种浓郁血脉的慈爱，恨不得把世间一切都送到他手中的感觉。好，好，好。苏建南听着亲孙的这一声爷爷，激动的声音都完全模糊了，满脸泪痕却快意的仰头颤声大笑：我的亲孙终于回来了，苏家有后了。刘之凤目光透过泪雾紧紧地盯着苏阳，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老泪依旧流个不停。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多像老四呀，也像你妈妈，更好看了。当年你爸走的时候也跟你这一般大。周围的几个伯母和堂姐堂妹们也都围了过来，一个个激动难耐地盯着苏阳。苏清飞美目也隐含泪花，笑盈盈地说：爸妈，你们可收着点，别太过激动，又犯心脏病了，杨洋就得替你们担心了。苏胜义也担心着二老的身体，接过口来说：对呀，老爸老妈，今天可是我们一大家子人团聚的日子，可别激动过头，出什么事情了？苏建南一摆手，满脸红光的大笑道：老子还没看到我的乖孙娶媳妇，怎么可能会出事情？我再活过几十年都没问题。老娘我也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好，我还要等着我亲孙娶媳妇。抱曾孙呢？刘之凤也脸色红润，目光不离日日牵肠挂肚的亲孙。苏清飞注意到苏阳有些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模样，嘴角含笑的帮他说：爸妈，杨洋刚坐飞机过来，又坐了一路的车子，估计早就饿了啊。对对对，看我都忘了这事了。老三赶紧过去安排上菜。苏建南拍拍脑袋，连忙对苏胜云吩咐道：
好列罢！苏胜云领命，先一步跑去饭厅。这时候，苏阳才有空打量客厅里站着的人。苏清飞一一给他介绍了3位伯母，还有11个堂姐堂妹。其中最大的堂姐今年已经28岁了，最小的堂妹才刚满14岁。看着一大家子人，除了苏胜义3兄弟和爷爷之外，就他一个男人，其余包括奶奶和姑姑，就有16个女人了，比例严重失调。苏阳这才感觉到家里的阴盛阳衰，3个伯父生了11个女儿，都没见带把的，难怪苏家会这么急着找他回来。刘之凤等苏阳认全了家人之后，生怕饿着了宝贝孙子，马上对苏清飞催说：“五妹，快带小四儿去饭厅，先开饭了。”知道了妈。苏清飞应了一声，就挽着苏阳的胳膊，满眼媚笑道：“走，随姑姑一家饭厅吃饭。”一大家子人往客厅侧边的过道走去，就到达一个连环饭厅，中间用多宝格连接，上面摆放着各种瓷器，两边设有3套的红酸枝餐桌椅，就算是苏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也完全能够坐得下了。让苏阳没想到的是，爷爷直接拉着他坐在了主桌上，同桌的是几个伯父伯母，还有爷爷奶奶。苏清飞只有他一个小辈，其他的堂姐堂妹们则分坐另外2套餐椅，也就是俗称的小孩那桌。所有人都好像对这事没有什么特别反应，都笑呵呵的，就像很理所当然一般。毕竟苏阳可是苏家未来的顶梁柱，唯一的独苗嫡孙子。雕龙画凤的红木饭桌上，此时也已经摆满了各种菜肴，煎炒烹炸煮炖焖，腌卤酱拌生烤蒸，样样齐全。圣意，去取我的藏酒来，今天一家人整整齐齐，老子我必须得喝2杯了。苏建南坐在正中主位，那一声纵横沙场的气势，雄风依在。苏阳感觉到旁边的姑姑踢了踢他，立刻醒悟，微笑地说：“爷爷，我酒量也还行，我陪你一起喝。”“好，我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够跟我亲孙子喝一杯，今天终于如愿了。”苏建南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刘之凤很不满的念叨了一句：“你个死老头子，小四儿舟车劳顿还得陪你喝酒，少喝一天会死啊！”苏建南看着坐在旁边的亲孙，打心眼里高兴，笑呵呵地说：“小四儿，你陪爷爷喝一杯就行，爷爷又不是外人，不用恭维陪酒，这里就是你的家，放松点，随心所欲就行，没人敢说你的不是。知道了，爷爷。”苏阳笑着应声道，心里感觉暖暖的。除了妈妈之外，这里的人就是最关爱他的亲人了。在苏胜义把藏酒拿来，这顿午饭也算是正式开始了。苏家也没有什么寝不言食不语的家规，饭厅里始终洋溢的欢声笑语，很是热闹。刘之凤语气疼爱的不停跟苏阳念叨：“小四儿，你尝尝这个白切鸡，这是你爸以前最爱吃的。五妹，快给小四儿夹。”“哦，我自己来就行。”苏阳笑了笑，自己伸筷子去夹。刘之凤伸手在苏清飞脑袋上敲了一下，唠叨道：“五妹，你是不是去魔都的时候欺负我乖孙了？”“妈，我哪有呀？你问问他，我不知道多疼爱你的乖孙。”苏清飞偷偷瞄着苏阳，生怕他趁机给告自己的状。苏阳看着姑姑那小心翼翼的眼神，有些好笑。“奶奶，姑姑对我挺好的，没欺负我。”苏清飞却一换脸色，趁机哭诉道：“老爸老妈，你的乖孙欺负我，根本没把我当姑姑。嘎嘎嘎，看姑姑我怎么拿捏你这小逆子！”苏阳顿时睁大眼睛，没想到这小娘皮居然翻脸不认人，亏自己刚才还帮他说好话。苏建南脸色酒红的放下酒杯，乐呵呵的笑道：“我乖孙就是能干，连你这个混世魔女都能欺负了，以后肯定有大出息。”苏阳一乐，笑嘻嘻地道：“谢爷爷夸奖。”苏清飞懵逼，心说这风向好像不对啊，二老这样我还怎么拿捏这个逆子啊？继续故作委屈的模样：“爸，你偏心，你怎么不关心你女儿我呀？我才是受害者呀！”苏建南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没办法，小四儿是我孙子，我乐意偏心。苏清飞气结，难道我生下来就得被杨洋欺负的呀？刘之凤和蔼可亲的点头笑道：“要是搁古代唐朝，都有姑姑嫁给侄子的，欺负算什么？”苏阳得到二老撑腰，得意的朝苏清飞挤眉弄眼：“看你刚才还敢翻脸不认人！”苏清飞翻了几个白眼，闷头干饭，一副要撑死自己也不受这委屈的倔强模样。同桌的几个伯父和伯母都在低头偷笑，自家这位岭南掌上明珠苏女帝，平时要风的风，要雨得雨，今儿终于还是败在了岭南小四爷的裤腿下了呀。第141中式园林。吃完午饭之后，刘之凤就又抓着苏阳的手不放，生怕乖孙会跑了似的：“小四儿，奶奶带你好好逛逛家里吧。”“可以啊。”苏阳自然没意见。吃饱饭正好也散散步，于是在苏建南和刘之凤的带领下，一行人就走出了客厅。经过外面的风雨连廊，不得不说，
苏家老宅这种复古新中式园林私家庭院，是真的很有传统美感。苏阳随处都可以看到环廊抱园的沧浪亭，怪石兀立的狮子林，唐楼亭的轩桌正园，悬罗垂蔓的流园，全都是千百年来最具传统审美的观念。走进这种园林私家豪宅，看着叠山、梨水、彩绘、砌砖、泥塑、木雕这些老手艺，就跟走进了桃花源一样。家里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了。苏建南看着身后的这一大家之人，痛快地大笑了起来。苏阳看到爷爷红光满面的模样，好奇地问了一句：“爷爷，平时伯伯和姑姑他们都不住这里吗？他们哪愿意住这里啊？怕我这老头每天唠叨他们。”苏建南和蔼可亲地看着自家亲孙子说道。苏胜义顿时有些挂不住了，连忙开口说：“爸，可不是我们怕你唠叨，而是我们要忙着工作。平时有空哪次没回来看你们二老啊？不回来更好，省得烦我。”苏建南吹胡子瞪眼，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是身材依旧挺拔，随便往那一看，就能给人带来无尽的压力。这是一辈子叱咤沙场养成的气势。苏胜义尴尬地低着头，不敢说话了。苏清飞偷笑地在苏阳耳边悄声说：“你三个伯父这么多年来生了11个闺女，却一个带把的儿子都生不出来，平时可没少挨老爷子棍揍的。”苏阳这才了然，这3个伯父，除了三伯生了3个闺女，大伯、二伯都各自生了4个闺女，这对于家大业大的苏家来说，确实是蛮头疼的。特别是爷爷那一辈的人，都稍微有些重男轻女。当然了，这里也不是说女儿就不好，像苏清飞不就被捧成掌上明珠吗？而是女儿太多了，没男丁继承多年积累的家业，就会让老人觉得这祖祖辈辈的拼搏到头来却没有人来守，也就无法面对开国大元帅岭南苏公，还有逝去的列祖列宗了。一行人继续在园林中散步，苏清飞挽着苏阳的胳膊，边走边跟他介绍这个园林。杨洋，这种中式园林呢，其实比较讲究的是3造7主，匠人的营造只占了3分，主人的养护就独占7分，所以只有经过多年的居住，才能让园子渐渐散发出主人的气质。这里有多少种植物？苏阳好奇地问了一句。所有园子里的绿植加起来130多种吧。苏清飞回道。那不怕蚊虫多吗？苏阳可是知道植物越多的地方，蚊虫也会越多。刘之凤指着路边的一排绿植，慈祥道：“小四儿，那就是驱蚊草，园子里很多东西都种了，效果很好，不会有蚊虫的。”原来是这样的呀，苏阳算是开眼界了。原来中式庭院的养护这么讲究。很快一行人就散步到了园林东线的西侧，苏建南却是停了下来，长长叹息一声，眼神深隐着一丝忧心和怅然。苏阳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爷爷，苏建南看到孙子关心的神色，脸色这才恢复过来，笑着说：“小四儿，前面就是你奶奶当年为你们建的佛堂，爷爷带你去看看。”好。苏阳点了点头，众人随着苏建南身后漫步走了过去。果然，一个很雄伟的大雄宝殿就出现在了苏阳的眼前。门口正中摆放着一个青铜大宝鼎，其北则摆放有燃香供佛的青铜大香炉，殿前还设一对雕龙柱或一对玲珑塔。一行人走进殿内，佛像前张挂着许多经幡、欢门及各种法器。殿中供奉的佛像包含了弥勒佛、千手观音、4大天王、18罗汉、27尊菩萨，庄严肃穆的氛围，让人望着就肃然起敬。苏阳在殿内看到了父亲名字的往生灵位，这才想起之前姑姑就跟他提起过这件事。以前苏家的人都以为他们父子俩在21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于是奶奶就在老宅西侧修建了这座大雄宝殿，请来满天神佛来给他们祈祷保佑。而此时殿内只剩下父亲的往生灵位，显然已经把苏阳的已经请下来了。毕竟往生牌位是为已经过世人立的，通过功德加持熏习，使这个人投生善道或往生极乐。小四儿，先跟奶奶给佛祖上香，再来给你爸爸烧香。刘之凤已经点燃一扎檀香，和蔼地拉着苏阳说道。苏阳点点头，他不懂这些，还是跟着老人家来的好，免得犯了什么忌讳。而当苏阳看到爷爷奶奶诚恳地跪拜在蒲团上，嘴里还细声念叨着什么，眼眶湿润的模样，也能感受到二老对于父亲的离世伤痛依旧还铭记在心中，一直都没有放下来。这让他恍惚中好像看到了爷爷奶奶这21年来为他们祈祷保佑的场景。3个伯父和伯母、姑姑，还有11个堂姐堂妹们，也都诚恳地跪拜上香。此时这里没有了岭南王苏建南，没有了粤省州长书记，没有了岭南军区大将军，没有了八桂省一州之长，有的只是浓厚的亲情。苏建南拍了拍苏阳的肩膀，平日里充斥着威压和寒芒的虎目，此刻却盛满慈爱和宠溺，笑了笑说：“好了，乖孙，下午天气热，我们就逛到这里了，
你今天坐飞机也累了，先去休息吧。爷爷奶奶，你们也好好休息。苏阳应声点头。苏清飞就带着他走出大雄宝殿，来到了南侧的一处独门独院的房子，外形亭台阁楼的3层结构，内里却像复古现代豪宅一样。苏阳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院子里的起居空间，虽说这是一个新中式的园林私家豪宅，但是起居空间还是符合现代标准的，高科技电子产品自然不能少，电视、空调、冰箱、音响啥的。起居客厅居中摆放着一个红木根雕的茶桌茶椅，其他的家具也全都是红木的。电视墙是一整块没有做任何切割的玉石制作而成。第142，非红木不家具。杨洋，这套院子名唤凤起朝明，以前是你爸住的地方，现在归你了。家具和用品全换新的了，你爸那些21年前的老古董放到了厨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苏清飞挽着苏阳的胳膊，带他参观宅子的一切。1楼的布置基本上跟其他别墅差不多，客厅、厨房、酒吧台、泳池、按摩浴缸、桑拿房都有。2楼就是一些娱乐室和仆人房，还有客房。那边的风雨连廊出去，连接着主宅。你爷爷奶奶就住在那边。苏阳跟随着姑姑走上红木雕刻定制的楼梯，来到了3楼。中式房子有一句话叫做非红木不家具，你这房子的所有木制品都整齐统一的采用了小叶紫檀的红木，像眼前这每一扇门都是采用200斤重的实心红木，上面刻着万字纹、如意纹、日葵纹，3合1的双面木雕。左手边第1间就是衣帽间，全红木的。第2间书房也全是红木的。第3间就是卫生间，红木雕刻梳洗台，现代的豪华玉石大浴缸。这些房间都跟你主卧室是相连的。等苏阳进到自己的主卧之后，玛瑙贴墙，玉石铺地，除了房间家具床具都是红木之外，其余的灯饰、床垫、电视啥的倒是很现代，稍微中和了一下复古中式的传统，有着中西结合的视觉冲击。推开阳台的红木雕花双开门，面朝水景园，几台智能净水器正在荡起波纹，水里几百条锦鲤在清澈透亮的叠石池子里欢快游动，园子里种着各季花卉，整个宅院都被苏阳尽收眼底。不错，姑姑你可以出去了，我现在宣布这是我的房子。苏阳深吸了一口带着花卉香味的空气，笑着回头对苏清飞说道：什么你的房子啊？这是我们2个人的房子。苏清飞双手叉腰，美眸瞪向他，你没地方住吗？怎么还来我这蹭啊？苏阳翻了翻白眼，我就要蹭，就要盯着你，你能拿我怎么样？苏清飞仰着艳丽的脸蛋，一副有本事把碰我一下试试的模样。苏阳又好气又好笑，刚才也只是逗他玩而已，于是摆摆手说：随你吧，就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苏清飞白了他一眼，嘴里调侃道：小家伙，你心里肯定很舍不得姑姑，就是嘴硬不好意思承认罢了。苏阳双手撑在小叶紫檀栏杆上，看着外面的风景，懒得搭理他。苏清飞拿出手机，指尖啪嗒啪嗒点着屏幕，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苏阳就听到楼下传来女孩子的嬉笑声，然后就看到春晴、夏荷、秋月、东路4个女孩穿着各色汉服纱裙走了进来。小四爷，奴婢们来了。苏阳打量着她们身上的汉服纱裙，轻笑道：你们怎么穿成这样了？春晴穿着青绿的花草丝绸纱裙靠了过来，窈窕的身子软绵绵地倚在苏阳的手臂上，笑眯眯地说：这就是奴婢们的日常服饰呀。夏荷也带着清香飘来，2只纤手从湖蓝水色的裙袖伸了出来，挽着苏阳的另一条手臂，嫣然笑道：小四爷，你要是觉得我们穿这衣服不好看，我们就去换了。苏阳抬头看了看前边穿着鹅黄刺绣大绣裙的秋月，还有穿着白色齐胸雪纺襦裙的东路，满意的点头说：就这样挺好的，更有侍女那味了。还有你们叫我少爷吧，这样更有感觉。少爷。秋月抢先唤了一声，娇笑的往他走来，又哎呀一声，假装扮道，扑在了苏阳的怀里，那怕盘得花一样精致漂亮的发簪在他脑袋上晃着珠串。苏阳连忙搂住秋月的柳腰，顿时温香软玉抱满怀。少爷，我也要摔了。东路娇声娇呼，也学着秋月扑了过来。苏阳又伸另一只胳膊搂住东路，扑鼻的甜香，2手都环绕着2个香香软软的美侍女，这感觉还挺爽的。苏清飞撇撇嘴，杨洋，你可真够怜香惜玉的，明知这2丫头在装蒜，还搂得这么紧。苏阳伸手捏了捏秋月和东路的皮骨，笑着说：没办法呀，谁让他们是我的侍女。苏清飞一翻白眼：你们4个小妮子可别恃宠而骄啊，还不侍候你们家少爷午休。少爷，我们进屋吧。4个丫鬟连忙拥簇着苏阳从阳台走回了主卧室。苏阳就这么坐在床尾，秀媚的秋月和东路蹲在他脚边，抬起他的小腿，
搁在膝盖上给他脱鞋袜，换上新的拖鞋。而身段较为修长曼妙的春晴和夏荷，则是一人端来热茶，一人打开房间的空调整理床铺。苏阳喝了一口热茶，看向也接过春晴送来的热茶在喝的苏清飞，好奇地问：姑姑，我们今天就这样在家待着，没其他安排了？苏清飞姿容俏丽看了他一眼，笑道：有4个丫鬟给你玩，你还不满足？玩你妹！我是认真的。苏阳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苏清飞怒了，这小逆子天天就想着冲姑姑，抬起雪白小腿给了他一脚。今天在家好好休息，明天再带你出去玩。行吧，苏阳倒也没意见，反正今天刚见到爷爷奶奶，也不急着出去，我就住你隔壁的卧室，有事再来找我。我去洗个澡睡个午觉。苏清飞放下茶杯，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就晃悠着离开了他房间。阳城的天气还是很燥热的，有些爱干净的女孩一天得洗3次澡。少爷，我们也是后，你去洗澡吧。秋月和夏荷已经开始替他脱掉身上的衣服了。你们以前事后过我姑姑洗澡吗？苏阳配合的让他们除去自己身上的衣物，好奇的问了句。秋月娇媚的点头，呢，武当家的肌肤可好了，水灵水灵的。少爷，热水已经放好了，卫生间门口。春晴已经探出脑袋在叫唤。苏阳也不矫情，站起身就被侍女们拥簇着走进了卫生间。对于姑姑送给他的这4个美妞侍女，他享受起来会很心安理得，也不会有什么负担，而且还有着一种纨绔公子系贴身侍女的奇妙刺激。反正姑姑都说了，这4个丫鬟花钱养着就是用来干活的，既然钱都花了，那就得享受啊。第143坤宁宫，1个多小时之后，洗完澡的苏阳从卫生间出来，春晴和夏荷还拿着一张大毛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给他擦干。秋月捧来一杯刚泡的热红茶，长长的秀发披在雪白香肩上，衬托的他的脸蛋更加性感。少爷，东路已经在为你暖床了，你是现在就休息吗？苏阳看了看时间，刚过下午2点多，笑了笑说：睡2个小时吧，记得叫醒我。知道了。少爷。秋月捧着盖碗茶杯放到嘴边吹了吹，红唇试了试温度，这才送到苏阳的嘴边。苏阳喝了一口热茶润润喉咙，就爬上了卧室那张小叶紫檀的红木大床，钻入被窝把东路抱在怀里。少爷。东路激动的俏脸飞上2朵红花，软软的身子紧贴着苏阳，帮他把被子盖好。春晴、夏荷、秋月他们已经悄然退出了房间。2个小时之后，春晴、夏荷、秋月准时重新来到苏阳的主卧。苏阳这一觉睡得十分舒适，伸着懒腰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4点多了。秋月拿来热毛巾给他仔细的擦了擦脸，然后轻声道：少爷，要起床穿衣服了吗？不急，再休息一会。苏阳笑了笑，伸手想去拿床头柜上的手机，东路已经先一步爬过去，帮他把手机拿了过来。少爷，给。苏阳把这妙龄佳人给揽入怀里坐着，接过手机查看上面的信息。春晴从后面爬上了床，坐在苏阳的身后，叉开一双美腿，让他靠在他的怀里，素手轻揉着他的太阳穴。秋月把一杯茶交给东路，和夏荷也上了床，分坐2边，给苏阳轻轻按摩着腿。东路为了苏阳喝过一口热茶，见少爷在看专注的手机，也没打扰，安静的把芬芳沁人的身子依偎在他怀里。苏阳看完妈妈和瑶瑶姐给他发的信息之后，想了想，直接把妈妈和瑶瑶姐拉了一个微信群，取名为坤宁宫，然后在群里打字：妈，瑶瑶姐，我已经到爷爷家了，刚睡醒午觉。杨银玉很快就打字回复：杨儿，妈妈想看看你。江瑶也跳了出来：阿阳，我也想看看你。苏阳笑了笑，直接打开了群视频通话。母上大人和瑶瑶姐马上就点击了接通。视频上出现了杨银玉和江瑶的身影，2人今天没去上班，穿着睡裙正坐在家里的书房，背景是那一片向日葵标本墙。杨银玉和江瑶也在好奇地打量这边的苏阳，发现他双手撑在2条雪白的大腿上，身后好像有人。苏阳干脆先让他们看一下自己目前的环境，举着手机朝身边4个丫鬟笑着说：春夏秋冬，来跟我妈和我未来媳妇打个招呼。夫人好，少夫人好。春晴、夏荷、秋月、东路立刻甜笑地对着镜头问好。苏阳笑着纠正道：要叫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太后娘娘千岁，皇后娘娘千岁。4个丫头片子也很会讨人欢喜，立刻嬉笑着扶安。苏阳这才把镜头面向自己：妈，瑶瑶姐，她们名字叫春晴、夏荷、秋月、东路，是姑姑送我的贴身侍女，怎么样，还不错吧？杨银玉再次见到自家宝贝儿子之后，内心的落寞终于消散，笑容温婉，蛮好，长得都很标致，也乖巧。江瑶某流光溢彩娇笑道：大王你太棒了，
初到岭南就给后宫填补妙龄佳人了，那不是因为太想妈妈和瑶瑶姐了，所以只能让春夏秋冬给我重温一下母爱和媳妇爱的感觉吗？苏阳笑呵呵地说道。杨莹玉浅笑道：只要我家杨儿开心就好。怎么样，爷爷奶奶对你好不好？苏阳：好得很，老是护着我，姑姑还想告我状，被爷爷奶奶熊了一顿，以后他呀只能听我的，要不然就让爷爷奶奶收拾他。江瑶乐得掩嘴咯咯娇笑，柔媚的脸蛋愈发的娇艳动人，那姑姑心里肯定被气坏了吧？苏阳：对呀，气得一副想揍我却又不敢的模样，还挺有意思的。杨莹玉柔和的笑笑：那就好，妈妈就担心你在那边会被人欺负。苏阳：那怎么可能？3个伯伯对我都很疼爱，伯母们和堂姐堂妹也都对我好奇又尊敬，我不欺负他们都算是好的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都是做主桌的，可不是做小孩那桌。江瑶如花似玉的脸上笑逐颜开：大王，难道你还想欺负你的伯母和堂姐堂妹啊？苏阳谦虚道：这个倒没有，我现在只想欺负那个受气包姑姑。杨莹玉对儿子的现状很满意，露出一个不太正常的笑脸，眼神温暖道：阳儿，无论你想做什么，妈妈都永远支持你。苏阳和母上大人还有瑶瑶姐聊了半个多小时，这才恋恋不舍地挂断了视频通话。东路见主人有些出神的模样，拉着他的大手按在自己的白腿上，柔情蜜意的低声说：少爷，你是想家了吗？苏阳回过神来，笑着捏了他一把，反问道：你们平时也会想家吗？会的。坐在他身后给他揉着肩膀的春晴笑眯眯地说：只不过当我们踏入社会之后，就都不是小孩了，为了生活，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能够过得好一些，就得离开家乡好好赚钱呀。苏阳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道：话说回来，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哪里人，多大年龄呢？东路眨眸一笑说：少爷，我是三晋新州人，今年刚20岁。苏阳琢磨了一下，说道：三晋新州，那不就是历史4大美人之一貂蝉的故乡吗？对啊，少爷你也知道呀。东路咯咯娇笑，丰满的身子在他怀里扭着，肌肤白皙与美，举止娴雅。苏阳笑着揽住他的细腰，看向另外3女，正在给他捶腿的夏荷一脸妩媚笑容说：少爷，我是山城人，今年21岁。苏阳看着他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火辣身子，啧啧道：山城姑娘果然热辣似火，不错。坐在夏荷对面同样给他按着腿的秋月恬淡一笑说：少爷，那你喜欢我这种江城姑娘吗？我也刚满20岁。除了东路外，其他3个侍女在刚才过来的时候已经重新换上一套汉服。苏阳目光盯着秋月身上那件鹅黄纱裙，一双白腿光裹着侧坐在床上，脚丫子涂着橙红的指甲油，很是性感靓丽，果然是靠着江边长大的姑娘。够水灵。苏阳捏捏她的脸蛋，在她身后给她揉肩的春晴凑过漂亮脸蛋，在他耳边亲昵地说：少爷，我是北方姑娘槟城的，跟夏荷一样21岁。苏阳咧嘴笑：很好，北方姑娘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我还没试过北方姑娘呢。春晴浅笑：少爷，饿了没？要不要奴婢给你煮饺吃？可以啊，我也想尝尝。苏阳心动了起来。夏荷、秋月、东路咯咯娇笑：少爷，那我们喂你吃樱桃。第14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吱呀一声，房门却被苏清飞从外面推了开来。苏阳愣住了，春晴愣住了，夏荷愣住了，秋月愣住了，东路愣住了。苏清飞眨巴了一下眼睛，没头没脑地拍了拍额头：哎呀，刚睡醒出现幻觉了，我5分钟后再过来。砰一声，房门被重新关了上来。秋月吐了吐香舌：对不起少爷，我们刚才忘记锁门了。苏阳一咧嘴，笑道：下次记住就行，我以前在家也经常忘记关门。春晴软软的身子从后面搂住苏阳，脸蛋贴在他的侧脸上，娇声笑道：少爷，那还煮饺吗？煮完再说，别管姑姑。半个多小时之后，苏阳换了一身衣服，房间门又被悄悄推开。苏清飞已经不知道第几次鬼鬼祟祟的探头瞄了几眼，看到春晴和夏荷在整理床铺，秋月和东路在给苏阳穿衣服，这才一蹦跶跳了进来，嘴里啧啧调侃道：好小子，吃独食不叫我。苏阳翻了翻白眼：姑姑你脸皮咋这么厚呢？搅了我的局，还说我吃独食。苏清飞美艳不可方物地瞪了他一眼：谁让你不锁门的？哟呵，还能赖上我了？是谁没有礼貌不敲门就推门闯入的？奶奶没教你要敲门尊重隐私吗？苏阳训斥道：是我的错行了吧？苏清飞这个郁闷，姑奶奶我怎么就拿捏不住这个逆子呢？想起这个，他就一肚子火气，哪有姑姑还得看侄子脸色的？
苏阳看他认错态度还行，也就不揪着这事了，伸了个懒腰，打开阳台的小叶紫檀红木雕花双开门，深吸了一下午后带着点暖阳气息的空气。室内冷气逼人，外面却是暖热如如，身体都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了。苏清飞挤了过来，笑盈盈问道：“怎么样？杨洋在岭南还算习惯吗？”“还好，可能我适应能力强吧。岭南跟魔都都属于南方，气候差别倒是没想象中那么大。”苏阳说着话，在阳台旁边的躺椅上慵懒地躺了下来。“你是真能抬举自己，岭南湿气可比魔都重多了。”苏清飞撇撇嘴，也在另一张躺椅上坐了下来。冬露和秋月带着阵阵诱人的香飘来，给两人端上热茶。苏阳顺手拉过冬露，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那柔软充满弹力的身子压在自己的身上。